有进步，比上次多坚持了2分钟，但3分钟和5分钟没什么区别。要我说，别肿你那破地了，我又没亏待你，赶紧踏入练气期不好吗？这样你还能多坚持一会儿。铃木耳边响起一道清冷且戏谑的声音，他咬紧后槽牙，看向床边正在穿衣服的女子。凤玄机，你管得太多了，我有我自己的节奏。倒是你答应的凤雪灵道种子什么时候给我？面前的凤玄机已经穿上一件精致的黑色长裙，遮住胴体的同时并将她的身姿完美勾了出来。面对如此香艳的一幕，铃木始终坚定内心，只看了一眼目睹了她穿衣的全过程。虽然这已经是第4次了，但铃木还是每次都会被惊艳到。毕竟凤玄机是修士，身体不断被灵气淬炼，向着完美的方向改变，以至于每一次接触她都会有些许变化。这种变化外人很难察觉，也就只有和她亲密到负距离的铃木能够发现。凤玄机秀眉蹙起，冷哼一声，就你5分钟这个样子，给你灵中你也种不出来。话虽这么说，但凤玄机还是伸手点到腰间的袋子上。下一刻，2颗种子从袋子中飞出，落到凤玄机的掌心。随后他从指尖逼出一滴充满灵气的血液，融到2颗种子内。看到这一幕，铃木嘴角一抽，这就是凤血灵道，灵道种子加上你的血，你这不是骗人的吗？凤血呢？我信凤。凤玄机直勾勾盯着铃木，正色道。铃木表情呆住，心中不断念叨，这波亏了，这要是凤血灵道，那我自己也能弄。你第一次那个床单我还没洗呢。铃木从床上起来，迅速穿好衣服，抱怨一声。凤玄机清冷的脸上在听到这话后竟然闪过一丝红晕，随后脸色一冷，一道灵气打入铃木腹部。啊，你又来！铃木惨叫一声，蹲在地上努力控制那一道灵气。凤玄机神色冰冷，口无遮拦，小诚一次，你若敢在外面这么说，我要你粉身碎骨。他静静地看着铃木，按照前3次的情况，他至少得半小时才能吸收这道灵气，但这次铃木竟然不到20分钟就吸收了这道灵气。凤玄机秀眉微挑，眼中闪过一丝惊讶，是又进步了，还是习惯了？不过终归是好事，凤玄机也没过多在意。铃木起身后脸色发白，揉着自己的小腹，你再往下打偏一点我就废了，你就可以去找你的第2个男人了，希望他也有我这样的纯阳圣体。想到这里，铃木就来气。他是一名穿越者，当初为了直播效果在国道上下大货车，结果一个不小心被撞到这个充满灵气的世界，紧接着就绑定了词条种田系统，同时还抽取了一个名为天道酬勤的逆天词条。铃木凝神，脑海中出现一个系统面板，姓名铃木，境界凡人聚气境，种植等级门外汉0 100，词条1，天道酬勤，你的努力必定有回报，当你全身心投入种田相关的劳作时，每劳作1小时，全方位永久提升0%。词条2，待解锁，已收集词条，茁壮成长，抗倒伏，耐腐，耐旱，耐寒，腐烂，缺氧。本来铃木已经想好找个没人的地方，凭借逆天词条慢慢发育，没想到刚走几步就遇到了凤玄机。凤玄机二话不说就把铃木带到这个荒山上囚禁起来，每个月最后1天来一次。在这4个月里，铃木从凤玄机口中得知这是个用灵气修行的世界，而他身处天阳大陆，在这里魔门与正派灵力时不时就会爆发冲突，修士们的境界从弱到强分为炼气、筑基、金丹、元婴、化神。凤玄机如今就处于筑基境界，而铃木则是炼气之下的凡人聚气境。铃木当初还以为凤玄机是被自己魅力折服，毕竟自己这张脸也不差，后来才知道是因为自己是天阳大陆极为罕见的纯阳圣体，与异性一起修炼不仅能够提升修炼速度，还能提高破境概率，反正百利无一害。唯一可能有的害处估计就是有点费铃木，从不到1分钟到如今的5分钟，这不全都是我铃木努力锻炼的结果，跟系统和天道酬勤一点关系都没有。大概吧，铃木相信只要他坚持努力下去，总有一天能干翻凤玄机。凤玄机瞥他一眼，伸手道，灵种还要不要了？你真以为灵种很容易获得吗？宗门可是不允许有灵种流落到外面的。铃木直接抓住凤玄机的手，拿走那2颗灵种。虽然这种子有些草率，还只有2颗，但好歹也是灵种。灵种在野外很少遇到，遇到也会被修士夺走，根本落不到普通人手里。谢了，谢就免了，下次多坚持一会儿比什么都好。凤玄机走出木屋，体内刚被调动起来的灵气又归于平静，丹田处流淌着一股暖意，蔓延至4肢百骸，让他异常舒服。虽然只有5分钟，但效果已经堪比他苦修数天了。不过修炼效果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他的身体恢复了。
铃木看着他精致的容颜，目光不由落到他的眉心。你眉心的火焰印记怎么变来变去的？5分钟前还是黑色，现在咋可变成红色了？凤玄机轻抚额头，整理一下刘海，将印记遮住。不该问的别问。说着，他目光不经意间看向前方的一亩农田。这是一亩麦子，历经4个月生长，杆茎已长得笔挺坚韧，青黄交织的麦穗沉甸甸低垂，麦芒如细针般挺立，泛着淡淡的金色光泽，叶片边缘微微卷起，带着阳光炙烤的痕迹。凤玄机外出历练时见过许多凡人种植麦子，但像这般完美的麦子还是第一次见，有点水平。凤玄机夸了一声，铃木默不作声，心中却有些骄傲。那肯定啊，这4个月里，他把每一株麦子都摸了一遍，才收集了5个能用的词条，然后又摸了一遍，让每株麦子都获得5个词条的效果加持。因此，这亩麦子才会长得如此喜人。唯一不足的是产量还没达到铃木的预期，而且他每天至少劳作10小时，没活干就下山到村庄里找活。时至今日，他的各方面已经提升了120%。凤玄机轻捋秀发，话锋一转，繁殖终究只能果腹，种得再好也没用，用来消遣就够了，不要在上边投入太多精力。凤玄机警告道。铃木眉毛一挑，颇为不乐意。你是忘了这2枚灵种吗？是。凤玄机掩面嗤笑一声。灵种可不是凡种一种支流，后者找块好点的地埋进去，再稍微照料一下就能成熟。但灵种的成熟对环境要求非常严格，特别是环境中的灵气含量，更是直接关系到灵种是否能够成长。就他现在所在的偏僻山头，别说灵种了，连个上品异种都不一定能种出来，实在是灵气太过贫瘠。若非凤玄机想让铃木踏入炼气期，每次过来都带几块灵石，这里的灵气含量还能更低。铃木眼睛一瞪，什么意思？觉得我种不出来是吧？没错，凤玄机果断道。铃木眼睛眯起，自己在种植方面确实水，种个麦子花生瓜果蔬菜顶天了，灵植一窍不通，但不相信自己，难道还不相信系统？我要是种出来怎么办？凤玄机一愣，美眸惊讶地看向铃木，他上下打量铃木一眼，眼中闪过一丝狡黠，似笑非笑道：那我就给你找3种中品一植，然后再听你画一次，如何？铃木下意识看向凤玄机修长的美腿，嘴角一勾，这可是你说的。说罢，铃木扛起旁边的锄头，来到麦田旁边，随便整理出一块2平米的空地，挖坑，将2颗种子均匀种下，填土。不过其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在灵种种下之前，铃木打开系统默念：天道酬勤，茁壮成长，耐旱，加持。一连6个词条分别加持到灵种上，其中甚至有铃木的天道酬勤词条。他不确定这个词条植物是否能用，但能加持上去就加上呗，说不定就有效果了呢。实在不行就把加持词条摘掉。植物与生俱来的词条他暂时只能复制，但赋予他的词条可就完全由铃木掌控。到时候只要种子不死，它就能越长越快，越长越好。铃木满意的拍掉手上的泥土，浅笑着来到凤玄机身边。就这，省省吧，它不会发芽的。凤玄机看到铃木粗糙的种植手法，不禁摇头。这还不如宗门新来的佃农。铃木白他一眼，你又不是灵种，你怎么知道它不会发芽？你做好听我话的准备就行了。铃木试探性的伸手拍向凤玄机大腿，再乱摸信不信把你做成人质。凤玄机美眸盯着铃木，铃木咂嘴，这女魔头心思真难猜，在屋子里又不是没干过，怎么穿上衣服又不行了？铃木背着双手尊重凤玄机，毕竟这女人一向说到做到。凤玄机冷哼一声，拿出5枚灵石扔给他，这是下品灵石，足够你用了。这段时间好好修炼，想干嘛就等下元。那5分钟随便你怎么来，但是离开这个门你就给我注意点。还有，没事别乱跑，被魔门之人抓到你就好自为之吧。说完，凤玄机驾着一道冒黑气的飞舟离开了。天血魔宗，凤玄机乘坐飞舟来到宗门内的血魔峰上，他一回来便引起不少魔宗弟子的注意。凤师姐越来越漂亮了，要是能……蠢货，小命不想要了。哼，若是能与凤师姐欢度一场，小命给她又何妨？如今正魔2道是同水火，你说要是和正道串通好，等师姐独自外出历练时，没志气，她如今是筑基后期，只要我等超过她。噗嗤，话还没说完，凤玄机手中印着凤羽印记的长剑飞出，洞穿那2名弟子的脖子，鲜血如注。炼气妄意筑基，下辈子注意点。凤玄机玉指一动，凤羽长剑飞回剑鞘，刹那间的功夫，吓得一众弟子冷汗直冒，甚至没人敢去收那具尸体。唉，蓦地，血魔峰上传来一声叹息：乖徒儿，自己人就不要下这么狠的手了。
要是都照你这么杀下去，我魔宗还哪有弟子可用啊？上来领罚。凤玄机脸色平静，朝着最上方的洞府走去。师尊。凤玄机来到洞府口，恭敬道：“进来。”凤玄机刚踏入洞口，身后便被迷雾笼罩，紧接着一道娇小的身影直接扑到凤玄机身上，两只小手肆无忌惮地游走。吸，这就是纯阳圣体的气息吗？啊，爽！你这小丫头运气真好，老娘活了500年都没遇到纯阳圣体，你出去溜达一圈竟然带到一个。凤玄机眼皮一跳，把挂在自己身上的师尊抱下来放到地上。血颜黑发紫瞳，身高不足1.6米，细胳膊细腿，那张稚嫩可爱的脸很难让人联想到他已经500岁了。明明毫无身材可言，偏偏爱穿一些彰显身材的修身衣物，让他看起来异常奇怪，不伦不类。我要趁着血毒缓解赶紧修炼了，您要是无聊就去把那弟子的尸体捡回来玩吧。凤玄机感受到自己体内残存的暖流，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修炼。血颜双手叉腰，颇为气愤，背着为师偷吃纯阳圣体就算了，现在还嫌弃为师了，罚你把纯阳圣体分享给我。凤玄机扫了血颜一眼，轻啧一声，这一声可把血颜气坏了。你什么意思啊？血颜娇呼一声，气愤的想要追上离开的凤玄机，然而他的衣服并不合身，一不小心踩到裙摆摔倒在的凤玄机看都没看一眼，回到自己的洞府，开始借助那股暖流修炼。血颜起身看着凤玄机的背影，轻哼一声，天魔峰的那名弟子已经历练回宗，既然你不分享纯阳圣体，那我先不告诉你，你就头疼去吧。洞府中，凤玄机眉心的印记随着他吸收灵气而亮起光芒，再加之体内的暖流，修炼速度比平时快上了2倍。半个多月过去，凤玄机只差一步便可以突破至筑基巅峰，但却卡在这里一动不动。凤玄机停下修炼，摸着眉心的印记，此刻印记已经不再像最初时红的鲜艳，而是像蒙上一层黑幕。凤玄机轻叹一声，血毒又开始影响我了，若是灵木再持久一点，或许能更好的缓解血毒。我记得师尊好像有这方面的丹药。想到这里，凤玄机嘴角久违的勾起一抹笑容，煞是好看。凤玄机刚踏出洞府，峰外便有人乘坐飞舟落到他的面前。师妹，4个月不见，你越发漂亮了。来人肆无忌惮地打量凤玄机，越看越喜欢，只是感觉凤玄机身上好像少了点什么。李师兄，别来无恙，我要去找师尊处理一些事情，我们改日再谈。凤玄机对眼前的男人并不感冒，甚至有些厌恶。此人乃是天魔峰金丹长老的弟子李东，仗着自己实力比凤玄机强一小境界，多次追求他，甚至还设计逼迫过凤玄机一次。若非血颜实力强劲，而且身为血魔峰峰主，否则那一次凤玄机就要栽在他手里了。哎，师妹，你不看看我这次给你带了什么吗？李东拿出一朵半米宽的向日葵，想要留住凤玄机，然而凤玄机只是看了一眼，露出一个厌恶的表情，随后头也不回地离去。良久，李东悠悠一叹，把繁殖向日葵扔掉。等李东回到天魔峰，回味着凤玄机的模样与气息时，他才后知后觉，凤玄机的原因没了。谁比我先干了？另一边，铃木的一亩小麦已经收割完毕，收获繁殖小麦800斤，种植经验加8，100斤繁殖才1点种植经验吗？这得种到什么时候才能摆脱门外汉啊？幸好空地多，下次多种几亩。又过了5天，铃木开垦出来4亩地，并将小麦再度种上。他也想轮播，奈何目前手里只有小麦种子，就这还是第2次的时候问凤玄机要的。如今铃木把希望寄托在凤血灵道上了。此刻他正撅着屁股查看2株灵道的情况。灵道经过天道酬勤20天的积累，今天刚好破土而出，长成嫩芽。可惜的是灵气不够浓郁，生长速度比较缓慢。见它发芽，铃木立马伸手触碰，下一刻一道信息出现在脑海，名称：凤血灵道，品阶：中品灵植，成长状态幼苗期，赋予词条：天道酬勤，茁壮成长，自身词条：聚气，灵气汲取，营养均衡，凤血之意，玄阴血毒，抗大风，抗小旱，耐采。介绍：我也有凤血，为什么我不是鸟？灵道的信息让铃木眼皮跳了一下，竟然真是凤血灵道，女魔头没骗我。不由得铃木对凤玄机更加好奇。随后灵道自身的一长串词条让铃木瞪大了眼睛，特别是抗风抗旱这些词条，抗和耐一字之差，效果却相差甚远。耐旱太过笼统，不同的植物上限也不一样，但抗小旱就说明任何植物都能抗过同样程度的小旱情，抗大风更不用说了。铃木想都不想，先把后面的那些适用词条全部收集。当他准备看前面的词条时，突然怔住。前面这4个可以理解，玄阴血毒是什么鬼？
铃木连忙点开词条介绍：玄阴血毒，被诅咒的玄阴鸣凤会宠幸每一位血脉拥有者，发作时经脉堵塞，灵气不通，浑身如冰焰焚烧，无法修炼。铃木倒吸一口凉气，玄阴鸣凤又是什么？我的灵道为什么会有血毒词条？是因为女魔头的血？不会传染吧？铃木迅速回想这4个月来的情况，修炼，我好像没修炼几次啊，这些负面状态也没遇到过啊。铃木思索片刻，轻啧一声，第一次还见血了呢，要死早死了。既然这么久自己都没问题，那就是没事。铃木触碰到灵道，收集玄阴血毒以及其他4个词条。凤血之意和玄阴血毒在一起，这么矛盾，种出来的灵道能吃吗？铃木轻轻摇头，反正他不敢尝试，以后有机会卖给女魔头口中的魔门之人吧。铃木将新收集的词条加持到繁殖小麦上，或许是因为小麦已经发芽成长，结构已经固定，以至于灵气汲取和聚气词条毫无用处。不过这些能加持上去的词条都是各种植物通用的词条，加上去总没有坏处，况且也浪费不了多长时间，还能积累天道酬勤。为了不被凤玄机嘲讽，铃木每天忙完10个小时后还会做专项训练，只为有朝一日能堵上凤玄机的嘴。夜晚，铃木坐在床上，拿出一卷名为血魔功的修炼功法，这是凤玄机第2次见他时给他的功法。铃木前几天想着天道酬勤积累的差不多了，准备修炼试试，结果引入体内的灵气竟然冲突了，差点没给他疼死，还不如凤玄机惩罚他时打入的灵气好使。算算时间，快到这月最后一天了，等女魔头再来的问一下。老是催我练气，结果功法都不给我个能用的，要是不给我，那就只能多种的积累天道酬勤，直到悟性达到自创炼气功法的地步了。铃木不再思索这件事，早早睡去。这2天他要养精蓄锐。在忙碌而充实的种田生活中，铃木期待的那一天终于再次到来。这天，他像往常一样查看农田里植物的情况。远处，一艘冒黑烟的飞舟飞来，飞舟上站着一位风姿绰约的倩影。凤玄机大老远就看到铃木在山顶的农田上忙碌着，不由叹息一声。他在一侧落下，收回飞舟，整理一下黑红长裙，青缕刘海把变成黑色的火焰印记遮住，长舒一口气，看向山顶，飘忽不定的眼神中有羞愧，也有些许期待。想到这里，凤玄机握紧腰间的储物袋，里面似乎装着什么珍贵宝贝。他静悄悄地来到山顶，敏锐地感受到山顶的灵气程度多了一丝，这让他不由蹙眉，心道：这蠢货不会把灵石敲碎撒地里了吧？我那是让他修炼的，真是欠收拾了。当他看到铃木撅着屁股捣鼓种着灵道的2坪土地时，心里升起一股无名怒火。明明已经告诉过他，灵植是不可能在如此贫瘠的地方发芽成长，为什么就是不听？天下怎么会有如此不听劝的人？若非他有纯阳圣体，凤玄机现在就想一剑捅死这个不听人劝的蠢货。看来是我最近给他的好脸色多了，如今有必要给他点教训了。凤玄机冷艳的脸上露出恨铁不成钢的神色。对于修士而言，修行乃逆天之举，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块灵石都珍贵无比，都是逆天而行的资本。但被自己重点关照的铃木竟然把时间浪费在种地上，把灵石挥洒在凡土上。换个毫无根基的普通人，被凤玄机这般照顾5个月，也该引起入体踏入炼气了。但铃木竟然还是凡人聚气，这样下来，等他凝聚金丹，纯阳圣体或许还有效果，但突破元婴后，炼气修为的纯阳圣体还能有什么作用？甚至因为血毒，他连元婴都可能突破不了。不行，绝对不行！我付出了那么多，我的男人绝对不能是个废物。凤玄机一脸愠怒，周身已经不自觉地蔓延出一股阴冷气息。明明他离铃木还有50米的距离，但铃木却突然感觉背后一凉，如芒在背。女魔，姑奶奶，我又哪里惹你了？铃木对凤玄机的气息非常熟悉，不用回头就知道是他来了。特别是这种警告意味的气场，他经历过3次。凤玄机站到铃木背后，黑色眸子里闪过一抹血光，居高临下地看着蹲在地上的铃木。他的眼里全是铃木，怒火已经让他眼里容不下其他东西了，连自己筑基后期的感知也忽略了。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把精力放到修炼上，不要种这些繁殖，也别研究灵植，这个破地方根本不可能种出灵植。你要是想种，等我踏入金丹，我带你换个地方。说话间，凤玄机的余光还看到插在地上的碎灵石，银牙紧咬。给你灵植真是我做出的最错误的一个选择，跟我进屋，别管那种不出来的灵植了。铃木听到这话就来气，本来挺令人期待的一天，怎么一上来就巴巴地骂他？谁说种不出来了？你堂堂筑基期修士，感知是摆设吗？就算你没用感知，都快骑我头上了，眼就没看到这俩幼苗。铃木起身，将土地上的2株幼苗展现在凤玄机眼前。凤玄机本来脸色阴沉，觉得太纵容铃木，以至于他都敢阴阳自己了。
但当看到2株翠嫩欲滴的幼苗时，火气一滞。他用感知查探一下，确定幼苗就是灵植。霎时间，愠怒被呆滞取代，一肚子的火气也在这一刻消散。真种出来了！凤玄机喃喃自语，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幼苗。他多次查探，确定就算插上灵石，灵气程度也不足以让凤血灵道发芽。但眼前的这一幕却把他的预测推翻了。凤玄机一时间都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基础知识没学好了。如假包换。铃木双手抱胸，笑道：“随便你怎么检查，不过你要记得上个月你说的话。”铃木脸上露出一道舒畅的笑容，转身走向屋子。精心照料1个月，为的不仅是积累天道酬勤，也是为了这一刻。还愣着干啥？跟我进屋！竟然连你的男人都不相信了，等会儿有你好果子吃。闻言，凤玄机咬牙切齿，美眸狠狠瞪他一眼。他摸了摸眉心的火焰印记，快步跟上铃木。凤玄机不甘示弱：“我倒要看看这次你能坚持几分钟，要是让我不满意，有你好果子吃。”2人前脚踏入屋子，后脚便有一条冒着黑烟的非洲落到山顶。就是这里，穷乡僻壤，吸这里一口气都是给我找罪受。李东感受着四周的贫瘠的灵气，冷哼一声，他迈步朝屋子走去，眼睛余光不由落到一旁的灵植上。吃！李东嗤笑一声，抬脚狠狠踩在2株幼苗上，将它们碾进土里。师妹啊，你竟然还敢把灵植带出来，把柄都送我手上了，不做点什么就太辜负你了。他展开感知，立刻就查探到屋子里的2人。凡人！李东蹙眉，眼神阴翳，阴险的表情逐渐变得狰狞。自己心心念念的师妹竟然被一个凡人捷足先登，若是比他强也就罢了，说不定他还要去推屁股。但凡人是什么鬼？他也配？这凤玄机是饥不择食了。李东快要陷入癫狂，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被一个凡人比下去。师妹啊师妹，你可真是个贱人！李东咬牙切齿道，声音不大，却在安静的山顶上瞬间传开。屋门推开，凤玄机提着凤羽长剑，一脸冰冷地走了出来。大好的日子，大好的时光，偏偏来了个臭虫，还马上要爬到身上了，换谁也不会高兴。李东看到他衣衫整齐，嘲弄道：“哟，我来的可真是时候，再晚一步是不是就能看到师妹狼狈的模样了？”凤玄机体内灵气微微运转，秀眉紧蹙：“上次给你的教训不够吗？还敢跟着我？”铃木从木屋里探出头，一脸愠怒地盯着李东：“就不能晚点来吗？晚来10分钟也行啊。”铃木不知道李东是谁，但一定是他最讨厌的一种人。李东见到铃木，眼睛眯起，剑魔竟然比自己好，难怪凤玄机会选择他。凡人蝼蚁，你要是个男人就别躲女人后面。铃木嘴角一抽：“当我傻是不是？敢跟女魔头叫板，多少也是个魔头，我连练气都不到，站出去送死吗？”铃木目光一瞥，刚好看到被踩进土里的2株灵植。“你他妈踩我灵植！”铃木紧咬牙齿：“你想踩就去踩繁殖啊，踩灵植干什么？”闻言，李东眉毛一挑，玩味道：“哦对了，师妹，你也不想让宗门灵植流落在外这件事被宗门知道吧？你我相处多年，自然知道我不是什么坏人，只要师妹成全我一次，此事就此作罢如何？反正你都能和凡人来了，和我应该更乐意吧？”凤玄机美眸一寒，冰冷的杀意快要溢出来。他二话不说，伸手把铃木拉到自己身边。铃木还没反应过来，就见怀里的凤玄机扯着他的衣领，强硬让自己低下头。下一刻，温软的触感包裹铃木的嘴唇。铃木还没来得及仔细感受，凤玄机便错开嘴唇，银牙咬在铃木嘴唇上。死！铃木疼得倒吸一口凉气。你干嘛？凤玄机美眸瞥他一眼，用嘴包裹住被咬烂的嘴唇，将流出的鲜血吞入腹中。随着纯阳圣体的鲜血融入体内，凤玄机眉心的黑色火焰印记上逐渐出现点点红色，而凤玄机体内的灵气运转也快上不少。李东瞪大眼睛，怔怔地看着这一幕。该死的狗男女，竟然当着我的面发情！李东双拳紧握，体内灵气运转，丝丝缕缕的黑色灵气自身体表面溢散出来。很好，凤玄机，既然你不识好歹，那就别怪用强的了。我要把那个蝼蚁四肢全部砍掉，让他看着我怎么折磨你。话音落下，李东气息显露而出，筑基巅峰。凤玄机最后吸了一口，将铃木推到一边。多好！此刻他眉心的黑色印记已经淡了不少，凤玄机的气息不再掩饰，筑基后期的修为显露而出。铃木感受到两者的差距，心里开始担心会不会出意外。同时他开始打开系统面板，寻找能用的东西。长剑争鸣，冰冷的黑色灵气自凤玄机的掌心蔓延至长剑上。凤鸣剑诀第一式，凤鸣朝阳。
黑色灵气中似有火焰燃烧，在凤玄机起手时，一道凤鸣乍现，剑如长虹，顷刻而至。李东冷哼，从容不迫地接下这一击。师妹，你是不是忘了你我之间的差距？李东面目狰狞，暗红色血气如实质般从毛孔喷涌而出，在周身凝成狰狞的血色漩涡。他不用武器，双手成爪，10根指甲泛着青黑寒光，狞笑着扑向凤玄机。刹那间，金铁交鸣的锐响骤然炸开，混杂着清越凤鸣在山顶回荡，一道又一道的灵气波动，把不少繁殖幼苗连根拔起。铃木看着天空中眨眼间交手2、3次的两人，心中愈发没底。我就一个种地的，就不能多给我点时间发育吗？铃木后悔无比，要是早2个月问凤玄机要个能修炼的功法就好了，也不至于像现在这般无力。凤玄机拆李东一个小境界，并且血毒还没完全缓解，随着战斗的白热化，血毒又开始影响他的身体，很快落入下风。砰！凤玄机被李东一掌拍飞，倒飞出去之前，凤玄机剑如鸣凤，在他腹部戳了个口子，血流不止。女魔头，你别吓我！铃木连忙来到凤玄机身边，将她抱在自己怀里。此刻的凤玄机浑身是血，修身的黑红长袍上还有4道撕裂爪痕，露出洁白无瑕的肌肤。铃木手忙脚乱，在身上掏了半天，只拿出来一颗灵石，连疗伤丹药都没有。臭！铃木心中怒吼，毫无办法之际，只能再把目光投向系统。词条我自己能用，植物能用，那我老婆应该也能用吧？铃木心念一动，将天道酬勤、凤血之意等有益状态加持在他的身上。凤玄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盯着铃木的脸。快走，他也重伤，追不上你。他杀不了我，等此事了结，我会再去寻你。李东捂着伤口，颤颤巍巍地站起身，血淋淋的脸上露出淫笑。走吧，你走了，他就是我的。铃木盯着怀里的凤玄机，肾上腺素让他此刻浑身发抖。成了，可以用在其他人身上。凤玄机美眸瞪着他，发什么呆？快跑啊！李东看到发抖的铃木，以为他被吓傻了，顿时仰天大笑，似乎已经胜券在握。加持玄阴血毒，加持腐烂，加持缺水，加持缺氧，酒精中毒，倒伏，热害，蚜虫，锈病，加持负面词条全部加持。铃木不知何时已经触碰到李东，嘴里念叨着一些意义不明的词语。凤玄机瞪大眼睛，用仅存的力气喊道：笨蛋，你在干什么啊？铃木扭头看向他，笑道：当然是保护你啊。说实在的，铃木这一举动有赌的成分。他只知道词条能加持到人的身上，但不知道词条的多久才能发挥作用，所以他把自己收集到的所有负面词条都加了上去，希望有效果冲突的词条提前激发，展现不一样的效果。李东看着握紧自己手腕的铃木，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容。既然你要送死，那我就成全你。他再次抬起成爪状的右手，灵气汇聚，朝着铃木的头狠狠拍下。凤玄机银牙紧咬，埋怨地看向铃木，这个蠢货自身都难保了，还装什么英雄？眼看自己的纯阳圣体就要被拍死，凤玄机漆黑的眸子突然一阵变幻，瞳孔变成充满紫焰的凤眸。就在凤玄机准备拼命之际，异变突生。李东的手处在半空中时，汇聚的灵气突然停滞，消散在天地。他的经脉如同堵塞一般，灵气竟然停滞不前，无法在体内运转。凤玄机瞪大眼睛，这个情况好熟悉。紧接着，李东浑身颤抖，体内像是正在被无数冰焰灼烧，痛苦无比。李东察觉到不对，眼神一狠，势必要先把铃木拍死。然而没有灵气加持，身体的痛苦也让他无法用出全力。他的手落在铃木头上，就像一片落叶，轻飘飘的。铃木见状，心中狂喜，生效了，这是玄阴血毒，我太爱这个毒了。铃木随手将李东的手打到一边，一脚踹到他胸口上，将他踹飞2米远。不可能！李东瞳孔猛缩，脸上满是难以置信。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随着时间的发酵，玄阴血毒开始侵蚀他的全身。不仅如此，缺水、缺氧等几个词条也开始发力，让李东皮肤干裂，呼吸困难。明明还没死，身上的伤口却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腐烂。我错了，凤玄机是你的，把解药给我行不行？李东意识到自己身体的异常，为了活命，他开始求饶。铃木并没有被这些话干扰，他深知在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今天若不是铃木发现系统词条能加持给其他人，死的就是铃木和凤玄机了。更何况铃木只想在这里苟着种地，可不想放出去一个仇敌。铃木拿来一旁的锄头，举起锄头，深呼一口气，随着数道扑哧声响起，铃木丢掉锄头，擦了一下额头因为太过激动而冒出的汗。搞定了，两世为人，这还是他第一次杀人。
多亏肾上腺素，虽然他的身体还在发抖，但好在没跌在地上。走到凤玄机身边，铃木扑通一声坐在他的身边。那啥，我是第一次，腿有点软，等我缓缓，你应该能撑住吧。铃木目不斜视地看着凤玄机，凤玄机怔怔地看着这一幕，他自始至终没看明白铃木做了什么，只知道这家伙突然跑过去，嘴里喊着缺水啊、缺氧啊啥的，一转眼李东就趴下了。凤玄机的眼睛恢复正常，看向铃木的眼神中带着几分思索。我好像小看他了。想到这里，凤玄机强忍着身上的伤势，嘴角勾起一抹好看的笑容。我就知道，我的男人绝对不会是废物。铃木无语地看着他，你笑什么？一会儿你给他处理掉。凤玄机还想说什么，突然感觉自己的伤势好像恢复了一点。奇怪了，按理来说不应该这么快的。凤玄机活动一下胳膊，看着铃木道：把脸靠过来。干啥？你咋又咬烂一个口子？有了纯阳圣体的血液，凤玄机的血毒得到缓解。他拿出一枚丹药服下，开始恢复身上的伤势。不多时，铃木终于不再发抖。凤玄机睁开眼睛，身上的伤口已经消失，只是气息有些虚浮，衣服也破破烂烂的。他起身来到尸体面前，在尸体上翻了一遍，取下李东的储物袋，摇头叹息一声：挖个坑埋了吧，就当肥地了，说不定能弄出一小片灵田。筑基巅峰修士的尸体，只要处理得当，堪比数百枚下品灵石了。铃木愣住，埋了？你不毁尸灭迹啥的？万一这家伙还有师傅啥的找来咋办？凤玄机秀眉一挑，赞赏地看他一眼，你还知道这些，看来也不傻啊。听我的，埋了就行。现在毁尸灭迹已经晚了。李东作为天魔峰金丹长老的弟子，天魔峰上肯定有他的魂灯。现在估计那名金丹长老已经知道李东死了。铃木瞬间起身，你别吓我啊，打了小的还真来老的，要不你带我换个地方吧。凤玄机拍了拍铃木的肩膀，放心，不会让你有危险的。天血魔宗的长老一般情况下不会闲到去给弟子复仇。他把储物袋扔给铃木，里面我已经检查过了，没有危险，你拿着玩就行了。铃木一喜，女魔头今天竟然这么好。他接过储物袋查看一番，脸瞬间垮了下来。堂堂筑基巅峰的修士，储物袋里就200枚灵石，一把剑，还有一朵向日葵。凤玄机轻哼一声，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储物袋就够珍贵了，里面你暂时用不上的东西已经取走了，好处给你了，现在该你了。走吧，跟我进屋。铃木嘴角一抽，你身上还一堆血呢，进什么屋？我才刚杀一个人，心灵已经受到伤害了，得等我缓缓。凤玄机舔了一下嘴角，心理压力大吗？那我帮你放松一下好了。说罢，凤玄机解开手腕上的红绳，将散落的长发扎起来，清冷秀美的脸颊完全显露出来，再加上那魅惑十足的眼神，铃木喉结不由动了动。还不等铃木开口，凤玄机便提着他进屋。1分钟后，屋子里传来凤玄机的声音：哼，装什么嘛，还以为你真被吓坏了。既然起来了，那就把这个吃了。这是啥？虎阳丹。我这么精神的大小伙，需要这东西。别废话，给我吃了。6分钟后，铃木被凤玄机赶了出来，他羞愧地低着头，找来一把铁锨，在院子里挖坑，一边挖一边对着那具尸体骂：肯定是你晦气的东西影响我了，不然凭我的实力，怎么可能吃药了才6分钟？铃木将尸体埋好，回头看了眼屋子，心中暗下决心，以后一定要多种地，积累天道酬勤，争取下次干翻女魔头。铃木叹息一声，看着那2株被踩的灵植，满脸心疼。就在这时，屋子里传来一阵强烈的灵气波动，差点把屋子掀翻。凤玄机，你要干嘛？凤玄机神清气爽地走出屋子，喊什么突破筑基巅峰而已。他感受着体内更加雄厚的灵气，以及不知为何突然活跃起来的血脉，对此行满意无比。不仅除去一个他讨厌的人，还发现了铃木的潜力，自己的实力也得到提升。还比上次多坚持了1分钟，这下自己的血毒的多老实2天了。恭喜啊！铃木恭贺一声。以目前的关系来看，凤玄机越强，他也能获得更多的好处。凤玄机嘴角带着浅笑，凑到铃木耳边，气若幽兰：这还得谢谢你呢。铃木心里痒痒的，侧目看着他绝美的侧颜。这时嘴唇上的伤口突然疼了一下，让铃木突然清醒。谢谢你。铃木突然道。凤玄机美眸充满疑惑：谢什么？我还什么都没给你呢。铃木笑着摇头，明明服用我的血也能缓解你身上的血毒，却偏偏选择这种牺牲最大化的方式。闻言，凤玄机顿时明白铃木在想什么，他扯着铃木的衣领，眯起眼睛道：我还没觉得牺牲，你先牺牲上了，自己爽没爽自己清楚，
没爽也是你不行，跟我无关。说完这话，凤玄机还挺起自己挺拔的胸脯，长裙下的修长美腿也伸了出来。铃木无语至极，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明白。凤玄机玉指点在铃木嘴唇上，示意他不要说，不要自作多情，只是这种方式的效果最好，我才这样做的。如果一直喝你的血，我需要无时无刻把你这个累赘带在身边。凤玄机瞥他一眼，怎么？你想一直跟着我？铃木嘴角一抽，原来是这样，那他就放心了，至少不会被凤玄机囚禁起来抽血喝了。铃木摆手道，累赘嘛，就不给你添麻烦了，我还是老老实实种地吧。七，没出息。凤玄机失望地看他一眼。铃木没有在意这句话，而是劝道，我觉得你也应该跟着我种几天地，种地对身体好啊，说不定还能让你修炼速度提升呢。铃木直勾勾地盯着凤玄机。此刻在铃木眼里，凤玄机的身上出现了2道词条，这2个词条是铃木赋予的，铃木自然能够重新收回。凤血之意，当体内拥有凤族血脉时，血脉活跃度提高，小幅度提升修炼速度。天道酬勤，你的努力必定有回报，当你全身心投入种田相关的劳作时，每劳作1小时，全方位永久提升0.1百分号，当前已积累0%。很显然，如今的凤玄机也可以积累天道酬勤，但条件和他一样，必须种地。凤玄机不屑，我承认你在种植这方面有点天赋，但这种低智商的结论偏偏你自己就算了，我是不会相信的。铃木对此也没办法，让筑基巅峰修士去种地，可能也就他能想得出来，但他相信只要让凤玄机劳作10个小时，全方位提升1%，他肯定会沉沦其中。那你走吧，别耽误我种地。对了，走之前给我换个功法，血魔功我没法修炼，不然早就练气了。铃木道。凤玄机器笑了，这个家伙竟然敢自己，而且这态度是求人办事的吗？魔功这种适合大众修士的功法，你都修炼不了，真是够可以的。凤玄机二话不说，抓起铃木的手腕，灵气探入铃木体内，眉头紧锁。难怪纯阳圣体加木灵根属性冲突了，常规功法无法抵消2者的冲突。凤玄机松开手，打开自己的储物袋，开始翻找。不多时，他拿出一本蓝皮书，找来找去，只有这本青阳功适合你了，是我前几天宰了一个神木谷弟子拿到的。功法虽然低级了点，但你用刚好，等你修为提上去，我再宰几个神木谷的，把这套功法都给你找来。铃木听愣了，这也太霸气了。他接过功法，收进刚获得的储物袋里，随后看着凤玄机道，倒是不用去招惹神木谷，你的安全比功法重要多了。凤玄机秀眉一挑，露出一抹笑容，看来你嘴上功夫挺厉害的。他拍了拍铃木的肩膀，下次用嘴试试。铃木被呛，不可置信地回头，我在这跟你抒情呢，你给我开车，咱俩现在都不同频了。干嘛？想现在就是。凤玄机瞪他一眼，铃木嘴角一撇，摇头道，我要种地，没空跟你闹了。对了，你答应我的3种中品一直，下次还记得带给我。哦，还有，刚才在屋子里你都没听我话，这得攒到下。说到这里，铃木突然停下，豁然抬头看向凤玄机。那啥，我不让你在屋子里听我话了。本来他是想让凤玄机穿上一些满足他 XP 的衣服来着，但现在他根基不稳，连地都没种好，更别说整出那些花里胡哨的服装了。既然如此，还不如先提升凤玄机。说，我让你跟着我种1天地。铃木挠挠头，坚定道。哈！凤玄机秀眉蹙起，觉得自己听错了。那般充满诱惑力的机会，铃木竟然选择让他种地，有没有搞错？是我不够美，还是他不够行？看我干啥？你答应的，你要出尔反尔，小心天道反噬，以后渡劫多劈你2下。铃木拿来一把锄头递给凤玄机，你认真的？费那么多话干啥？快干活！今天不干够10个小时不准休息。不是，我不会啊，我教你。下午，铃木满意的看着院子里多出来的4亩空地，筑基修士就是好用，锄地速度比我快了不知道多少倍。凤玄机咬牙切齿的看着铃木，为了自己的裙子不沾上泥土，他把长裙揽出来，露出一截光洁白嫩的小腿和一双如珠玉般红润的脚丫。现在好了吧？凤玄机长舒一口气，丢掉手里的锄头。铃木看了他一眼，天道酬勤才积累了4%，而铃木的天道酬勤却提升了5%。显然，凤玄机有1小时没认真劳作。不行，把这朵向日葵的籽薅下来，种上去。铃木拿出来一朵长得非常不错的大盘向日葵，花瓣上甚至还有露珠挂着。凤玄机见到这一幕，眼睛一亮，颇为惊喜。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向日葵？啊，我这是在那人储物袋里拿的。铃木当然不会这么说出去，
自己竟然误打误撞发现凤玄机喜欢的植物。好吧，我摊牌了。本来打算把所有花都种一遍，看看你喜欢哪个，没想到第一种就你喜欢的。我决定了，以后要给你种漫山遍野的向日葵。铃木张开双手，看着那5亩空地。凤玄机神色恢复过来，一把夺过他手里的向日葵，抠出来2个葵花籽，塞嘴里磕2下。喜欢归喜欢，我可不想要中看不中用的东西，繁殖对我用处不大，这漫山遍野还不如种凤雪灵道，我还能拿出去换点零食。说着，凤玄机把葵花籽取出来，小心翼翼地撒在农田中。铃木连忙过去帮忙，倒不是怕累着凤玄机，主要是如果他再不参与进去，这批向日葵成熟之后收割就没种植经验了。经过5个月的探索，铃木发现唯有收获那些自己独自照料或参与过照料的植物才会有种植经验，而且前者获得的经验要比后者多。因此在近2、3月里，铃木经常下山帮村里的人干农活，这也是为什么铃木能够每天完成10小时劳作来积累天道酬勤。铃木终于完成了今天的10小时劳作，他打开面板查看自己的词条情况。天道酬勤，你的努力必定有回报。当你全身心投入种田相关的劳作时，每劳作1小时，全方位永久提升0%，已积累150%。很好，全方位已经提升了1倍半，让我试试修炼功法，快不快？铃木激动地拿出青阳功。这时凤玄机坐在铃木一旁，看起来也准备休息了。铃木看着他头上那8%的提升，嘴角不由一抽，这家伙竟然偷懒了2小时。你干啥？继续干啊，还没到10小时。铃木没好气道，想让他好点咋这么难呢？凤玄机美眸狠狠一瞪，你不识数吗？明明干够10小时了，你是想把屋子里的耻辱在这里发泄到我身上？敢耍我，你要死啊！凤玄机袖袍一挥，巴掌位置香风先来。还好铃木已经闻过多次，没被晃神，扭头躲过这一击。你偷懒了2个小时，别以为我不知道。快去，我这是为你好，你再干2小时就知道我的良苦用心了。凤玄机最见不得人别人求他，遇到这种情况，要么心情愉悦地宰了对方，要么就心生怜悯地宰了对方。但在铃木这里，他觉得要有第3个选择了。我真是疯了，竟然在这里陪你种地，浪费我12个小时。凤玄机吐槽一声，挽起袖口，扛起锄头，趁着夜色重新进入农田。铃木见状，则翻开青阳功，开始按照指引修炼。恰好储物袋里有零食，铃木怕这里的灵气不够，还掏出来2枚下品零食放到两边。当他开始修炼的那一刻，天道酬勤启动，1倍半的悟性，1倍半的修炼速度，1倍半的灵气运转效率，只是一次，铃木便成功将天地间的灵气引入体内，并按照青阳功的指引在经脉中运转。等到灵气在体内运转1周天后，铃木浑身气息一震，踏入炼气初期。姓名：铃木，境界：炼气初期，种植等级：门外汉12100。词条1：天道酬勤，你的努力必定有回报。当你全身心投入种田相关的劳作时，每劳作1小时，全方位永久提升0%。词条2：待解锁，已收集词条：玄阴血毒，凤血之意，营养均衡，灵气汲取，茁壮成长，抗倒伏，抗大风，抗小汗缺氧。铃木睁开眼睛看着一旁的青阳功，喃喃道：刚才有2步走错了，果然悟性还是不够吗？看来还需要沉淀一下。地里的凤玄机敏锐地感受到铃木的灵气波动，他不由停下手里的活儿，想要看看铃木的修炼天赋如何。若是铃木不太行，在关键时刻他会出手纠正铃木的错误。但令他没想到的是，铃木竟然第1遍就成功了。更令他震惊的是，铃木小声嘀咕的话也落到他耳朵里：运转错了2步，我怎么没发现？凤玄机仔细回想，这才发现是铃木纠正错误的速度太快，他还没注意到情况，铃木便把错误的步骤纠正了。是能力还是运气？凤玄机美眸眯起，仔细打量铃木：你停下干嘛？快点干啊，我还等着睡觉呢。铃木注意到凤玄机又偷懒，开口提醒。凤玄机银牙紧咬，抓起一把泥土丢过去：用你管。说完，他又开始挥动锄头。不过在此期间，他的目光时不时就往铃木那边看一眼。1个小时后，铃木已经能够熟练地运转青阳功，每运转1次，体内就会多出3缕灵气。凤玄机将这一幕看在眼里，逐渐肯定了铃木的天赋。2个小时后，凤玄机终于完成了10个小时的劳作目标。铃木停止修炼，满意的点头。1%的提升虽然不多，但很多修士往往就差这1%。等凤玄机开始修炼，肯定能发现自己的不同。忙完了你可以回去了，记得每天都要种地。铃木叮嘱道。凤玄机嘴角一抽，
气不打一处来。这都后半夜了，你就这么让我回去？铃木猛地抬头，白天不是才刚来过吗？凤玄机整理一下衣服，靠近铃木，哪来那么多废话？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都练气了，我不得试试。凤玄机不由分说地拽着铃木走入屋子里，灯光忽明忽暗。3分钟后，凤玄机一脸气愤地走了出来。纯阳圣体怎会如此没用？下次如果还这样，你那东西就别要了。说完，他拿出非洲，连夜离开。铃木生无可恋地走了出来。老天爷啊，你见什么植物一天能收获2次？我太难了。铃木也不困了，挑着灯走入农田。看来10个小时的劳作还是不够。被踩进土里的林道多亏耐踩词条，如今已经重新挺立。铃木看着他茁壮成长的模样，暗自下定决心。刚好凤玄机耕出来好多空地，明天多找点种子种下。天血魔宗，血魔风。凤玄机在天亮前赶回洞府。为了弥补种地浪费的12个小时，他坐下就开始修炼。运转功法前，凤玄机还冷哼一声：种地除了浪费我的时间，还有什么好处？以后绝对不会这般听他话。说完，他开始修炼。体内活跃的血脉让他这次的修炼异常顺利，修炼效果也有小幅提升。奇怪了，怎么去了一趟血脉就活跃起来了？凤玄机想不明白怎么回事，总不可能是因为这次铃木突破5分钟了吧？他估计了一下，活跃的血脉让他的修炼速度提升了10%左右，这就导致积累的天道酬勤在修炼上没能明显的体现出来。但2个小时后，正疯狂汲取灵气的凤玄机突然睁开眼睛，眸中闪过一道金光。他迅速走出洞府，持剑站在前方的空地上。凤鸣剑诀第6式，百鸟朝凤。剑诀施展，浓郁的灵气攀上长剑，又分化出数十道剑气鸟影飘在他的背后。虽不足百鸟，但第一次施展就达到这个数量，已经非常不错了。见状，凤玄机大喜过望。这一式困了他3个月，若非凤鸣剑诀非常适合他，他都打算换个法术修炼了。没想到今天修炼时突然就想通了，太奇怪了，就好像我的悟性突然增加了一点一样。凤玄机想不明白，难不成真是种地得来的好处？铃木啊，铃木，遇见你之后，我是越来越顺了。凤玄机不由想到那座无名小山上的铃木，嘴角勾起。凤玄机刚回到洞府，血岩便自顾自地撬开门口禁制，走了进来。乖徒，回来了，怎么不跟为师说一声？亏我还帮你拦住那个该死的天魔峰老头。他慢悠悠地走来，看到凤玄机时，双眼突然冒光。嘿嘿，快让我闻闻。血岩如往常一样抱在凤玄机身上，深吸一口气。哟，来了2次。血岩只是感受着那2道不同程度的纯阳之气，就判断出他们发生了什么。这话让凤玄机脸颊一红。血岩伸手在凤玄机眉心狠狠点了一下。虽然咱是魔门之人，但面对纯阳圣体这种罕见人才，你还是爱惜一点比较好。1个月1次就够了，怎么还要了2次？血岩白他一眼，教训道。凤玄机冷哼一声，那能怎么办？他太快了。血岩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你体内的血毒是什么程度，你不知道吗？况且你俩修为几乎相差2个大境界，他没被你吸干精气，都算纯阳圣体强的发麻，你还不满意上了？不满意给为师，为师拿3个正道的金丹期帅弟子给你换。说着，血岩期待的搓手，粉润的舌头还伸出来舔了下嘴角。凤玄机果断摇头，金丹期弟子再帅也没法缓解他血毒，孰轻孰重他还是懂的。行了，不跟你开玩笑，保护好你的纯阳圣体，实在保不住就带来血魔风吧，变成大家的总比让他死了强。凤玄机听到这话，眼神一凛。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把铃木带回魔宗。纯阳圣体这种稀有人才来到魔门，就会被各封主甚至宗主强迫要求上交，到时候铃木可就不是属于他一个人的了。他绝对不允许自己的男人沦落到那般地步，谁都不行。血岩见他突然有了杀意，咂嘴拍了拍他的肩膀。安心了，只要强如我这般，把他带回来也无妨，宗主也奈何不了你。我明白。凤玄机回应。血岩满意的点头。那就好，刚好你筑基巅峰了，宗门准备这2年选出圣子圣女各1名，只要你成为圣女，地位可比金丹长老高了。为什么突然要选这个？凤玄机疑惑。最近大陆各州的魔门和正派打得越来越激烈，特别是正派的圣子圣女，老是打个名号就骑在我们头上，所以各魔门决定多选几个出来。你也不用担心纯阳圣体出事，天魔峰那个家伙如今可没空去偏僻之地复仇。血岩露出一副我什么都知道的表情。凤玄机见怪不怪，他的师尊要是什么都不知道才奇怪。魔门的为什么也叫圣女，不应该叫魔女吗？血岩眼皮一跳，谁说魔门就一定是坏的？不要妄自菲薄，我们只是立场不同。血岩又仔细查探凤玄机一遍，
对他越发满意。自从你遇到纯阳圣体，修炼速度真是越来越快了。纯阳圣体这么养人吗？我要不要也去找个血岩思索？说到这里，凤玄机将这2天发生的事情删减着全部告诉血岩。血岩听完后，嘴角忍不住一抽，这铃木也是个人才，我这么漂亮的徒儿到嘴边了不去碰，竟然换他去种地。所以呢，你种完地的好处是什么？凤玄机先摇摇头，随后迟疑道，感觉修炼速度更快了一点。血岩扑哧一笑，踮起脚揉着他的脑袋，傻徒儿，要是种地能让你成仙，那最该成仙的应该是那些凡人。别听他胡说，男人最会骗人了，修炼速度快不过是你天赋逐渐显露罢了。翌日，铃木把新种下的向日葵种子加持上词条，并查看了灵道的情况。当他看到天道酬勤有了 80% 的提升后，满意的点头。农作物自身的生长也是在劳作，不过是自己劳作自己，如此甚好，这样它们的成熟周期就能缩短一些。不过可惜的是，灵道收割需要拔掉重新播种，词条效果就得重新赋予。虽然有些亏，但现在也没什么办法。种植等级需要不断收获农作物来提升，他不可能为了积累词条效果而选择大面积种植几十上百年都不成熟的植物。处理好自己的农田后，铃木戴上一顶草帽，腰间挎着一柄镰刀，就朝山下走去。半个小时后，他来到一片有10几户人家的村子。铃木刚来，村口的一户人家就打开了大门，一道清脆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林大哥，你终于来了。”小石村距离铃木所在山头最近的一个村落，而铃木住的山头也被小石村的村民称为石山。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山上的树很少，只有山顶围了一圈，山腰处几乎没几棵，与寸草不生的石头山很像。第二个原因则是相传这个山乃是仙人搬了块仙石扔在这里，说是为了镇压一棵树。但铃木知道，第二个原因不过是小石村村民饭后闲谈编造的故事而已。你说镇压邪祟、邪龙啥的他还信，镇压一棵树叫什么事？况且若是仙石，这山上的灵气怎会如此贫瘠？石山附近的村落又怎会连一个修士都出不了？别说修士了，连一职都没出现过几个。小云啊，我没来的这几天有没有好好帮家里干农活？门口一个小脑袋探出来。石云只有14岁，比凤玄机小10岁，但在这个拥有灵气的世界，这个年纪已经亭亭玉立，与前世18岁的少女相差无几。不过由于他们是凡人，还没有修炼，长期劳作再加上营养不良，石云的皮肤有些发黄，看起来也有些瘦弱。石云小跑着来到铃木面前，低头沮丧道：“我爹娘不允许我去。”铃木看着这个指到自己胸口的少女，不由轻叹一声：“那我一会儿劝劝你爹。”林大哥，你为什么想让我去地里干活啊？石云不解道：“那当然是种地有前途啊。”铃木摘下草帽，笑道。闻言，石云轻咦一声，并不赞同铃木的这话。林大哥骗人，我爹种了一辈子地，去过最远的地方也就是东边的南溪镇，这有什么前途？铃木嘴角一抽：“你这小丫头，什么时候学会顶嘴了？你尽管种地，剩下的交给天意。”石云小手背在身后，轻哼一声：“那没前途咋办？”铃木撸起袖子，自信道：“没前途，我给你补。”石云点头：“那好，我信林大哥，我带你去地里，大家都等着你下来收麦子呢。”石云扯着铃木的衣袖，朝着西边走去：“我不来还真不收啊，别烂地里了。”铃木听到这话有些惊讶：“那肯定啊，你不仅播种的时候帮大家，还帮大家照料农田，而且我爹娘说这次你照料过的农田都长得特别好。”石云脸上带着笑容给铃木解释，特别是说到麦子长得好时，他眼里的光都亮了一分。来到小石村的农田里，铃木看着颗粒饱满的金黄麦子，心中激动起来。他当初只是想劳作积累词条，发现小石村村民淳朴热情，于是就在帮他们除草时顺手给作物加了几个词条，没想到竟然长这么好。这个村子总共有40亩良田，每一块地铃木几乎都照料过，这番收割下来，不知道能获得多少种植经验。想到这里，铃木就非常激动：“铃木，你可算来了，咱们赶紧开始收麦子吧，隔壁村都已经收好又种上了。”石河见铃木来了，连忙催促。铃木立刻跟上，拿出腰间的镰刀就走入地里。“爹，我也要下地收麦子。”石云喊道。闻言，石河看向铃木，他一猜就知道又是铃木说什么了。这丫头不知道为何对铃木说的话格外相信。“你下什么地？种地有什么前途？回去学学针线活，争取嫁到镇里、城里，大地方机会多，听说还有仙人会出来收徒，万一你骨骼精气被选上，咱们小石村就光宗耀祖了。”石河种了一辈子地，清楚的知道种地有没有前途。方圆数10里，10几个村子没一个靠种的种出头的。“我不管，林大哥说了有前途。”
石云不听，从他娘手里夺过镰刀，来到铃木旁边，学着铃木的动作割麦子。铃木看着石河，尴尬地笑了2声。其实种地很有前途的，您不能约束孩子。铃木轻咳道。他看着旁边的石云，犹豫片刻，在他身上拍了一下。天道酬勤，加持。孩子都这么信任咱了，咱也不能让孩子失望。石河叹息一声，没再多说什么。随着收割的麦子越来越好，石河也逐渐把这件事抛之脑后。收获繁殖小麦300斤，种植经验加3。等1亩地收完，铃木的脑海响起提示音。其实这1亩地有个500-600斤，但系统比较严谨，铃木参与过照料的小麦可能只有这300斤。收获繁殖小麦400斤，种植经验加4。收获繁殖小麦200斤，种植经验加2。收获繁殖小麦100斤，种植经验加1。收获。这5天里，铃木不断地帮村民们收割麦子，加上他练气期的修为，一天能狂收4-5亩地。只是在今天的最后2亩地里，他遇到了一些意外。收获繁殖小麦10斤，种植经验加0。这2亩地满打满算只收了100斤小麦，而剩下的小麦则在地里，没人敢上前去碰。这是咋回事？麦子咋还长脓包了？这都坏了，还能卖吗？石田站在铃木旁边，一脸绝望。他最近被其他人的麦子迷惑了，没注意到自己家这2亩麦子出了问题。明明1个月前还没问题的。安心，说不定是好事呢。铃木安慰道。石田听不进去，一屁股坐在地上。好啥？这一次我家4亩地就1000斤麦子，下半年咋活啊？我哥的腿前段时间还受伤了，现在正躺床上等钱治病呢。铃木上前靠近一长麦子，没有贸然触碰，而是打开系统。名称：麦流麦。品阶：下品一直。成长状态：成熟期。赋予词条：茁壮成长，耐旱。自身词条：麦毒，土地侵蚀，毒素转化，抗小毒，易折。介绍：嘲笑我妈妈赖赖，碰我一下试试。铃木瞪大眼睛。一直，自己遇到的第一株异种竟然是在这种情况下。不过这一直与毒有关，不知道适不适合大规模种植。铃木看着下边有点发黑的土地，用灵气包裹自己的手掌，抓起土壤查看。明明之前还是普通小麦，怎么1个月的时间就变异了？连土地都被毒素侵蚀了。你别去碰它，这看着有毒啊！石田看到铃木的举动，连忙制止。铃木好心过来帮自己收麦子，可不能再让他出问题了。铃木笑道：没关系，我有办法触碰它们。说着，铃木直接伸手触碰麦流麦。收集词条，别管它怎么出现的，先把词条收集了。石田看铃木这么轻松，还没什么事，竟然也伸手尝试触碰。你别乱碰，这东西有毒。铃木话刚落下，一株麦流麦上的毒瘤突然爆开，毒液溅射半米。幸好石田离得远，没有碰到。但铃木就没那么好运了，衣服上多出来6个毒液污渍。快把衣服脱了，别让毒碰到身子了。石田慌张道。铃木用灵气驱除毒液活性，摸清了毒性的强弱，不由松了口气。这毒在有防备的情况下，还无法影响到炼气期修士。看来下品一直也就对凡人有较大影响了。铃木脱下染上毒素的衣服，赤裸上身。长期的高强度劳作加上词条的积累，让铃木的身体异常健壮，肌肉线条分明，毒液落在地上，土地被浸染成紫黑色。如果没有好的办法恢复土地，那这块地估计就废了，甚至不做处理，还可能影响到附近的土地。石田意识到这2块地的情况，愤怒与懊悔交织。这到底怎么回事？早知道这一茬不种麦子了，少的2亩地我该上拿补回来，总不能去借隔壁村的吧？不行，我哥腿上的伤就是因为隔壁村。铃木看到他坐在田边喃喃自语，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先等着，我去把这些毒麦收了。石田茫然抬头，收这些该死的东西干啥？铃木没有回答，而是操控体内的全部灵气包裹在身上，甚至连镰刀都覆盖了一层。他挥动镰刀，将麦流麦一片片的收割，哪怕不小心弄爆了几粒麦人，溅射的毒液也被铃木体表的灵气挡下。石田使劲揉了揉眼睛，确定自己没看错后，瞳孔剧烈颤抖，全身都因为激动而发抖。铃木，他竟然是仙人！仙人帮俺们小石村种地，俺小石村真是积大德了。不行不行，必须带着村民去给祖宗们烧点纸。祖宗终于显灵了。铃木沉浸在收割一直的喜悦中，还不知道自己粗浅的灵气外放，让石田把他当成了仙人。收获下品一直麦流麦300斤，种植经验加30。令人铃木没想到的是，这种麦子收割之后更容易保存，麦人竟然更加坚硬，不易破裂，晾晒后的效果应该会更好。还得是一直啊，这就30经验了。铃木擦掉额头的汗，突然想到自己的种植等级应该提升了，连忙查看信息。姓名：铃木，境界
炼气初期，种植等级10种人45、1000。词条1：天道酬勤，你的努力必定有回报。当你全身心投入种田相关的劳作时，每劳作1小时，全方位永久提升0%。词条2：待抽取。词条3：待解锁。已收集词条：玄阴血毒，奉血之意，营养均衡，灵气汲取，脉毒，毒素转化，茁壮成长，抗倒伏，抗大风，抗小毒，缺氧。新词条解锁了，铃木脸色一喜，没想到种植等级提高1级就解锁一个新词条。自己收集的词条可能有些鸡肋，但系统抽的词条可都是非常逆天的。天道酬勤就是个例子。抽取词条，铃木心念一动，下一刻面板上的信息变换。词条2：生生不息，你将越活越有生命力。当你持续身处一个地点时，每停留1天，生命力提升1%。看完词条介绍后，铃木眼睛一亮，生命力，这不正是种地所缺少的？而且这个词条还能赋予植物，只要植物多，并且植物活得久，那自己的山头是不是会在100年、1000年后成为生命之地？若是生命力够强，植物的成熟周期是不是也会缩短？想到这里，铃木不由期待起来。当他收完脉流脉时，一回头就看到石田崇拜又恭敬地看着铃木。您竟然是仙人？石田难以置信道。铃木一怔，瞬间明白怎么回事。他指了指头上的草帽，又拍了拍挽起的粗布裤子，笑道：仙人哪个不是逍遥自在？哪有像我这样的？我只是刚好会点小手段而已，上不得台面。石田见铃木还是这般和善，紧张的心不由放松起来，试探性的看他2眼后，石田胆大了。那我不管，在我心里你就是仙人，不然为什么你来之后庄稼产量怎么会全部提升了？铃木无奈，他一个小小炼器算什么仙人？我真不是。石田摆手，我懂，仙人们都很低调，我可以把这件事告诉村里的其他人吗？其实其他人早就怀疑过你是仙人了。石田小心翼翼道。铃木眉毛一挑，此话怎讲？有人说他看到有个仙子飞到你住的山头，第2天又飞走了。反正你是仙人这事已经不算秘密了，不过是今天被我证实了而已。石田道。铃木嘴角一抽，怎么还有凤玄机的事？他不是筑基修士吗？咋还被人看到了？若是凡人都看到他的踪迹了，那其他人会不会盯上？铃木心中叹息，等他再来的提醒一下。随便你们怎么想吧，别让其他村子的知道就行。好嘞。石田大喜，这话不就是变相承认自己是仙人了？这辈子值了，竟然有幸见到仙人。不仅如此，仙人还帮他种地，以后死了面见祖宗也有底气。不对，仙人这么好说话，那俺得好好跟着仙人，到时候我自己单开族谱。石田傻笑2声，思绪已经飘到九霄云外。铃木轻咳一声，你别想太多了，我只会种地。没事，我们就喜欢种地。石田应和道。铃木摇摇头，把身后堆在一起的脉流脉信息告诉石田。一直能卖好多钱？石田瞪大眼睛，那他稀罕吗？应该挺稀罕的，反正我没见过。铃木回道。那我不卖钱了，我把这什么义麦子给你？石田前脚还在为下半年没钱而痛哭，后脚可愿意把能卖不少钱的一直送给自己。在石田的强烈要求下，铃木只好带走了6株看起来最好的麦流麦。我先拿回去研究一下，麦流麦你可以去镇里卖一半，另一半留着做种。说着，铃木看着眼前紫黑色的土地，这2块地估计以后只能种不误了。放在以前，石田可能还会反驳一下，但现在石田都不带犹豫，直接点头。没问题。铃木是下午走的，消息是晚上传开的。尽管铃木多次强调他真不是仙人，但奈何这些村民没见过真仙人。于是铃木什么样，仙人就什么样。之前石河还不同意自己女儿石云下地种田，但听闻铃木是仙人后，连忙把那些针线啥的都收了，天天带着石云下地劳作。本来石云皮肤就因为营养不良而发黄，现在还被晒黑了。石河自己也更加勤劳。仙人都说了，种地有前途，仙人自己都种地，那我跟仙人干一样的事，我也能成仙人。呸，不能如此不敬仙人。小石村的村民们也都听说了铃木说种地有前途，因此这些村民每天不知疲倦的劳作，照料田地，甚至觉得田地不够了，还开垦了一些荒地。这一变化可把隔壁几个村子看傻了。那些人问他们怎么回事，小石村村民也不说，只是傻笑着告诉他们种地有前途。这几天石田比较焦虑，他的毒田还在那空着，毒麦也在自家院子里堆着，就等铃木下来告诉他要如何播种了。他不是仙人，也不是医师，不敢擅自碰带毒的。
石田有好几次冲动想要上山去询问铃木，多亏他的兄长石宇劝说，这才没让他贸然行动。小田，别在这里干着急，咱家那2块地有些蹊跷，你想办法找找原因，至少不能让咱村子的其他的受到影响。铃木可是很看重土地的。石田一点就通，你是说这地有人下毒？可谁有这般能力毒害2亩农田，连麦子的品种都给改变了？石宇拖着受伤的右腿从床上坐起来，我曾在书上见过，说仙人一滴血可让废土变林田，仙人一滴泪液可让沃土变荒原。石田点头，那咱这毒的莫不是仙人一滴尿？话刚说完，石宇就朝他后脑勺哐哐2下。不可妄议仙人，仙人乃无瑕之体，怎会撒尿？石田挠挠头，尽管心里还有好多话，但挨了2下也让他老实的没有问出来。你最近多盯着咱家的地，特别是那2块毒地，另外注意一下大桥村那个狗东西。还有，铃木是个好人，好好对他。石宇叮嘱道。2人刚说完，就听到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竟然是铃木来了。铃木，快进来坐。石田激动道。由于铃木喜欢低调，所以他向村民们强调，以后不要叫他仙人，该怎么来就怎么来。铃木摆手，不用了，我已经找到种植麦流麦的方法了，你快把晒好的麦流麦拿出来，咱俩现在把麦子种上。2人来到毒田边，此时其他正在劳作的村民都看到了铃木，纷纷挥手示意。铃木见状也是点头回应了一下。石云这个小丫头最近也是猛猛干，天道酬勤已经积累到 7%， 可比凤玄机勤快多了。铃木这几天都在想要不要给小石村的村民都加持上天道酬勤，但又怕现在的自己没有足够实力应对以后可能发生的事。毕竟偶尔一个天才出现是运气好，一堆天才出现，那这里就成风水宝地了，到时候自己可就没法和凤玄机在这里清修了。再等等吧。铃木将麦流麦种下，并叮嘱石田，目前你还没有照料这块田的能力，你就看好它就行，除草之类的等我来干就行，等有合适的机会我再教你怎么照料这种异植。石田点头，觉得铃木这样做肯定有他的深意。然而事实是，铃木暂时不知道怎么让凡人之躯的石田不被毒侵染。铃木一视同仁的把这些毒脉也加上了天道酬勤等词条，但生生不息的词条并没有加，他怕这些毒脉长势过猛，影响到其他土地。目前他只能挖一圈坑来尝试隔离这块毒田，或许有阵法之类的东西能很好的隔离，但那得等凤玄机来到再商量了。回到山上，铃木又查看了一遍灵道，如今他们被铃木加持了生生不息，生命力与日俱增。当然铃木的生命力也在增加，他从村民那里取了一些玉米种子在山顶种下，但山上仍有很多空地没有播种，这让铃木有些犯愁。难道真的要去南溪镇一趟吗？铃木叹息一声，面对这个未知的世界，铃木其实并不想离开这里冒险，下山去往小石村已经是他目前所有的勇气了。虽然这座山也没什么防护法阵啥的，但好歹每个月还能见到凤玄机，筑基期的女魔头还是能给他满满的安全感。下次必须问女魔头多要些种子了。铃木思索再三，决定老老实实待在这里修炼，安全可比种地重要。过了2天，石云突然上山喊铃木，林大哥，村子里来了个粮商要收麦子，你的麦子要不要卖掉？哦对了，我还见他的马车上有好几个我没见过的植物。闻言，铃木不由蹙眉，粮商每年都来吗？石云点头，是的，每次都在我们收完庄稼后半月左右过来，但是这次那粮商不知道从哪听到了毒麦的事，竟然提前来了。听到这话，铃木的警惕放松了一些，只是听到有宝贝，迫不及待来收粮而已。铃木收拾了一下，戴上草帽遮住脸，穿上粗布裤子，套上汗衫，腰间挎个镰刀，跟着石云下山。林大哥，你收的麦子不拿下来卖掉吗？换成钱就可以买肉吃了。铃木笑了笑，轻轻按了一下草帽，在他头顶储物袋被草帽盖住，而那800斤麦子也全部被收入储物袋中，已经拿下来了。铃木意味深长道。石云小嘴微张，眼眸闪过，林大哥果然是仙人。李掌柜，我家的麦子都在这里了。石河大包小包的将麦子搬出来。李掌柜原名李福，个头不高，长得挺结实，还有点啤酒肚，穿着一身适合运动的劲装，腰间带着一个没有图案的小袋子。他把麦子过称道，嘿，你们村子今年是丰收了，怎么每一户都比去年多上200-300斤？李福心里纳闷，也不知道这小石村又有啥种的窍门了。他脸上充满笑容，收得多，自己赚的也多。按照今年的价格，1斤是1灵币，这是19蓝灵币和30白灵币，收好。李福从腰间的小袋子里取出一大把拇指大小的钱币，白的值1灵币，蓝的值100白灵币。所谓灵币，
不过是用没有了灵气的灵石锻造而成的货币，是各大宗门发放的凡人货币。白灵币是碎灵石锻造而成，蓝灵币是下品灵石锻造。一般情况下，修士们的灵石是用来修炼的，很少用来交易。因为废弃的灵石还能向宗门换取5到10枚灵币，攒够100枚对应灵币又能购买1块同等级的灵石，因此用灵石直接交易就不太划算了。石盒接过灵币，下一刻，礼服撑开腰间的袋子，大手一挥，1930斤小麦化作一道流光飞入袋中。这一幕把村民们吓了一跳，石盒更是一愣，难怪这次感觉少点啥，原来是这个粮商没带车队。您也是仙人？有人不由惊叹。礼服眉毛一挑，也或许是有修士路过这灵气贫瘠的穷乡僻壤，被这些村民看见了吧。我不是仙人，是我家公子去年被仙人收徒，这储物袋是他前段时间带回来的，说是方便收粮，还教我了一招办事。说到这里，礼服脸上露出骄傲的神色。我家公子是仙人哦，我可是为仙人办事，真厉害啊，李掌柜。对啊，说不定以后也能成为仙人，要是我们村子也有人被仙人收徒就好了。小石村的村民们对视一眼，纷纷开始吹捧。你是为仙人办事，但我们村的仙人可是为我们村民办事啊，谁强谁弱一目了然啊。不过想到铃木再三强调，村民们默契的表现震惊崇拜的神色，礼服对这些好话毫无抵抗力。他这次提前来收粮，不仅是为了那毒麦，也是为了能赶紧炫耀一下自家公子。就你们小石村这风水，能把地种好就不赖了，还想仙人呢。就在众人吹捧之际，一道声音不合时宜的从人群中传出。小石村村民纷纷扭头望去，只见一个身材干瘦的男子背着双手站在后面，一脸刻薄。你们瞅啥？我说错了吗？地都能种坏，还种出来毒麦？李掌柜，你开的价都高了，他们这些麦子不知道有没有被毒麦传染，说不定都带这些毒呢。此话一出，石田挺着肚子猛地撞向他，将他撞翻在地。大桥村的小瘦猴，你先把营养提上去再说吧。村民们顿时哈哈大笑起来。小瘦猴面红耳赤，爬起来发狠道：你们给我等着！说完，他便扭头快步朝大桥村的方向走去。石云一个瘦瘦的小姑娘，此刻竟然帮着铃木扛了一袋麦子，铃木也扛了一袋。石云有这般力气，铃木一点都不惊讶。天道酬勤，积累了这么多天，力气大点怎么了？小瘦猴与铃木擦肩而过，察觉到他俩是小石村的人，他冷哼一声。石云疑惑地回头，他哼啥？铃木摇摇头，侧目看着他离去的身影。卖毒的气息，这地果然是有人下毒。不仅如此，那粮商知道小石村的毒脉可能也是这些人传出去的。铃木不禁咂嘴，是自己太沉迷种地了。小石村什么时候惹上人了？铃木来到礼服面前，将2袋麦子放下过称。村民们看到石云这个柔柔弱弱的小姑娘竟然能扛起1袋麦子，顿时惊讶起来，连石和这个老父亲都惊了。石云尴尬地笑了笑，我不知道啊，种着种着就成这样了。听到这话，众村民纷纷倒吸一口凉气。虽然他们已经渐渐接受了种地有前途，但见效这么快让他们始料未及。不过为什么只有石云有效果，他们却没有？是他们不够努力吗？礼服看着眼前戴着草帽的铃木，点出7枚蓝灵币，一共700斤，你收好。铃木拿走5枚。李掌柜，不知道你卖种子不卖？哦。礼服抬眼，这才发现铃木是小石村的生面孔。你想要什么？先让我看看你都有哪些吧。铃木道。说完，礼服从袋子里取出5种植物，带的种子只有这些了，若是没你想要的，可以来南溪镇李氏粮铺找我，我家少公子是仙人，信誉绝对有保障。推荐自家店铺的同时，礼服还不忘提一下仙人的事。铃木点头，蹲下查看这5种植物：小麦、水稻、玉米、大豆、油菜，这些都给我来点，也不一定非要种子，有成熟的植物也行。铃木又递出去1枚蓝灵币。礼服见状，将这5种种子都给铃木了一大袋，随后掏出来4种成熟植物。你看这4个，前一段时间收的不知名植物。铃木定睛一看，脸上露出喜色：6颗发芽的土豆，3根红薯，半截带根的紫竹，以及一把红彤彤的辣椒。更令铃木惊喜的是，那半根紫竹竟然还活着。名称：紫君竹。品阶：中品一直。成长状态：枯萎期。赋予词条：5。自身词条：多子多福，母猪，坚韧不拔，速生，耐贫瘠，喜诗。介绍：君颜紫色最有韵味，我变成了君喜欢的模样。一直。铃木按耐住心中的喜悦，先把这些词条收集起来，再查看具体介绍。多子多福，作为母猪，你有很多孩子，当你不缺营养时，
成熟后的存活时间会增加，并且不断向四周催生出与母猪相差无几的子猪，直至营养耗尽。好，我全要了。铃木心神俱震，这多子多福的词条不就是自己现在最需要的礼服？见铃木如此痛快，心里突然涌出坐地起价的冲动。眼见铃木已经把那些植物收起来，礼服下意识喊了一声：“哎！”铃木疑惑地看着他，怎么？是钱不够？他摸着手里剩下的4枚蓝灵币，估算着这些植物的价格。虽然自己储物袋里还有100多枚下品灵石，4枚蓝灵币对他而言可以说是可有可无，但铃木又不是傻子，哪有上赶着去送钱的？礼服刚想开口，就感觉小石村全村民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随后想到这个突然来到小石村的陌生少年，礼服心里一颤。算了，几株破植物，3枚蓝灵币已经够了。礼服连忙笑道：“怎么可能？只是一些收来的不知名植物而已。如果你有足够的价值，送你也不是不行，也能交个朋友，对吧？”他一边说，一边看向四周的村民。比如，你们有什么特别的麦子？说出这话，礼服的目的已经不言而喻。铃木眉毛一挑，有没有价值，为什么要向你证明？我向凤玄机证明不比这好，好歹凤玄机是真能拿来领种。石田在人群中听到礼服的话，顿时明白这家伙是冲着自家毒脉来的。虽然铃木再三强调，剩下来的毒脉可以随他处置，最好卖了换钱改善生活，但到了此刻，他还是不由望向铃木，想要征求铃木的意见。铃木轻轻点头，多出来的一植不就是用来卖的？况且麦流麦只是下品一植，足以批量种植。石田见状，脸上露出轻松的笑容。李掌柜，我家今年收了点不同寻常的麦子，你过去瞧瞧。礼服眼皮一抬，嘴角微微勾起。来了，终于来了。石田带着礼服来到院子里，身后还跟着一众村民。小石村村民也好奇这东西能卖多少，毕竟这可是铃木取种再种下的。若是卖得多了，他们也想种一点，前提是铃木允许。毕竟种了这东西，地就坏了。石田将麦流麦介绍一遍，礼服听得直皱眉头。这么毒的麦子，你们怎么种出来的？石田干笑一声，没有回答。礼服想了大半天，也想不出来这麦子能用来干啥。不能吃，那入药，淬毒。最终，礼服以1斤200灵币的价格收了这300斤麦流麦。他是不知道有什么用，但是他的公子或许知道。出来前，公子还告诉他要多收集一些不认识的奇珍异宝。递给石田6枚蓝灵币，礼服便告辞小石村，朝着大桥村走去。他需要将南溪镇四周的小村落走个遍。等他走了，小石村的村民都惊呆了。没想到这毒了8季的麦子竟然能卖出如此高价，这东西又不能吃，真想不明白那些有钱人要这东西干啥。铃木再次告诫村民不要擅自种植麦流麦。石云，咱们刚来的路上，那个兽猴一样的人是谁？石云抬起脑袋思索片刻，他是大桥村的小兽猴。铃木，他就叫小兽猴。石云点头。那家伙可坏了，到处捣乱，前段时间还和石宇大哥打了一架。回来的路上，石宇大哥不小心摔到腿了，都怪那家伙。石云握着小拳头，气愤说道。铃木了然，找到石云的父亲石河，让他注意一下小兽猴，尽量别让他靠近小石村的地。石河连忙点头。看来仙人也知道那小兽猴不是个好东西。石河是小石村除了铃木最权威的人，也算是村民们选出来的村长，有他在，这点事肯定能办好。铃木没有在山下过多停留，带着新买来的种子植物跑到山上。多子多福，我的灵道有救了。铃木搓着手来到2株不到小腿高的凤血灵道前，毫不犹豫地将多子多福加持在他们身上。为了让他们更好的成长，铃木还掏出一块下品灵石塞到土里。如今山上的植物都被铃木加持了，生生不息，生命力暂时不缺，以后估计也不会缺，甚至会越来越多。但山上的灵气依旧贫瘠。好在铃木之前埋了一具筑基巅峰的修士尸体，再加上最近时不时敲碎一颗灵石撒在土里，如今的灵气含量已经比2个月前好上2倍了。铃木把紫菌竹种在房子东边，好生照料。在这个光秃秃的山顶上，一片竹子也是不错的景色。随后铃木又花费4天的时间把新买来的繁殖种子全部种下。有了系统，铃木可不管它应不应季节，词条加上去，你就是夏天想看梅花开也能做到。不过如今让铃木犯愁的是，从灵道身上收集的聚气词条在繁殖身上竟然没有作用，或者说作用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倒是紫菌竹还有点用，但也堪堪达到10天凝聚一缕。凤血灵道也就那样，5天才可以凝聚出一缕。铃木运转功法，1周天吸收的灵气都有10几缕了。一堆植物攒了1个月，还不够铃木吸一次。聚气，你初步学会将天地间的各种气凝聚成灵气，灵气汲取，
你很擅长吸收灵气，并将灵气转化为自身营养。铃木看着2个词条，不由一叹，难怪灵芝在灵气贫瘠的地方长不出来，放的没吸的多，自己给自己饿死。铃木盘坐在屋里，灵气汲取加持。下一刻，铃木感觉自己运转青阳宫时吸收灵气的速度快了不少，但等他运转1周天后，四周的灵气浓度迅速下降。不是吧，我才吸收了40缕啊！铃木咂舌，连忙掏出来10枚下品灵石。深夜，铃木将灵石里的灵气吸收殆尽，此刻他感觉已经可以突破炼气中期，当即又掏出来10枚灵石，一举突破到炼气中期。看着自己损耗的20枚下品灵石，铃木深吸一口气，这可是2000蓝灵币啊，够村民享一辈子福了，竟然就让我这么用了。铃木望向外面的风雪灵道，在灵道4周已经多出来2道嫩芽，快点长吧，等着你们凝聚灵气呢。照这么下去，种地换灵石修炼可供不起我了。铃木轻轻摇头，真是奇怪，怎么这里灵气如此贫瘠？在灵植成长起来之前，得想个别的办法来找灵气修炼了。我记得女魔头说过，她的洞府里有汇聚4周灵气的聚灵阵，要不要求她，让她给我也不止一个。又是月末的最后一天，铃木站在院子里锻炼身体，为即将到来的激烈战斗做好准备。加持了多子多福的凤雪灵道已经长出来5颗紫珠，铃木再也不用担心不敢收割灵植了。不仅如此，因为植物们的生命力愈加浓郁，月初种下的向日葵30天过去，竟然已经长出花盘，花盘上甚至已经有蛇状花即将绽放。看着院子里欣欣向荣的植物，铃木心情大好。经过半月的修炼，他又消耗了20枚灵石，距离炼气后期只差1步。但从前一段时间开始，铃木总是觉得青阳宫有些地方不太适合他，或者说不太适合这片灵气贫瘠的地方。反倒是如果可以利用植物的生命力修炼，自己可以突飞猛进。但这太难了，铃木实在找不到办法。就算自创个功法，凭借现在210%的悟性也难有头绪。就在铃木思索之际，天边飞来一艘冒着黑烟的非洲，非洲上一道熟悉的身影正站在上面望着铃木。铃木蹙眉，怎么见到我让你不高兴了？凤玄机在铃木面前落下，抬眼就看到铃木皱着眉头。铃木摇头，下次别大摇大摆来，下面的村民有的已经看见过你了。村民见到倒是无所谓，毕竟没什么威胁，重要的是很可能被正道门派察觉这里有魔门踪迹，到时候再找到自己就完了。凤玄机轻哼一声，青缕长发又精进几分的筑基巅峰气息毫不掩饰地显露出来。你怕了？那我下去把他们杀了不就好了？说着，凤玄机竟然真的提剑回到非洲上，吓得铃木连忙拦住他。小石村众人现在可是非常爱种地，算是自己的人了，怎么能让凤玄机就这么杀了？我是怕你被正道门派发现。凤玄机看着铃木，用不着你操心。说着，他伸手抓住铃木手腕，灵气探入其体内。你修为怎么晋升得如此快？1个月不见，已经快要炼气后期了。你不会修炼魔功了吧？凤玄机狐疑地打量铃木，似乎想要把他里里外外看得清楚，免得修炼魔功伤了纯阳圣体。我都说了，种地有好处，我就是一直种地，越种修炼越轻松。让你跟我一起种，你还不乐意？要是你一开始就跟着我种，现在你肯定已经金丹了。铃木毫不客气道。凤玄机眯起眼睛，等了一会儿，发现铃木不像是开玩笑，顿时没忍住笑了出声。等什么时候山下那些种地的凡人修为超过我就信你说的话。铃木没有在这话题上过多停留，反正等自己超过凤玄机，不想种地也得种。你这印记还没变黑，晚几天来其实也行。铃木注意到凤玄机的眉心，凤玄机美眸狠狠瞪他一眼，还不是怕你死了？少废话，这次你最好有进步，不然就提前把这上品虎阳丹吃了。不等铃木回话，凤玄机强硬地拉着铃木进屋。从落地到进屋连2分钟都不到，真是一点时间都不愿意浪费。屋外的灵道被一阵风吹动，发出沙沙的碰撞声。成长期的向日葵默默扭动花盘，背对屋子。紫君竹刚吐出来一缕灵气，这灵气便钻进屋子里，融入2人体内。7分钟后，凤玄机冷哼一声，吃了。下一刻，一股强烈的虎阳之势从屋子里传出，震得植物们东倒西歪。又过了10分钟，凤玄机脸颊微红地走出木屋，他摸着小腹，感受着体内那股澎湃的生命力游走全身。好你个铃木，1个月不见，生命力竟然变得这么强。铃木扶着门框来到他的面前，你就说这次满不满意吧。凤玄机脸色恢复正常，手里又多出1枚虎阳丹。你对你自己满意吗？铃木轻咳一声，你等着。凤玄机轻笑2声，目光下意识看向那2株灵植。怎么变成7株了？
霎时间，凤玄机脸色阴沉下来，美眸闪过一丝狠厉。凤羽长剑不知何时已经被他握在手里。有人来过。听到他情绪不对，铃木立马明白怎么回事。没有，那是我培养出来的紫珠。凤玄机秀眉微挑，惊讶地看着铃木。他过去查看林道情况，还真如铃木所说，你倒是个种地的人才。若是你有这等本领，那下次我再找到灵植就留一点给你种了。铃木眼睛一亮，但突然想到什么，你上次还说给我3株中品异植呢，不会忘了吧？凤玄机没有回话，只是迈步走向那一片向日葵。这向日葵的花瓣怎么是红色的？凤玄机疑惑道。铃木一愣，因为向日葵的花瓣还没完全展开，不用手掰几乎看不到花瓣，他还真没注意过。红色花瓣变异了。凤玄机微微点头，很有可能，这片地我记得埋了个修士吧。灵气浓度目前已经跟一品灵田差不多了，不过它终究只是依靠修士尸体达到的，等尸体腐烂，灵气消耗殆尽，这块的又会变成普通的土地。没办法，灵气贫瘠的地方就是这样。凤玄机也将这情况告诉铃木，免得这家伙空欢喜一场。对此，铃木早有预料，毕竟这山上的灵气连让他持续修炼都做不到，怎么可能会诞生灵田？不过能让那具冰冷的尸体变成暂时肥沃的灵田也算物尽其用，而且就算灵田是暂时的，但对植物的影响却是永久的。就像现在铃木眼前的向日葵，名称赤日葵，品阶中品异植，成长状态成长期，赋予词条天道酬勤，生生不息，坚韧不拔，茁壮成长。自身词条向阳，赤葵子，日之精华，耐高温。介绍我看向哪里，哪里就有太阳。铃木看着植物信息嘴角抽动，特别是最后的介绍，你一个异植比灵植都狂，挺好看的，好好养。凤玄机下令。好嘞，交给我吧。铃木当即应下。狂就狂吧，谁叫自家老婆喜欢向日葵呢？凤玄机打量着四周，1个月不见，这里的变化竟然这么大。其中最令他惊异的是，这里的生命力异常旺盛。也不知道铃木这次的生命力这么强，是不是因为这些植物？这地方灵气如此贫瘠，为什么会有这么浓郁的生命力？凤玄机询问铃木，他需要了解铃木的一切。毕竟上次见面时，这山头可没出现这种情况。铃木就猜到他会问，毕竟生命力增长得太明显了。铃木耸耸肩，语气轻松。哦，你说这个啊，就是瞎折腾了点种地的法子，没想到效果还不错。他随意地踢了踢脚边的一株赤日葵。你也知道，这地方鸟不拉屎，灵气更是稀薄的可怜。我想让它们生长得更快点，依靠不了灵气，只能另辟蹊径找生命力了。铃木指了指那2株凤血灵道。那，你给我的这个灵植是最大功臣，它有点特殊，自从踏入生长期，生命力就不断增强，我就多在它旁边栽了点同类，谁知道1个月不到就有这效果。铃木摊手，你看，它们长得是比以前精神多了，连带着这片地方的气息都活跃了起来。我天天待在这里，呼吸的空气，喝的水都带着生命力，不知不觉身体也跟着受益了呗。凤玄机盯着铃木，眼里满是怀疑。这种子是他带来的，也是他催生成凤血灵道的，有没有这种能力他能不知道？不过他并没有拆穿铃木，机缘这东西不好询问。就像他身具玄阴鸣凤血脉，在南灵州除了血岩没有其他人知道。铃木也觉得理由有些牵强，于是连忙转移话题。要是这里的灵气浓郁一点，我就不用捣鼓这些歪门邪道了。对了，你之前不是说有那种汇聚灵气的阵法，能不能给我这山头也布置一个？凤玄机眼皮一跳，粉拳紧握，强忍着没有一拳砸在铃木脑袋上。真是越来越得寸进尺了，都开始主动要东西了。你是打算在这里待一辈子吗？还布置聚灵阵，好点的聚灵阵消耗的材料你可负担不起，你也没办法吗？铃木追问。那3株异种我不要了，你给我布置个聚灵阵，最差的就行。凤玄机二话不说，从储物袋里掏出来2株异植。这次来的有些匆忙，没有准备好，剩下那株下次补给你。铃木神情呆滞地接过2株异植，一株长得跟韭菜似的，另一株上面挂着小小的红果实。韭菜和枸杞，你不是没找到异植，你是没找到大补的异植吧？铃木嘀咕一声。凤玄机挪开目光，轻咳一声来掩饰自己内心的真正想法。名称三阳酒，品阶中品异植，成长状态成熟期，赋予词条5，自身词条固本阳元，歌而复生，阳火焰。介绍男人的加油站。看到固本阳元，铃木二话不说先复制下来，同时心里思索着，如果现在进屋跟凤玄机战斗一番，不知道有几分胜算。
名称：滋阳沟。品阶：中品一职。成长状态：成熟期。赋予词条：5。自身词条：温肾助阳，补精益髓，赤火精将，阳脉通络。介绍：肾元枯竭者的燎原之火。老天，这词条也太有针对性了吧！不过我可是纯阳圣体，肯定用不上这个滋阳沟的词条。铃木对自己很有信心，只是下一刻，他的已收集词条栏上已经多出来4个词条，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铃木心道。凤玄机看到铃木发呆，又拿出一本厚重的书塞到铃木怀里。我不会给你布置阵法，有能耐你就自己学。铃木疑惑地看去，只见那本书上写着4个大字：阵法详解。你哪来的？魔宗还有这么厚的阵法详解？凤玄机伸手指了一下书页的角落。千镇门出品。你抢的？铃木下意识道。凤玄机光洁的额头上似有青筋凸起。什么意思？我就只会抢，不会买吗？不要还给我，我卖出去。要。铃木赶忙把书抱在怀里。这下子除了种地修炼，又多了一个消遣的方式。做完这些，凤玄机已经不想再在这里浪费时间，毕竟体内还有一股浓郁的生命力等着消化。只要消化掉，实力又能上涨一截，争取6个月内突破金丹，在圣女选拔前稳固好境界。没事，我就走了。铃木立刻抓住凤玄机的手腕。别走。怎么？你又行了？凤玄机玩味道。跟我种2天地再走。铃木说着，拿出来3阳酒和滋阳沟，帮我把这俩种上。凤玄机脸色沉了下来。我是不是好脸给多了？这点破事也需要我？你知不知道我的时间要用来提升实力，好应对明天的圣女选拔？我若当不成圣女，你的小命可就不保了。凤玄机气的胸脯剧烈起伏。你也不想自己成为一个公共的纯阳圣体吧？男女来者都不能拒的那种。这话就像一道寒冬的冷风，让铃木浑身一颤，背后发凉。女的就算了，男的也要用？不行，绝对不行。女魔头必须成圣女。为了我自己，生生不息，灵气汲取，加持。铃木心念一动，将这2个词条加持在凤玄机身上，同时他的态度更加强硬。那你更应该跟我去种2天地了。你难道没发现上次种完地后你的各方面都有所提升吗？铃木的话让凤玄机正色。这家伙怎么知道的？虽然很微弱，但提升确实存在。难不成真和种地有关？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吗？跟着我再种几天地就够了，你的提升会更加明显。少这几天你也突破不了，但如果我说的是真的呢？凤玄机心中满是怀疑，但在铃木循循善诱下，凤玄机答应了。磨刀不误砍柴工，你这个选择才是最正确的。铃木露出一副孺子可教的神色。铃木二话不说就把锄头塞到凤玄机手里，随后将2株中品一直处理好，在屋前的小院里开垦出一块菜地，将一直种下。在铃木手把手教导下，这次凤玄机花费11个小时积攒了 1%， 有进步，至少摸鱼摸得少了。铃木欣慰道。摸鱼？哪有鱼？凤玄机轻捋发丝，疑惑地看着铃木。种地还满足不了你，你还想养鱼？铃木连忙摆手，也懒得跟他解释什么意思。夜幕降临，由于今天早上刚来过，凤玄机竟然意外的没有继续压榨铃木，而是坐在铃木旁边修炼。只是这里贫瘠的灵气让凤玄机频频蹙眉，无奈之下只好掏出来近100枚下品灵石。铃木见状眼睛一亮，当即开始蹭灵气修炼。蹭点灵气而已，又不是蹭别的，应该没问题吧？况且别的又不是没蹭过。凤玄机注意到这一点，轻哼一声，又掏出来20枚下品灵石放到铃木身边。别抢我的，打乱我的修炼节奏了。铃木嘿嘿一笑，还得是女魔头有钱，随手就是20枚下品灵石。不过话说回来，难怪凡人中很少有自己修炼而成的修士，单单灵石消耗就不是普通人能负担得起。2人相距不远，吸收着灵气，每人的身体都像是一个漏斗，不断的吸收着灵气。令人惊讶的是，铃木竟然比凤玄机先修炼完。铃木没有打扰他，而是拿出今天刚获得的阵法详解参悟起来。若是刚来到这个世界时，他肯定看不懂里面的内容，但现在有了天道酬勤的加持，阵法内容虽然晦涩难懂，但对于现在的铃木来说，这些内容就跟初中数学一样，大部分还是能够看懂的。铃木只是花了半个小时便把书中的基础知识学会，但想要布置阵法，他还得再深入学习几个小时才能做到。铃木揉了揉太阳穴，感觉脑袋长长的，这是知识涌入大脑的感觉。没一会儿，凤玄机停止修炼，他睁开眼睛时眼中浮现一丝疑惑，明明没有在洞府，为什么吸收灵气的效率比之前快上不少？而且自己的全方面好像又有了微弱提升。
上一次可能是错觉，但连续2次出现这种情况，他要是再察觉不出来，就不可能在魔门中修炼到筑基了。只是他还得花费时间确定一下，这种变化到底是因为什么。凤玄机侧目看向一旁面带笑容的铃木，又在不经意间看到那把锄头。师尊，这次你好像错了，愣着干啥？吸收个灵气这么慢，我都困了，快去睡觉，明天还得继续种地。铃木催促道。凤玄机眼角一跳，粉拳紧握，自己竟然被一个练气小子看不起了。你很快吗？那当然不快。铃木本来还想骄傲的应下，但转念一想，这话另有所指。明天我给你也拿100块灵石，别让我睁开眼的时候发现你还在吸灵气，不然你就把灵石10倍还给我。凤玄机恶狠狠道。铃木轻咳一声，没理他，回到屋子里。你就是给我卖了，也不一定能凑齐1000块下品灵石。这魔头纯口嗨，但铃木也不能松懈。灵石还不上，凤玄机肯定要从其他地方压榨了。比起自己的身体，铃木觉得还是还灵石比较划算，毕竟身体是修行的本钱。凤玄机推开屋门，看到铃木正躺在床上，笑嘻嘻地看着他。铃木还伸手拍了拍旁边的枕头，示意凤玄机快躺过来。凤玄机轻解衣裳，绯红长裙滑落，露出洁白如玉的肌肤。她似笑非笑地走向铃木，身前的肚兜被他故意弄开，春光时隐时现。铃木怔住，不是真要来啊？我意思是让你躺着睡觉。却见凤玄机一言不发，躺在铃木旁边，美眸睁大，直勾勾地盯着铃木。你倒是说话。铃木被盯得发毛。7分钟后，就在铃木准备吹灭灯芯时，凤玄机突然起身，提着铃木走了出去。等你什么时候能坚持1夜，再想着跟我睡一张床吧。说完，凤玄机把铃木丢到门外，自己熄灯躺床上了。铃木气愤无比，怎么如此霸道，还把自己的床霸占了。若非铃木现在打不过凤玄机，他非要冲进去大干一场。这我躺呢？躺地里吗？铃木叹息一声，本来打算躺倒麦地里，但走到地边，突然扭头来到赤日葵地里，躺灵田上试试，再不躺过几天就没机会了。虽然地下那具尸体有些膈应人，但在这个世界迟早要克服这种情况。铃木欣然地找了一株最大的赤日葵，躺在它的下面。不知过了多久，屋子里溢出一阵暖洋洋的气息。这道气息在四周找了一圈，最终找到了躺在赤日葵地里沉沉睡去的铃木。气息毫不犹豫地覆盖过去，如同一张暖和的棉被铺盖在铃木身上。而四周的赤日葵也受到暖流影响，将近30株赤日葵缓缓转动花盘，朝向铃木。隐隐间还能感受到赤日葵的花盘释放了丝丝缕缕暖暖的气流，包裹着铃木，就像凤玄机的气息守护着铃木一样。若是铃木这时醒着，就会发现这些赤日葵的词条栏又多出一个新词条：暖意。屋子里的凤玄机睁开眼睛，透着窗户看向赤日葵田，那微弱的暖流逃不过他的感知，他自然发现了植物的异常。异植他见过不少，更别说是向日葵品种的异植，哪怕是上品异植也没见过有这般举动，竟有成为灵植的潜质。再联想到这2次来到这里后，修炼方面明显有了提升，凤玄机美眸一闪，目光落在铃木身上。有意思。铃木从地里醒来，这一晚睡得竟然出奇的好。当他看向木屋的时候，发现凤玄机早已倚靠在门口，面无表情地盯着他。我看了一遍，你这院子里没什么农活可以干了。怎么会没活干？铃木拍了拍身上的土，指着院子，地上的草芽拔了，从山下带水上来浇水，实在没活干，再开垦2亩地。山顶还有这么大一块荒地呢，等这里的地开垦完，再去山腰建梯田继续种。凤玄机无奈扶额，有必要这样吗？你这不是没事找事，你说的对了，就是要自己给自己找事干，就是要这么自律。你让我做的这些完全就是无用功，少干几天也不会对庄稼有影响。铃木沉默了，因为凤玄机说的有道理，庄稼其实没那么娇气，用不着时时刻刻盯着。但铃木做这些为的是积累天道酬勤啊，这些做法不是无用功，只是影响不那么明显罢了。若真是无用功，那天道酬勤就不会增长。既然如此，那这几天你跟着我下山帮小石村村民干活，反正不论怎样，你必须每天干够10小时农活。铃木不容置疑道。说完，他走进屋子里，把床收拾一下，随后走进厨房。不多时，铃木端出来一碗充满麦子清香的粥，其实就是什么料都没放，原汁原味的麦仁粥。端出来的时候，凤玄机连看都没看一眼。我多煮了一碗，你要不要喝？铃木道。不喝，凡俗之物对我没一点好处，辟谷丹足矣。铃木轻轻摇头。等凤血灵道成熟，到时候看你吃不吃。反正女魔头自己就有玄阴血毒，而且肯定比灵道要毒，灵道的毒自然影响不了她。不过这粥铃木也是喝了一段时间，
说不你肯定是假的。主要这里连个调味料都没有，菜都没法炒。这几个月唯一碰过的荤腥还是在山下村民那里蹭饭吃到的。但现在不一样了，铃木不仅有了土豆、大豆、油菜等蔬菜，还有一把红辣椒。等它们成熟，铃木的3餐就会更丰富一些。可惜了，纯天然零添加的粥。铃木叹息一声，剩下的那一碗只好等中午或晚上喝了。山上没有其他动物，铃木没办法将剩下的粥头喂出去。吃饱之后，铃木将凤玄姬稍微乔装打扮一下。凤玄姬容貌身姿都是上乘，再加上一身勾勒身材的黑红长裙，太过显眼，一眼就能断定这人不凡。铃木断然不能让这种事发生，所以他让凤玄姬穿上了他的粗布衣服，戴上了他的草帽。本来想给他的脸上涂点泥巴来遮一遮美貌，结果涂了一脸也没多大用处，反倒凤玄姬眼中杀意凛然，感觉下一刻就要攮铃木一剑。吓得铃木赶紧把他脸洗干净，勉强用草帽遮住。你说你长这么好看干啥？藏都藏不住。铃木埋怨道。凤玄姬瞥了他一眼，喜欢丑的？那下次我把御魔峰一位300斤大卫带师妹带来，他最喜欢你这种了。铃木轻咳一声，急忙摆手，我不喜欢丑的，也不喜欢好看的，我就是喜欢你而已。凤玄姬没忍住笑出了声，青缕发丝，精致的容颜出现在铃木视线里，摸着自己的良心，问问你自己信不信这话？别贫嘴了，赶紧干活，我倒要看看种完的有什么好处。凤玄姬率先迈步朝山下走去。其实昨天干了10个小时，他已经感觉到不同了，只是始终不敢相信这是种地带来的好处。小石村，铃木的身影出现在村头，瞬间吸引了许多村民。但当他们的目光无意间看到铃木后面那道身影时，皆是目露惊讶，这是哪家的女娃子，咋跟着铃木？小云，你看你林大哥背后是谁？有村民看见石云探出头，不由调侃。石云早就看到了凤玄姬的身影，只是她戴着草帽，看不清容貌。可单从那粗布衣服都遮不住的身姿来看，此女子也是仙子般的人物。石云小脸一板，没好气道：叔，你真烦人。一时间不少人笑了起来。铃木刚好到来，有啥喜事啊？笑得这么开心。凤玄姬微微抬头，晨光4倍揉碎在她眉眼间，柳叶般的黛眉下，漆黑瞳孔泛着明亮动人，眼尾天然晕染着一抹绯色，像是春日桃花落在寒潭里，既清冷又妖冶，肌肤银白如玉，发间散落的几缕青丝随着微风轻拂，衬得她宛如从画中走出的神女。一旁围观的白发老汉揉了揉浑浊的眼睛，喃喃道：莫不是仙子下凡了？这话说的，铃木就是仙人，跟在他身边的可不就是仙子？这女娃子长得真好看，不像是本地人。听到四周的村民在议论自己，凤玄姬眼中闪过一丝狠厉，好在铃木及时抓住她的手，冷静点，他们只是凡人，还是帮我种地的好人，你别乱来。凤玄姬低下头，强忍下心中那股念头，大伙都散了吧，别乱说话了。这是我朋友，我带他来体验生活的。凤玄姬听到朋友这俩字，脸上立马浮现明显的不悦，她伸手在铃木的腰间狠狠掐了一下，咱俩都这关系了，还只是朋友？死！铃木疼得倒吸凉气，老婆，不是朋友。四周的人见状并没有觉得意外，只是露出慈祥的姨妈笑，打量着郎才女貌的两人。闻言，凤玄姬这才冷哼一声，松开掐着铃木的手。石云迈着轻快的小步子来到铃木身边，似乎没听到铃木说的这句话。他想着铃木这么好的人，那跟着他的肯定也不差，于是他微微弯腰，侧头看清了凤玄姬的容颜。凤玄姬眼神一凛，还不等他发作，石云叫声道：哇塞，姐姐你好漂亮，你是仙子吗？姐姐。凤玄姬莞尔一笑，似乎很喜欢这个称呼。她抬起帽檐，浅笑道：小妹妹，我可不是仙子，我是魔头。才不信嘞，魔头哪有姐姐这么好看的？石云甜甜一笑，似乎非常喜欢这个漂亮姐姐。不仅是她，小石村的村民们也颇为喜欢，好看的人在哪都会受到偏爱，更何况她还是跟在大好人铃木身边。凤玄姬嘴角挂着浅笑，好，你说仙子就是仙子。铃木嘴角一抽，难以置信地看着他，孩子啥都不知道，骗你就算了，你咋还把自己给骗了？你倒是挺会藏，把你杀人不眨眼的气势拿出来，吓吓小云。铃木小声道。凤玄姬没有理会铃木的话，他还没丧心病狂到无差别杀人，赶紧带我干活。凤玄姬催促道，他已经迫不及待想知道今天种完地还能否有提升。石云听到这话，小脸上满是惊讶，姐姐这么漂亮，为什么要去种地啊？他一拍小脑袋，我知道了，肯定是林大哥告诉你种地有前途，对不对？凤玄姬闻言看向铃木，嘴皮子功夫见长，这种理由也能骗到小姑娘。石云不由分说的
抓起凤玄机的手，走走走，我带你去，我现在天天种地。这一幕吓得铃木背后一凉，一般情况下铃木都不敢乱碰的。令人意外的是，他竟然任由石云牵着他的手。铃木快步跟上去，好奇地打量着他，想要从他的表情上看出来什么。但遗憾的是，凤玄机自刚才笑过后就一直冷着脸。村民们本来还想打招呼，但碰上凤玄机冷冰冰的眼神后，心里发怵，思索再三就没有开口。刚才我听见这仙子好像也要来咱们村帮着干农活，真是天佑我小石村2位仙人啊！有老汉激动的面色潮红，恨不得现在就去祖坟里烧点纸。愣着干啥？去把咱家那只鸡宰了，等2位仙人忙完，必须好好招待。石宇拍了一下石田的脑袋，催促道：记得把咱家那点好盐也用上。石田疑惑的挠头，哥，铃木帮咱了那么多也没听你说要杀鸡招待，怎么今天他带来一位仙子就啥好东西都掏出来了？一旁的石河笑了笑，那可是铃木的夫人，能来咱小石村是认可咱们，肯定得好好招待了。铃木也是个可怜的孩子，自小无父无母，之前一直把咱们当作长辈，帮咱们干活，这些都有目共睹。大家也都把铃木当成自家的孩子，有什么好吃好喝的都会匀出来一点送上山。哪怕铃木不是仙人，他也是我们眼里的好孩子。石田赞同的点头，这些他都知道。所以鸡什么鸡？他最近长得最肥行不行？问那么多干啥？快去宰了做饭。石宇没好气道。铃木若是听到他们说的这些话，肯定要吐槽一番。无父无母是因为他是穿越而来，他父母在原来的世界活得好好呢。铃木和凤玄机来小石村就是为了干活积累天道酬勤，因此他们来到地里就开始忙活，只是简单的照料一下农田，并没有出现什么意外。幸好村民们的地足够多，才能让2人都干够10个小时，甚至未来3天的劳动量都有安排了。在此期间，铃木发现石云这小丫头干得也很起劲，天道酬勤的词条积累已经达到了 15%。 除去修炼方面，石云在其他方面都有很明显的提升，甚至个子都长了一点。凤玄机注意到那块毒田以及里面生长的一直，心中冷哼一声，老家伙没空追，让小家伙找来了。中午时，石田邀请铃木2人去他们家喝鸡汤。面对许久未见的荤腥，铃木惊讶无比，毫不客气地盛了一碗。不过只加了盐的鸡汤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味，这又让铃木坚定了寻找调料种子的决心。铃木和村民把最好的肉留给凤玄机，但凤玄机连铃木做的粥都不碰，更别提这些陌生凡人做的鸡汤了。魔门人士在外，每一件事都要谨慎对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没少利用这种情况对付别人，所以很清楚眼前的鸡汤中会发展出多少种事件。好意他领了，但吃就没必要了。村民们只以为这凡俗之物入不了仙子法眼，虽然有些沮丧，但也可以理解。等他们跟着铃木混得久了，说不定也能有幸饲养非凡之物，到时候再来宴请凤玄机也行。铃木带着凤玄机连续3天下山到小石村干活。在这3天里，凤玄机已经确定自身提升的缘由，竟然真的跟种地有关。知道这一点后，凤玄机在后来的劳作中没有一次偷懒，每天晚上修炼时，他都能感受到自己的各方面都稳步提升了一点，实在太匪夷所思。特别是当他意识到这些提升得益于无意间捡回来的纯阳圣体，铃木在他心里的位置有了很大改变。这3天里，凤玄机非常大方地拿出来数百枚下品灵石供铃木修炼，不仅是感谢铃木给他的帮助，也是想让铃木快点强大起来，以免在外惨死。纯阳圣体没了，过个几百年或许还能找到，但像铃木这样有秘密的男人没了，或许余生都再难寻到一个。铃木非常争气，加之天道酬勤确实积累了不少。这3天凭借充足的灵气，他连夜修炼，成功达到炼气后期。这个速度让凤玄机都为之惊叹。要知道，1个月前铃木才刚踏入炼气，这天赋已经不下于拥有玄阴明凤血脉的他了。再加上铃木每天都种地，或许每天都会稳步提升。长此以往，想到这里，凤玄机不由打了个寒战，难以想象未来铃木会达到何种地步。按照常规魔头的思路，此刻他应该趁着铃木羽翼未丰将其斩杀，夺其机缘。但他不是常规魔头，若是常规，他也不会那么着急把自己送出去了。更何况他的机缘自己还不一定能使用。凭借2人如今的关系，凤玄机断定铃木已经与他倾心相待。凤玄机脸上久违地露出笑容，他意识到铃木不仅是他的解药，也是他的机缘，更是他的夫君。现在他要在这场赌局上下注了，或者说他已经下过注了。你别这么直勾勾地看着我。铃木坐在床边，被凤玄机盯得头皮发麻。你不会想杀我吧？铃木知道凤玄机不笨，这几天下来肯定已经发现了端倪。他在赌凤玄机能够意识到他的价值，
赌凤玄机不是寻常的浪荡魔女，能够念在夫妻之时放过她。赌凤玄机知道她是真心实意为她好，铃木赌对了。凤玄机将铃木轻轻推倒在床上，居高临下的看着她。她两手放在铃木的胸膛上，俯下身子，将脸贴在铃木耳畔，秀发如瀑般倾泻而下，发丝的清香仿佛淘气的小精灵钻入铃木鼻腔内，让铃木瞬间气血翻涌。铃木心中暗道不好，凤玄机竟然在洗发水上掺药，你这是干什么？铃木喉结动了动，艰难道。凤玄机轻笑，这一刻她的声音妩媚动听，烈焰红唇在铃木耳垂上轻咬一下。你的小秘密我好像已经猜到了。温暖的气息吹在铃木耳畔，却让铃木如坠冰窟，刚升腾的气血瞬间平静下去。我不懂你在说什么。铃木扭头道。凤玄机直起身子，放弃腿部支撑，压在铃木身上。不过他并不重，铃木也没觉得太难受。你不就是想看我的态度吗？凤玄机玉指按在铃木嘴唇上，另一只手缓缓褪去衣衫。你是属于我的，以前是，现在是，未来也是。我会好好的对待你，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你是我的解药，也是我的机缘。不要害怕，现在你又多了一个身份，你现在是我的夫君。一道娇声传入铃木耳中，一句夫君让铃木为之一愣。平息的气血好似决堤洪流，将平原上的一切洗刷殆尽，只留下最原始的欲望。一望无际的平原上，一座高塔耸立，直面天空中的天神。平原高塔冲云，汉天屡试未休。景催微雨落愁，惊雷半吃天后。虎父烈日登楼，欲与天神斗球。岩凤三回合收，胡允拍塔绩优。天感降雨倒流，天蒙蒙亮。凤玄机已经走出屋门，来到赤日葵田里，把铃木喊了起来。夫君归夫君，规矩不能坏，不能坚持一晚上就别想跟他睡一张床。铃木睡眼朦胧，揉了揉眼睛，起身道：你不累吗？怎么醒这么早？凤玄机双手抱胸，眼里满是无语之色。你要是能让我累，我才敢好好感谢你呢，还愣着干什么？该干活了。凤玄机催促道。铃木忍不住笑了一声，现在都这么主动了吗？你不是瞧不上种地吗？别废话，快走，我的时间很宝贵的。凤玄机冷冷道。铃木当即收拾一番，带着凤玄机继续照料田地，将院子里的植物打理一遍后，确定没问题便下山去。但在下山之前，凤玄机突然喊住铃木：你现在练气后期，我发现你没有学习法术，这样不行，告诉我你想学哪一类的法术，我下次来的时候给你带。是剑、刀、棍、拳，亦或者其他？铃木沉思了半晌，看了看别在腰间的镰刀。镰刀算刀吗？凤玄机眼皮一跳。刀法有，镰刀法没有，你要的太小众了。本来他还想吐槽一下天天拿镰刀有什么用，但想到铃木种队能越种越强，这句话硬是被他咽进肚子里没说出来。找不来，这一本你拿着吧。凤玄机二话不说，从储物袋里掏出一本黑皮书籍，四季刀典。铃木看着名称疑惑起来。凤玄机点头，跟你的青阳功一样，来自神木谷，也是我宰的那个修士的。不过上次觉得你修炼功法不会这么快，给你太多法术容易让你分心，就没给你。现在看来是我眼拙了。他是真没想到铃木能1个月达到炼气后期，虽然这其中有他提供灵石的缘故，但没资质。你就是给他扔灵泉眼里，天天喝灵泉也不会突破这么快。你不会跟神木谷杠上了吧？哼，刀剑无眼，多正常的事。那你要不把我能用上的都先给我，免得我以后急用的时候找不到你。铃木道。凤玄机觉得有道理，便翻起了储物袋。不多时，3本来自神木谷的法术落在铃木手里：灵雨术、地脉术、移花接木。下雨的、翻地的，还有一个保命的，加上攻击的刀典，齐了，够你学一阵子了。铃木嘴角一抽，何止是一阵子，他还有一本厚厚的阵法详解没学完呢。白天要花10个小时种地，晚上还要修炼提升修为，还要学习阵法，学习法术。啊，原来这就是被填满的感觉吗？法术的事永远是第2位，积累天道酬勤才是第1位。来到小石村，两人照旧的按照安排前去村民的田地里帮忙。两人忙到一半的时候，抬头看到远处的地头聚集了许多人，那里也是小石村的地，是位置比较偏的一块。巧的是前2天铃木才打理过那块地，修士的目力和听力都远超常人，远远的就能听到那里发生了争吵。恰在这时，石田气喘吁吁的跑过来，脸上带着焦急之色。铃木，你快跟我过去看看，我们抓到让地变成毒地的人了。那狗东西祸害一块地还不够，竟然还想继续祸害一块。铃木和凤玄机跟着石田来到地头，还没见到那人，铃木就隔着人群听到一个尖锐的声音：
凭什么你们的毒地能种出来那么贵的麦子，老子的毒地却啥都种不出来？不管了，老子就不信你们的地都能种出来那种麦子。闻言，四周的小石村村民挽起袖口，准备直接动手。没出息的小兽猴给自己的地下毒，种不出来想要的东西，又来埋怨我们。你给石宇家的地下毒的事还没找你，现在可叫我们带住你了。小兽猴可不管那么多，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玉瓶，打开瓶口，恶狠狠道：都给我死！说完，他就要把玉瓶里的东西撒在地上。铃木眼疾手快，炼气后期的修为加上天道酬勤的积累，哪怕他没有使用法术，速度也是普通人的数倍。只是一眨眼的功夫，铃木已经越过村民，一把抓住小兽猴的手腕，顺手将小玉瓶拿走。打开口子的小玉瓶散发着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气味，地上的植被都被这气味熏蔫了。铃木的出手让四周的村民惊呼不已，更加确定了铃木是仙人。而小兽猴的手腕却被铃木抓得生疼，甚至来不及思考铃木是怎么一眨眼来到自己眼前的。松开！你知道我背后是谁吗？铃木眉毛一挑，哟，还是个有身份的。铃木扭头看向人群后面的凤玄机，发现凤玄机没有表示后，铃木心安了。让你背后的人过来，他还真不信了，这地方能有金丹老怪来，只要不到金丹，他都不带怕的。在铃木突然抓住小兽猴的时候，人群中便有一个人悄悄挪动。奇怪的是，只有等到这人碰到村民的时候，村民们才会注意到这个人，过一会儿后便又忽略了这个人的存在。凤玄机好巧不巧注意到这一幕，跟在了那人身后。嘿嘿，你要不看看你身后？铃木的背后传来一道轻佻的男声。修士。难怪总感觉人群有些违和，原来是有个陌生修士在里面。不过能被自己察觉到异样，不是学艺不精，就是境界相差无几。道友，凡人的事就让凡人处理，你我就不要插手了。背后的人低声说道。从刚才铃木的速度来估计，他认为铃木的实力在其之上。当然这只是猜测，说不定铃木只是个纸老虎，修士中有很多这种情况。这也是为什么他没有直接偷袭，而是出现在这里和铃木交谈。铃木微微侧身，看清了来人的容貌。毒了我种的地，这是怎么说？你种的地？道友说笑了，我查了好几次，这就是那些凡人的地，与你无关啊。咔嚓，骨头粉碎的声音响起，铃木一用力把小兽猴的手腕捏碎，疼得他放声大喊。你也说笑了，我查了他好几次，他根本不是你爹，我怎么对他，与你无关啊。四周的村民本来还想斥责这个突然出现的男人，转眼间就被铃木的狠辣惊到。这还是他们眼中的大好人吗？不过村民们仅仅心脏多跳了2拍，缓过来后还是站在铃木这边。道友好魄力，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胜，来此是为了调查一件事，等我调查完就离开，不会与道友冲突。不过你若执意要拦我，我不介意把附近的地都毁了。闻言，铃木眼皮一跳，好家伙，姓李，会下毒，还是来调查的，怎么想都跟躺在赤日葵地下的李东有关啊。这能让他继续调查下去。都找到小石村了，再上山找一下，岂不是真的找到了？没必要。李胜闻言愣了一下，一头雾水。何意？没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离不开铃木松开小兽猴的手，淡然道。李胜好像听到了天大的笑话，顿时大笑起来。喊你生道友，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你真以为我怕你？铃木嗤笑一声，你要不看看你身后？李胜下意识侧头，然而他才刚看到凤玄机的发丝，扑哧一声，凤羽长剑已经贯穿他的胸口。下次废话别那么多。凤玄机抽出长剑，长剑如出，鲜血顺着剑尖滴在地上。听到没？别那么多废话。铃木笑着对生机快速流失的李胜说道。凤玄机蹙眉，冷声道：我是跟你说的。铃木被枪，轻咳一声，自己的话好像确实多了，下次一定改。李胜倒在地上，难以置信地看着那名身穿粗布衣服的绝美女子。你完了。完不了，你魂灯灭了也拿我没辙。凤玄机冷冷道。李胜一怔，胸口的鲜血鼓的一下冒出来，显然被气到了。他怎么知道魂灯的事？打了大的来小的，你们李家越活越回去了，筑基都不到也敢来调查这件事。凤玄机嗤笑一声。此刻李胜已经没了声息，四周村民呆滞在原地，被凤玄机吓傻了。下一刻，有几个胆小的村民已经喊了出来：杀人了！魔头！仙子是魔头！一时间四周的村民乱了起来。凤玄机抬头看向他们，美眸中寒光闪过，眉心的火焰印记微微亮起，握剑的手缓缓抬起来。安静！你看你们的样子，成何体统？石河作为村子里最权威的人，在短暂腿软之后，瞬间意识到情况不对劲，连忙站出来稳住村民。仙人杀个人不是常有的事，他是杀好人了，
还是杀无辜人了？你们也听到这什么圣刚才说的话了。他为了调查一件事，想要把土地全毁了。他毁的是土地，他毁的是人，是我们这样安稳生活的无辜人。说着，石河看了眼倒在地上的李胜，对着凤玄机恭敬感谢。凤姑娘，多谢你替十里八乡的父老乡亲铲除祸害。我就知道你和铃木一样是个一心为人的好人。听到石河的话，村民们逐渐平静下来，也多亏他们早就接受了仙人在自己身边。短暂思索之后，竟然觉得石河说的确实挺对。凤姑娘哪是什么魔头，她简直就是惩奸除恶的英雄啊！一时间，村民们对于凤玄机的风评瞬间逆转，纷纷感谢他所做的一切。一些机灵鬼村民甚至还帮凤玄机想好了杀人的退路。铃木看到这一幕都快绷不住了，不是，他真是魔头啊！你们咋这么会脑补？石云来得晚，却刚好见到凤玄机一剑取走李胜性命的一幕，这对他幼小的心灵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他吓得后退2步，呆立原地，不敢移动，口中喃喃：“凤姐姐不是好人吗？怎么会这样？”他又想到凤玄机从一开始对他说过的话，凤姐姐真是魔头。就在他犹豫不定之际，石河的一番话落入他的耳中：“对啊，凤姐姐那么好的人，怎么会是魔头？她是为民除害的好人啊！我要是能像凤姐姐一样就好了。”石云盯着凤玄机的背影，乌黑的眼睛中有了别样的光芒。凤玄机解决完李胜，一言不发地离开了，直到来到一处无人的地方，才召唤出冒黑烟的非洲。碰巧的是，凤玄机在这里竟然遇到了小瘦猴。这个人在刚才人群躁动的时候，强忍着疼痛溜了出来。此刻的凤玄机早已褪去粗布衣长，重新换上黑红长裙。小瘦猴不认识换了身衣服的凤玄机，但凤玄机可把刚才在场的所有人都记住了。这人看到了李胜的死，心念一动，一团黑雾瞬间包裹小瘦猴，连惨叫声都传不出来。当他离开后，原地只剩下一片灰烬。他走了，甚至连今天的10小时劳作都没有完成，只为返回魔宗调查一下李家的动向。村民们面面相觑地看着那具尸体。石河来到铃木面前，张口欲言。铃木先一步打断他，并抬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天道酬勤，加持。”心念一动，铃木把词条加持在石河身上。这个时候能站出来为他们说话，还能将村民们镇住，足以体现出石河的立场。都散了吧，该忙啥忙啥，这东西你们不用管了，我来处理就行。铃木挥手驱赶众人。村民们犹豫片刻：“铃木，你要是解决不了，及时跟我们说。我爷今年83了，大不了顶替你一下。”铃木哑然失笑：“拉倒吧，83正是闯的年纪，老爷子还没享福呢，顶替什么？都走吧，不用担心。”见铃木执意如此，村民们只好散去。等他们走得差不多后，铃木用储物袋把尸体收走，甚至把染血的土壤都挖走了，免得留下痕迹。尸体不能浪费，好歹是修饰尸体，埋进地里也能肥田。刚好那具筑机器的快消耗完了，这一具先顶上。铃木好像没事人一般，走在回去的路上。令他没想到的是，石云这小丫头竟然在回去的路上等他。怎么了？是被吓到了？铃木笑道。他知道当时石云就在后面，肯定见到了那血腥的一幕。石云点头，又迅速摇头：“有一点，但没关系的。那不还是怕了？你凤姐姐可是说过她是魔头来着。”铃木调侃道。石云轻哼一声：“我才不怕，凤姐姐才不是魔头，她是好人，我非常崇拜她。”说到这里，石云突然期待地看向铃木：“林大哥，你是仙人，能不能让我也变得和凤姐姐一样厉害？”好家伙，原来在这等着呢！不仅没被吓破胆，还开始朝着凤玄机看齐了。石云啊，你难不成也有当魔头的潜质？铃木看向石云的头顶，词条天道酬勤这积累已经达到了20%，看来最近石云有好好干农活，只是不知道他有没有修炼的资质。那好，跟我上山。铃木手里能用的炼气功法只有一个青阳功，能不能行先让他试试，反正只是测试是否能够修炼。若真的不行，就等凤玄机回来把石云交给他教导。听到铃木的肯定回答，石云紧张的小脸上绽放出笑容。来到石山山顶，铃木让石云先在一边歇着，他则拿起铁锹来到赤日葵田地挖坑。石云坐在木屋前的木质台阶上，双手托着下巴，满眼好奇地打量着四周的一切。自从铃木让石云多种地，他已经好久没来过山顶，以至于这里的一切看起来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植物还是那些植物，陌生的是靠近这些植物让他身心非常舒服，感觉充满了活力。不仅如此，植物长得还非常茂盛，特别是最显眼的2株红色稻子，他记得上次来还只有2株，这次竟然长出来一小片。更神奇的是，稻子成长进度几乎一致，看不出来哪是厚种的。仙人真厉害，
还能加快庄稼成长。我要是也学会这种仙法，就能让村子的庄稼一年多收几茬，这样大家就能用粮食多卖点钱了。石云没有离开过小石村，能想到的仙法作用也仅有这点。林木已经挖出来1人大小的坑，他回头看向石云，捂上眼睛，把头扭过去，这你不能看。石云很懂事，按照林木所说的做了。林木直接从储物袋里把尸体取出来，丢到坑里，迅速埋上。完事之后拍了拍手，这下林田又能撑一段时间了。看着那朝向太阳的赤日葵，林木心情都变好了。给林田施完肥，林木便来到石云身边，将青阳功拿出来给石云学习。虽然这不是自己的功法，但神木谷应该不至于这么小气。青阳功也不是什么罕见功法，内容都挺基础，算是一本炼气功法，不然怎么会有弟子随便带着，还被凤玄机宰了。况且若石云真的适合青阳功，自己还算给神木谷找了个弟子呢。林木丝毫不怕暴露，因为他现在才炼气后期，已经感觉青阳功有些局限，后续他自己肯定要根据环境调整功法。也幸好青阳功是基础功法，调整起来并不困难。石云拿到功法，翻开看了看上面的内容，不由蹙起眉头。那个林大哥，我不识字。林木一拍脑袋，怎么把这给忘了？石云没上过学，那我先教你功法，有空再教你识字。林木轻咳一声，把功法拿回来，打算手把手教他运功。石云本来就很聪明，再加上天道酬勤的20%积累，放在凡人中，他便是数十年难遇的天才。林木一步步教他运转青阳功，甚至因为天道酬勤的缘故，林木还能看出来这功法哪一方面不太适合石云，从而进行微调。石云非常争气，在林木教了3遍后，他便磕磕绊绊地运转了半周天。1个小时后，石云才成功运转1个周天。令人欣慰的是，从功法运行来看，石云是有修行资质在身。不过似乎因为这偏僻之地长期灵气贫瘠，石云没有哪怕运转了1周天，也没成功牵引1缕灵气。还是林木掏出一块灵石塞他怀里，才勉强牵引了1缕。见到这一幕，林木无奈地望向身后的众多植物，一个个给你们加持了聚气，结果呢？帮山顶凝聚的灵气还不如一块下品灵石，你们这些植物也太逊了。不过林木能理解，植物在这里凝聚灵气不亚于在沙漠里找水，如果没办法利用上植物自身溢出来的生命力，这里的灵气含量怕是永远不会多起来。林大哥，这算成功了吗？石云非常激动，他感受到体内有1缕游走的气流，暖洋洋的，很舒服。林木点头，小云很有天赋。石云嘿嘿一笑，多亏林大哥让我去种地了，种地果然有前途。林木没有否认，他能这么快牵引灵气入体，确实和种地有点关系。别看只提升了20%，要知道很多人距离修士也只差1%。我没骗你吧？以后记得多种地，种完地可以来山上修炼，山上的灵气要比山下多一点点。林木道。石云重重点头，他确实感觉山上要比山下待着舒服。在他下山之际，林木又提醒了一句：你能吸收灵气，这事先别告诉其他人，能做到吗？树大招风，林木自己还没多少战斗力，万万不可过于张扬。好在石云足够聪明，理解了林木的意思。放心吧，林大哥，以后我在村子里只种地，来你这里再修炼。等到石云离开，林木便拿出凤玄机给他的4本法术，他把4本法术全都看了一遍，先选择了最简单的灵雨术。在天道酬勤的加持下，林木仅仅试着施展1遍，便成功释放出灵雨术，前后不到10分钟，还真是最简单的，连我都能这么快学会。林木收起法术书籍，觉得这种简单的法术也可以交给石云，到时候等时机到了，就让他给庄稼施雨。林木望着天空中笼罩3亩地的乌云，此刻正有雨滴滴落。林木伸手接下2滴，感觉这所谓的灵雨和普通雨没什么区别，这云和雨都不带灵气啊，算什么灵雨术？迟疑片刻，林木心中一狠，释放自己体内的灵气融入乌云中。下一刻，乌云翻涌，似有蓝色光芒在云中一闪而过，而乌云也在此刻变成了凌云，淅淅沥沥，灵气充足，雨滴如同无数细小的珍珠，从云端缓缓飘落，落地即化。雨中的灵气却完美地融入土壤中，让从未感受过灵气滋养的土壤突然苏醒，贪婪地汲取着灵气灵雨落在植物身上，洗刷掉它们身上的尘埃，显得更有生机。以往林木都是用普通的水灌溉，虽然能让它们正常生长，但几乎不可能让它们发生其他变化。不论是灵植还是繁殖，若有灵雨滋养，对它们而言都有莫大的好处。小麦，哎呦我的妈，算是跟对人了，都喝上这么高端的水了。老汉你多让我喝点，我努力给你变异一手。赤阳葵，竟然还有比太阳光更吸引我的东西。老汉你挺有水平啊，有这小甜水咋不早点拿出来？凤血灵道，
3个月了，可算喝到上等水了，根子都淡出鸟来了。我决定了，再给老汉多生一个儿子。淋雨持续了半小时，2株凤雪灵到身边，分别多长出了1株紫珠。小麦和赤阳葵等繁殖一直肉眼可见的成熟了一点，这让铃木看到了淋雨的具体功效，大喜过望。他这人不怕付出，就怕付出没有回报。如今已经看到了具体能获得什么，铃木便不再吝啬自身的灵气，继续施展淋雨术。然物极必反，半小时的淋雨已经是大多数植物能够接受的极限。铃木继续施展下去，仅仅让植物成熟了一点点，跟前半小时根本无法比较，甚至有的植物还出现了灵宝的词条状态。灵宝，你的胃口很小，吃一点灵气就饱了。当你吸收过多灵气后，个体状态达到饱和，继续吸收灵气会破坏个体平衡，直至个体撑死。铃木一看词条介绍，这可不得了，不能再喂了，得让植物消化一下。随后反手把这个词条复制，收入词条栏。这可是个好词条，要是加持到人身上，岂不是直接限制了对方的修炼速度？若是对方没轻没重，甚至还会不小心爆体而亡。铃木花了3天的时间，弄清楚了植物吸收灵雨的情况。繁殖一般只能吸收半小时，下次吸收就需要1天后，一次灵雨能缩短3天成长时间。一直吸收45分钟，下次吸收也是1天后，能缩短5天成长时间。灵植吸收1小时，下次吸收同样是1天后，但它能缩短将近7天成长时间。天道酬勤加上灵雨，植物的成长速度能快不少，铃木也能收获更多的种植经验。不过现在摆在铃木面前的问题是，他的灵气不够用了。哪怕他炼气后期，但4周的灵气不足以支撑他多次使用灵雨术来滋养植物。1个月6、7次还好，要是隔1天1次，把它榨干也弄不出那么多灵气，除非有足够的灵石。这3天里，铃木还抽空修炼了4季刀典。4季刀典只有4式，而铃木刚学完第1式春韵飞花。攻击类法术非常消耗灵气，若是放在其他地方，消耗的这点灵气能够很快补充回来。但在这灵气贫瘠之地，铃木的灵气已经入不敷出，这可怎么办？总是用灵石也治标不治本，我哪有那么多灵石来挥霍？要不我试试布置个聚灵阵。阵法详解，铃木几乎天天看，但因为书里面介绍的材料实在太过罕见，他便迟迟没有动手。大多数材料他连听都没听过，但现在他没办法了，再不试着布置聚灵阵，他身上的灵气就真不够用了。书是死的，人是活的，谁说聚灵阵只有书上的那几种方法？只要思路正确，结果正确，管他什么步骤，能用就行了。想到这里，铃木不再犹豫，毅然起身看向他种满植物的院子。布置聚灵阵需要很多灵物，但铃木仅有2株凤血灵道和一些灵石。不过这难不倒他，好歹植物身上都有聚气，布置一个聚灵阵没问题。铃木一手握着灵石，一手在土地上用灵气勾勒灵纹，连接灵气回路。因为是第1次尝试，铃木仅仅布置了一个覆盖面积半亩大小的聚灵阵。阵纹绘制完成，铃木从麦田里找到1株长得最好的麦子，挖出来种到聚灵阵阵眼的位置。虽然只是繁殖，但那么多词条加持在你身上，你早已不凡。让我看看你的潜力吧。小麦，一阵微风拂过，阵眼里的小麦摇晃2下。铃木二话不说，直接启动聚灵阵。阵眼的小麦根部泛起莹莹绿光，细碎的金色光点顺着麦秆攀爬，如同无数萤火虫逆流而上。绘制在地上的灵纹释放出微弱光芒，石山上空的气流朝着聚灵阵缓缓涌动。铃木能明显感觉到4周的变化，眼中充满期待。不求你聚太多灵气，只要能用就行。铃木很容易满足，只要这阵能用，他就愿意以量取胜。阵眼的小麦被气流冲击得摇摇晃晃，险些被连根拔起。幸好小麦也被铃木赋予了生生不息，充足的生命力让他哪怕被移植后仍旧顽强。见小麦逐渐稳定下来，聚灵阵也步入正轨，铃木不由松了口气。看来我的天赋不错，第1次布置阵法就成功了。傍晚，石云结束了劳作，按照铃木的要求来到山顶。他刚到来，就注意到小麦地边缘有一圈微弱的荧光。石云小心翼翼地跨过去，好奇地看着荧光，心中嘀咕：林大哥又整啥玩意儿了？踩上去也没事。铃木注意到石云到来，见他如此小心，不由笑道：灵阵如果被踩2下就失效，那就不配称为灵阵了。只要不破坏阵眼和腐蚀阵基，灵阵几乎不会毁坏。石云将信将疑地摸了灵纹2下，发现竟然真的没影响，好神奇。铃木收起锄头，来到石云身边，一起查看聚灵阵。阵是上午布置的，按理来说应该立刻见效，但考虑到这里灵气贫瘠，铃木不过多奢求，只要能够聚集灵气就够了。这是什么啊？石云问道。铃木也不隐瞒，聚灵阵
可以把四周游荡在空气中的灵气汇聚过来。有了这个，以后修炼起来就能更加轻松。石云眼睛闪烁，既好奇又崇拜，林大哥太厉害了，难怪我一过来就感觉浑身舒服，就像被早上的被窝包围一样，感觉这里的灵气比昨天的还要多。听到石云说这话，铃木先是骄傲的点头，紧接着就愣住了。比昨天还多？这具灵阵效果有这么好？铃木一直都在干农活，并没有特别在意聚灵阵的情况。按照他的估算，想让山顶的灵气浓郁起来，至少得等1周，1天的时间估计只能多出来3、4缕灵气。铃木看了石云一眼，又看向阵眼里的小麦，随后铃木运转功法，释放感知，查看聚灵阵里的情况。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只见聚灵阵范围内已经汇聚了20多缕灵气。什么情况？铃木盯着那株繁殖小麦，没一会儿便感知到1缕灵气从小麦身上冒出来，同时院子里有一点生命力被小麦吸收。铃木懵了，聚灵阵不是只能聚集天地间已经存在的灵气吗？什么时候还能把生命力转换成灵气了？而且还是一株最普通的繁殖小麦在转换。铃木凝目望去，仔细打量那株小麦。小麦还是那株小麦，但它的功能却变得更强了。似是因为聚灵阵，小麦的聚气得到空前加强，以往不怎么明显的效果，在聚灵阵的加强下开始展露锋芒。阵眼的功能改变，聚灵阵也受到了影响，以至于聚灵阵依靠阵眼小麦获得了聚气功能，它也能够利用天地间的各种气凝聚成灵气。这对铃木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要知道，这仅仅是繁殖的聚气，若是换成灵植聚气，说不定聚灵阵的效果会更好。而且铃木查看了聚气的词条，这个词条只是初级聚气，等他寻到更高级的聚气词条，自己的山头以后肯定不会缺少灵气了。毕竟只是用生命力转换成灵气，他可能啥都缺，但有生生不息在，他唯独不可能缺少生命力。铃木把目光投向凤血灵道，很可惜，仔猪灵道无法移植，收割后只能等到母猪重新繁育子猪。若是移植母猪，长了这么久的子猪就会因为脱离母猪迅速死亡。铃木查看凤血灵道的成长状态，想要以灵植为阵眼去布置聚灵阵，还得过几天等母猪成熟，用母猪的种子播种。虽然灵植暂时无法使用，但一直也可以布置啊。铃木的一直不多，但用来布置聚灵阵刚刚好。特别是那向日葵，几天没注意，赤日葵的数量已经来到了40株，哪怕移植移死几株也无伤大雅。说干就干，铃木让石云待在聚灵阵内，目标是让他把阵内的20几缕灵气全部吸收完。这对于铃木而言，仅仅运功半周天就能完成，但石云才第2天接触灵气，这些灵气他可能练一夜也练不完。不过铃木没空管这些，他已经被聚灵阵冲昏头脑，是要用一直布置出来2、3个更强的聚灵阵，以此来让山顶的灵气浓郁强起来。院子里上至灵道，下至野草，都被铃木赋予了生生不息，他们又都积累了30天有余。一株植物溢出30%的生命力，或许不明显，但一个山头的植物都这样，那生命力就太浓郁了。生命力转灵气，我这满山的生命力终于有用处了。铃木为了不耽误天道酬勤的积累，他每天借助空闲时间绘制聚灵阵。3天的时间，他布置出3道以赤阳葵为阵眼的聚灵阵，4道聚灵阵铺开，刚好覆盖整个山头。而一直作为阵眼的聚灵阵也不出铃木所料，转换效率比繁殖聚灵阵快上2倍。院子里溢出的生命力终于有所消耗，灵气含量逐渐提高。铃木修炼暂时不需要消耗灵石了。随着灵气愈加浓郁，多子多福也开始发力，众多植物纷纷催生出子株。铃木看着欣欣向荣的院子，无比满意。早知道聚灵阵有这效果，我就应该一开始布置几个。铃木盯着4道聚灵阵，发出感慨。他知道普通的聚灵阵肯定做不到把生命力转换成灵气，能有这样的效果，多亏这些拥有聚气词条的植物，而这聚气正是铃木赐予他们的。毕竟这是灵植才能拥有的效果，放到一植身上完全可以直接抬高他们的品阶。铃木恍神，植物都能利用阵法把生命力转换成灵气，我要是也能这样，岂不是能直接利用生命力修炼？虽然院子里的灵气逐渐浓郁，但比起日益暴涨的生命力，灵气在他面前简直微不足道。炼气期还好，这点灵气完全足够他修炼，但等到筑基、金丹，依靠这些聚灵阵完全不够修炼。聚气加持，铃木尝试直接使用词条，却发现这种方式效果甚微。最主要的是，生命力竟然直接通过肉身转换成灵气溢散到空气中，无法吸纳入体。这怎么能行？我是来修炼的，不是当工具人的。我得让生命力积攒在体内，然后转换成灵气，再用功法将这些灵气融入自身。铃木的大脑一瞬间变得清明无比，
350%的天道酬勤催动，他的悟性在这一刻直接提升。他盯着正在不断运转的巨灵阵，脑海里不断模拟着一个个想法的可行性。铃木拿出青阳弓，又准备出一沓厚厚的纸，按照脑海里的模拟开始记录。他本想以聚气磁条为核心，但想到石云以后可能也要面临相同的问题，当即抛弃这个方案，来到巨灵阵中央，不断观察阵眼的情况。进入这个状态的铃木已经忽略了外界的各种情况，由于太过投入，再加上生命力与日俱增，竟直接忘记了吃饭睡觉。当然，连保持了5个月的10小时劳作也忘记了。石云按部就班的在傍晚时分来到山顶，察觉到山顶的灵气愈发浓郁，石云激动的想要和铃木说这些事情，但他找了一圈，却发现铃木坐在地里抱着书，头也不抬，甚至都没注意石云到了。石云疑惑，小心翼翼的喊了一声：“林大哥。”铃木却好像没有听见，仍旧自顾自地抱着书。石云蹙眉，绕着铃木打量一圈，发现铃木并没有什么异常。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林大哥烦我了？想到这里，石云脸上浮现委屈之色。他想到自己天天来山顶，过去3天了，还没把那个巨灵阵里的灵气吸收完，肯定是自己太笨了，让林大哥不耐烦了。石云小手一颤，有些害怕的后退2步。他想解释2句，但又怕烦到铃木。思索再三，他扭头下山跑回家里。比起林大哥，修炼又算得了什么？爹，林大哥好像讨厌我了。石云回到家，哭哭啼啼的来到石河身边。石河被这一幕弄懵了，铃木不是最喜欢这丫头的吗？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咋就讨厌了？跟我说说咋回事。石云将今天的情况告诉石河，不过哪怕这个时候，石云也没说出他能修炼这件事。嗨，原来是这么回事。石河听完后揉了揉女儿的脑袋，你林大哥是仙人，爹听说仙人时不时就会陷入顿悟状态，这个时候他们会忽略外面的一切，你就是把手挡在他们眼前也没用。我觉得铃木现在也是这个状态。放心吧，你林大哥怎么会讨厌你呢？石河安慰道。石云听了之后觉得有道理，那林大哥这时候怎么吃饭睡觉呢？我要不要去照顾林大哥？闻言，石河顿时觉得小棉袄开始漏风了。爹都不照顾了，去照顾铃木。去吧。第一天，石云来到山顶，发现铃木还在地里看书，并确定了铃木就是顿悟状态，不是讨厌他。石云大喜过望，继续修炼，并在修炼之余为铃木准备饭菜。第二天，石河得知铃木的状况，便让石云一直待在山上照顾铃木，但石云发现铃木不仅没动，连昨天的饭菜也没吃。第三天，下雨了，铃木仍旧待在地里，石云放弃修炼，站在铃木身边为其打伞，他半身湿透，冷得发抖。这时，四周的赤阳葵开始朝2人释放暖流，石云惊讶无比。第4天，铃木换了位置，坐在木阶上，屁股垫着一沓废稿。第6天，铃木一脸疲惫，却没有停止推演。石云非常担心，想要喊醒铃木，却看到了铃木正在书写的功法《长青造化经》。他认的字不多，只能勉强看懂这些文字，虽不太理解其意，但这5个字却让他内心一震。第8天，凤血灵道成熟了，石云犹豫再三，没有擅自帮铃木收割奇异植物。此刻的铃木已经停止书写，转而尝试运转功法。第13天，石云正在帮铃木打理院子，木阶上的铃木突然变得像一个巨大漏斗，疯狂吸收着院子里的生命力。整个人看起来绿油油的石云大惊失色，以为铃木中毒了，急得想要扭头下山找人。但下一刻，他敏锐地发现铃木体内的灵气含量竟然迅速提升，而院子里的灵气却没有减少。磅礴的生命力混杂着空气中的灵气，在铃木周身形成绿色漩涡，生命力进入体内后便涌入4肢百骸，以至于让铃木全身绿油油的。但随着新功法的运转，绿光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潮水般涌入的灵气。嗡！铃木身躯一震，发出一声嗡鸣，境界直接突破至炼气巅峰。如长河般的生命力还在涌入，铃木直接将灵气凝聚，开始尝试铸就道基。在尝试之际，铃木灵光一闪，将生命力一同融入其中。但还差些什么？眼下这一幕让石云震惊不已，完全不是现在的他能够理解的。他茫然地看向四周，却发现院子里的众多植物不知道何时已经朝向铃木所在的位置，就连山下的麦流麦和一众上在成长期的繁殖也纷纷掉头朝向石山。凤血灵道距离铃木最近，稻穗顶端突然飞出一道微弱的光点，融入铃木丹田。数不清的光点从植物尖端飞出，它们或明或暗，或大或小，宛如萤火虫般朝着铃木涌去。石云茫然地站在原地，看着那些光点掠过，小脸上满是惊叹之色。他的眼中倒映着光点，充满向往。这就是仙人吗？铃木内视丹田，此时无数光点已经进入丹田，随后被他操控融入道基之中。一层灵液一层光，光有点少啊，
我才铺了一层就用完了。为了形成一个完美的道基，陵墓稳扎稳打，吸收灵气凝聚成灵液，用灵液和植物光点铸就道基。但现在植物的光点用完了，好在陵墓已经开始铸就道基，算是踏入了筑基初期。陵墓睁开眼睛，修为上的提升扫去了他这些天的疲惫。他一睁眼便看到石云站在那里，而那些朝向他的植物不知何时已经各自归位。陵墓知道那些光点来自自己种植的植物，但是不知道光点叫什么，似乎连山下的植物也给我了，来自于万物，干脆就叫万物之气吧。只是一个名字并不影响什么，等到他强大起来，他说叫万物之气，那就叫万物之气。林大哥，你可算醒了，你都发呆13天了。石云开口，随后想到了什么，连忙进到屋子里端出来一碗粥。粥本来已经冷了，但石云竟然学会往里面灌输灵气，更神奇的是粥竟然热了。林木一愣，惊讶地看着他，火灵根啊，这是什么庄稼的根？我怎么没听过？石云疑惑道，可以理解成是你的灵气属性。林木解释一下，随后接过热粥慢慢喝了起来，一边喝一边向石云询问这几天的情况。石云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林木，最后还不忘提醒一声，你种的那些奇异稻子已经熟了好几天了。听到这话，林木猛然起身，看到了不远处颗粒饱满的凤血灵稻，幸好你没收。林木松了口气，这可是他的第一株灵植。听到林木这话，石云也松了口气，轻轻拍自己的胸口。他还害怕林木责怪他没有及时收庄稼呢，如今看来自己没去收割是对的。收获灵植凤血灵稻10斤，种植经验加10，母猪和子猪加起来一共10斤，这已经超出林木的预料。10斤中只有1斤是母猪的种子，林木将其单独取出种下，剩下的子猪道人就留着凤玄机来的时候煮粥给他。其实林木也想尝尝味道，但那玄阴血毒真的让他望而却步，毕竟他可是用这个词条干死过一个筑基修士。凤玄机自身便有这种毒，吃点同源的灵米肯定也没问题。赤葵等异植以及小麦等繁殖也有不少已经成熟，没成熟的也就这几天了。多亏我的悉心照料，这些植物才能这么快成熟。林木满意的看着院子里的植物，林大哥，需要我帮你收吗？石云无措的站在原地，总觉得自己不上去帮忙有点不礼貌。林木摆摆手，不用，你歇着就行了，等我收完，你看看你喜欢哪个就带走一些，好歹你也帮我看了13天的庄稼，总不能亏待你。说到这里，林木突然放下手里的镰刀，从怀里掏出一本编撰好的功法，这是我以青阳功为基础改进的功法，我给它取名叫长青造化经，目前只有炼气篇和筑基篇，你把炼气篇拿去修炼吧。灵气评级是这片区域的共同难题，不是天赋可以弥补的，吸不饱，力不足，天赋不外现，哪怕你是绝世天才，但没有灵气让你踏入这条路，也只能被埋没。石云已经学会了不少字，他接过功法便坐在一旁学习。林木踏入筑基后，体内的灵气含量大大提高，身体素质也变得更加强悍。他连续施展4季刀点的第一式春韵飞花，镰刀砍出残影，宛如飞花般在田地里纵横，一连收了2亩地。林木连大气都没喘一下，他直起身子，感受着自己愈发强大的身体，眼中不由充满期待。我又变强了，凤玄机，这一次定要你好受。天血魔宗，血魔风。凤玄机已经回到洞府10多天，这几天他除了为圣女选拔做准备，还在试验林木口中的越种越强。因此他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己洞府门口开垦了1亩地，然后找来一些难打理的种子撒上去，随后每天都来地里忙活1-2个小时。而事实出乎了他的预料，哪怕不在林木的带领下，他竟然也能依靠种地来提升自身。凤玄机能清楚地感受到，相较于之前，他各方面都提升了10%，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提升。很多时候，只有在特殊的场地或者服用特殊的丹药才能达到这种效果。但现在，他仅靠种了几天地就达到如此地步。虽然离开了林木还能越种越强，但凤玄机知道，这种状况肯定和林木脱不了关系。毕竟他小时候也种地，但当时一点提升都没有。只要保持下去，我有信心2个月内突破金丹。凤玄机美眸闪烁着光芒。曾经被玄阴血毒折磨的发狂，自从碰上林木后，他的一切都开始慢慢好起来了。就在凤玄机脑海浮现林木身影之际，血魔峰上空突然有2道流光飞过。本以为他们会飞走，但来到凤玄机头顶时，这2道流光停了下来，随后靠近凤玄机的洞府。哟，这不是凤师妹吗？几天不见，怎么这么拉了？都开始种地了。说话的是一名长相阴柔的，眼尾画着浓重黑色眼线的男子。此人名为李旭，乃天魔峰弟子，今年35岁，
金丹中期是圣子候选者之一。李师兄别这么说凤师妹了，血魔峰后继无人，圣女选拔只有凤师妹一人，时至今日还没达到金丹，想来是压力太大，种种的放松一下。此女声音酥麻，充满魅惑，一颦一笑都带着令人难以抗拒的吸引力。火辣的身材配上薄薄的几块布料。这个骚货名叫邵子嫣，是玉魔峰弟子，今年30岁，金丹中期是圣女候选者之一。凤玄机同样为圣女候选者之一。这次两人突然停在这里，李旭还开口嘲讽，一是为了从凤玄机身上寻开心，二可能就是李东的事了。凤玄机冷哼一声，说完了吗？说完了就赶紧去查你弟弟怎么死的吧。李旭眼睛眯起，眼中闪过寒光，你以为我不知道是谁杀的吗？凤玄机，等圣子选拔试了，你就等着付出代价吧，血魔峰也保不住你。对此，凤玄机只是冷笑一声，你弟死了，你觉得我怕你？你弟死了，你找死？你弟死了，你难道也想死？凤玄机凤眸一凛，眉心的火焰印记像是活过来一般，一股澎湃的力量积蓄在他体内，随时准备爆发而出。好了，李师兄，不要跟凤师妹较真，要是凤师妹现在出什么问题，没办法参加圣女选拔，血魔峰主怕是要拿你试问。邵子嫣假惺惺道，子嫣所言极是。李旭抓住台阶顺势而下，但凤玄机可不打算就这么放过两人。金丹怎么了？真以为他忍受这么多年的玄阴血毒是白忍的？真以为玄阴鸣凤血脉只给他带来了血毒？之前是他不想跟其他峰的人牵扯太多，但现在不一样了，他得成为圣女，变得更强。他的背后还有一个陵墓需要他，再软下去，岂不是谁都要过来踩一脚？浪蹄子，先把你毛刮干净吧，都露出来了，也不嫌丢人。邵子嫣下意识低头查看，旋即脸色铁青。凤玄机，凤玄机眸中有紫黑火焰闪过，凤羽长剑突然出现在手中，他迈步而出，气息不断攀升，踩着一道道火焰阶梯来到半空，绯红长裙随风而动，风姿绰约。嗨嗨！就在双方针尖对锋芒时，天际传来一道轻咳，紧接着血炎负手而立，赤着脚从山峰中飞出。他仍旧穿着不合身的长裙，但此刻他傲然抬头，独属于强者的气势竟然从他身上展现出来。血魔峰如何，还轮不到两个小小金丹议论。血炎没有开口，但声音却回荡在血魔峰，充满威严。李旭和邵子嫣瞬间僵住，无措地站在空中，额头早已布满细密的汗珠。这是魔门，可不给你讲什么道理，只要拳头大，你就是给宗主杀了也没人怪你，只会双手举过头顶拥护你为新宗主。拜见血魔峰主。两人回过神来，连忙落到地上。还有1年选拔就开始了，你二人不去前线击杀道貌岸然的正道修士就算了，在后方还不抓紧时间提升自己，反倒几个峰来回转悠。你们是觉得天血魔宗太仁慈了？血眼俯视着两人，眼眸被血色充斥，一股远超金丹的气息铺天盖地而来，压得两人抬不起头。峰主息怒，我二人正准备前去猎杀正道修士，只是恰巧看见凤师妹在种地，想要提醒她，绝无其他想法。邵子嫣连忙开口，血炎收了威压，玄机怎么做我自会管教，还轮不到你们说三道四。猎杀正道，那就去吧，不提3个同阶修士的头就别回来。多谢峰主。李旭和邵子嫣如蒙大赦，迅速逃离。等他们走后，血炎缓缓落在地上，长叹一声，收起刚才冷漠的模样。乖徒儿，你又在搞什么啊？怎么又种奇地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种地没前途，不要听那个纯阳圣体胡说了。血炎苦口婆心道，师尊放心，我有我的节奏。凤玄机道，你有啥节奏啊？你再种下去，1年后能不能突破金丹都难说，更别说成为圣女了。好不容易才把身体养回来了一点，你是又打算爆血脉了？算了，等你爆血脉都护不住纯阳圣体的时候，就知道着急了。到时候我也能尝尝纯阳圣体的滋味了。这句话血炎没说出来，也不敢说，怕徒儿和他急。凤玄机摸着眉心的印记，感觉还能撑大半个月。本来是个非常好的现象，现在他心里却有些复杂。这要是频繁找他，会不会让他觉得自己是个急不可耐的女人？可是那样子对提升实力真的很有帮助。而且待在铃木身边，他可以每天干10个小时农活，还没人乱说。可惜石山哪都好，就是灵气太贫瘠了。哪怕他是筑基修士，也没那么多灵石支持他在石山长期修炼，距离这月最后1天还有10天，再忍忍吧。凤玄机抬头望着天空，眼神忧郁。哎呀呀，为师跟你说话呢，你又在哪思春？跟我进洞府，为师今天非要教训你一下。血炎撸起袖子，已经准备好往凤玄机脑海里灌输一道特别难的法术。收获繁殖土豆500斤，种植经验+5；收获繁殖红薯900斤，种植经验+9；
收获一值赤日葵90斤，种植经验加9。收获一值三阳90斤，种植经验加1。嘿，韭菜好了。收获一值子羊沟10斤，种植经验加1。枸杞也好了，以后泡茶煮粥都放点，天天喝。铃木花2天时间把院子里成熟的庄稼全部收割，又使用地脉术调整土壤，随后花费3天时间重新播种。众多母猪依旧立在农田上，铃木收割时只是摘取了它们的果实，并没有拔除它们。仔猪收获一茬后就会迅速枯萎，铃木只好将仔猪一起收割。不过母猪的果实可以再次播种，这一次重新播种可以让农田里多出来许多异植和灵道。随着铃木布置一场灵雨，蕴含灵气的雨滴融入土壤，不论繁种还是灵种都在贪婪地汲取着灵气。淋雨结束后，院子里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等到种子发芽，铃木按照老样子把磁条套装加持在新芽上。他打开系统面板，查看一下自身情况，同时翻找一下有没有自己忽略掉的实用词条。姓名：铃木。境界：筑基初期。种植等级：十种人101、1000。词条1：天道酬勤。你的努力必定有回报。当你全身心投入种田相关的劳作时，每劳作1小时，全方位永久提升0%。词条2：生生不息。你将越活越有生命力。当你持续身处一个地点时，每停留1天，生命力提升1%。词条3：待解锁。已收集词条：玄阴血毒，奉血之意，多子多福，固本阳元，温肾助阳，补精益髓，赤火精将，阳脉通络，歌而复生，阳火液，营养均衡，灵气汲取，脉毒，毒素转化，茁壮成长，抗倒伏，抗大风，抗小毒，缺氧。只是简单思考，铃木便将所有可以食用的植物加持上了固本阳元、温肾助阳等滋补词条。可惜了凤血灵道，只能看不能吃。你是说你天赋异禀，把聚灵阵改良成能将生命力转换成灵气的聚气阵？屋子里，凤玄机坐在椅子上，修长的美腿从长裙下探出，双腿交叠而放，美眸里满是怀疑。在他对面，铃木老实巴交地坐着，双手放在大腿上，跟个小学生似的。铃木点头，就是这样。今天是本月最后一天，凤玄机按照惯例来到石山。他离大老远就发现了石山的变化，特别是山顶浓郁起来的灵气来到之后，便看到之前郁郁葱葱的庄稼已经被收割，甚至还看到了更多的凤血灵道幼苗。当时他就非常惊讶，按理来说灵植的成熟周期不应该这么短来着，所以这次他没有那么着急进屋干正事，而是先找来铃木询问这些情况。你猜我信不信？凤玄机双手抱胸，就差把我不信写到脸上了。铃木两手一摊，但事实就是如此。我看你那阵眼都是一直，甚至还有繁殖，若是其他阵法师绝对不会这么选择。看来问题出现在你的这些植物身上。凤玄机嘴角含着浅笑，淡淡开口。铃木轻咳一声，拿起一旁早就做好的3阳9馅饼，要不咱还是先干正事吧。还不等凤玄机开口，铃木便3两下把馅饼吃掉，随后端起一碗熬制的滋阳沟麦粥一饮而尽。啊，我准备好了。凤玄机目不转睛地看着铃木的一系列操作，不着急，大白天不适合做正事。听到这话，铃木两眼一瞪，你咋不早说？谁让你动作太快？凤玄机似笑非笑地望着他，美眸流转，目光落在铃木身上的某个部位上。铃木咬紧牙，气愤不已，这可是2个大补，我都喝了，你就这么把我晾在这？感受着铃木逐渐躁动的气息，凤玄机愈发得意，还想挑衅，如何呢？又能怎？随着时间的流逝，2个大补食材开始发挥作用，铃木感觉小腹处似有火烧，难耐无比。再加上对面坐着一个风情万种的绝美女子，还是自己老婆，这让铃木怎么忍？咱们现在是在屋子里的吧？是又如何？你记不记得你之前说过的话？什么？话刚出口，凤玄机猛地反应过来，铃木，你胆子肥了是不是？扑通，木屋里传来跌倒的声音。我发现你比上个月又美了一点，是不是修为又精进了？凤玄机想开口，但嘴已经被堵住。他想反抗，但期待已久的柔情让他沉沦其中。广袤无垠的平原上，长满绿色植被的高塔毫无征兆的出现，随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插云天。云层翻涌，天空轰鸣，大地颤抖，打得天神猝不及防。区区反塔，莫不是以为有了外物就能触碰天神？今日便叫你大败而归。天神终究是天神，迅速反应过来，强大的力量立马将高塔压下。高塔今日有直灵相助，怎么可能就此倒塌？一瞬间，高塔上的无数植被亮起，不断向高塔输送他们的生命力。高塔如有神助，
瞬间逆转将倾之势，重新冲向天空。强大的力量搅乱云层，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天神见此，恼羞成怒，挥手打散云层，在天空中凝聚出一双大手。大手裹挟着毁天灭地之势，猛地握住平原上的高塔。随着天神运转神力，高塔竟然层层瓦解崩塌，哪怕无数植被以自身性命为代价，都难以修复。高塔挑战天神，又以失败而告终。哼，就这？凤玄机起身，不屑道。他看起来好像没一点影响，但躺在地上的铃木却一副燃尽了的模样。铃木生无可恋，怎么会这样？拼尽全力，无法战胜。不对，我还有词条没有加持。铃木猛然想起词条栏还有几个大补，眼里重新浮现光芒。凤玄机本来没打算现在就办正事，奈何铃木这次太过强硬，有什么补品就赶紧多吃点，晚上还得继续。凤玄机提醒道。铃木眼睛瞪大，随后目光浮现一丝坚定。真可惜，没有灵植级别的补品。说起灵植，铃木想起来成熟的凤血灵道。对了，凤血灵道成熟了，除去又种下的，还剩8斤，你要吗？铃木从储物袋里拿出来一把红彤彤的灵米，这便是处理过的凤血灵道，红艳欲滴，颗粒饱满，灵气扑鼻，简直是灵米中的极品。凤玄机看着灵米，秀眉微挑。当初只是为了应付铃木的请求，才给了2粒种子，不成想3个月过去，竟然真的收获了极品灵米。你怎么不自己留着吃？明明铃木才是最需要灵米的那个人，现在竟然愿意这般慷慨的送给自己，莫不是还有其他坑等着自己踩？总不可能是爱情吧？铃木轻咳一声，脸色有些不自然，思索片刻，想出了一个自认为不错的理由。当时我给山下的大黄喂了1粒灵米，大黄好像被毒死了，我不敢吃这些灵米。凤玄机嘴角一抽，白感动了，原来是怕死。不过听到灵米毒死大黄，凤玄机立刻意识到问题，神情严肃。这米你没办法吃，下次我再给你带个普通的灵米。凤血灵米我拿走一半，剩下的你留着吧。铃木不解，我又不能吃，留着干啥？卖出去吗？你敢？凤玄机厉声呵斥，颇有一股拼命的架势。这灵米可是用我的血滋养出来的，你敢拿去卖？嫌命长就直说，捅了他这么多次，敢卖就拱手一行，轮到他捅铃木了。不能吃就炼成丹药，笨蛋，你不是很聪明吗？这一点基础知识都想不到。凤玄机一脸无语，炼制丹药用其他药材中和凤血灵米的毒性不会吗？竟然还需要他点出来。铃木大为震惊，好家伙，能吃的就吃，不能吃的就变成药材炼成丹，真是物尽其用啊。我就是个种地的，哪会炼丹啊？凤玄机二话不说，从储物袋里掏出来一本厚厚的黄皮书籍，这还不简单，学不就行了？说着便将书塞到铃木怀里。铃木低头一看，书籍上写着2行字：炼丹详解，百炼宗出品。又是抢的。凤玄机握紧拳头，恨不得给铃木一拳，这是我拿的。铃木收回目光，已经理解了他话中的意思。拿，就是不知道那个人当时还会不会动。不过铃木并没有在乎那么多，都跟女魔头扯上关系了，这些事情他都可以接受。只是他的阵法还没学明白，现在又多出一本炼丹，他真的精力不够啊。要是一天不止24小时就好了，这样就能种20小时的地，再学阵法和炼丹，闲暇之余再练习一下法术，想想就感觉有前途，发什么呆呢？这里还有一张丹方，刚好里面有一味药材是灵米，你就先学这个吧。铃木面色一喜，还有这好事？丹方都给了。他接过一张发旧的羊皮纸，定睛一看，合欢丹。铃木抬头怔怔地看着凤玄机，你倒是给我个正经点的丹药啊。凤玄机不乐意，丹药哪有不正经的？没有不正经的丹药，只有不正经的人。那你给我个虎阳丹丹方也行啊。这合欢丹的材料我只有1个灵米啊。铃木无语至极。凤玄机嘲弄的轻笑一声，好好种地，不是我看不起你，虎阳丹的材料你这里1种都没有，你要是想要，下次我给你带来，但前提是……凤玄机媚眼如丝，脸上浮现一个好看的笑容，他上下打量着铃木，恨不得将他吃干抹净。不要了不要了。铃木连忙摆手，都这样看自己了，那还说啥？为了一个暂时没法使用的丹方榨干自己实在不值，他还是先老老实实的种地学习吧。那你倒是给我点药材种子啊，万一我真学会没材料练手怎么办？铃木也不扭捏，张口就来。凤玄机袖袍一甩，颇为不满，你就不会出去买吗？不行，不敢出去，我才筑基初期，我怕死。你去外面看看，这破地方连炼器修士都没几个，哪会有能威胁到你的筑基修士啊？铃木才不管这些，出去买药材那不得花时间赶路，不得花时间挑选药材，寻找药材。
有这时间，他多锄2下地，多照料一下灵芝，不香吗？他轻咳一声：“玄机啊，你也不想你亲爱的夫君在外出的路上出现意外吧？”好好好，小男人都会威胁我了。凤玄机被气笑了，虽然这个威胁的方式很低级，但他确实吃这一套。天大地大，他的纯阳圣体最大。行，下次来我就给你带药材种子。凤玄机咬着牙，这句话都是从牙缝里钻出来的。此事已了，但凤玄机并打算就这么放过铃木。种地的事先放一放，他得看看铃木的法术学习的怎么样了。跟我出来，过去这么久，那4门法术学的怎么样了？还行。铃木跟着凤玄机来到院子里，朝我出刀。凤玄机不容置疑道。由于院子里种着植物，而山顶的空地又不多，铃木害怕波及到庄稼，并不想在这里出手，愣着干什么？伤不到你的店。听到这话，铃木轻轻摇头，看来是没法拒绝了。铃木当即取下腰间的普通铁质镰刀，灵气灌入其中，春韵飞花，刀光细小而密集，充满柔意，没有刀锋的凛冽之势，但在触碰到物体时却爆发出锋芒。凤玄机考虑到院子里的植物，选择站在那里不动，周身灵气涌动，顷刻间燃烧起来，环绕在他周身，如暴雨般袭来的刀光钻入火焰之中，发出声响，却没有对凤玄机造成伤害。只有这一世。话音刚落，就看见铃木的镰刀插到地上，刀身火红炙热，下翅燎原，火焰如同一群毒蛇在地上呈扇形朝凤玄机袭去。铃木知道火焰对凤玄机没有作用，但现在又不是战斗，只是测试自己掌握的情况。铃木心念一动，燎原之火汇聚，形成一道巨大的火蛇，猛地扑向凤玄机。这一幕让他惊讶了，4记刀点还有这一招，这是他自己琢磨的。不错，出乎了我的预料。看到铃木停止攻击，他便知道铃木暂时只学了2式，不过按照这种程度，对付同阶的修士肯定没问题。如果战斗经验丰富，愿意小阶交手也不是做不到。让我看看你的移花接木。凤玄机手握剑鞘，一眨眼便来到铃木脸上，手中剑鞘直刺铃木胸膛。就在剑鞘处碰到胸膛之际，铃木身影一闪，一株赤日葵出现在他原本的位置，而铃木则出现在一旁的2米外。凤玄机迅速收势，差点把赤日葵捅个稀巴烂。他白了铃木一眼，下次不准拿向日葵替身。说着，他摘下赤日葵的花盘，扣下来一把瓜子，剩下的则被收进储物袋。行了，目前看来你有点自保能力，灵羽术和地脉术我就不看了，你这的估计已经用这2个法术照料过了。凤玄机看着几块田地的情况，已经看出铃木掌握了这2个法术。随后在凤玄机的要求下，铃木带着他开始种地。铃木发现凤玄机的天道酬勤增长到 10%， 不由笑了起来。现在知道种地有前途了吧？要是早点开始种地，现在岂止 10%。 连夜完成10小时劳作，铃木拿凤血灵米给他熬了一碗粥，还贴心的加上了滋阳沟。随后又切了土豆丝，摘了点辣椒，撒上盐，舀了一勺用油菜籽榨出来的菜籽油，炒了个土豆丝。这次凤玄机没有拒绝吃饭，一是他亲眼看着铃木做饭，二则是灵米对他有用，特别是凤血灵米。喝完米粥，凤玄机感觉体内的血脉又活跃了1分，这让他非常意外。这血脉可是好几年没活跃过了，这段时间竟然越来越活跃，也不知道太过活跃是好是坏。换做以前，血脉活跃，玄阴血毒也会更强，但现在有铃木帮他缓解，他倒是感觉不出来什么了。活跃的血脉让凤玄机浑身有用不完的劲，趁着夜色直接开始干正事。这一次他在铃木这里停留了5天，天道酬勤积累了 15%。 我走了，你自己注意安全，没事别往外跑。天血魔宗已经有2位圣子候选者出来猎杀正道了，如果不小心遇到了，切记什么都不要管。4是觉得叮嘱2句不够保险，凤玄机从储物袋里掏出一个晶莹剔透的海螺，这是传音海螺，是下品法器，遇到问题可以通过它联系我。别想着联系别人啊，一个海螺只能联系1个人。铃木拿着巴掌大的海螺，长舒一口气，这么久了，终于有老婆的联系方式了。铃木按部就班在石山上生活，石山上的活儿干完就下山去帮村民，同时他又给石田加持上了天道酬勤。时至今日，石云积累了 30%， 石河积累了 15%。 铃木在小石村不断物色可以信任的人，赋予他们天道酬勤，等到时机合适，便将自己的长青造化经交给他们。至于学不学得会，就看他们了。铃木很听劝，凤玄机不让他乱跑，他就一直在山顶和小石村间来回。多亏巨灵阵逆天的转换效果，如今他也不用为灵气发愁，而且在有凤血灵道种子后，他便替换了一株赤日葵，让灵植当阵眼。可惜铃木没有规划好，没成熟的灵植转换效率很低，以至于这个巨灵阵的效果骤减。
这让铃木吃了个教训，发誓下一次一定不这么着急。其实他本来是想替换普通麦子，但前2天去看的时候，他发现那普通麦子竟然因为长期转换灵气而变异了，还变成了灵植。这还是那平平无奇的小麦吗？凤玄机，你之前看不上的麦人粥，它现在成灵植了。名称：运灵麦，品阶：下品灵植，成长状态：成熟期，赋予词条：天道酬勤，生生不息，多子多福，营养均衡，茁壮成长，耐旱。自身词条：终极聚气，灵气亲和，土壤活化，属性驳杂，能量紊乱。介绍：我自微末而生，你把我当牛马用。铃木有些不好意思的轻咳2声，似乎是因为这麦子什么属性的灵气都转换，导致他现在体内属性太多，有食云需要的火属性灵气，还有林木以及众多植物需要的木灵气以及水灵气，还有滋养土壤的地灵气。转换出来后，他的体内也会残留一些，但时间一长就会积攒在他体内，导致属性驳杂，连他体内的能量都不稳了。若是这么压榨下去，这运灵脉搞不好还会变异，不过可能是负面变异。铃木尝试过只让他转换一种灵气，甚至待在他身边用自己的灵气引导，但他一离开，运灵脉就又来者不拒，啥都转换了。或许他应该在运灵脉旁边种个属性明显的植物，时时刻刻引导着他，但铃木暂时找不来那种植物，只好作罢。他能量再乱，总能撑一个成熟周期吧，只要让他拿到种子，就能慢慢调整回来。铃木将运灵脉的词条全部收集起来，随后将院子里植物的聚气替换成终极聚气，又添加上灵气亲和，土壤活化。做完这一切，铃木觉得这个小院更有前途了。炼丹详解已经在空闲之余看了一遍，虽然脑子是会了，但不实践一下根本不知道手会不会。但眼下他没有炼丹炉，也没有和欢丹的药材，只能看着干着急。不过他也没放弃，凭借400%的提升，铃木天才般的想到用炒锅做炼丹炉，又用各种异植自己捣鼓丹方。经过他的不懈努力，丹药是炼出来了，但他不敢吃，只因手里的丹药五颜六色，闻起来的味道也怪怪的，就跟7天没洗的带拍大脚不脱袜子泡进发霉的酸菜缸里似的。留着吧，我不吃可以给别人吃，材料都是纯天然的植物，应该没毒。铃木这般安慰自己，然后把这不知名丹药收进储物袋。平淡的日子一直过了半个月。这天，铃木像往常一样来到小石村，准备收获麦流麦。他戴着草帽，穿着被汗水沾湿的汗衫，挽起褪色的灰色粗布裤子，弯腰在犊地里收麦子。由于小石村的村民暂时没人能碰这东西，所以这将近2亩的麦子就需要铃木自己来收。收获一直麦流麦400斤，种植经验加40，还有1亩地。铃木直起腰看着剩下的麦流麦，只是在他的视线中，远处的乡间小路上正有3道身影朝这里走来。随着他们靠近，铃木看清了他们的模样，2男1女，全部身穿统一的制式服装，一身灰色长袍，上面绣着黑色兽纹，腰间统一别着一个白玉吊坠。2名男子一胖一瘦，短发，额间绑着红绸带，腰后带着一柄斧头，腰侧挎着一条长鞭。女子身材窈窕，制式服装也掩盖不了其傲人的身材，双马尾垂在2侧，刚好触及腰部。她腰间也带着一条长鞭，不过最令人惊讶的是她的肩膀上站着一只毛发雪白的狐狸。下一刻，白狐狸从少女肩膀上跳下来，来到犊地地边嗅了2下。呜！白狐狸朝那名少女低声吼叫：“麦人，是这里吗？”商瑶看着白狐狸问道。身后胖男子笑了一声：“商师妹，这毒的都摆在眼前了，还需要向小麦人求证吗？”商瑶看着离他2米远的黑色毒地，尴尬的笑了笑。光是地上那气味，隔大老远就能闻到，他怎么会蠢到又问一遍呢？麦人来到商瑶身边，在他脚边蹭了蹭，似乎在安慰他。好啦，主人不笨，主人最聪明了。商瑶抱起狐狸，重新放到肩膀上，随后从储物袋里拿出来2粒灵气4溢的麦人，送入白狐狸嘴中。瘦男子轻轻嗅了一下毒地上散发的气味，不由蹙眉。这是天血魔宗天魔峰弟子最常用的食麦毒，不用来毁尸灭迹，竟然用来毁土地，真是下三滥。赶紧向这里的村民打听一下邪修在哪里。闻言，商瑶银牙紧咬，脸上露出痛恨之色。肩膀上的麦人龇牙咧嘴，咬了一半的灵脉掉在了地上。铃木敏锐地注意到这一幕，一时间走不动路了。灵气如此丰富的麦人，至少得中品灵植了吧？竟然拿中品灵植为宠物，不知道能不能要来1粒灵木，不奢求太多，只要1粒，只要能种出来，他就能实现这个品种的灵植自由。铃木在看商瑶的同时，商瑶和麦人也在盯着他。师兄，地里有一个人在割麦子。商瑶震惊无比，虽然食麦毒用在地上效果大打折扣，
但普通人站上去肯定会慢慢毙命，怎么可能还有人在这上面种地？被商瑶一提醒，两位师兄迅速反应过来，眼神凛冽。那是天魔峰的邪修。阿嘞，什么情况？我就是个种地的，怎么随便给我扣帽子？不等铃木开口，两名男子抽出长鞭，二话不说便朝铃木抽去，似乎怕这普通的攻击无法奈何铃木，他们又骤然爆发灵气。一时间，两人炼气后期的修为显露而出，灵气顺着手掌进入长鞭，如同一条阴狠的毒蛇，猛地抽向铃木。商瑶注意到铃木茫然的眼神，顿时感觉不对劲。两位师兄，我们是不是应该先问一下？麦人也嚎叫一声，表示赞同。问什么？这灵气贫瘠之地能出现此等人物，必定是天魔峰邪修。师妹在一旁等着便是，很快就能结束。铃木本来还挺害怕的，小石村突然出现3位来历不明的修士，一上来不由分说就要取他性命。但那两人修为一露，铃木顿时松了口气。移花接木，铃木身形一闪，来到一旁，两人的长鞭则抽烂一株麦流麦，毒液四溅，粘在长鞭上，这让两人一阵反胃，鞭子都不想收回来了。龙田四周的村民很快注意到这边的情况，一时间群情激愤。人家铃木好端端的帮他们收麦呢，这是哪跑来3个穿的人模狗样的野人，上来就对他们的仙人动手。石田率先出击，猛地从地头跳出来，小手一指，从妈开始。炼气后期的修士听力超乎常人，清清楚楚地听到石田问候了他们的全家以及各种器官，甚至连埋进土里的老祖宗都拉出来溜了2下。若是一人这般也就算了，随着石田的声音传开，一众在劳作的村民纷纷放下手里的锄头，加入讨伐行列。他们也不管对方什么身份，先表态就完事了。这是石河教他们的。村民中或许有人不聪明，看不出来什么，但石河的话他们还是听得懂的。总之一句话，无脑支持铃木。这也是石河思索再三得出的结论。仙人很可怕，但他见过仙人死在他面前，还是被一剑捅死的。商瑶和2名男弟子哪见过这种阵仗？搁以往，那些凡人见到他们都是点头哈腰，要么敬畏的要死，头都不敢抬。但在这里，凡人不仅不把他们当回事，竟然还敢开口辱骂。更可恶的是，他俩刚才竟然没看懂铃木是怎么躲开的。不堪入耳的污秽谩骂一直环绕在耳畔，这让两人后槽牙都快咬碎了。他们伸手摸向腰后的斧子，欲要将这些村民除之而后快。等等！商瑶连忙开口制止，按住两人的手，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商瑶迟疑片刻，大脑超在运转，最终开口道：道友，我的2位师兄误以为你是邪修，刚才多有冒犯，能让这么多凡人如此信服，应该不至于是邪修。况且谁家邪修会老老实实种地啊？自己的2位师兄也真是的，真就为了贡献点不分青红皂白就出手啊？咱是正道，不是魔门，就这还总是说他笨。他是笨，但他不惹事啊。村民们见那漂亮小姑娘对铃木拱手，顿时明白事情有了转机，于是纷纷呸了一声，暂时停止问候。可惜铃木在毒田里，他们无法靠近，有点没安全感。说真的，他们其实也挺害怕的，特别是注意到那俩人准备拿斧头，当时有人都害怕的骂不出来了，恨不得赶紧跑铃木身边才会有些许安全感。毕竟敢对仙人动手的也只有仙人了。但现在看到那3名仙人无可奈何的模样，村民们心中忐忑的同时又有些兴奋。乖乖，出去了，竟然骂仙人了。石田更是激动的脸色潮红，嘴里不断嘟囔着要回去给祖宗烧纸。铃木并没有因此而放松警惕，甚至还在为4季刀点积攒灵气，上来就出手。若非他有点实力，那2边已经给他抽残废了，岂是一句冒犯了就能翻篇的？察觉到铃木身上的灵气波动越来越强，商瑶慌了。啊，这个道友都是误会，我们坐下来谈谈行吗？我们没有恶意的。他不知所措，刚才那番话已经耗尽了他所有的脑细胞。白狐狸麦人蹭了蹭他的脸颊，似乎在安慰他。商瑶欲哭无泪，跟人交流好累，还是跟动物玩比较舒服。2位师兄见师妹如此放低身位，这让他们面子上非常挂不住。师妹，你还太年轻，我们有3个人，这破地方难不成还会有比我们更强的修士？商瑶不吭声，脑子里不断思索该如何做。总不能真跟着2位师兄开打吧？他们接的任务是找线索，并没有说要抓获邪修啊。铃木默不作声，手里的镰刀已经充满灵气，自身的气息也在不断攀升。渐渐的，3名修士注意到铃木那不太对劲的灵气量。炼气后期，炼气巅峰，筑基。下一刻，2名男弟子伸手取下腰间的储物袋，双手举过头顶，动作娴熟，一套下来行云流水。前辈，对不起，刚才多有冒犯，请收下我等的赔礼。2人狂是真狂，变脸变得也是真快。刚才连一声道友都不舍得喊，
现在直接双手奉上储物袋，一口一个前辈。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把一旁的商瑶看懵了，还能这样？他看着肩膀上的麦人，脑子还没反应过来，但麦人的脑子比他转得快。麦人一跃而下，夺过商瑶腰间的储物袋顶在脑袋上，呜！他蹦了2下，示意自己头上的东西是献给铃木的。这一下，商瑶算是反应过来了，连忙拿起麦人头顶的储物袋，学着自己的2位师兄：“前辈，多有得罪，请收下赔礼。”看着动作出奇一致的3人，铃木凝聚起来的气势一致。不是，我都准备给你埋进地里肥田了，你们怎么给我上演这一出？不是说天才能越级杀人吗？你们几个应该是宗门的人吧？还怕我一个散修？一时间四周安静下来，铃木想去拿，但又怕3人袭击。要是凤玄机在这里，就不会那么难办了，肯定早就宰了，取了3人的储物袋。四世看到了铃木犯难，那名瘦男子小声招呼：“麦人，过来，把我们仨的储物袋去给前辈送过去。就你没威胁，前辈不会想太多。”麦人比商瑶聪明，一点就通。他迅速叼起3人的储物袋，来到地边，看着紫黑色的土地，麦人很不情愿地迈出脚步。他从脉流脉中穿梭而过，灵活无比。铃木一开始还怕这家伙把脉流脉碰坏，从而导致收成减少，但神奇的是，这白狐狸竟然一下都没碰到麦子。不过麦人一边走一边露出一副痛苦的表情，如果不是嘴里叼着3个储物袋，他或许就被脉流脉的气味熏吐了。铃木对这个小家伙很是好奇，灵智这么高，难不成是一只灵兽？就在他思索之际，麦人已经来到了铃木脚边。这小家伙非常懂事，没有贸然扑过去，而是停距离铃木2米的地方。呜！他将储物袋放下，然后缓缓后退。麦人毛茸茸的，尾巴间有一簇蓝毛，眼角尾部也有蓝色毛发，就像刻意画了眼尾一般。铃木还看到他身上有2道随着呼吸忽明忽暗的浅蓝色灵纹。如此看来，这就是灵兽。3人心惊胆战地看着麦人，见麦人竟然把事情办得这么漂亮，众人不由松了口气。2名师兄望向商瑶，悠悠一叹：商师妹什么时候有麦人1半聪明就好了。而商瑶则在心里嘀咕：这2位师兄要是有麦人1半友好就好了。不远处的村民们目睹这只白狐狸所做的一切，这让村民们纷纷感叹：这狐狸好聪明，比我家只知道吃饭的大黄强多了。别说大黄了，要是狐狸真这么听话，那可比养我家那臭小子强多了。仙人就是仙人，宠物都这么不一般。麦人在后退的时候，不小心踩到几粒掉落在地上的麦流麦，一瞬间他眼睛亮了，是麦人哎！虽然颜色有些不对劲，气味也不好闻，但是好想尝尝。白狐狸见到麦人就走不动路，他趁铃木不注意，快速叼了2粒放进嘴里。这一幕让铃木愣了一下，随后连忙制止：这东西不能吃啊！你个蠢狐狸，这有毒！铃木突如其来的举动把麦人吓了一跳，他来不及咀嚼，3两步窜回去，远离铃木。等回到商瑶身边，他才开始嚼，毒麦在他口腔里爆开，上头的气味直冲脑门。麦人眼睛一亮：哟呵，爆浆，嘎嘣脆，还上头！愣着干啥？那麦子有毒，快扣他嘴，别让他吃！铃木见商瑶傻乎乎地站在那里，提醒道：麦流麦的气味都这么难闻了，竟然还会有灵兽主动去吃，也是让铃木长见识了。商瑶下意识听从铃木的话，就要去扣麦人的嘴，但手放到嘴边，他突然想起来自己家的麦人好像不怕毒，不然他就不会嚼得这么起劲了。想到这里，商瑶尴尬地笑了一下，准备扣嘴的手顺势在他头上揉了2下。前辈放心，我家麦人很耐毒，这点毒还奈何不了他。商瑶对铃木解释道。四是为了证明自己主人说的对，麦人还跳到商瑶头顶，极其夸张地张大嘴巴咀嚼，还摇着尾巴。铃木眉毛一挑，很是惊讶，灵兽果然非同凡响，人畜无害的狐狸竟然百毒不侵，不知道凤雪灵道他能不能吃。商瑶的2位师兄诧异地看着这一幕，难不成他们真错了？这个邪前辈竟然关心麦人的安危，一时间2人有些羞愧。仔细想想，他们2个好像真的太急，不分青红皂白就出手。前辈没杀他们，都算上辈子传的功德够多。幸好前辈并不是无法沟通的人，现在拿了他们的储物袋，应该能放他们走了吧。铃木毫不客气地将3个储物袋里的东西全部拿走。他粗略看了一下，3个储物袋里也没什么特别贵重的东西，碎灵石加起来倒是有500-600枚，下品灵石有个20枚，铃木给他们留了一半。储物袋里除了这些，还有3本书籍，铃木随便瞥了一眼，关于妖兽的1000种培养攻略、万兽图鉴、御兽术。除此之外，还有里面还分别存了一套制式服装。这东西铃木拿着没用就没动。不过最重要的是，
他在一个储物袋里看到一枚刻有万寿2字的符牌，想来这3人就是万寿宗弟子。凤玄机曾经和他说过，在南灵州的南部，也就是铃木所在的地区，有2个较为强大的仙门门派，万寿宗便是其一，另一个则是快要跻身南灵州强大宗门行列的南阳宗，体量和底蕴远超万寿宗。不过当时听着凤玄机不屑的语气，估计天血魔宗肯定要比这2个宗门强，再不济也是持平。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最先接触的竟然是仙门，而非魔门。铃木并未太过深入的了解过这个世界，所知道的一切也都是从凤玄机口中得知。总之听完后，他就觉得仙门和魔门各有优劣。魔门行事狠辣，经常造成杀孽，这与他们长期的处境有关。毕竟天天外出就被仙门盯上，不狠一点也活不下去。至于仙门，凤玄机告诉铃木，仙门都是一群道貌岸然的家伙，明面上一个个嘴里喊着正义，但他们杀人甚至不用见血，能把人逼死，比他们魔门可怕多了。对此铃木只能信一半疑一半，路要自己走，世界也要自己去看。凤玄机身在魔门，自然对魔门有滤镜。拿完东西，铃木便把储物袋重新扔给他们。这次意外收获让铃木非常满意，因为商瑶的储物袋里有一大把灵米，回去就能种上。对于铃木而言，灵米可比那些灵石值钱多了。其次便是一枚灵气4亿的卵，铃木看不出来那是什么，但知道那卵不凡，此卵与我有缘。铃木心里这样说服自己。3人一愣，前辈竟然如此性情。要知道很多时候普通修士的全身家当都没一个储物袋值钱，前辈竟然这么轻易的把储物袋还给他们了。一时间3人对铃木异常敬佩。是我们误会了，前辈怎么会是那群吃人不吐骨头的邪修呢？多谢前辈。铃木随意的摆手，示意他们赶紧离开。3人如蒙大赦，纷纷扭头离去。但商瑶肩膀的麦人刚走没几步，竟然突然跳下来，冲到铃木的毒地里。呜！麦人冲着那些麦流麦嚎叫，2只前爪非常人性的合十祈求，还伸出粉嫩的舌头舔舐嘴角。麦人，你在干什么？快跟我走！商瑶额头冷汗直冒。2位师兄也是如此。虽然前辈看起来很好说话，但多次冒犯，谁也说不好前辈会不会变脸。等回宗门，你想吃啥我都给你买。商瑶小声道。但聪明无比的麦人此刻却像是被麦流麦毒坏了脑子，上头了，一直在田边来回踱步。商瑶过来抓他都抓不到。无奈之下，商瑶长舒一口气，擦去额头上的汗珠。前辈，能否卖我一点这个麦子？铃木被这个小狐狸惊到了，竟然还吃上瘾了。这东西不会有啥成瘾风险吧？不过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怎么也拒绝不了别人的购买请求。可以，1斤3枚白灵币。铃木不坑他们，也就比卖给南溪镇多了1枚白灵币。没办法，俺们农民就是这么老实。刚才储物袋也不是他抢的，是这些人主动献上来了。东西都摆在面前，若是不拿，岂不是自己不解风情了？听到这价格，商瑶明显一愣。这么便宜，这跟白送有什么区别？前辈这是体谅我们穷的叮当响。多谢前辈。商瑶恭敬道。请前辈给我拿10斤。可以吗？似乎是觉得自己要的太多，商瑶小声问道。铃木又一次拿过商瑶的储物袋，往里面塞了10斤麦流麦。宗门里的人和兽都挺猎奇的，这东西也稀罕。铃木从自己的储物袋里拿出来一小把凤血灵道，也不知道这东西他能不能吃。谁料他刚拿出来，正准备就此离去的麦人猛地扭头，深吸一口气，不断吐着舌头，透彻的瞳孔中闪着炽热之色。这又是什么东西？好香啊！麦人站在地边不断冲铃木摇尾巴。前辈，商瑶脸上带着埋怨之色。本来麦人就要准备走，你怎么又拿出来好吃的？现在可好，麦人又走不动路了。不过当商瑶看向灵米时，顿时愣住了。灵气如此精纯，里面似乎还有些许凤族气息。这是仙米。商瑶大惊失色。2位师兄也察觉到灵米的不俗，这跟他们见过的灵米完全不同。听到商瑶这句话，2人顿时眼热。不是，中品灵植。才中品，这落差也太大了。铃木不动声色地看了小狐狸一眼，最终目光落在这个少女身上。你确定这狐狸百毒不侵？我这个灵米可是很毒的。毒？万寿宗的3人面面相觑，他们怎么看也想不到品相这么好的灵米会有毒。2位师兄互相对视一眼，眼中充满犹豫。他们想收回之前的看法，谁家仙门修士动不动就培养一堆毒植物啊？这是仙门作风。商瑶看出来铃木有意想要投喂，而麦人也确实想吃，无奈之下，他只好允许麦人过去。前辈放心，目前还没遇到能毒翻麦人的毒。铃木点头，将几粒凤血灵道摆在麦人面前。
麦人虽然迫不及待的想要尝尝味道，但面对未知还是谨慎的闻了2下。闻了，没死，味真足，当即将灵米吞进腹中。铃木默默观察狐狸的情况，若是他真的不受影响，以后凤雪灵道也不至于砸手里。麦人吧唧2下嘴，打了个嗝，满意的跺脚。铃木略显惊讶，是没发作，还是这狐狸真的抗毒？多谢前辈。商瑶见麦人吃饱了，连忙抱起离开。走到半路，2位师兄纷纷打开储物袋。前辈人还挺好的，零食还给我留一半。是啊，我还以为咱们这次就算不死也得脱层皮，幸好前辈还给我们留了点，以后切记不可莽撞，以和为贵。3人点头，2名师兄还在教导着师妹，反思这一趟任务的失误之处。但商瑶根本就是左耳进右耳出，注意力一直在麦人身上。前辈说那灵米有毒，也不知道麦人会不会出问题。你又饿了？商瑶无语地看着正在扒拉他耳朵的麦人，下意识从储物袋里拿灵米，忘了灵米被前辈拿走了。那你吃这个吧。商瑶把麦流麦递给麦人。就在麦人吃的兴起时，商瑶突然停下脚步。完了，我家里给我的天下龙鱼卵没了。商瑶瞪大眼睛，一脸悲催。2位师兄一怔，旋即想起他们与师妹不同。师妹虽然有时候不聪明，但她身份在那里摆着，不然也不会区区练气就有灵兽相伴。商瑶这次出任务不仅是为寻找邪修，也是为了回家一趟。家里给他准备了一个新的灵兽，就是那枚天下龙鱼卵。师兄，咋办？我要是就这么回去，我哥肯定会揍我的。闻言，2人相视一笑。那还不好办，让你哥揍完你再来揍前辈不就好了？到时候龙鱼卵就回来了。商瑶小脸一垮，他可不想挨揍。要不咱们凑凑钱，让我去把鱼卵赎回来吧，说不定前辈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呢。寿师兄轻咳一声，师妹此言有理，但你我3人实力不济，好不容易才逃出来，若是再回去叨扰前辈，很可能。胖师兄点头，对。商瑶哪还不知道2人什么意思。那你们先走吧，我回去一趟。我身上有魂牌，想来前辈也不想被我商家盯上，只要他别把龙鱼卵卖了、吃了、毁了，好好保存着，等我攒够钱赎回来就好。说完，商瑶带着麦人原路返回。师妹，唉，2人叹气，犹豫了许久，最终没有跟上商瑶。师妹还是太年轻了，算了，人家有背景，咱们这小弟子就别乱操心，回去跟商师兄汇报一下就行。在他们赶路之际，铃木也没闲着，遇见自己不了解的东西，他自然要拿出传音海螺询问一番。你是说那个卵有拳头那么大，内部发红，表皮有类似鱼鳞的印记，还有灵气气息？海螺里传来凤玄机的声音。对的。你把眼睛贴上去，试试能不能看见里面有红影。铃木照做，果真从里面看到了红影。还真有，那没错了，这是天下龙鱼的卵。灵兽，你捡到宝了。是抢的。此话一出，海螺另一头陷入寂静。你不会惹到什么人了吧？应该不会吧，这是他们对我动手的补偿。铃木将今天的事情告诉凤玄机。听完之后，凤玄机沉吟一声。据我所知，近期已知拥有天下龙鱼卵的只有商家。商家可是金丹家族，还有一位是万寿宗的长老，他可比李家强多了。铃木嘴角抽动，不是吧？我就随便拿了点东西，还又惹上人了。李家的事还没解决呢，现在又来个商家，他一个小小筑基初期该如何应对？就算是把凤玄机搬来，也奈何不了一个家族。我就想老老实实种地，怎么这么难？你现在是不是很慌？凤玄机察觉到海螺对面的铃木呼吸急促，笑道：不用慌，商家毕竟身在仙门，并非不讲理的人，只要没杀他们的人，拿他一个灵兽卵又何妨？大不了下次见面还回去。铃木松了口气，看来仙门中还是好人多啊，乃像魔门一样，动不动不是杀人就是毁田。收起传音海螺，铃木像没事人一般继续收割麦流麦。四周的村民见没事了，也纷纷散去。收获一直麦流麦500斤，种植经验加50。把麦流麦收完，铃木收起镰刀，准备返回山顶。恰在这时，那条小路上又来了一个人。你怎么又回来了？看清来人的模样，铃木不由疑惑。商瑶面露歉意，小心翼翼道：前辈，你当时是不是拿了一枚卵？铃木默不作声，静静地看着他。商瑶被盯得头皮发麻，还是肩膀上的麦人蹭了蹭他的脸颊，才让他回过神。是这样的，前辈，我知道是我们冒犯您在先，那些补偿也是我们自愿赠予，您不用担心。只是那枚卵是我家族长辈给我寻的，可否请您先妥善保管，等我凑够赎金来将其换回。商瑶漆黑明亮的眼睛里充满乞求之色。该说不说，商瑶的这番话确实让铃木松了口气。自愿赠予，瞧瞧这话说得多漂亮，要不是这个世界没有手机，
铃木非要把这段话记录下来。看来仙门和魔门的差距还是很大的，至少底层弟子之间的差距很大。商瑶的一番话让铃木对其颇有好感，更重要的是那2个对他出手的人没来，没有影响他的心情。不过已经拿到手的灵兽卵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松口？铃木沉吟片刻，决定给自己搏一个机会。你且回去，我会替你保管。若是我把这卵孵化出来，你还没过来赎回，那这里面的灵兽就是我的了，你可有异议？商瑶觉得铃木说的有道理，而且这似乎是前辈在给自己找台阶下。毕竟自己只要回到宗门找到兄长，就能凑够赎金，或者返回家族再向长辈要点钱也行，来回也不过6、7天。灵兽的孵化哪个不是半年打底？这短短6、7天，他可不信有人能把天下龙鱼孵化出来。商瑶嘿嘿一笑，看起来憨憨的。前辈你人真好，我叫商瑶，这是麦人。商瑶向铃木介绍自己和肩膀上的小狐狸。小狐狸摇晃尾巴，吧唧着嘴，冲着铃木嘤嘤叫。姓商，还真被凤玄机猜对了。可他说的话什么意思？是觉得我根本孵化不出来了？好吧，铃木确实没把握，他甚至还不知道天下龙鱼的孵化方式。前辈方便告诉我名讳吗？不方便也没关系，这半个月您应该都在这里吧？铃木点头。那好，过几天我再来找您。说完，商瑶便转身离去，一边走一边和麦人说道：前辈真是大好人，想要孵化天下龙鱼，必须得有浓郁的生命力和地脉之气，这种苛刻的条件也唯有宗门才能凑齐，如此还需要孵化上将近1年。凭借筑基期的超强听力，铃木把这句话听得一清二楚。生命力我知道怎么回事，地脉之气又是什么东西？孵化条件竟然这么困难，难怪这丫头给自己发好人卡，这不就是变相答应了替他保管吗？看着商瑶消失在路口，铃木轻叹一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还是太少了，有机会得多读点书了。铃木将麦流麦全部放到石田家，又在储物袋里翻了半天，找出来20枚蓝灵币递给石田。铃木，你这是干什么？石田不敢接钱，疑惑询问。我不方便外出，你去南溪镇把一直卖掉，然后再替我买点种子，种类越多越好。铃木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石田一拍大腿，嗨，我当是啥呢？买点种子而已，用不了那么多钱。仙人就是大方，那南溪镇就算再大，又能有多少不同类别的种子呢？何至于拿这么多的钱？我需要的可不只是普通的种子。铃木正色道。此话一出，石田瞬间反应过来，对啊，仙人让自己去办事，怎么可能办如此普通的事情？自己这香了。石田懊悔不已，恨不得给自己2嘴巴子。铃木相信他，他自然也不会辜负铃木。你随便买，只要种类不同就行，买不到像麦流麦这种的种子也没关系。对了，让小云跟你一起去，他或许能看出来什么。经过铃木的训练，炼气初期的石云虽然没学习攻击法术，但凭借修士的强大体魄，他也能打过2、3名强壮男性。石田听到这话后震惊不已，好家伙，小云那丫头是已经被仙人点化了吗？不过也理解，毕竟在铃木不是仙人的时候，就跟石云关系比较近，石河一家也经常给铃木送吃送喝。石云那丫头都被点化了，石田觉得他也快了。就像今天这样，他脑子转得飞快，3、2下就猜出铃木话里的含义。只要自己再聪明一点，铃木说不定也会传他一招办事。想到这里，石田便充满干劲，说什么也要把这件事干得漂亮。铃木对石田如今的表现很是满意，不枉他给石田加持了天道酬勤，3%的提升竟然让他脑子好使了不少。石田和石云商量一番，决定明天早上再出发。铃木没有异议。回到山顶后，铃木拿出天下龙鱼卵。虽然商瑶说他绝对做不到，但哪有没试过就说自己不行的？哟，卵也能加持。铃木对系统的了解更加清晰。词条不仅能加持在植物和人身上，竟然连尚未孵化的卵也能加持。难道词条种田里的种田是广义上的种田？铃木先将生生不息加持上去。你不是需要生命力吗？这够不够？天道酬勤也加持上。虽然是个无法劳作的卵，但好歹是灵兽级别，放在地里说不定能对庄稼有好处。对庄稼有好处的事难道不算劳作？总归要试试，又不耗费什么精力。茁壮成长，营养均衡，灵气汲取都加上。铃木甚至怕这小家伙可能会虚，还把那一系列固本养元的词条加持上。做完这一切，铃木拿着鱼卵来到凤血灵道旁边，小心翼翼地将其放下。这2株凤血灵道算是山顶上生命力最强的2株，将鱼卵放在它们旁边也能加快孵化进度。起初铃木只是尝试一番，但随着词条不断加持，再加上山顶浓郁的生命力源源不断注入其中，一直没动静的鱼卵竟然传出一阵生命波动。
这让铃木心中一喜，似乎看到了迅速孵化的希望。不过只是这样还不够，上瑶说过，孵化天下龙鱼不仅需要生命力，还要地脉之气。生命力不缺了，但地脉之气上哪找？思索再三，铃木又拿出传音海螺。怎么？是想我了，还是想麻烦我了？凤玄机亲昵的声音从海螺里传来。地脉之气是啥？铃木开门见山，也没跟凤玄机调情，隔着海螺再调也不及面对面，因此他也没打算浪费时间。凤玄机冷哼一声，似乎是有些不满，但还是回答了铃木的问题。地脉之气乃是天地间最纯净的灵气之一，绝非普通灵气可比，得其一缕便抵得上3天苦修。铃木静静地听着，眉毛微挑，这东西竟然这么珍贵，我要是有这东西还要什么灵兽啊？我自己吸收掉不好吗？上哪能找到地脉之气？铃木此话一出，把对面的凤玄机问沉默了。你要这东西干啥？这可不好找，首先你得找到一条地脉，而地脉大都埋在地下深处，普通修士难以接触。其次，就算找到地脉，也不一定有地脉之气，这个地脉还必须得身处灵气浓郁之地，才有概率凝聚出地脉之气。像你那地方就别想地脉之气了。说着，凤玄机发现铃木的异常，你不会是想孵化天下龙鱼吧？得到铃木的回答，凤玄机悠悠一叹，谁让你是我的相公呢？有个强大点的灵兽也能保障你的安全。等过几天我去找你，我们宗门占据了一处能够产生地脉之气的地脉，我替你孵化就好了。铃木听得心里一暖，你真好，下次不那么用力了。凤玄机嘴角一抽，戏谑道，你什么时候用过力？铃木顿感一阵挫败，他肯定是嘴硬。多久能孵化好？天血魔宗可比万寿宗强多了，孵化条件更好，那孵化时间应该更短吧？得看具体情况，不过孵化灵兽至少也得半年起步。凤玄机如实道。闻言，铃木叹息一声，有没有可能让他半个月孵化出来？你做梦呢，就是个鸡蛋也不可能半个月孵化出来。那算了，不用麻烦你了。说完便收起传音海螺。身处天血魔宗的凤玄机俏脸布满冰霜，玉手紧紧握着传音海螺。好你个铃木，什么都不说就断了联系，是我对你太仁慈了。凤玄机走出洞府，来到百炼峰，找到一名模样可爱的少女。冷师妹，我要的生龙活虎丹练好了吗？被称为冷师妹的可爱少女拍了拍胸脯，放心吧，凤师姐，早就给你准备好了，这种丹药我最拿手了。凤玄机接过木盒，脑海中浮现铃木的身影，眼里闪过一道危险的光芒。铃木此时还不知道不久后将会大祸临头，此刻他忧愁不已，想留住天下龙鱼，但条件不允许。如今天色已晚，铃木因为这件事更是连修炼的心情都没了。事已至此，先睡觉吧。铃木回到屋子里，直接躺床上开始休息。着急也没用，能用的办法都用了，词条也加上去了，尽力了。铃木沉沉睡去，很快便进入梦乡。不知为何，铃木这次破天荒的做了一个梦，梦里一棵幼苗从光秃秃的荒原上钻出来，给他带来了心心念念的地脉之气。也正是这时，一直沉寂的石山突然震动起来，下一刻，山顶毫无征兆的裂开一道缝隙，足有1米来宽，裂痕自木屋右侧的岩壁间骤然撕开，如一条银色的闪电，顺着嶙峋的石山蜿蜒而下，一路劈开草木，碾过碎石，直到山脚的小石村边缘，才缓缓收势，留下一道狰狞的印记。铃木被这地动山摇般的动静惊醒，猛地从床上弹起，抓起外套便冲出木屋。晨光中，那道裂痕在山壁上格外刺眼，唯有山顶的起点深不见底，仿佛巨兽张开的喉咙，其余部分却浅得惊人，更像是被巨斧硬生生凿出的水渠，裸露出底下青灰色的岩石。山下的小石村同样被这场异动惊动，睡梦中的村民们被震耳的轰鸣与地面的震颤惊醒，纷纷披衣推开门，惊疑不定地望向身后的石山。离山脚最近的那几户人家，恰好撞见裂痕从云雾缭绕的山顶一路盘旋而下，如一条蛰伏千年的巨龙苏醒后探出的脊背，在晨光里泛着冷硬的光泽。众人惊得齐齐张大了嘴巴，半晌说不出话来，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骇然。蓦地，雨滴不动声色的滴落，仅仅不到2个呼吸，雨势便从一开始的淅淅沥沥变成倾盆大雨。这石山真是仙石。有村民想起流传在村子里的传言，震动来得快，来得齐，大雨来得也非常奇怪。震动才刚停止，倾盆大雨便接踵而至。更奇怪的是，明明大雨不断，但泥泞的乡村道路上却不见积水，反倒那条被震动撕开的裂痕里逐渐积满了雨水。大雨持续1天1夜，铃木眼睁睁地看着木屋旁边的沟壑被雨水填满，形成一条河流绵延而下。河流所过之处，草木翠绿，生机勃发。紧接着，河流的源头处突然开始汩汩涌出泉水，河水开始流动，死水变成了活水。
这条河流绵延到小石村的土地中，涵盖一大半农田。等到雨停，村民们走出家门，看到田地中的河流，纷纷露出惊骇之色。奇迹！这下灌溉农田终于不用跑大老远了。你们快看，河流两旁的玉米好像比其他玉米长得更高。若是换作之前，村民们或许只会以为这是天赐，是上天垂怜。但现在，他们知道这肯定是先人的功劳，是铃木的功劳。毕竟这条河就是从石山上绵延而下，肯定是铃木施展仙法，为他们带来一条利民的河流。相传这石山就是仙人搬来的，如今又吸引仙人到来。我们曾经只把这件事当做饭后谈资，现在它发挥了仙石的力量。大地震动，理应霍乱四周，但事实却是只出现了这条河流，其他地方没有任何变化，就连一天一夜的大雨也没有淹没庄稼，仅仅只是把沟壑填满。石河望着石山，一脸感慨：老祖宗，小石村要出头了。石云站在他的旁边，好奇地四处乱看。他是炼气初期修士，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天地间的不同。此刻，小石村四周的空气中竟然也含有了少许灵气，甚至将功法运转1周天就能吸收到半缕。换作前几天，根本做不到这样。村民们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于是纷纷看向石山，看向铃木。此刻，铃木也处于茫然之中。他睡得正香呢，突然就地震了，然后就一直下雨，害得他今天都没重点。梦里那棵意义不明的小树苗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竟然会吐地脉之气，害得他在梦里激动了一番。铃木看着汩汩而出的山泉涌入河流，顺着石山流淌，有些疑惑：是我运气好，这下不用下山也能打水了。困扰铃木许久的打水问题就这么被一场地震和一场大雨解决了。现在有水了，鱼卵是不是放河里孵化比较好？铃木突然想到哪碗装着的天下龙鱼卵，于是他立刻去找鱼卵。不是，我鱼卵去哪了？铃木找了一大圈，竟然没找到鱼卵。地震的时候给鱼卵震丢了，这可不行啊！就在这时，身后的泉眼突然鼓涌一声，吸引了铃木的注意。铃木还没回头，就感觉到身后有一道特别精纯的灵气突然出现。铃木惊疑地转身，恰好看到一缕黄褐色气体从泉眼涌出，眨眼间钻入河流底部的一枚红色卵里。随着这道气体进入其中，卵的生命力再一次提升。龙鱼卵原来在这里。铃木看清了河底的红色鱼卵，正是他的天下龙鱼卵。而刚才那一幕让铃木确信，那道比灵气还要精纯的气体便是地脉之气。这泉眼竟然涌出了一缕地脉之气，铃木惊喜不已。这一次地震倒是给他带来不少惊喜。鱼卵有了一缕地脉之气开始孵化，铃木甚至能感知到孵化进度。可惜地脉之气只有一缕，并不能让龙鱼卵在半个月内孵化完成。铃木悠悠一叹，打算在泉眼处布置一个聚灵阵，好把院子里的生命力直接注入泉水中，也让山下的村民们得到一些好处。就在他布置到一半时，泉眼又鼓涌一下，又一缕地脉之气从中冒出。铃木揉了揉眼睛，一脸难以置信，竟然又来一缕。难不成这山下有一处能产地脉之气的地脉？地脉之气刚出现就被龙鱼卵吸收。龙鱼卵似乎也没想到一天之内竟然能吸收到第二缕地脉之气，它在充裕的生命力加持下竟然颤抖了一下。铃木并没有过多在意龙鱼卵的异常，而是死死盯着泉眼。比起灵兽，一个能源源不断产生地脉之气的泉眼显然更加重要，只是铃木不确定这两道地脉之气是不是巧合。铃木又放下了锄头，一刻不松懈地盯着泉眼，直到夜幕降临，泉眼里已经涌出了8道地脉之气，平均1个小时出来1道，其中7道地脉之气不出意外的被龙鱼卵抢着吸收，剩下1道则被铃木吸收。凤玄机说地脉之气非常精纯，龙鱼卵都可以用，他也想尝尝。地脉之气一入体，长青造化经便自动运转起来，将这一缕地脉之气带至4肢百骸融入体内。不仅如此，在他的丹田处，那些由长青造化经凝聚而出的道基发现了比灵气更强的能量，竟然躁动起来，渴望更多的地脉之气。随着一缕地脉之气被长青造化经凝聚成一点道基融入丹田，铃木感觉自身气息突然上涨了一截。地脉之气并没有让他对植物有更多的感悟，反而让他对土地有了些许联系。这玩意儿竟然这么好，不吸不知道，一吸吓一跳。铃木突然觉得龙鱼吸收地脉之气有点浪费，这要是全部让它吸收，再多找点植物融入道基，它就能突破筑基中期了。不过还好，龙鱼卵一天吸收12道地脉之气就饱了，剩下的12道则被铃木吸收。铃木才不会让地脉之气攒着。从凤玄机的话里就知道地脉之气有多珍贵，若是在山顶传的多了，被其他人发现，多半要过来占领山头。出来1道吸收1道，也是一个不错的自保手段。想到这里，铃木突然觉得龙鱼卵也不是那么贪吃了。
至少在自己种地没法顾及全眼时，龙鱼可以代替他将地脉之气吸收掉。吸收了12道地脉之气的龙鱼卵迅速生长，铃木能感受到它的孵化进度加快，这让铃木不禁怀疑，万寿宗的地脉之气也是这样吗？若是如此，商瑶为什么会说至少要孵化1年？按照眼前的情况，铃木觉得就算半个月孵化不出来，但3个月肯定差不多了。难不成是万寿宗舍不得地脉之气？铃木大胆猜测。那么大个宗门需要照顾的地方有很多，肯定不会像自己这般自己一半鱼卵一半的吸收。地脉之气这般珍贵，他可得藏好这个能涌出地脉之气的泉眼了。翌日中午，石田和石云来到山顶，因为那1天1夜的大雨，两人只好往后推迟了1天。今天才带着种子从南溪镇回来。铃木，你来看看这些种子行不行？石田激动地扛着一大麻袋过来，解开麻袋，倒出来30多个拳头大的小袋子，每个袋子里都装着一类种子，其中还有3个小袋子是用红绳子扎住的，格外醒目。石田注意到铃木的目光，连忙将那3个小袋子挑出来。这3个不是种子，是你说的什么移植的一些部位，上次见你从李福那里买了一些还种出来了，我就想着也买一些回来。铃木对石田这次办的事非常满意，真是天道酬勤发挥作用了，让石田变得如此聪明。但石田没有系统，再加上一种有些特殊，以至于他无法辨认这些移植部位是否存活。他带回来的3种移植里面只有1种可以种出来，是一株通体发白，有着清热解毒、化瘀凉血等功效的东原草。铃木看到词条的时候都以为自己看错了，这效果像极了穿越前的一些中成药功效。不过铃木并没有因为词条看起来鸡肋而小瞧它，在这个世界，哪怕是下品移植，它的效果也非同凡响，肯定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清热解毒。果不其然，当铃木看到词条介绍时，露出满意的笑容。清热解毒，你的身体很抗造，你将免疫热症，并对火毒类的毒物抗性增强，且有一定概率免疫火毒。我就知道，这清热解毒肯定不单单是治疗扁桃体发炎等病症这么简单，抗火毒，还有概率免疫火毒，这才是清热解毒。复制词条，再加持到自己身上。铃木立刻将东原草在河水里涮了一下，种到院子里，沾上了含有生命力的河水，这株草的存活率大大提高。这时石田和石云才注意到这条河流，两人眼中闪过光芒，崇拜地看向铃木。果然，这条利民的河流就是仙人所为。石云感受到的更多，他能感受到河水里蕴含了些许生命力。这些生命力对修士来说或许短时间内起不到什么大作用，但对山下的普通人来说却可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铃木这是真的为村民们着想啊！石云感动不已，恨不得让小石村的村民都知晓铃木为他们做了什么。为了感谢铃木，两人提议帮助铃木把这些繁殖种上。石云看着院子里的空地有限，突然觉得这些繁殖不适合全部种在这里。林大哥，你这里又是聚灵镇，又是生命力河水的，要不这些植物就种在村子里吧，我们也能替你照顾一些。石云道。铃木没想到他会说出这番话，其实他也想过这么做，只是那样会占据村民的耕地，毕竟这些植物里有些只是观赏性植物。石田诧异地看着石云，这小丫头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小云说的对，这些植物也占不了多少地，一类种一小片，半亩地就够了。石云小鸡啄米似的点头。对啊，现在有了这条河流，庄稼也能长得非常好了，林大哥你就放心了。铃木没有下山看过那条河，所以从石云这话里感受到一点不同寻常。他将每一类种子留下3、4颗种在院子里，随后跟着他们下山。当他来到山下的河流旁时，才知道石云为什么说出那番话。灵气贫瘠的小石村竟然因为这条河有了些许灵气，这让铃木惊喜不已。有了灵气就能慢慢培养灵植，当灵植成熟后，他就可以在小石村也布置一道聚灵阵，从而让山下的灵气程度与山顶不相上下，长此以往，小石村范围内也能成为一片灵气宝地。铃木目光闪烁，伸手摸向储物袋里的2种灵植种子。当他们把繁殖种完后，铃木找来石河，来到河边的一处空地，在几人的目光下，铃木撒下了一把种子。有的种子洁白如雪，香味扑鼻，有的种子猩红如血，摄人心魄。这是当初商窑储物袋里的灵米和铃木的凤血灵道，一个是下品灵植，一个是中品灵植。这是石河侯结冻了冻，不由问道：灵种，看好这些种子，等它们成熟后，小石村的村民说不定也能踏上仙路。铃木先画了个大饼，这话一半是给石河说的，一半是给石云说的。毕竟想要保护好这些种子，身为普通人的石河还是有点不够看。当然，如果他的天道酬勤积累到一个恐怖的数字，也不是不能委以重任。
石河瞪大眼睛，心神俱震。他丝毫不怀疑铃木说的话，因为铃木就是仙人，仙人不会说谎。这是村民们这么以为，甚至有的村民已经觉得铃木无所不能，相信铃木说的所有话。你放心，我会看好他们的。石河正色道。铃木点头，临走时不忘给这些种子加持上词条，同时还把长青造化经的炼气篇留给石河。石河翻开一看，懵了，他不识字啊。好在石云已经学会识字，不说认识太多，至少长青造化经里的字都认识。在石云的教导下，石河才勉强识字，但离看懂里面的内容还早。时间过得很快，眨眼间10天过去。这10天里，铃木的生活非常规律，起床就去泉眼把12道地脉之气吸收，吃完饭开始种地劳作，一直劳作到晚上才开始修炼。觉得枯燥了，就看看阵法详解和炼丹详解，再开锅试着练丹。由于长时间吸收地脉之气以及功法转换灵气，再加上新种下去的植物纷纷进入成长期，释放了一些万物之气，铃木成功借此踏入了筑基中期。4季刀典也学会了第3式，可惜暂时派不上用场。灵羽术和地脉术的使用次数倒是挺多，这些天他还给小石村施展了几次。村民们见到法术的时候惊呼不已，直呼仙术。有不少人大胆地来到铃木身边，还请求铃木收他为徒。铃木果断拒绝，怎么能收父老乡亲为徒？想学以后有的是机会。感受到铃木的好意，村民们感动不已，扬言要给铃木种好多地。铃木满足他们了，他将自己收获的一直分发下去，加上词条让村民去种。虽然铃木这一动作很大，让周边的村庄都察觉到了不对劲，但小石村的村民出奇的团结，没有一个人把这事情说漏嘴，甚至还连夜巡逻，不让其他村子的人靠近。这可是光宗耀祖一飞冲天的时候，启荣他村宵小破坏铃木并没有管这些事情，因为他要迎接更重要的事情。这是我用三阳酒、枸杞以及东原草炼的丹，三者效果中和，应该能让我坚持得更久。铃木眼中浮现自信，看向远处的天际。不多时，一道冒黑烟的飞舟出现在他的视线里。一路上，凤玄机四处打量这片地方，明明还是那个偏僻的村落，那是那个荒凉的山头，但这次给他的感觉却不一样。这地方什么时候有灵气了？凤玄机疑惑。铃木的山头有灵气倒是可以理解，毕竟他没少给铃木灵石，上次来的时候还有聚灵阵为山头聚集灵气。但山下的小石村是怎么回事？1个月不见，竟然能明显的感受到有灵气游荡，总不可能是铃木的手段吧？凤玄机承认铃木有非同凡响的秘密，但距离做到改变大环境还差得远。或许是这片区域地下的灵脉复苏了，那这里以后说不定会成为一个好地方。尽管他这么认为，但心里并没有生出上报给宗门的念头。以小石村现在的情况，想要达到其他地区的灵气水平，少说也得100年。100年，到时候他至少都是元婴期修士，足以占据这里，这样也能让铃木老老实实的在这里种地。凤玄机来到石山，还没落地就看到铃木迎接他，这让他嘴角勾起一抹满意的笑容。他依旧穿着那身黑红长裙，明明每次见面穿的衣服都一样，但给人的感觉却每次都不同。这一次也是如此，铃木子细打量着他，试图想要找到凤玄机这次又有哪些变化，但他找不到，只感觉凤玄机更好看，更有魅力。你是不是修炼媚术了？铃木看着朝自己走来的绝美仙子，不由问道。凤玄机轻哼，媚术，如此低劣的法术，我修它作甚？怎么，你是遇见修炼媚术的女修，把你魂儿勾跑了？凤玄机美眸眯起，用危险的目光看着他。铃木汗颜，被盯得头皮发麻。怎么可能？只是觉得你又好看了不少，我都不舍得挪开眼了。听闻此话，凤玄机心中欢喜不已，但脸上还是表现出冷漠之色。这么说，以前就舍得挪开眼了？以前也舍不得？你的意思是我与之前并无差别，根本没变好看？你是在骗我？凤玄机冷哼一声，质问道。哎，不是，怎么发展到这个地步了？我是想夸你来着的，怎么突然就夸崩了？完蛋了，会的那点小词儿用完了，这可咋办？回答我。凤玄机见他发呆，再次开口。铃木汗流浃背，事已至此，只能搏一搏了。你过来点。铃木轻咳一声，小声道。凤玄机秀眉一挑，靠近铃木，他倒想看看铃木能给他个怎样的回答。刚一靠近，铃木迅速揽住他，手臂骤然收紧，掌心贴上凤玄机腰侧的刹那，指尖先触到一层冰凉的丝绸，像是攥住了一捧化不开的月光，稍一用力，那层柔滑之下便传来温热的弧度，细腻的如同上好的暖玉，顺着掌心的纹路一点点渗进血脉里。凤玄机被铃木突然的举动吓了一跳，下意识就要爆发气息，但下一刻
凤玄机便感觉唇上多了一道温软的触感。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耳尖在发烫，睫毛不受控制的颤抖。他想躲开，想挣脱，可腰间的力道却骤然收紧，带着不容抗拒的执拗。凤玄机有些愠怒，他说过在外面不允许乱来，可那点愠怒刚冒头，就被铃木纹里的慌乱与孤勇撞得粉碎。不由得一抹红晕在他白皙的脸上悄然晕开，像水墨画里不慎滴落的胭脂，细微夺目，泄露了他心底那点连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慌乱。良久，感受到铃木手臂的力道放松了些，他才趁机一把推开。你干嘛？凤玄机脸颊还带着红晕，慌乱的神情更添几分魅力。铃木回味着刚才的感觉，虽说在屋子里都没少干，但这两种情况不能混为一谈。很明显，现在的交往才更令人心跳加速。真是奇怪了，以前我都还能忍住，怎么到今天忍不住了？铃木露出一副懊悔的表情。你应该不会杀了我吧？铃木怯生生问道。凤玄机用手抿了一下嘴角，被铃木气笑了。很好，算你这个解释合格。闻言，铃木终于松了口气。他实在搞不懂女魔头怎么会如此反差。在屋子里是一个铃木拼尽全力无法战胜的天神，在外面她又是一个娇羞的姑娘。是因为一些事情没有铺垫，来得太快吗？那好吧，只能劳烦自己弥补你了。凤玄机见铃木突然傻笑起来，顿时露出一副看傻子的眼神。种地种傻了。铃木回过神来，正色道：怎么可能？我已经种到筑基中期了。筑基中期？凤玄机大惊，已经顾不得回味刚才的拥吻。铃木突飞猛进的修炼速度可比拥吻刺激多了。真的假的？那还能有假？我什么时候骗过你？说完，铃木的气息不再掩饰，筑基中期的修为显露而出。竟然是真的？你怎么做到的？1个月前才筑基初期啊，这就筑基中期了。凤玄机粉拳紧握。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多想把你占为己有，剖析你变强的秘密？铃木轻笑。我不早就被你霸占了吗？好吧，不逗你了，我是吸收了不少地脉之气才修炼这么快的。听到这话，凤玄机猛地抬头。你上哪找的地脉之气？就算是有个10缕8缕也不可能修炼这么快啊。诚然，因为人多的缘故，在天血魔宗每次进入地脉能够吸收的地脉之气也不过寥寥几缕。就这还是吸收速度比较快的情况下，铃木在这贫瘠的山头连灵气都是个问题，上哪弄地脉之气修炼？就在他疑惑之际，不远处的那道泉眼突然鼓涌一下，一道精纯的地脉之气从泉眼中涌出。地脉之气！凤玄机诧异的扭头，身形一闪便来到泉眼处。他刚想捞一下，结果水底的那个鱼卵比他快，呲溜一声就把这一缕地脉之气吸收了。该死的鱼卵！地脉之气温养着你就行了，你还敢吸收？地脉之气对于修士而言乃是大补之物，每一个修士都不会眼睁睁看着他被糟蹋。凤玄机当即就要从水底取出那枚鱼卵，铃木连忙阻止：你别动它，它都快孵化出来了。凤玄机迟疑一下，凝目望去，这是那枚天下龙鱼卵，孵化进度怎么这么快？再过2天都要孵化出来了。凤玄机睁大眼睛，难以置信。铃木轻咳一声，有些犹豫。刚才凤玄机的举动就在告诉他，地脉之气很珍贵，不能浪费。但关键是，这10多天里，龙鱼卵已经吸收了不下100缕地脉之气了。凤玄机沉默了。你不会想告诉我，这个泉眼隔一会儿就冒出来一道地脉之气，冒出来一道就被他吸收一道吧？铃木缓缓点头。也不全对，他一天只能吸收12道，剩下的12道都被我吸收了。听到这话，凤玄机秀美的额头都要爆起青筋了。你是说，你每天都能获得24道地脉之气，还分一半给一个鱼卵？你真是够败家的！凤玄机气得浑身发抖。铃木吓得缩脖子。我这不是想赶紧把鱼卵孵化出来，免得商家那小丫头再赎回去。你也看到了，我这院子挺冷清的，也就你在的时候热闹点。看着铃木委屈巴巴的模样，凤玄机心中一软。也确实如此，是他疏于关照铃木了。凤玄机冷哼一声，二话不说把那鱼卵捞出来。修行之路注定要孤身前进，哪有那么多人陪着你？我这次在你这里多待几天，帮你把鱼卵留下来。凤玄机玉指点在鱼卵上，灵气化作丝线，在卵壳上绘制了一道符文。鱼卵似乎感受到自己的异常，气愤地抖动2下，但却奈何不了凤玄机。他随手将鱼卵重新扔进水底，这样以后他只能被地脉之气滋养，就不会主动吸收地脉之气了。多出来的地脉之气，你若有能力就全部吸收，没能力就先攒着。铃木也想这样，但实力不允许啊。地脉之气攒多了就会暴露啊。他可不觉得现在的自己能在一众宗门手下护住泉眼。铃木将顾虑告诉凤玄机。凤玄机一脸惊讶，没想到铃木还能想到这一步，
欣慰无比。这件事多好办，你不是会阵法吗？在山顶布置一个风灵屏障大阵，这样别人不进入山顶就察觉不到这里的情况。凤玄机敲了敲他的脑袋，似乎在说：你的阵法都学到狗脑子里了，那阵法材料怎么办？风灵屏蔽大阵可比巨灵阵消耗的材料要多。凤玄机轻笑一声，这不是巧了吗？来的路上遇见一个不长眼的，他的储物袋里刚好有不少阵法材料，伺候好我就把材料给你。凤玄机找来一个椅子，慵懒地坐上去，一双白嫩大腿交叠而放。铃木倒吸一口凉气，上去捏腿揉肩。但这是在外面，凤玄机还没被这般对待过。铃木发现异常，随后凑到他的耳边轻声道：怎么我碰一下你就抖一下，耳朵还红了？若是不能勉强，要不还是进屋吧。凤玄机继续保持骄傲的姿态：不用，就这样伺候。还有那个地脉之气，再冒出来也得让我吸收一点。凤玄机不容置疑道：难得遇见不要钱的地脉之气，他也得抓住机会，好好提升自己一番。好，那剩下的地脉之气都给你。那倒不用，我就要7、8缕就够了，剩下的还是你用吧。铃木感动不已，重宝就在眼前，没想到女魔头竟然还能为他着想。不枉他为了满足女魔头而日日夜夜操练。水底的鱼卵已经有了生命波动，虽然没有破壳，但已经能听到外面的声音。天下龙鱼，爸爸，你怎么能把属于我的东西给一个女人？女人什么的，真是太坏了！臭女人，你还我爸爸，还我地脉之气。可惜他暂时不会说话，就算说出来也没用。凤玄机大于一切，况且都吸收上百缕了，多少修士一辈子都没法接触地脉之气，让一条鱼吸收这么多已经足够了。一直到晚上，凤玄机成功吸收了8缕地脉之气。铃木突然明白为什么他只吸收8缕，因为凤玄机吸收地脉之气时吸收速度并不快。铃木能做到10分钟吸收完毕，但他却需要消耗半个多小时才能完全吸收。见此，铃木不禁担忧，太慢了，这可不行啊，还得继续带着他种地。这天晚上，凤玄机意外的没有喊铃木翻云覆雨，不过铃木仍旧睡在外面。夜里，铃木全身充斥着赤日葵的暖意，舒舒服服的睡去，但木屋的灯光却没有熄灭。不多时，4道巨灵阵被凤玄机催动，加快运转，强烈的灵气波动让铃木从睡梦中醒来。怎么回事？他睁开眼就看到木屋上空有灵气漩涡汇聚，还把屋顶钻了个洞，源源不断地涌入其中。铃木没有管破洞的屋顶，因为他感觉到屋里有一道气息逐渐攀升。嗡！不多时，铃木听到木屋里传来一阵嗡鸣，随后屋顶的灵气漩涡缓缓消失，巨灵阵也恢复正常。铃木感知探去，顿时倒吸一口凉气。你突破金丹了！铃木惊讶道：你这就金丹了？这也太快了吧！铃木的声音传入凤玄机耳中，让他眼角抽了2下快。再快能有你快。本座今日心情好，你且进屋。凤玄机声音雀跃，似乎有些迫不及待。铃木如临大敌，还没找到自己的大补丹药，就被凤玄机一把拽了进去。天神力量大增，借助高塔稳固修为。高塔终日想着搅动天空，今日却反被天神利用。这次不是高塔大战天神，而是天神玩弄高塔，输得一塌糊涂。翌日中午，铃木还没睡醒，凤玄机便将其喊起来：不到10分钟就不行了，有那么累吗？赶紧给我起来！小石村里出现了2道修士气息，又来俩修士。这次铃木可不怕了，金丹期的凤玄机就在身边，身后有靠山，金丹之下他都不带怂的。铃木穿好衣服走出木屋，来到泉眼处，铃木和凤玄机把昨晚涌现出来的几道地脉之气吸收掉。天下龙鱼卵更加活跃，似乎迫不及待想要破壳而出，从而抢夺地脉之气。查看一下院子里的农田，没有异常后，2人才下山。但他们才刚走到山脚，就看到石河匆匆跑来。铃木，村里又来了俩仙人，其中一个还是咱们上次骂过的那个丫头。听到这话，铃木便知道是商瑶来了，是来赎回天下龙鱼卵的。铃木说着，看向凤玄机。凤玄机一言不发，只是眼神示意铃木去看看。经过一夜效果超然的修为稳固，他金丹的感知已经能查探到那2人是什么水平，一个炼气后期，一个筑基初期。对凤玄机而言，只是留下灵兽卵而已，没有丝毫难度。他本就是魔门弟子，这种事情对他们而言几乎都是常态。修行之路，讲一个缘字。你能拿到不代表你与他有缘，但我能成功抢过来，就说明这东西与我有点缘。放心，有我在。凤玄机开口，让铃木顿时感觉到满满的安全感。金丹大佬都开口了，那肯定没问题。2人来到小石村，此刻商瑶和另一名筑基期男子站在石河家门口。
石云和石田正在与他们交谈，但双方认知差距太大，聊天根本无法同频。好在石田脸皮厚，硬是把两人聊得脚趾头抠地，不知所措。若是换作以前，他们两人肯定会斥责这些凡人，但现在不同，他们知道这片村庄里有一位筑基前辈，不敢贸然行事。哥，其实你不用跟来也行，前辈人挺好的。商瑶趁着石田喝水的功夫，小声对着旁边的男子说道。男子名为伤心，面容刚毅，单看气质就知道是一个猛男。我不会再信你说的鬼话了，万一他拿钱不还怎么办？伤心瞪他一眼，颇为不满。商瑶不乐意，怎么可能？前辈都答应我了。伤心冷哼一声，恨铁不成钢地敲了一下他的脑袋。修行一途，怎可轻信他人？卖人连忙伸出小爪子揉着商瑶的脑袋，还扭头冲着伤心嗷呜一声：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的主人？商瑶无所谓的摆摆手，如果真是那样，这不是还有你在吗？所以我才要跟过来。伤心无奈扶额，有时候真的怀疑这个妹妹怎么长这么大的。更令他不解的是，商瑶脑子虽然不好使，但却有着妖兽亲和的体质，非常适合宗门的功法。伤心望向小石村外的那座石山上，他能感受到那座山的与众不同。石山在这片地区实在太过突兀，贫瘠的地区竟然出现一个充满灵气的山头，换谁过来都想进去一探究竟，说不定里面孕育着什么宝贝。一开始伤心便是想直接去山上找那位前辈，刚好也看看山上什么情况，毕竟这是拜访，并非冒犯。但这群手无缚鸡之力的村民竟然想要拦住他们，其中甚至还有一位炼气初期的女修士，看样子还是这个村子的人。这一下就让伤心不敢轻举妄动，灵气贫瘠之地竟然能培养出炼气修士，此地绝对不一般。于是他们便老老实实的在这里等候。交谈的时候，他更是得知石云才14岁，虽然算不上天才，但进入万寿宗绰绰有余了。这真的是贫瘠之地能出现的修士吗？在他思索之际，远处出现3道身影，一旁的商瑶站了起来，朝着其中一道身影挥手：前辈，我来了。商瑶大喊一声，脸上带着笑容，似乎根本不害怕铃木爽约。伤心轻叹一声，起身站在商瑶前面。铃木脸上带着和煦的笑容来到他们面前，他看了眼商瑶，随后开始打量旁边的伤心。伤心被如此直白的盯着，心里颇为不舒服。伤心，南陵城商家第3子，万寿宗虎寿峰真传弟子，敢问道有名讳？伤心先把自己身份报出来，免得以为自己好欺负。铃木，散修。铃木随意道，他并没有被伤心的身份唬住，因为铃木根本不知道这2个身份代表着什么。商家他知道，但他不知道南陵城真传弟子，你也只有筑基初期，我身后可是还有一位金丹。伤心见铃木面不改色，神色逐渐凝重起来。他尝试着感知铃木的修为，竟发现铃木的气息比他更加雄厚。完蛋，这要是真爽约，他可能有点难办了。伤心自始至终都没有去看那名戴着草帽的女子，跟在前辈身后又感知不到修为波动，多半是前辈取乐之物。想到这里，伤心不由感慨，眼中露出向往之色。但这抹向往很快转变成一抹忧伤，他反应很迅速，立刻意识到不妥，连忙将这抹忧伤藏了起来。但即便如此，铃木还是敏锐地捕捉到这点异常。他身后的凤玄机也在抬眸的一瞬间看到这抹忧伤，看清伤心的脸，再联想他的名字与身份，只是瞬间，凤玄机便知道了他的情况。至于为什么他会对伤心这么清楚，当然是伤心有些特殊。想到这里，凤玄机嘴角不由勾起一抹嘲弄的微笑，似是觉得不礼貌，凤玄机强压嘴角，微微低头，用草帽遮住自己的神情。伤心，这一幕怎会逃过他的眼睛？敏锐的他立刻觉得凤玄机是在嘲笑他，但他没有证据，只能强忍着尴尬和不悦，对铃木开口道：道友，我妹妹前几日在你这里抵押了一枚天下龙鱼卵，约定凑够赎金将其赎回。今天我们带着赎金过来了，不知鱼卵是否安好？鱼卵当然安好，只是鱼卵马上就要孵化出来了，总不可能真给你们吧？赎金什么的，铃木其实并不是很想要。铃木看向商瑶，你可曾记得当时答应我的话？若是我将天下龙鱼孵化出来，这龙鱼便是我的。商瑶点头，自然记得，不过天下龙鱼孵化至少需要数月之久，这才过去10天，龙鱼怎么可能孵化出来？伤心冷哼一声，我们并非向道友讨要，而是用钱财交换，道友难道这样都不愿意？铃木轻轻摇头，不是我不愿意，而是龙鱼卵真的快要破壳而出。哦，既然如此，道友可否让我去看看？若真如道友所言，龙鱼卵送给道友也不是不行。伤心不是傻子，如果铃木真有能力10天让龙鱼卵孵化出来，他想送的可不仅仅是一个龙鱼卵了。
商瑶看着逐渐针锋相对的两人，脸上满是焦急之色。你们别这样，千万不要打架啊！一个灵兽卵而已，不值得动气。商瑶站在两人中间，试图当和事佬。前辈什么实力还不知道，他真的不想让哥哥打起来。若是受伤，那损失可比灵兽卵大多了。更别提他与前辈不过一面之缘，若是前辈痛下杀手，他们两个都可能死在这里。龙与卵在山上，但山不是谁都能随便上。若是不信，可以在此等上几天，等龙鱼破壳而出，我便带下来让你们看看。铃木自信道。听到还要再等几天，伤心立刻蹙眉。他可不是散修，时间很紧的，这次陪妹妹出来还是忙里抽闲，怎么可能在此闲等？哥，要不你回去，我在这里等。商瑶是真怕打起来。伤心狠狠瞪他一眼。愚蠢的妹妹哦，哥哥都来了，怎么可能把你丢在这荒郊野岭自己回去？眼看两人还是互不相让，商瑶把目光投向了那名头戴草帽、身穿黑红长裙的窈窕女子。她小跑着过来，着急道：姐姐，你能不能劝劝前辈啊？龙玉卵我不要了，可千万不要打起来。凤玄机微微抬头，露出眼眸，看清了眼前的双马尾少女，嘴角微微勾起。好。凤玄机淡淡说出一个字。商瑶呆住了，只因凤玄机的容貌实在太过惊人，简直男女通杀，特别是那一双凤眸，看一眼便让人沉沦。姐姐你好漂亮，商瑶喃喃道。麦人站在他的肩头，伸爪子挠他的耳朵，想要把商瑶唤醒。他也看到了凤玄机，但两者种族不一样，他并没有被凤玄机的容貌惊艳到，反倒是凤玄机身上一股若隐若现的气息，让他差点把不住尿。凤玄机站在铃木前方，来到伤心面前，他摘下草帽，盯着伤心，眼神中还带着些许嘲弄。伤心愣住了，心脏砰砰直跳，只因他见过并听说过眼前的这个女人。凤玄机是很美，但知晓她威名的每个人都不会被她的美貌迷惑。你是天血魔宗的凤玄机？伤心惊呼一声，眼中带着绝望。完蛋了，竟然碰到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妹妹不是确定了铃木跟魔门无关吗？怎么突然冒出来一个威名赫赫的女魔头啊？不对，难不成这个散修是被女魔头胁迫了？肯定是这样，魔门最喜欢这样对待散修了。伤心大脑超在运转，一下子猜出来缘由。一时间他看向铃木的眼神中带着些许怜悯。他大不了就是一死，但被女魔头控制的人可就不一样了，不仅肉体没有自由，连灵魂都没自由。真巧，你认识我，我也认识你。凤玄机淡淡开口，眼中的嘲弄之色愈发浓郁。他知道伤心在想什么，不就是怕被杀吗？凤玄机是魔门不错，但他杀人也是有底线的，没人惹他，他可不想脏手。这伤心语塞，低着头不敢回答女魔头。凤玄机冷哼一声，扭头对铃木说道：你以后可别像他这样没用。说着他话锋一转：不对，你比他有用多了，你能立起来，他不行。此话一出，对面的伤心突然脸色涨红，尴尬无比。他后槽牙都快咬碎了，敢捏拳却不敢发作一点。他看不出凤玄机的修为，说明凤玄机的实力远超他。现在这女魔头还没想杀他，他可不想因为冒失而带着妹妹一起丧命。铃木听到这话一愣，下意识道：他伪了。凤玄机点头。你咋知道？铃木质问，脸色并不好看。虽然他是被凤玄机霸王硬上弓，但他可是纯爱。玉魔峰有个小师妹对他使用媚术，没有用。我那小师妹还因此自我怀疑了好一段时间，后来深入了解才发现他不行。这件事都在玉魔峰传开了，其他峰也有人知道。凤玄机当面说出这番话，无异于把伤心定在耻辱柱上。甚至因为实力相差悬殊，再加上他说的又是事实，他现在比无能的丈夫还要无能。更令人崩溃的，自己妹妹还在一旁听着呢。他不想活了，好在商瑶有点傻，铃木几人说的也很隐晦，以至于商瑶听不懂这些话什么意思。不过他知道女魔头是在诋毁伤心。一时间商瑶很是气愤，但却无可奈何。铃木看着伤心，若有所思的点头。他并没有选择嘲笑，因为这对于一个男人而言并不好笑。抛开情绪，他尊重每一个人，只是这阳痿他是不是能治啊？他记得滋阳沟可是肾源枯竭者的燎原之火，三阳酒和滋阳沟的词条除了自己用，在其他地方并没有机会使用。铃木并不想让词条压箱底，他想研究词条的上限，若是将滋阳养元的词条全部加持在伤心身上，能否治好他？伤心一脸悲愤：你们不要再说了，要杀就赶紧杀，侮辱我是何意？我没有对不起任何人。看着他激动的模样，铃木不禁汗颜，连忙安抚：道友不必惊慌，我看你也不是胡搅蛮缠之辈，你的困难之处作为男人我非常理解。这样，你若信我，我便用我一生所学
试试能不能治好你。伤心一愣，虽然这两人是魔门，但这句话就是好似有魔力般，让他生出了试一试的想法。真的？铃木果断点头。当然，你也不想以后遇到心仪的美娇娘，却无法展现男人的魅力吧？伤心紧咬牙齿，前辈所言极是。若真能治好，别说龙与卵，我商家3房一脉必定重谢。既然如此，前辈需要晚辈做什么？铃木露出一副孺子可教的笑容。很简单，你且等我查看一下你的情况。铃木靠近伤心，在他身上重重地拍了4下，同时将4个磁条加持在他的身上。磁条刚落他身上，伤心便感觉小腹处传来一阵陌生的感觉。他瞪大眼睛，眼眶发红，热泪盈眶，就差跪地上抱着铃木大腿了。前辈真乃神医也。铃木轻咳一声。凤玄机意外地看着两人，伤心此番表现代表着什么？他岂会不懂？铃木竟然真把他治好了。凤玄机向铃木投去一个质问的眼神。你都能帮人立起来了，怎么自己只能坚持几分钟？铃木眼神闪躲，不去看凤玄机。他又拍了拍伤心的肩膀，笑道：看你这么激动，看来身体确实好点了，去旁边捣鼓一下，试试到底能不能行。听到这话，伤心脸色一红，但又非常期待。他甚至一时间没有注意到铃木是怎么给他治疗的。在几人的目光下，伤心施展法术，速度快出残影，几个呼吸间便离开小石村，找到了一个隐秘的小树林。不多时，他又迅速回到铃木面前，神情激动，面色潮红。前辈，我竟然真的好了。说完这话，伤心脸色又变得有些扭捏。铃木眉毛一挑，但说无妨。伤心大喜，感动万分。前辈真是我伤心的大恩人。是这样的，前辈，我怎么感觉有点不持久？他有点不好意思，凑到铃木耳边小声说道。他警惕地看着凤玄机和商瑶，免得被两人听到，但还是瞒不住金丹期的凤玄机。凤玄机强忍笑意，玩味地看着铃木。快啊，他不持久，给他治治。怎么，医者不自医吗？铃木嘴角抽动。不要着急，毕竟是刚恢复，这都是正常现象，想要完全恢复必须得长期调养。对，伤心反应过来，觉得铃木说的有道理。刚好我洞府里有许多这类灵药，回去我就把它们服用了。我爹之前也给我准备过这些东西，我也没少吃，可惜都不及前辈妙手回春。许多这类灵药，这句话好像是个关键词，一下吸引了铃木和凤玄机的注意。铃木，灵药，怎么办？好想重一点。凤玄机，滋养养元的灵药，他倒是有些实力，抢回来一点给铃木用。还不等凤玄机动手，铃木率先行动。他神情严肃，颇有一番前辈风范。药可不能乱吃，不然会适得其反。那该怎么办？总不能不吃吧？不是不吃，是缓吃、慢吃，科学的吃，有次序、有节奏的吃，选择优良灵药先吃。不过更重要的是具体情况具体吃。这样吧，其实我也懂炼丹，如果道友信我，可以把灵药带来让我看一下，我帮道友制定调养计划。若是灵药合适，我也可以帮道友炼制一些丹药，助道友重振雄风。伤心瞪大眼睛，感觉此刻铃木的身后充满光芒。他万万没想到，一个跟魔门扯上关系的道友，竟然会是一个绝世大好人，不仅帮他治好了无数医师束手无策的隐疾，还要帮他后续调养。他伤心真是时来运转了。真的吗，前辈？那小子就麻烦您了。铃木大方摆手，好说。对了，那些灵药你先乱吃，先吃我这个。说着，铃木从储物袋里掏出来5粒指头肚大小的深灰色丹药。这是？伤心询问。铃木沉吟片刻，他也不知道这个丹药叫啥。这是他用三阳酒和资阳沟为主要，并参考合欢丹丹方炼制而出的。虽然没有名字，但这丹药铃木可是用过的，足足让他多坚持了1分钟。黄元丹，亲测有效。铃木随便起了个名字，一脸正气道。伤心哪还不知道什么意思，道谢一声，如获至宝的将其收下。只是他有些疑惑，前辈上哪亲测的？伤心目光落在凤玄机那绝美的脸上，随后心中连忙否决。怎么可能？这可是女魔头，前辈顶多也就比自己强点，怎么可能让女魔头屈服？肯定是在别的地方测试的。不过这和他没关系，他现在就想知道这丹药效果怎么样。前辈的大恩伤心没齿难忘。那枚龙鱼卵您便拿着自己养吧，等3天后我将灵药带来，再给前辈带点谢礼。伤心恭敬的行礼，由衷的感谢铃木拯救他一生大事。商瑶在一旁呆愣住，不是，这就把鱼送出去了？来之前不是说一定会帮他要回来吗？臭哥哥！商瑶银牙紧咬，气呼呼地看着伤心，但看到双方没有起冲突，他也颇为开心。被拿走的又不是卖人，一枚灵兽卵而已，况且他也没和这卵建立情感联系，还不至于为了这东西大闹屋。一直安静的卖人发现事情解决了，便叫了一声。商瑶一拍脑袋，
猛地想起除了龙鱼卵，还有另一件事要办。前辈，不知道你还有没有上次卖给我的麦人，我想再买一些。自从上次回到宗门之后，麦人就很少吃普通的灵麦灵米了，哪怕那个毒麦人品质不如灵植，但麦人还是非常喜欢吃，而且还非常想念毒灵米的味道。你说的是麦流麦？林木说着便从储物袋里拿出来一小袋。商瑶点头，又接着道，还有那个红色的灵米，不知道前辈可不可以？凤血灵道啊，这东西他也能吃？林木惊讶，这里面可是有玄阴血毒，一般人肯定是不能吃，没想到一只小狐狸竟然安然无恙。商瑶疯狂点头，岂止是能吃，自从吃了之后，麦人就非常兴奋，似乎还对他的修炼有好处，请前辈一定要卖给我一点。面对他的请求，铃木自然要拒绝，这可是老婆用血培养的，就算烂在手里也不能随便卖啊。况且虽然他不能吃，但凤玄鸡吃了没事，尝两口得了，哪能当普通灵植卖给你啊？铃木拿出一袋子麦流麦，另一只手抓了几粒凤血灵道递到麦人嘴边。麦流麦可以卖给你，但凤血灵道不行。商瑶闻言有些沮丧，不过也理解前辈的选择，毕竟这么厉害的灵植哪能随便出手，况且前辈都让麦人吃了好几粒了，他也要懂事，不能所求更多啊。前辈人真好。伤心回去的路上总感觉哪里有点不对劲，好像忽略了什么东西。这时商瑶不知怎地脑回路突然跳跃，没来由来了句，哥，前辈身边的姐姐好漂亮呢，比柳师姐还要好看。伤心恍然大悟，他把那个女魔头给忽略了，因为治好隐疾太过激动，再加上凤玄机就开口说了几句话，就没其他动作，让他不由忽略了。不对劲，这还是他知道的那个凤玄机吗？前一段时间不是还以雷霆手段宰了一个千镇门弟子吗？而且怎么感觉前辈在他手里如此自由，不像是被控制。伤心一路上都没说话，脑海里不断回想着那一幕，越想越恐怖，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竟然还有这一面。千万不要跟外人说你见过那个漂亮姐姐，知道吗？伤心叮嘱商瑶，这要是被传出去，凤玄机还有如此反差的一面，别说他兄妹俩，他们商家的弟子都别想安生的外出了。回到万寿宗，伤心将商瑶打发走，他又捣鼓了一下，确定没问题后，便握着5枚元黄丹前往异兽峰。柳师妹，这次我肯定不会辜负你了。伤心神色坚定，给你说个好事，竟然真有人想买凤血灵道。铃木凑到凤玄机身边说道，凤玄机柳眉一挑，你卖了。凤血灵道是他无意中造就的，本想着糊弄铃木一下，让他赶紧修炼不去重定，谁知道这家伙竟然真的给种出来了。这种充斥血毒的灵道，有人应还是非常难得的。即便铃木真卖了，他也不会怪罪，毕竟那么多灵道，他自己可吃不完。铃木连忙摇头，没卖啊，我给自己卖了，也不会卖灵道的。凤玄机莞尔一笑，红唇轻轻点在铃木嘴角，不错，今晚允许你在上面。铃木轻咳一声，没有接话，而是带着他开始种地。等凤玄机忙了一会儿，铃木便将他拉回来，等我布个灵雨术，别淋到你了。铃木双手结印，一道淡蓝色的光芒从他掌心升起，天空中逐渐聚集起朵朵凌云，细密的灵雨开始飘洒而下，整个山顶瞬间被一层薄薄的雨雾笼罩，那些灵道、灵药都在雨水的滋润下舒展着叶片。这灵雨术还挺实用的。铃木满意的点头，自从踏入筑基，布置这种程度的灵雨术已经不会给他造成太大消耗了。凤玄机在一旁冷哼，雕虫小技罢了。话虽如此，他还是很自觉地躲到了屋檐下，任由灵雨浇灌着整个山顶。铃木正准备回屋休息，忽然听到屋子旁边的河流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他循声望去，发现那处泉眼附近的水面泛起了一圈圈涟漪。咦，龙鱼卵有情况了。铃木快步走到河边，观察水底的情况。只见那颗圆滚滚的鱼卵正在微微颤动，周围的水流都被它吸引着，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漩涡。它要破壳了。铃木感受到鱼卵内部传来的强烈生命力波动，心中一阵激动。他二话不说，从储物袋里掏出5块下品灵石，直接丢进了河里。灵石入水的瞬间，整条河流都亮了起来，浓郁的灵气瞬间扩散开来。凤玄机察觉到动静，也走了过来。你倒是对这小东西挺上心，河流里的灵气已经足够了，还扔灵石干什么？给它加点营养。铃木紧张地盯着水底，感觉它马上就要出来了。果然，随着灵雨滴落到河水中，那颗鱼卵的颤动越来越剧烈。5块灵石释放出的灵气被它疯狂吸收，周围的水流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咔嚓，一声清脆的破裂声响起，鱼卵终于破开了一道裂缝。紧接着，一道深红色的身影从蛋壳中游了出来。那条刚刚破壳而出的小鱼通体深红，鳞片在水中闪闪发光。铃木对比了一下，
它只有手掌那么长，它的腹部呈现出淡淡的浅色，最奇特的是那对鱼鳍居然像透明的翅膀一样细长优美。更让人惊叹的是它头顶那颗红色的肉瘤，在光的照射下竟然闪闪发光，像一颗镶嵌在额头上的宝石。这就是天下龙鱼。铃木感受着小鱼身上传来的灵力波动，惊讶地发现它竟然已经有了炼气中期的实力，刚出生就有炼气中期，这也太厉害了吧。凤玄机却在一旁泼冷水，他吸收了这么多地脉之气，要是达不到这种程度，不用你说我就把他废了。小龙鱼可不是傻，他听得懂人话，他想冲着凤玄机滋水，但却被凤玄机一个眼神吓退。这个女人太恐怖了，俺不敢看她。小龙鱼只好挪开眼睛，在河里转悠。它在河水中欢快地游来游去，每一次摆尾都带起一阵红色的波纹。铃木看着这条红彤彤的小鱼，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个名字。你长得这么红，不如就叫小红吧。小龙鱼你就偷着乐吧，刚出生就有人给你取名字。话音刚落，小龙鱼立刻不满地在河里打起转来，溅起一片水花。凤玄机更是毫不客气地嘲讽，你还不如就叫她小龙鱼。小龙鱼赞同地上下摆头，这个女人似乎也不是那么可怕，竟然还替鱼着想。那你来取。铃木有些不服气，我才不会给一条鱼取名字。正当两人争执不休时，天空中的淋雨渐渐停了下来，温暖的阳光重新洒在山顶上，也照在了小龙鱼的身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阳光照射的瞬间，小龙鱼头顶的红色肉瘤忽然闪了一下，铃木和凤玄机都被这一状况吸引。这是什么情况？铃木紧张地盯着水面。更神奇的是，在阳光的照射下，小龙鱼身上的鳞片开始闪闪发光，甚至还隐约能看到其他颜色在其中流转。浓郁的灵气从它身上散发出来，让整条河流都变得灵动起来。你怎么还会发光？铃木惊奇地看着小龙鱼。灵兽散发灵气，铃木并不意外，不管是灵植还是灵兽，它们虽然依灵气而生，但也能蕴养灵气。那叫你闪灵。小龙鱼听到这个名字，立刻满意地在河里打起转来，鱼鳍拍打着水面，溅起一朵朵水花。就在这时，它身上的鳞片忽然绽放出七彩光芒，虽然只是一刹那，但那绚烂的色彩让整个河流都变得梦幻起来。我刚才是不是眼花了？铃木揉了揉眼睛，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凤玄机却皱起了眉头，他刚才看得很清楚，这条天下龙鱼绝对不简单，能够自主释放七彩光芒，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天下龙鱼能做到的了。看来你的运气还不错。凤玄机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河里的小龙鱼，品质不错，好好培养，不枉吸收了那么多地脉之气。什么意思？铃木还没反应过来，自己慢慢观察去吧。凤玄机转身就走，留下一脸困惑的铃木站在河边。小龙鱼似乎很喜欢自己的新名字，在河里欢快地游着，偶尔还会跃出水面，展示一下自己透明的鱼鳍。每当阳光照射在它身上时，那七彩的光芒就会隐约闪现，美得让人移不开眼。铃木蹲在河边，伸手想要触摸小龙鱼，却发现它十分警惕，始终与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你这就不仗义了，地脉之气你可是没少吸，现在连碰都不让了。小龙鱼停下了游动，用那双圆溜溜的眼睛打量着铃木。片刻后，它迅速游近，讨好似的用头顶了顶铃木的手指。这一夜，铃木拼尽全力坚持了12分钟。他被丢出屋门的时候，河里的闪灵跃出水面，好奇地看着这边。刚才那木屋里是什么动静？爸爸和那个女人在里面做什么？呀，爸爸怎么被丢出来了？肯定是因为那个女人。果然，她是个坏人。闪灵看到铃木走到赤日葵田里躺下睡觉，顿时气得直吐含有少量灵气的泡泡，甚至不断拍击水面，想要让铃木来河里睡。河里地方大，还有他这个小宝宝陪着，肯定不会让爸爸孤单。可惜铃木并没有理解他的意思，只以为他刚出生，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再加上他实在太累，躺下就被浓浓的暖意覆盖，沉沉睡去。夜晚，泉眼照样1个小时吐出一道地脉之气。闪灵已经孵化，那设置在他卵壳上的禁制无法限制他的身体。看到熟悉又美味的地脉之气，他没忍住游到泉眼，一口便将地脉之气吞下，身体舒服的抖动一下。吃完之后，他便好奇地打量着泉眼。这个泉眼并不大，只有他2块鳞片那么大，闪灵无法钻进去。似乎是因为这片水域太过无聊，闪灵竟然堵住泉眼往里面吹气。咕！泉眼突然喷出一道水柱，将闪灵吹飞到半空，随后又砸进水里。刚出生的小龙鱼哪经历过这，害怕的不敢靠近泉眼了。夜里很安静，万籁俱寂，只有小龙鱼精神抖擞，但没人陪他玩。无聊之下，他便顺着河流游荡。他并不知道自己身处一座山上，平坦的河流水域只有不到200米。闪灵正兴奋地驰骋着，突然感觉水流速度加快，身下一空，不受控制地顺着河流飞驰而下。
闪灵，好在他虽是刚出生，但还有炼气中期的实力，短暂失衡后便迅速掌控身体。嚯，这个坡够陡，无聊可以来溜达。闪灵越冲越兴奋，竟然还加速往下冲。可惜这条河出现的时间并不长，里面没有太多水生生物，倒是有几只蛤蟆和路过的水蛇被闪灵顶翻了。一直来到河流的尽头，闪灵才意犹未尽的原路返回。此时在这条河流的不远处出现3道人影，他们悄悄朝河流走来。仙人，前面就是小石村了，我们村的小瘦猴就是来了这里一趟就找不到踪影了。一道人影开口，另外2人点头，目光看过来，不由被那条从山上绵延而下的河流吸引。那条河怎么回事？那个啊，听说是地震震出来的，当时还下了1天1夜的大雨。那道人影回应道很好，拿着吧。说话间，一个人影扔出去一枚闪着蓝光的灵币，那人欣喜地接过，连连道谢。谢谢仙人。2人将带路的凡人打发走，便继续朝小石村走来。随着2人越来越靠近石山，四周的灵气也越发浓郁起来。这地方有点说法，此地说不定有宝物出现，不过相隔1000米，这小石村和大桥村简直天壤之别。2人小声交谈，来到河流边，扫视一圈后，目光便落在河流两岸的嫩芽上。他们眼睛顿时一亮，神情激动，竟然是灵池！我就说此地肯定有宝物。就在一人想要过去仔细查看一番时，另一人迅速拦住，切莫乱动，不要忘了，李东和李胜很可能就死在这里。路过的闪灵恰好听到动静，刚出生不到1天的他，除了铃木和凤玄机，哪见过其他人？他顿时兴奋起来，觉得有人可以玩了。闪灵当即跃出水面，月光如水洒在他的身上，顷刻间七彩光芒从他身上一闪而过。在这夜里，一道七彩光芒是何其显眼，再加上一道扑通的落水声，那2人迅速就被吸引了注意力。他们凝目望去，直接看到了身处水底的闪灵。月光洒落，闪灵身上时不时就会浮现一道七彩光芒。2人瞪大眼睛，满脸惊喜。灵兽，这地方不仅有灵植，竟然还有灵兽，这是个宝地啊！一人惊叹一声，连声调都高出了几分。2人对视一眼，眼中同时浮现出贪婪。马师弟，你且回去将此地的事情告诉李真传，李真传自会奖励你。赵凯从怀里拿出来一块下品灵石，塞到马琴手里，意义不言而喻。马琴不想收。师兄，那条鱼我看也有炼气中期的修为，你自己一个人应该不太好拿下，不如我们一起合作。赵凯嘴角勾起一抹冷笑。马师弟，你我虽然都是筑基初期，但我抓住灵鱼的速度应该要比你快。说这话时，赵凯周身影隐有灵气波动。马琴脸色阴沉，不情不愿地拿走灵石，转身离去。师兄最好想个不会被李真传怀疑的理由。哼，这就不劳你费心了。看到马琴走了，赵凯眼中的贪婪之色更盛，他的眼睛如猎鹰一般锐利，在河流里搜寻闪灵的踪迹。闪灵实在太过显眼，被光照一下就闪一下，根本无处躲。找到你了！赵凯看到前方30米处有道七彩光芒，兴奋地冲了过去。闪灵虽然刚出生，有点单纯，但他并不傻。感受到危险的闪灵惊恐不已，使出吸收地脉之气的力气，奋力往山上游去。多亏他孵化的时候吸收不少地脉之气，这才让他有了非同凡响的体魄。筑基初期的赵凯一路顺着河流追寻，每次快要追上的时候，就会被闪灵头顶的宝石肉流闪一下。若非害怕伤到灵兽，他早就动手拦截了我，倒要看看你能跑哪去。上山，真是自寻死路。明白不能来硬的，赵凯便打算将闪灵逼进绝路。他闲庭信步地跟着闪灵往山上跑，越靠近山顶，越觉得灵气浓郁。这里果然是个宝地，不仅有灵兽，还有如此精纯的灵气。若是李真传不来，这里我就笑纳了。赵凯已经沉溺在幻想中，他追到山顶，看到一座普通的小木屋，赶着扫过去，发现里面只有一个没有修为的女人。他嘿嘿一笑，真是上天眷顾，不仅有灵鱼，还有美人呢。此刻闪灵已经回到泉眼处，再无别处可逃。小灵鱼，这下你还能去了。赵凯眼神炽热，迫不及待地想要拿下这条鱼。咕，一道地脉之气突然从泉眼里涌出，赵凯愣住，眼睛瞪大，跟鸡蛋一样大。他深吸一口气，恨不得把那道气体吸进自己体内。这里竟然还有地脉之气，发财了！赵凯嘴角压都压不下去，这里竟然还会冒出来地脉之气。一般出现这种情况，说明地脉之气不止一道。一瞬间，他都有些后悔让马琴去通知李旭了。这地方要是自己占据，假以时日，他的修为也能够突飞猛进。闪灵来到山顶后，心里竟然不再慌张，甚至看到地脉之气出现，他飞速地游过去，一口就要吞下。
死鱼，谁允许你吃我的地脉之气了？赵凯震怒，一只小灵鱼也配吸收地脉之气？他二话不说，手速快如闪电，顷刻间探入水底，抓住巴掌大的闪灵，把地脉之气给我吐出来。他手掌用力，试图威胁闪灵。闪灵张嘴对着他的脸吐出一个黑色泡泡，泡沫崩了他一脸。该死的鱼，等我把你带回去，有你好受的。说完，他便掏出来一个玉盒，将里面装满水，把闪灵塞进去。正当他准备将玉盒收入储物袋时，木屋里突然传来一阵强悍的威压。赵凯只觉天灵盖被一柄无形巨锤狠狠砸中，五脏六腑像被一只大手攥住反复揉搓，喉头涌上心田的同时，双腿不受控制的打颤，膝盖骨发出不堪重负的咯吱声。他想握紧玉盒的手指突然失去知觉，手臂一软，玉盒从松开的指缝间滑落，啪的砸在地上弹开。闪灵飞出，扑通一声重新跃回河里，溅起一圈细碎的涟漪。赵凯眼睁睁看着这一幕，后背早已被冷汗浸透，整个人像从水里捞出来一般，只能在那令人窒息的威压里不住颤抖。金丹，这里怎么会有金丹修士？他是筑基，自然知道筑基修士的威压能达到何种程度，哪怕是筑基巅峰的威压，也不至于让他连动都动不了。威压的动静很大，让院子里的植物都摇曳起来。正在赤日葵田里睡觉的铃木被惊醒，瞬间注意到泉眼处的筑基修士。铃木懊悔不已，早知道不逞强，留点精力了，不然不会睡这么死，以至于有人来到山顶都差点没发现。都怪凤玄机，老是压榨他，一天都不落。铃木提起精神，抄起身边的镰刀，毫不留情地砍过去。四季刀点，春韵飞花，镰刀形状的刀光如花瓣纷飞，朝着不远处的赵凯袭去。赵凯想要躲，但威压让他动不了一点。四季刀点，你是神木谷的人，你敢杀我，天血魔宗不会善罢甘休的。赵凯无能怒吼，只希望天血魔宗的名头能镇住这两人。然而没人回他话，迎接他的只有铃木的数十道飞花刀光，刀光如蜂群一般汇聚在赵凯身上，顷刻间便将他的肉身打烂。赵凯归根结底只是筑基初期，铃木拥有筑基中期的实力，还有天道酬勤4倍多的全方位增幅，怎么也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输掉。一道又一道法术砍在赵凯身上，哪怕赵凯已经没了声息，铃木仍旧补了3发春韵飞花，最后又用下赤燎原烧了他一会儿，确定没有诈尸。紧接着他使用地脉术，直接将赵凯的尸体翻入土壤中，在土壤中缓缓移动到赤日葵田的一旁。一名筑基修士又能培育出一片灵田了。可惜了赵凯，死了都没能把名字说出来，还不如李东和李胜，好歹留了个名字。铃木俯身，一个储物袋从土里钻出来，这是铃木用地脉术直接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自始至终没有触碰过他的身体。打开储物袋，铃木从里面翻出来一些灵石和2瓶气血丹，还有一本天魔功，一本法术天魔斩。这时凤玄机穿好衣服走了出来，一眼就看到天魔功，看来是李家找来了。凤玄机平静开口。铃木轻叹一声，这怎么还跟李家杠上了？他看向河里惊恐未定的闪灵，你这小家伙才刚出生1天就把麻烦引到家里了，说说吧，怎么回事？闪灵看着铃木，嘴里不断吐泡泡。我又不会说话，怎么说啊？无奈之下，他只能用肢体语言表达。这家伙表演天赋拉满，竟然还用自己的尾巴抽自己，只为表达的清楚一点。铃木勉强了解来龙去脉，看来还有一个人离开了，应该是回去通知其他人了。铃木沉思，怎么？你怕了？凤玄机玩味道，那倒没有，打不过我还是能跑的，我又不傻。只是可惜我这地方暴露了，这才是铃木最担心的。李东来的时候山顶并没有什么东西，李胜来的时候还没进村子就被捅死了，现在山顶有点东西了，竟然被人摸上来了。有我在。凤玄机瞥了铃木一眼，俯瞰山下。铃木眉毛一挑，这女魔头什么时候会说这种话了？这不得把我吊成翘嘴。你又不会一直在我身边，你不在的时候我总不能还依靠你吧？铃木没好气道。他朝着凤玄机伸手，风灵屏蔽大阵的材料能给我了吧？再不布置，我真怕继续吸引其他人来。这次是魔门，下次商家兄妹来了也注意到山顶怎么办？凤玄机点头，玉手一挥，光芒如雨点般洒落，落地便化作充满灵气的各种材料。这有这些了，试试够不够？不够，我再出去一趟。铃木眼角一跳，出去一趟，那多危险啊！可是会死人的。千镇门金丹之下的弟子们，你们就祈祷我能在材料用完之前把风灵屏蔽大阵布置出来吧。铃木后半夜没有睡觉，而是抱着阵法详解，一边看一边尝试布置阵法。可惜风灵屏蔽大阵太过麻烦，一直等到太阳升起，
铃木才堪堪布置了一半。铃木暂时放下阵法，望向山下的小石村，他已经感觉到山下有不同寻常的气息。来了吗？铃木看着手里剩下的阵法材料，布置风灵屏蔽大阵已经不够了，倒不如用来应对接下来的危机。山下除了3道筑基气息，还有1道铃木感知不出来的气息。虽然有凤玄机在，但他终究只是刚踏入金丹，应对一位金丹应该已是极限，剩下的3人就得他来应对了。随着天道酬勤的积累越来越多，铃木彻底感受到这个词条的恐怖。他虽然一晚上都在布置风灵屏蔽大阵，但凭借翻了5倍的悟性，他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我看那个风灵束缚阵比风灵屏蔽大阵用料少，还简单，倒是可以应一手。于是铃木一边观察着山下的动静，一边迅速布置法阵。凤玄机注意到这一点，有些疑惑：你是打算把他们引到山上，不怕把你的院子毁了？铃木摇头，那些人肯定已经知道山顶的不凡，肯定要来这里，干脆在这里准备好了。毁了刚好，我没法用，他们也别想得到。铃木收起材料，上山的必经之路乃至半空都已经囊括到风灵束缚阵中，不出意外，至少能够封住1名筑基期修士的灵气，使其短时间内无法运转灵气，这样压力就少了点。你不是说那李胜是圣子候选人之一，还是李家的长子？你先藏起来，看看能不能偷死他，刚好让你少一个竞争对手。铃木正色道。凤玄机轻轻摇头，圣子和圣女各要选一个，他不算我明面上的竞争对手，那你替其他圣子候选人除掉一个竞争对手，他们不得欠你一个人情。凤玄机眉毛一挑，惊讶地看着铃木，似乎没料到铃木还能这么聪明。于是他听话地收敛气息，藏入后山中。对了，给我点你的血。铃木突然想起来。凤玄机很疑惑，但面对铃木的要求，他并未拒绝，一点血而已，又不是精血。铃木拿到几滴凤玄机的血后，不再犹豫，释放自己筑基中期的气息。再不弄出来点动静，这些魔门弟子就要对小石村村民动手了。小石村，一身紫黑长袍的李胜站在3位筑基弟子的前方，这3名弟子中就有昨天晚上的马琴。李胜一脸桀骜，感知顷刻间覆盖整个小石村。赵凯呢？还不出来，是想带着灵兽逃跑？李胜神色不悦。随着几人进入村子，村民们立刻注意到与众不同的4人，他们心中非常疑惑，最近怎么回事？咋是不时就能遇见仙人过来？之前10年都不一定能有修士路过这里，不知道这些人和铃木谁更厉害。村民们都是凡人，在修士没释放气息前，他们根本感知不到谁更强大。马琴对这些村民很意外，这些人见到修士竟然如此冷静。虽然他们是魔门，但以往去到偏僻村镇，一露面就会有不少傻子跪在他们面前求收徒，包括旁边的大桥村也是这样。但这仅仅相隔1000米，小石村怎会如此特殊？李胜漆黑的眸子扫过这些村民，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容。你们村长是谁？通知他，这个村子本作要了，包括你们这些不知所谓的渔民。村民们闻言一怔，纷纷对视一眼。这要开骂吗？他们好像人多，不知道铃木能不能应付过来。就在村民们犹豫之际，山顶突然浮现一道筑基中期的气息。4人望了过去，李胜嗤笑一声，赵凯肯定不敢这么跟我示威，看来这人就是小石村真正的主人了。什么时候筑基中期也敢占据宝地了？马琴连忙献殷勤，这都不需要师兄出手，交给我即可。李胜瞥他一眼，闪一边去，你要是处理不好，岂不是给我添麻烦？你们3个一起去，1名筑基初期，2名筑基中期，他就不信拿不下一个筑基中期的散修。就算真出了点意外，还有他这个金丹中期兜底，刚好用弟子去试探一下这人的成分。3人对视一眼，运转灵气，朝着石山飞掠而去。途中他们惊讶地发现，这里灵气竟然并不贫瘠，跟其他地方有着明显的区别，竟然能维持他们的灵气消耗。3人懊悔不已，怎么不是自己先发现这宝地的呢？这样自己好歹能先享受一段时间。李胜背负双手，慢慢跟在3人后面，估计等他走过去，事情早就解决了。山顶，铃木长舒一口气，让闪灵藏好。他磨好镰刀，手里握着灵石，储物袋里还有一把磨成粉末的凤血灵米。铃木施展灵羽术，头顶乌云汇聚，随后将磨成粉凤血灵米以及凤玄机的血融入乌云中。灵羽蓄势待发，铃木眸中闪着光芒。不多时，3名筑基修士来到半山腰。道友这么着急过来，可不像是来参观的啊。铃木站在山顶望着3人，长青造化经运转，不断吸收着院子里的生命力。乌云中雷霆轰鸣，电光划过天空。在这阴沉的场景下，铃木身上竟能看到莹莹光芒，参观就不会是跑过来的。你倒是有点胆子，竟然不跑。马琴不屑道。铃木冷笑，
此地乃是我一手打造出来，怎么会就这么跑了？闻言，三人大笑起来。不是，还真有人把天地造化归功在自己身上，笑死我了！你小子是哪个宗门教出来的？从今往后，怕是要被钉在耻辱柱上了。笑完，马琴脸色一正，多说无益，既然你不愿意走，那就留在这里吧。此地土壤肥沃，一具筑基尸体或许能够形成一块一品灵田。铃木没有回应，而是脚下一动，发动地脉术。下一刻，土地翻涌，三人脚下突然出现深坑。这种小伎俩就不要拿出来丢人现眼了。一名筑基修士嗤笑。铃木拿起镰刀，施展四季刀法第二式下赤燎原，试图用火焰逼退他们。三人看到那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镰刀，纷纷露出鄙夷之色。我拿个烧火棍都比你这破镰刀强，就这还学什么死战不退？可笑！说完，三人纷纷掏出武器，两刀一剑。三把武器全是由灵气材料炼制而成的下品法器，虽不如灵气，但比铃木的普通镰刀强上数十倍，这便是底蕴的差距。但是已至此，铃木没机会去找一把强点的武器，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所有的一切都是虚的。铃木虽然只是筑基中期，但在天道酬勤的加持下，他的各方面数值相当于6个筑基中期。刀气如蜂蝶般飞掠而出，急火一人。其余两人没有管他，而是朝着铃木杀来。铃木还是第一次面对杀意凛然的敌人，不过他并没有慌张。在刀剑落袭来时，铃木利用地脉术在身前形成一道屏障，挡下这一击。随后他的镰刀上凝聚出风势，由狂风凝聚而成的十字刀斩飞出，刀斩四周裹挟着无数道形似风矢的散击。这是四季刀典第3式秋风萧瑟。马琴应接这一击，他本以为同是筑基中期，且四季刀典他也见过，觉得游刃有余，但没想到铃木的攻击不讲道理，刚拿刀抵住，便感觉刀斩上传来一股巨力，而且狂躁的灵气如同纷飞的剃刀，漏一点出来就把他刮得血肉模糊。这家伙不对劲！马琴大喊一声，运转功法，准备从四周的汲取灵气反攻。铃木见状，抬眼看向天空中的乌云，淋雨落滑。随着铃木的话音落下，积蓄已久的淋雨倾盆而下。马琴料到铃木这时候会突然攻击，但没料到会突然下大暴雨，而且还是淋雨。一个不留神，刀斩飞驰而过，在他的腹部和右胳膊上留下深深的伤痕。马琴感受着淋雨中浓郁的灵气，不由大笑起来。你这个蠢货是怎么修炼到筑基的？下雨就算了，下淋雨是几个意思？你是觉得这淋雨只能给你补充灵气？马琴二话不说，运转功法吸收淋雨中的灵气来疗伤，你是不是蠢？他要是下毒怎么办？另一名筑基修士提醒道。马琴丝毫不在乎，无妨，我有亵毒丹，金丹之下的毒几乎都能解。他可不信铃木能找到能毒死金丹的毒，若是如此，他就不会只待在这里了。随着马琴吸收灵气，那融入淋雨中的血滴和凤血灵米粉末顺着他的皮肤毛孔进入他的体内。另外两人挡住铃木的攻击后，等了好一会儿，发现马琴并没有出现意外，也松了口气，嘲弄地看着铃木，真是自作聪明。三人一边吸收着四周浓郁的灵气，一边施展法术朝着铃木袭来。一时间，4种颜色的法光在山顶闪烁，一阵阵灵气波动传荡开来。铃木面对三人的联手攻击，仍旧游刃有余。这一刻，铃木突然感觉自己之前太过不自信了。照这么下去，风灵束缚阵可能就用不上了。就在铃木准备抓住机会解决一个时，意外发生了。他的镰刀因为这次一打3不堪重负，碎了。本来汗流浃背的三人见状，顿时觉得自己又行了。破镰刀竟然能撑这么久，不过现在优势在我。马琴大喊一声，手中长刀寒芒闪烁。铃木扔掉镰刀把，迅速后退几步，退到风灵束缚阵外。三人以为铃木没了镰刀，就战力大减，乘胜追击。当三人一起踏入风灵束缚阵内时，铃木抬手打出一个手势，阵起。刹那间，四周亮起一阵光芒。身处阵中的三人只觉得四周的灵气突然一滞，随后被法阵抽空。三人瞬间意识到不对，想要逃离法阵，但他们脚下的法阵突然飞出3条由阵纹形成的灵气锁链，锁链如毒蛇般朝着三人缠绕而去。铃木操控阵法之际仍有余力，一心二用。他眼神一凛，地脉术催动。这一次，泥土从土地突出，在灵气的加持下，瞬间化作坚硬的土刺朝三人刺去。被阵法缠住的三人灵气不足，只能以肉身去抗。抗1-2下没问题，但铃木的灵气好似用不完一般，不断有土刺突出，数量多的能把他们扎成刺猬。马琴眼神惊恐，这山顶为什么会有如此恐怖的人？突然间，他看到不远处的河流里跃出一条红色的鱼。马琴如遭雷击，鱼还在，赵凯却没了踪迹。
也不对，这人院子里有一处刚挖不久的土地，赵凯的遭遇他已经想象到了，于是他不再犹豫。李师兄，救我！刚走到山脚的李胜听到动静，脸色一沉，他是真没想到3打1还能输。虽然他没过去，但却一直观察着山上的动静，确定只有铃木一人，并没有其他人支援。真是群废物！李胜身躯一震，金丹中期的修为显露而出，他一步踏出，凭借身法直接踏空而行，2个呼吸间便来到山顶。李胜看向铃木，发现铃木没有受一点伤，顶多是衣服有些脏。反倒那3人此刻全身都被土刺贯穿，躺在那里奄奄一息。李师兄，赵凯就是他杀的，那条灵鱼还在河里。马琴艰难开口。李胜望向铃木，从半空中缓缓落下。你有点意思，人才不应该被埋没，我给你个机会，让出宝地，我给你成为天血魔宗天魔峰弟子的机会。凭你的实力，只要进去也有机会成为真传弟子。真传弟子的资源比宝地更适合现在的你。铃木有些意外，这家伙不是金丹吗？不应该一巴掌拍死自己，怎么还招揽起来了？我没得选是吧？铃木开口。李胜笑了，是的，我想杀你只需一掌。他大摇大摆地朝铃木走去，身上的金丹气息不仅没有收敛，反而释放出更多威势，压得铃木浑身发疼。他来到铃木面前，看着逐渐弯下腰的铃木，竟然伸手在铃木的肩膀上拍了2下。趁着有得选，就别不识好歹了。铃木被拍第1下时，浑身一沉，差点趴下，但他眼中闪过一道金芒。你到底是有多么自负，敢在这个时候碰敌人啊？在他拍第2下的时候，铃木心念一动，玄阴血毒、脉毒、灵宝、毒素转化、腐烂、缺氧加持。第47章，我什么时候中毒了？可惜他收手太快，只给他加上了7个负面词条。不过幸好最毒的都加上了，特别是灵宝，他就算活着回去，以后修炼速度也被限制了。李胜刚直起身子，突然深吸一口气，脸色怪异。但作为金丹强者，他迅速调整状态，免得在铃木面前露出异样。你伤我同门，我可以既往不咎，现在你可以滚了。李胜又深吸一口气，冷漠开口。铃木没有回应，而是目光看向后山。李胜意识到不对劲，但已经晚了。后山突然传出一道金丹初期的气息，紧接着遍布乌云的天空被燎原之火击溃，随后一道道形似凤羽的火焰剑气悬浮在天空。火焰剑气锁定李旭，二话不说便朝他袭来。李旭眼神一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掌拍向铃木。给我死！不远处的河流中，闪灵突然从水面跃出，他浑身鳞片映照着天空中的火焰，像是一条火焰之鱼，格外夺目。恰在这时，一道地脉之气涌出，闪灵一口吞下，随后张嘴吐出一道蕴含地脉之气的激烈水流。在闪灵的闪光和磅礴灵气的加持下，李胜的注意力被吸引了一刹那。枪！凤羽长剑流淌着火雨，挡在铃木身前。随着凤玄机出现在铃木身边，那令人不适的金丹威压随之消散。他就算去天血魔宗，也是去我血魔峰。你天魔峰配否？凤玄机眼神冷漠，一袭长裙不知何时已经布满火焰，这些火焰好似他的宠一般，贴在他的身上，却不伤他一丝一毫。凤玄机！李胜瞳孔放大，转瞬间恢复正常。在宗门外，他也没必要客气着喊师妹了。李胜脸色狂喜，眼里的狠毒之色毫不掩饰。你在宗门我奈何不了你，竟然让我在外面碰见你，候选人之间的斗争谁都没办法插手，我杀了你，血峰主也说不了什么。说完，李胜手中凭空出现一把灵光闪烁的斧头，这是一把下品灵器，已经有孕育出气灵的趋势了。任何以此斧为媒介施展的法术，法术的威力都会比原来强上至少1倍。天魔变！李胜手握灵斧，全身一震，一股澎湃的力量从丹田处涌现，顷刻间他的额头出现一对由黑雾凝聚而成的犄角，肌肉暴涨。不得不说，你是个天才，1个月前才筑基，现在竟然已经踏入金丹，但你太傲慢了，你马上就会为此付出代价。凤玄机瞳孔深处有火焰掠过，红色眼尾就像火焰般燃烧起来。废话真多，你也跟你弟弟一样，准备葬身此处吧。李胜目眦欲裂，他来到山顶后就感觉有2道很微弱的熟悉气息，本来他打算一会儿调查一番，没想到凤玄机现在主动开口，这是有多瞧不起他们李家啊？杀人了竟然不化尸，而是把尸体埋在地里当零食用。果然是你！李胜气息再度暴涨，势必要杀了眼前的女人。刹那间，2股强悍的力量碰撞在一起，院子里的赤日葵摇摇欲坠，好几株差点倒下，幸好抗倒符和抗大风发力才稳住。但那些繁殖就没这么好运，虽然有词条加持，但它们本身的力量就不如一种
以至于有一小片繁殖被这场战斗摧毁。灵植倒是没什么影响，只要不是攻击落到他们头上，基本不会有损伤。这场战斗看得铃木心惊，那压抑的气势让铃木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凤玄机的战力。幸好凤玄机他善，不然铃木都不敢保证自己能活到现在。天空中的战斗僵持不下，但铃木能感受到凤玄机还没有用出全力，只是这样僵持下去，受伤的就只有他的院子了。就在这时，战斗中的李胜脸色一变，猛地深吸一口气，因此分神刹那，凤玄机抓住破绽，击溃他的防线。随后李胜连连败退，败局已定，他百思不得其解，刚才为什么突然感觉呼吸不过来了？莫不是这山顶有毒，从他踏进来的时候就中毒了？能修炼到金丹的都不是蠢货。李胜察觉到不对后，连一刻都没犹豫，手段尽出，逃离石山。凤玄机打出一枚羽印，飘在铃木身前，你且处理他们3个，此人我去追击。说完，凤玄机身形消失。铃木还想开口，但凤玄机走得太快了，杀不死也不用着急啊，他应该已经废了，威胁不到你了。铃木喊了一声，此话一出，那3个奄奄一息的筑基修士纷纷瞪大眼睛，到底是什么底气让一个筑基中期的蝼蚁说出废了金丹的话？别看了，处理不了金丹，我还处理不了你们3个筑基吗？闻言，3人慌了，李胜落败，甚至连将3人带走的余力都没有。道友，前辈，你不能杀我，不然你会惹上天血魔宗的。魔宗很残忍，你会永无宁日。别过来，我愿意认你为主，留我一命，求求您。不多时，院子里多出来3个新埋的坑，每个坑都充满了灵气。铃木则拿着3个储物袋翻找着里面的东西。法器怎么了？最后不还是我的？刀留着我自己用，剩下的一刀一剑有机会找人练成一把镰刀吧。虽然铃木修炼的是刀法，但镰刀跟刀差距可不是一般大，用顺手了镰刀换成刀会很不适应。铃木本以为这3人储物袋里就这么点东西了，没想到除了一些零食和用不上的功法，竟然还有一些瓶瓶罐罐。3瓶断体液，筑基了也断体。聚灵丹，这个我见过。2品丹药，服用能增加法力，加快修炼速度。除了3枚聚灵丹，2位筑基中期修士的储物袋里还有2枚真元丹。真元丹可以帮助筑基中期的修士进一步提升修为，看起来很好，但用丹药提升的修为会根基不稳。铃木没打算使用真元丹，倒是断体液和聚灵丹可以试试。现在都要面对金丹修士了，自己要是再不快点变强，凤玄机恐怕都要罩不住了。不多时，凤玄机回来了，铃木担忧的上前，甚至已经做好给他输送生命力的准备。令人意外的是，他身上没有一点伤。杀了吗？凤玄机摇头。天魔峰长老出现，带走了。说完，他看到铃木手里的丹药和淬体液，那老家伙太抠搜，没留什么好东西。不过倒是有一把镰刀型上品法器，你的镰刀不是坏了？看看这个。凤玄机从储物袋里拿出一把镰刀，唰，一把巨大而修长，从刀柄到刀尖足有1丈的镰刀落在地上。刀柄由黑色云铁打造，光滑且带古朴气息，末端镶嵌着散发柔和深邃光芒的墨绿色宝石。半月形刀身以寒铁与密银混合锻造，刃口锋利，寒光闪烁，表面布满蕴含深奥阵法法则的神秘符文，两侧还镶嵌着散发浓烈血腥气息的红色宝石。铃木嘴角一抽，这镰刀跟我常用的那种不一样啊，他就想要个能一手握着方便收庄稼的镰刀。眼前这镰刀都快跟他一样高了，那么大的刀刃挥不好说不定还伤到自己，变小点不就行了？上品法器还是能做到这种程度的。凤玄机提醒，铃木这才拿起那柄巨大的镰刀，入手微凉，还有静心之感。输入灵气后，发现运转起来流畅无比，根本不是普通镰刀可比的。不仅如此，铃木觉得自己的4记刀点用这镰刀施展，那3个人恐怕一击都扛不住，真是吃了装备不好的亏。他将灵气送入镰刀中，随后心念一动，手中的镰刀迅速按比例收缩，一直变成铃木之前使用的镰刀大小后才停止。他欣喜地打量着这把镰刀，在刀柄末端还看到刻着2个字：青芒。这把镰刀叫青芒，刚好省得我取名字了。铃木对这把镰刀非常满意，激动地拿起镰刀去把院子里那些被战斗波及的繁殖收割了一遍。凤玄机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见他如此喜欢，脸上不由露出笑容。不枉他特意跟那个老东西提条件换把镰刀，若非镰刀这东西太过少见，用一个李胜换一柄灵气也不是做不到。只是这次过后，这块地方怕是要被天魔峰那位长老盯上了。想到这里，凤玄机也开始进入农田干活。事已至此，唯有努力种地提升修炼速度了。
种完的他还能吃凤血灵米来活跃体内血脉，再度提升修炼速度，只是会加重玄阴血毒。换做以前，他肯定不敢这么吃，但现在有铃木在身边，加重的血毒可以轻易的缓解，他便不过多在意。翌日，凤玄机准备返回宗门，出了这档子事，他也得借助重伤的李胜来拉拢其他宗的圣子了，同时也得处理一下那些暗中对他动过手的圣女候选人了。之前是他不足金丹修为，处理起来不太顺手，现在有实力了，自然要站稳脚跟。这次怎么走这么早？铃木抱着青芒镰刀疑惑道：“给那些人点警告，免得他们来找你。”凤玄机回应。铃木笑着摆手：“你其实不用担心李胜，他以后不会对你有威胁了。”什么意思？凤玄机不解。铃木没有回答，而是推着他上了非洲。回到宗门你就知道了。凤玄机瞥他一眼，这家伙胆子越来越大了，竟然还敢跟自己玩谜语。下次来的时候，我要见到你练出合欢丹，要是练不出来，我让你7天种不了地。凤玄机冷声道。与铃木相处这么久，他已经知道如何拿捏铃木。这男人知道自己需要他，不敢伤他，因此一些威胁他身体健康的方法根本震慑不住。但不让他种地就不一样了，这简直就是要他命。你要不要这么狠？铃木瞪大眼睛。合欢丹必须双方服用，服用后一起修炼事半功倍，而且还没副作用，是其他丹药无法比拟的。唯一影响效果的就是双方的实力，双方越强，合欢后修炼的效果就越强。这个强指的不仅仅是修为，而是各方面。这要是把合欢丹练出来，下个月岂不是也要有几天下不了床？太狠了，果然还是女魔头。见铃木着急，凤玄机这才满意的离开。铃木拿着合欢丹的丹方发呆，里面的材料他仅有血灵米这一个，其他的材料要去哪里找啊？按照约定，万寿宗的伤心明天应该回来，也不知道他带来的灵药里有没有合欢丹的材料。要是他也没办法，铃木就只能出去找了。一直听说南溪镇，他还没出去过呢，也不知道外面危不危险。铃木悠悠一叹，在这里待着都能遇到金丹修士，外面说不定比这里还要危险。伤心啊，你可千万不要辜负了我。忙了一天，又给天道酬勤积累了1%。铃木已经从凤玄机那里得知了断体液如何使用，于是晚上的时候便打了一桶水，将断体液倒入其中。铃木则跳进去，只露个头出来，紧接着便在里面运转功法，让身体吸收药性。铃木从未断过体，但凡跟断体有关就没有舒服的，眼下也不例外。虽然只是泡澡吸收药性，但要通过毛孔进入身体后便让他全身发疼。不过好在铃木感觉到自己肉身强度有所提升，不然他还以为这药有毒呢。半个小时后，铃木龇牙咧嘴的从水桶里出来，里面的断体液已经吸收完，倒是他身体里排出的杂质让这桶水变得浑浊。这东西还挺好用，要是多用一段时间，说不定能让女魔头求饶呢。铃木感受到自己肉身的提升，顿时对断体液有了兴趣，可惜只收获了3瓶。时间紧迫，铃木泡完澡便服下聚灵丹开始修炼。霎时间，木屋上方出现一道巨大漩涡，疯狂吸收四周的灵气注入铃木体内，这便是天道酬勤加聚灵丹的效果。修炼1天顶别人修炼10天。一夜无话，铃木终于等到伤心到来的日子。这天下午，铃木正在小石村帮村民们照料作物，不多时，村口出现3道人影。铃木感知探去，其中有2道气息很熟悉，是伤心和伤瑶，另一位却不曾见过。来了，铃木按捺住心中的欣喜，直到伤心找到他。前辈，我回来了。伤心崇拜地看向铃木，这份崇拜比3天前更加深厚，把铃木看得浑身不自在。这是怎么回事？在他疑惑之际，那位陌生女子颇为感激道：“多谢前辈。”铃木，伤心伤瑶谢我就算了，我还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你这个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谢我干啥？铃木看着眼前容貌上乘、气质脱俗的女子，满脸疑惑。伤瑶嘻嘻一笑：“前辈，这是我师姐。”随后他悄悄靠近铃木，凑到铃木耳边小声道：“现在是我哥的道侣。”听到这话，铃木瞬间露出一副我懂了的表情。难怪过来谢我。伤瑶，伤心厉声警告：“不许对前辈无礼。”随后伤心脸色一变，笑着对铃木说道：“确实如小妹所言，多谢前辈帮助，才让我和师妹成为道侣。晚辈刘宇轩贸然前来打扰前辈。”刘宇轩行礼，看了伤心一眼，脸色微红：“我与伤师兄交心已久，奈何一些特殊原因迟迟没有进展。若非前辈相助，我俩的关系或许一辈子都没有进展。”说着，刘宇轩从自己的储物袋里拿出一袋鱼粮。听闻前辈手里有天下龙鱼，晚辈能力有限，这是我为天下龙鱼特制的鱼粮，请前辈收下。
啊，自制的。铃木起初还有些怀疑，但感受到余粮中蕴含的灵气时，便打消了这个念头。这余粮的营养价值或许比普通的灵芝果实还要高啊！商瑶又凑到铃木耳边，小声道：“柳师姐是万寿宗义受封的4品饲育师，好多灵兽的食物都是柳师姐调配的。”听完这话，铃木不动声色地把余粮收下。有心了，刘宇轩笑道：“余粮只有3斤，就算小龙鱼正处于长身体阶段，也能让它吃上小半年。若是余粮效果不错，前辈可以再跟我说，别的我不会，唯独擅长调配灵兽口粮。”铃木满意点头：“真好啊，治好伤心不仅得到1条鱼，现在连余粮都省了。”伤心轻咳一声，打断两人，随后悄声道：“前辈可否借一步说话？”铃木看着他身边的两女，点了点头。这一举动让刘宇轩非常不满：“你躲着伤药就算了，躲我是干什么？还有什么是我不方便知道的？”尽管他不满，但伤心还是没让他跟过来。一码归一码，该隐私的时候还是得隐私。来到一旁，伤心打开储物袋，拿出5株灵药：“前辈，这就是我手里关于那方面的灵药，你看看我要怎么吃。”铃木定睛一看，名称：玉髓藤，品阶：下品灵植，成长状态：枯萎期，名称：双阳草，品阶：下品灵植，成长状态：枯萎期，名称：金魂阳莲，品阶：中品灵植，成长状态：枯萎期，名称：赤金花，品阶：下品灵植，成长状态：枯萎期，名称：龙血果，品阶：中品灵植，成长状态：成熟期。好家伙，5株全是灵植，其中更是有2种中品灵植。不过令他没想到的是，有4株都是处在枯萎期。这个状态的植物铃木了解过，一般生命力已经快要枯竭，全身只剩下药力。若是等状态变成死亡，那这灵植连药力也没了。见状，铃木心里轻叹一声，想要让枯萎期的植物重新生长，难度不亚于1天从凡人成为筑基修士。若是刚枯萎没几天，他还能通过注入生命力来勉强维持。但眼前的4株灵植显然已经枯萎很久了，甚至因为保存的不得当，距离死亡也不远了。就算把山头的全部生命力注入进去，也难以让其重新生长。这下他能播种的灵植就只有那枚龙血果了。好不容易一次见这么多灵植，没想到能为自己所用的只有1株，难怪灵植稀有。铃木微微摇头，轻叹一声：“前辈，你别吓我啊，这些灵植都不行吗？”“不行，我可以让家里继续找，你可一定要让我重振雄风啊！”伤心被铃木突如其来的摇头叹息吓一大跳，铃木也被吓了一跳。“你家里这么强吗？还能继续找灵植？”“不，我只是感慨灵植被你保存的太烂了，药力有些流逝，不过并无大碍。”伤心松了口气：“没问题就行。这样吧，我先用这些灵植炼些丹药，方便你更好吸收恢复，不过得麻烦你再等几天了。”铃木沉思片刻道。伤心眼中闪过惊讶之色，前辈竟然能够拿灵植炼制丹药了，不愧是前辈，竟然堪比4品炼丹师。前辈，我不着急的，就是那个黄元丹你还有没有了？再卖我点。伤心挤眉弄眼道。铃木一愣，瞬间瞪大眼睛：“你小子浓眉大眼的，3天就用完了5粒？”伤心连忙示意铃木小声点：“这不是第一次雄起吗？再加上柳师妹等这1天等这么久，肯定不能让她失望，我就一次吃2粒。”铃木盯着他沉吟片刻：“坚持了多久？”提到这，伤心眼中爆发出金芒：“你这丹药太神了，前辈！”他伸出1根手指。铃木蹙眉：“1分钟。”伤心脸色一垮：“哪有那么快？那还是人吗？也太废物了！”铃木瞬间板起脸：“1个小时？不对，是1晚上。吃了2粒，坚持了1晚上。”伤心激动道。铃木感觉天塌了：“不对吧，兄弟？我自己炼的丹，怎么用我自己身上没这效果？难不成我给自己炼的是假药？”铃木迅速调整面部表情，免得被看出来什么。他从怀里掏出来2个玉瓶，1瓶里面20粒，一共40粒，不免费哈。伤心视若珍宝的接过，点头道：“我懂，肯定不会让前辈吃亏。您需要什么东西，只要我力所能及，都帮你弄来。”铃木眼睛一亮：“就等你这句话了。”他二话不说，拿出1张纸，这上面是一个新丹药的部分材料，我需要你帮我收集一些。当然，作为报酬，这个丹药如果炼成，我会给你一些。伤心本来还想问什么丹药，但当他目光随意一扫，合欢花，前辈竟然要炼制这种丹药，不愧是前辈。黄元丹满足不了，竟然要追求更高的境界，但好奇心还是让他去追问这丹药的功效。铃木看了他一眼，也不隐瞒，
将合欢丹的功效告诉他。双修快速提升修为，伤心大惊，眼中满是喜色。铃木一愣，这家伙没听说过这种丹药吗？那凤玄机是从哪弄来的丹方？伤心迫不及待地接过清单，扫了一眼，发现上面的大部分材料都很好找，其他材料都没问题，但是这个紫阳花精有点难说，只能尽量找。铃木点头，紫阳花精是将紫阳花枯萎后的花瓣埋入林田至少10年才会形成。紫阳花虽然只是下品一植，但花精却达到灵物的程度。又因为紫阳花收益低，而花精需要的周期长，且需要占据林田，所以很少有人生产紫阳花精。没有紫阳花精，那我就找找有没有其他能够替代的，不过可能药效会打折扣。铃木悠悠一叹，伤心蹙眉，这丹药前辈可是答应过会给他一些的，药效打折扣怎么能行？他沉思片刻道，前辈，我听闻南溪镇李家的小少爷在收集各种奇珍异宝，说不定他那里会有。南溪镇李家，铃木感觉这个名字有些耳熟。哦，想起来了，是前几个月来这里收麦子那个。铃木还从掌柜手里买了几株一植，只是令他没想到的是，那家伙竟然还在收集。这件事说完，三人来此的目的算是差不多完成了。不过等铃木和伤心回去，商瑶便吵着要看小龙鱼。前辈，你不会还没把小龙鱼孵化出来吧？商瑶盯着铃木，谢谢道。铃木嘴角一勾，怎么可能，我从不妄言。说着，铃木来到那条小河旁边，伸手在水面划了2下。不多时，一道红色鱼影从山上飞掠而下，阳光照在他身上，七彩光芒浮现，一路都在闪烁。商瑶小嘴张大，难掩震惊之色。伤心和刘宇轩同样如此，他们都是万寿宗内门弟子，见过许多灵兽，但像这般的还是第一次见。你把小龙鱼调包了吧？我怎么不记得天下龙鱼会这样？商瑶忍不住道。铃木眉毛一挑，心中疑惑，但还是肯定道，这就是天下龙鱼，只是孵化有点快，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变化。等到闪灵靠近，铃木将那鱼粮拿出来一点喂给他。闪灵吃了一口就爱上这个鱼粮，有味儿，虽然没有地脉之气营养，但比地脉之气好吃。见到闪灵如此喜欢，刘宇轩脸上露出柔和的笑容。对于一个饲育师而言，做出灵兽喜欢的口粮就是最开心的事情。商瑶小心翼翼地靠近，闪灵眨巴着眼睛，疑惑地看着眼前的萌妹子。爸爸怎么回事？怎么又一个女人？不过这个女人比昨天那个好多了。商瑶特殊的体质让她能跟各种灵兽友好相处，哪怕两者第一次见面，闪灵对商瑶也没有生起警惕之心，反而有些亲近。试探2下后，商瑶也大胆起来，直接把闪灵从水里捞上来抱在眼前看，一下子让闪灵把好感清空了。鱼尾啪啪2下甩到商瑶脸上，挣脱后跳入河里。这一幕气得麦人炸毛，随时准备攻击。但闪灵怎么会怕这个小狐狸？闪灵张开嘴巴，炼气中期的气息蔓延开来，水流在口腔汇聚，随时准备出手。感受到闪灵的气息，众人再一次陷入呆滞。商瑶满脸难以置信，前辈，小龙鱼才出来几天啊，怎么就炼气中期了？麦人凶巴巴的模样瞬间收敛一点，因为他也才刚踏入炼气中期，不到5天吧。三人纷纷向闪灵投去震撼的目光。麦人悄悄后退2步，尾巴耷拉下来。商瑶蹲在河边花了半小时才把闪灵哄好，这才安心地跟着伤心离去。见他们走了，铃木便跟村民们打了声招呼，回到山顶，他拿出那枚龙血果，找到一处埋有筑基中期修士的土地，将龙血果处理一下，种了下去，套上磁条后便不再理会。铃木打量着剩下的4株灵药，虽然枯萎了，但磁条还在，铃木也能通过磁条看出灵药的功效。他将4株灵药的新磁条收集起来，随后开始思索如何炼制成丹药。材料只有1套，绝对不能像炼制黄元丹那样随便，不然失败了就没法交差了。但他没有与这些灵药相关的丹方，无奈之下，铃木只好选择将它们加在黄元丹上。至少黄元丹吃了不会死人，哪怕加上1株灵药，也不至于把人吃坏。除非他运气超级烂，刚好1株灵药与其他药材产生反应，生成有毒物质。不过铃木熟读炼丹详解，这种情况完全可以规避。于是在铃木忙完农活并修炼完后，他便着手炼制新的丹药。药材珍贵，铃木每一次都只添加1点。终于历时2天，经历了6次失败，他终于将玉髓藤炼入黄元丹。至于新丹药的取名，黄元丹、玉髓藤板，这样也太草率了，伤心不一定买账。有了一次成功的经验，剩下的灵药炼制也顺利起来。又过了5天，铃木成功将4种药材消耗完，一共炼制出6种新的黄元丹，数量共10克。但这几天消耗的普通黄元丹已经超过100枚，幸好院子里的三阳酒和滋阳沟这期间又成熟一次，不然他还真消耗不起。
这几天的连续炼丹，让他对炼丹有了更多感悟。如果现在回头让他重新炼制这些丹药，他肯定一次也不会失败，甚至炼出来的丹药品质也会更高。铃木拿起一枚散发着浓郁药香的黄元丹打量，这一枚的品质已经达到极品，算是这10枚里最好的了。这批加强版的黄元丹够伤心吃一阵了。收好丹药，铃木拿出最后一枚聚灵丹服下。该说不说，这丹药很好用，没副作用，还能提升修炼速度。虽然这些天只用了2次，但加上天道酬勤的效果，现在铃木丹田处的道基已经足以突破筑基后期。山顶的4座聚气阵全力运转，植物溢出的生命力快速转换成灵气被铃木吸收，而铃木自身的生命力则收敛起来。在万物之气出现时，长青造化经变带着万物之气与自身的生命力一同转化成道基，虽是道基，却如液体般积攒在铃木丹田。不多时，铃木的丹田里便被道基生命灵液填满2/3。道基虽然是生命力和灵气所化，但积蓄在丹田后，反而让铃木的生命力暴涨。一时间，铃木体内溢出的生命气息都快要形成薄雾，影响着四周。众多植物虽然自身生命力在日积月累下越来越强，但却只是让它们更加顽强，并不能化作自身潜力，不然也不会存在溢出的生命力。而铃木身上溢散的生命气息不同，院子里的植物竟然发现它们能够吸收，不仅如此，吸收之后对它们自身颇有益处。小麦田里种下没几天的新麦悄然间发芽，在那数以千计的麦芽中，还有几株麦芽发生了些许变化，有的变白，有的发黄，有的叶片上出现红点赤日葵田。一些普通向日葵在这股生命力的帮助下，终于全部蜕变成赤日葵。霎时间，所有赤日葵竟齐齐调转花盘，转向铃木，再一次向他送出了属于赤日葵的万物之气。运灵脉、灵道、凤血灵道等灵值并没有出现异变，但却加快了其生长速度。铃木念叨许久的运灵脉，估计再有1周就能成熟，到时候就能研究如何去除它的能量紊乱等负面状态，再大肆种植。感受着源源不断涌来的万物之气，铃木感觉自己快要吸撑了。他正准备稳固这些道基，从而踏入筑基后期。这时，河里无聊地打转的闪灵被铃木身上浓郁的生命气息吸引，浮出水面。他眼睛放光，贪婪地吸收着溢出的生命力，就连他头顶的肉流宝石都在这一刻充斥着生命的光辉，让山顶区域的河流都染上一层圣洁的绿光。吃饱之后，闪灵身上飘出一道属于灵兽的黄褐色万物之气。随着这道万物之气融入铃木的道基中，铃木豁然睁眼，诧异地看向冒头的闪灵。我还以为这道基只能用植物，没想到灵兽也可以。铃木重新闭上眼睛，感受着道基中那一道微弱却狂躁的万物之气。不多时，铃木身上传来一阵嗡鸣，他的气息骤然爆发，已经来到筑基后期。四周的植物被这股波动吹得摇曳，像是在欢呼铃木又变强了。闪灵高兴地跃出水面，朝铃木吐出一个泡泡，泡泡里包裹着一缕地脉之气。在闪灵期待的目光下，铃木只是随意打量一眼，便将地脉之气吸收，丝毫没有注意到那缕地脉之气中还有一丝让人难以察觉的七彩微光。似是没看到铃木的反应，闪灵气鼓鼓地回到河里。这可是他努力了好久才吐出来的，竟然一点没有注意，太可恶了！下次一定有闪瞎你的眼。吸收完地脉之气，铃木感觉自己的状态非常好，当即拿起青芒在院子里狂奔2圈，把所有成熟期的植物全部收割。收获繁殖土豆300斤，种植经验加3；收获一植赤日葵子100斤，种植经验加10；收获灵植凤血灵道40斤，种植经验加40；收获繁殖大蒜。随后，铃木打开系统面板，姓名：铃木，境界：筑基后期，种植等级：10种人404 1000。词条1：天道酬勤，你的努力必定有回报。当你全身心投入种田相关的劳作时，每劳作1小时，全方位永久提升0%。1%，当前积累524%。词条2：生生不息，你将越活越有生命力。当你持续身处一个地点时，每停留1天，生命力提升1%，当前积累88%。词条3：待解锁，已收集词条：玄阴血毒，凤血之意，多子多福，终极聚气，灵气亲和，固本阳元，能量紊乱，灵宝，营养均衡，灵气汲取，脉毒，毒素转化，茁壮成长，抗倒伏，抗大风，抗小毒，缺氧。铃木看着自己的面板，感慨万千。不知不觉，他已经从凡人聚气境踏入筑基后期了，连1年时间都不到。能有这般成就，还得多亏他努力种地。种植等级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提升。词条3看来得再期待一段时间了。铃木看着被自己收割完的院子，歇了一会儿，便将土地翻一下，
用灵石给土地补充营养，降下淋雨滋润土地。等过了2天后，铃木便将种子重新播种。又过了3天，伤心带着他收集来的材料过来了。前辈，很遗憾，紫阳花精还是没有找到，不过其他材料倒是都找到了。铃木像是早就料到一般，点了点头。他将合欢丹的材料收下，随后拿出早就准备好的10枚丹药。这是？伤心看着手里10枚5颜6色的丹药，疑惑道：改良版黄元丹，吃了不仅持久，还能在运动过程中恢复你的身体功能。闻言，伤心眼睛瞪大，好像能爆射出一道金光似的。前辈，你真是我的贵人。伤心拿着丹药爱不释手。那个前辈，黄元丹还能不能再卖我点？伤心不好意思道。铃木一怔，这才几天，干什么事都要节制啊。伤心连忙摇头，不是我用的，我这不是回家取材料，顺便给我大爷爷、二爷爷还有我爹，我说我搏几颗分下来就没了。铃木无奈扶额，好吧，这是用来办事的，能理解。只是你小子可太笑了，给你爹那辈就算了，还给你爷爷。老爷子们真是老当益壮，初心不改。又给他一瓶黄元丹，并承诺和欢丹炼制出来会让他先体验，这才让伤心安心的离开。拿着药材回到山顶，铃木轻叹一声，距离本月最后1天只剩15天，这要是弄不出来合欢丹，鬼知道凤玄机会怎么整他。看来有必要去外面碰碰运气，要是真找不到，那就只能忍辱负重了。说干就干。铃木自从被凤玄机带到这个山头，他就没出去过，因此想要去南溪镇必须找人带着他。他提前找到石田和石云，告诉他们要去南溪镇。尽管两人很疑惑铃木为什么突然要去那么远，但两人并没有拒绝。石河和石宇也没意见，甚至在听了铃木的计划后，还把家里的钱币拿出来让两人带上，免得到时候因为灵币不够耽误仙人办事。不得不说，他们考虑得很周到。铃木储物袋里除了灵石，灵币还真没多少。铃木又通过传音海螺向凤玄机询问了外面世界的情况，你问这些干什么？终于舍得离开你那山头了。铃木忧郁一叹，有些埋怨道，还不是你要合欢丹，紫阳花精找不来，只能去外面碰运气了。听到这话，对面传来一声轻笑，有进步，能把我话放心上了。铃木撇嘴，敢不放心上吗？他还年轻，可不想过度透支自己。放心去吧，外面的世界很危险，但也没你想的那么危险。若是真遇到危险，就把我前段时间留给你的红羽拿出来，能挡一次金丹攻击。铃木眉毛一挑，他还以为那羽毛是凤玄机忘拿走了，合着是专门留给他的啊，能挡金丹的攻击啊，这可太棒了。只是令他不解的是，凤玄机才金丹初期，怎么会搓出来这种宝贝？结束联络后，铃木对外面的世界有了些底，至少不会像他想的那样，筑基多如狗，金丹遍地走。翌日天刚蒙蒙亮，铃木在村口见到石云和石田。林大哥，快点，不然没办法赶在中午的时候抵达南溪镇了。以往村民们前往南溪镇全靠步行，正常速度下，早上天刚亮出发，等中午的时候刚好能抵达南溪镇。南溪镇可比小石村这片地方繁华多了，多亏铃木帮助让庄稼收成多。上次石云去南溪镇的时候还吃了顿好的。我知道南溪镇有个特别好吃的肉饼，咱们快点去吧。石云兴奋道，还忍不住舔了下嘴角。这次借着铃木的光，石河多给了他好多灵币，可以让他多吃几个肉饼了。眼看石云这么着急，铃木笑着在他头上敲了一下，这么着急吃肉饼，那一会儿可要抓紧我。两人还在疑惑，铃木便自顾自地抓起两人，紧接着爆发筑基后期的实力，速度快出残影。可惜铃木没有飞舟，也不会飞行法术，只能用双腿赶路，虽然有点掉逼格，但不影响赶路就行。石云和石田还从未有过这样的体验，刚开始还有点新奇，但时间一长，路途颠簸起来，两人脸色瞬间变了。一路上并未出现什么情况，比铃木想的要安全得多，也没有遇到一个修士，这让他更加安心。有铃木带着他们赶路，不到3个小时便来到南溪镇。铃木将两人放下，两人顿时趴在地上干呕，差点把早饭吐出来。林大哥，你太快了。石云缓过劲儿，忍不住道。石田则在一旁应和。铃木的脸瞬间黑了下来，这怎么听都不像是夸人的。铃木看着眼前的南溪镇，南溪镇卧于青山谷中，南溪绕镇而过，水光粼粼，镇口老槐苍劲，石墙爬满青藤。往里看，街巷商铺林立，行人摩肩接踵，酒肆喧嚣，铁匠铺叮当，一派热闹。铃木早上没吃饭，站在外面就已经隐约间能闻到街上弥漫的食物香气。你不是要吃肉饼？带我去看看。铃木招呼石云。听到吃肉饼，石云瞬间来了精神，兴致勃勃地走在最前面，给铃木带路。
南溪镇很大，人也多。铃木在路上竟然感知到5、6道炼气气息，好在没有金丹，铃木并没有放在心上。修士不爱去贫瘠的小村落，像这种大型镇子还是会有修士出没。石云爱吃的肉饼摊位置在一处酒楼附近，是个老爷爷在做肉饼。石云买了3个肉饼，石田蹙眉，总觉得不应该这样乱花钱，不过看到铃木也吃了，他也就没提醒。没办法，他不像石云，还是个孩子。虽然平时他不着调，但有些时候还是非常理智。农民的钱来之不易，每一分都要精打细算。如果不是铃木跟着，他断然不会让石云这般浪费。肉饼虽然算不上多美味，但也差不多可以了。铃木并没有那么挑食。呸，什么肉饼啊，舍不得放盐。那你摆什么摊？做成这样还好意思拿出来卖？就在3人品尝肉饼时，肉饼摊前过来一位衣着华贵的男子，身后还跟着一个颇有姿色的女子。只见那男子拿起肉饼吃了一口，便将其摔在地上，还吐了口唾沫。石田见到这一幕，暗自咬牙。石云气愤无比，这么好吃的肉饼，他凭什么说难吃？还扔在地上。似乎是注意到2人的目光，那男子看了过来，打量一番后，一脸桀骜。看什么看，3个臭乡下的也就配吃个饼了。真不知道为什么要让你们这种人来镇里，影响镇容镇貌。说完，这男子在饼上狠狠踩了2脚，转头带着身后的女子走向旁边的酒楼。还看，乡巴佬知道这是什么吗？玉仙楼，吃得起吗？男子嗤笑一声，踏入酒楼。石云银牙紧咬，神气什么嘛？什么玉仙楼，里面也就几个跟我差不多的。走吧，林大哥，咱们去那个李氏粮铺。石云和石田都很懂事，哪怕被人贴脸嘲讽了2次，还能稳住心态。但其实铃木知道，这不是他们心态好，是身份让他们自卑，是处境让他们狼狈。他们归根结底不过是小村庄里走出来的孩子，可以说是哪里都比不上这里的人。哪怕石云已经成为炼气修士，但这种心态在短时间内很难转变过来。铃木拍了拍2人的肩膀，他已经查探过了，酒楼里只有5个修士，最强的也就炼气中期。难得来一次，走这么急干什么？玉仙楼，我倒要看看咱们凭什么吃不起。2人还没反应过来，铃木已经迈步来到玉仙楼前了。石田张嘴还想要说什么，但想到铃木好歹也是个仙人，便跟了上去。石云惊讶万分，摸了摸兜里的2枚蓝灵币，不知道这点钱能不能进去一趟。怀着忐忑的心情，2人跟在铃木身后。来到门口，酒楼招呼客人的店小二立马注意到3人，只因铃木3人的打扮在酒楼里实在太过显眼，3人的衣服都洗得褪色，铃木还好，至少衣服没破。石田穿的衣服上打了好几个补丁，换做其他像石田这样的人，根本不敢靠近这种酒楼，更别提站在门口试图进来了。店小二上下打量3人一番，眼底闪过一抹失望和不屑，但失望归失望，他还是上前问了一嘴：“客官金盖儿想吃点啥？”铃木看了他一眼，有些惊讶，这家伙明明那么不屑，竟然还会上来询问。是这家酒楼的掌柜教导有方。铃木轻轻点头，也不装模作样。第一次来，先给你们这的招牌上4样。店小二叹息一声，果然是乡下来的愣头青，我这么大个酒楼，招牌能便宜吗？随便一个招牌，就是你们中1年地都吃不起的好东西。恰在这时，那名嘲讽过3人的男子听到铃木这话，顿时大笑起来。还招牌上4样，乡巴佬就是没见识。小二，给他们拿个菜单，让他们睁大眼看看，这酒楼是不是他们能进的？店小二怜悯地看向3人，小声道：“客官，我们玉仙楼的招牌，每一道菜都至少需要888白灵币。”闻言，石云小脸一白，888灵币，还是至少？菜香精编了，种1年地也吃不起2道菜啊！石云小心翼翼地扯了扯铃木衣角。石田心生退意：“林大哥，没必要。”店小二轻轻摇头。酒楼里的那名男子大笑起来，这一番动静让店里其他人也纷纷看过来，不少知道来龙去脉的人也是毫不掩饰的嗤笑。铃木面无表情：“无妨，带我们进去。”店小二一愣，还想说什么，但突然感觉手里多出来2枚钱币，瞳孔猛然收缩。“客官里边请。”看到店小二突然热情起来，那名男子一怔，旋即嗤笑一声：“酒楼是进来了，一会儿可别喝1碗水就离开啊，一壶水也需要不少钱呢。”铃木带着2人从那男人身边经过，目光扫过他桌子上的3样菜。呵呵，一瞬间，男子四周的食客大笑起来：“一炮，你不行啊，乡巴佬都嘲笑你了。”哈哈，有一说一，你这桌面确实不咋地，带个姑娘来就吃这，好歹也是李家的人，你这也太逊了。四周嘲讽的话落入李炮耳中，顿时让他脸上挂不住，怨恨地看向铃木3人。在店小二的带领下，铃木找了个空位坐下。
这时，大堂一大半的食客都望向这里，似乎想要找些乐子。店小二拿来菜单，但铃木看都没看，就按我在外面说的上。店小二有些不放心，那毕竟是4道招牌，也就富家子弟有时会点一道。铃木看出了他的顾虑，伸手轻轻拍在桌子上，啪嗒，一声清脆的碰撞声从铃木掌心传出。当他拿开手时，桌子上已经多出一枚下品零食。够吗？店小二瞪大眼睛，够的。他连忙跑到后厨招呼，心里无比庆幸自己没有对他们太刻薄。掌柜的，你真是救了我一命啊！店小二想到酒楼掌柜的谆谆教导，激动万分。随着一块下品零食出现，大堂中的食客突然安静下来。与此同时，食客中的几位炼气修士纷纷向铃木这里投来目光，视线不由自主落在零食上。修士，为什么感知不到他的实力？他旁边那小姑娘是修士，炼气初期，拿零食出来吃饭，这不会是个暴发户吧？几位修士小声交谈，他们几个都舍不得拿钱吃那所谓的招牌。几人声音虽然小，但还是落在其他食客耳中。正准备看笑话的李泡懵了，随后脸上浮现出些许恐惧。这人是修士？谁家修士穿这么破啊？你是修士，怎么不早说？早点说，我不就去道歉了。现在可好，难听的话都说出去完了。李泡欲哭无泪，他怎么这么倒霉？不过没关系，他们李家也有修士，只要对方知道这一点，应该不会对他怎样。当他扭头看向铃木，却发现他好像根本没把自己放在眼里。此刻铃木正拿着菜单让石云和石田挑选，看看想吃那个随便点。两人受宠若惊，拿着菜单迟迟不敢开口，只因上边就连一壶水都要1800灵币，这都够石云买6个肉饼了。自从铃木掏出下品零食，四周便安静无比，客人甚至连咀嚼都不敢用太大力，更别说像刚才一样出言嘲讽了。许多嘲笑过铃木三人的人此刻懊悔又犹豫，他们想去道歉，但又不知道该如何讨好修士。铃木万万没想到，一枚下品零食竟然影响这么大，而且听力惊人的铃木也注意到那些炼气修士说的话。铃木懊悔不已，早知道掏碎零食了。似乎是受不了大堂压抑的氛围，几位炼气修士率先离开。面对一个实力未知的修士，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先远离。等铃木的4道菜上齐，李泡终于下定决心，他来到铃木面前恭敬行礼：前辈，晚辈南西李家李泡，刚才是我有眼无珠，多有得罪，还望前辈能够原谅。他看着那4道诱人的招牌菜，咬了咬牙：您今天这顿饭就让晚辈付了吧。铃木眉毛一挑，诧异地看着这人，竟然是李家，是那个李氏粮铺的家族，你付得起吗？李泡脸色一黑，强颜欢笑：当然，我李家也是有修士的，一顿饭还是没问题的。前辈若是有兴致，可以到我李家坐坐。铃木收回目光，淡然点头：再说吧。此刻他的目光已经被这4道菜吸引，啧啧称奇。只因这4道卖相不错的菜肴里竟然含有一丝灵气，虽然灵气少到可以忽略不计，但在这样一个凡俗城镇见到这样的菜肴，还是让人忍不住感叹。用一堆没有灵气的灵币能换来一道蕴含灵气的菜肴，这家酒楼有点东西。不过对普通人而言，这种菜肴还是太过昂贵，由此可见普通人想要成为修士有多难。铃木查看了4道菜，发现里面并没有灵值，品阶最高的也不过1值，还只有几块。但就是这样的配菜做出来竟然能蕴含灵气，都是好东西，吃吧。铃木开口催促着两人赶紧吃。眼前的菜肴对他没什么效果，但对石云和石田就不好说了，因此铃木只是品尝一下，大多数都让他们2人吃下。这么贵还是有道理的，吃完之后感觉浑身暖洋洋的。石云揉着小肚子，脸上洋溢着幸福。石田点头，很是惊讶，昨天干活小腿不小心受伤，吃完后竟然感觉小腿不疼了，真是神奇。听到两人的话，铃木很是惊疑，不就是有了一点灵气的菜吗？怎么感觉你们跟吃了灵丹妙药一样？就在这时，酒楼里又来了一拨人，一共5人，全是男的，一个个气质不凡。来了之后就自顾自坐下，他们正疑惑吃什么，突然注意到铃木桌子上没吃完的4道菜，这破地方还有灵膳，给我们上5道灵膳，就跟那一桌一样。为首的一名黑衣男子指着铃木的桌子道：灵膳。铃木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不过并不难理解，就是蕴含灵气的菜肴。这么看来，灵膳倒是挺稀有的，至少在这种地方是这样。小小的南溪镇竟然还有会制作灵膳的厨师，真是高手在民间啊。铃木对灵膳很好奇，对那位制作灵膳的厨师更好奇。啪嗒，那名黑衣男子拿出一枚下品灵石放在桌子上。店小二大惊，今天怎么回事？又是一个修士。
铃木注意力被吸引过去，感知扫过，有些惊讶，这5人里竟然有一位筑基中期修士，剩下4位也都是炼气中期或炼气后期。不对劲啊！铃木一路走来，遇见最强的也就炼气中期，怎么突然间冒出来一个筑基中期？铃木并没有立刻离去，而是坐在这里等了一会儿。师兄，你不会找错了吧？李家会在这种破地方？李真传给的地址就是这里，你在怀疑他？几人纷纷摇头。李真传的李家不是在北边吗？这个南边的李家如此贫困，能有什么帮得上的东西？一名弟子撇嘴摇头。话说李真传怎么了？我怎么听说他现在到处寻求灵丹妙药，就连咱们这次的任务也是李真传发布的。4名炼气弟子纷纷摇头。筑基中期的黑衣男子见他们讨论得这么激烈，便开口道：听说是修炼方面出了问题，不解决有可能此生再无寸进。这么严重？那肯定，而且我听说很有可能是凤玄姬那个女魔头干的，当时他差点把李旭杀了，还是李长老从他手里把李旭赎回来的。你说这个我有印象了，前几天那个女魔头还去我们剑魔峰见了大师兄，走的时候我那大师兄还一脸谄媚。这女魔头竟然如此强大了，1年后的圣女恐怕非她莫属。哼，那也得能活到1年后才能见分晓。黑衣男子嗤笑一声。灵善到了，几人便不再多说。他们说这些话时也没设置屏蔽阵法，于他们而言，这灵气贫瘠之地的人恐怕连他们说的话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铃木将这些话听得一清二楚，也从中知道了不少信息。那家伙果然要废了，寻找灵丹妙药，也不知道有没有灵丹妙药能够消除词条。要是真有这种办法，他都想学来用到凤血灵道上了。不过那黑衣男子最后说的话让铃木非常在意，活到1年后，唉，终究还是魔宗，有这种斗争太正常了。走吧，该去办正事了。铃木起身，那一伙人也是找李家，铃木也要去李家。他可不想和魔宗的人一起，毕竟来了这么久，战斗几乎都是因为魔宗而起。前辈等等我。李炮并没有离去，而是一直等着铃木。他也听到了那一伙人对李家的评价，虽然气不过，但才经历了铃木这件事，让他不敢再妄言。说就说吧，反正又掉不了几块肉，而且对于那些高高在上的修士而言，南溪李家可不就是贫困吗？离开御仙楼后，铃木看着李炮，李氏良铺是不是你们李家的？李炮一愣，旋即挺起胸膛，是的。那你是被仙人收徒的那个？李炮脸色一垮，讪讪道，就我这德行，怎么可能？是我大哥被南阳宗一位宗主看中，收做弟子。南阳宗是南灵州的一个大宗门，比万寿宗要强上一些。宗主至少也是元婴境了吧？喊上一句仙人不为过。听闻你们李家最近在收集各种奇珍药材。铃木看了他一眼，李炮乃还不知道什么意思，故作犹豫后说道，前辈，你且等我回家询问一番，这种事情我做不了主。李炮脸色尴尬，铃木也知道他算是李家的纨绔，吃喝玩乐还行，决定权根本不可能在他手上。我跟你一起。铃木跟着李炮，李炮心中叹气，把陌生修士带回家里，这下老爹要把我吊起来打了。不过这避免不了，酒楼里的那一伙人吃完饭可能也要来找李家。唉，今天这是咋回事？早知道不出来了。很快，铃木跟着李炮来到李家宅邸，宅邸很气派，根本不像是这个镇子能有的房子，甚至比镇长的房子都要气派。铃木不禁感慨，这就是被仙人收徒后的好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铃木进门的时候，甚至看到看门的狗吃肉饼。李家管事打开门迎接小少爷，但转头就看到3个乡巴佬跟在少爷身后，顿时蹙眉。孽畜，你这是什么眼神？旺财都不叫，你还敢乱看了？李炮脸色一黑，开口就骂。管事立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连忙低头道歉。铃木并没有将这放在心上，跟着李炮进去。赶紧来，他就发现李家的绿化做得很好，一路上到处都能见到绿油油的植被，而且植被的品质至少都是一植，这让铃木不由感叹，不愧是被仙人收徒的家族，一直都摆在路两旁当绿化了。但令铃木疑惑的是，这些一直给他的感觉很别扭，不像自己院子里的那些。比如这些一直身上一点灵气都没有。一直好像本来就不该有灵气，或许是因为这些一直没有被自己赋予词条，在家里待太久，以至于出来之后都以为外面的植物和家里的一样，那可太糟糕了，自己把自己的嘴巴养刁了。石云和石田老老实实的跟在铃木身后，四处打量周围的环境。他们还是第一次来到大户人家的院子里，真气派。李炮一边带路一边骄傲地介绍，前辈，你对这些植物很感兴趣，这可都是我那大哥派人从各地搜集来的。你要找药材，
来我们家算是找对地方了。说到这里，李炮小声道：“我家后院还有一块灵田呢，里面种的都是我大哥弄来的灵植。”林木很是惊讶，这小小的李家还有灵植，李家那位公子倒是有些手段。如此一来，或许真能在李家找到紫阳花精。前辈在此等候一下，我去问问我爹。李炮停下脚步，回头说道。见林木点头，李炮才匆匆跑进去。不多时，一名中年男子快步走了出来，一边走一边骂：“你个逆子，就这么让仙人在外面等候！”见到林木的打扮后，中年男子愣了一下，但很快恢复过来。他连忙将林木迎到客厅上茶招待。林木和中年男子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了解到此人是李炮的父亲，名叫李占良，不是李家的家主，但在李家有一定话语权。林木来的又刚是时候，李占良的两位兄弟刚好外出，此刻的李家他说了算。于是林木直接开口：“实不相瞒，我听闻李家有许多奇珍异宝，此次前来是想问问李家主有没有紫阳花精。”李占良沉吟片刻：“有倒是有，只是那东西虽然品阶不高，但获取非常难，我李家收集了半年也才寻到一枚紫阳花精。”看到李占良犹豫的神色，林木心中叹了口气，他发誓一定要把各种植被药材都种一遍，争取以后自给自足。是担心我支付不了费用吗？林木拿出来一枚下品灵石，一枚下品灵石买一块紫阳花精算是溢价了。这东西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一质品阶，不过是生产时间太长导致价值上涨。李占良目光落到灵石上，眼睛瞪大，旋即连忙摇头，脸上露出几分为难：“与钱无关，紫阳花精用处不大，送给你也无妨。”林木听到这话，心中反而有些疑惑，这么爽快。果然，李占良接着说道：“只是那枚紫阳花精在我家后院的灵田里埋着，想要得去挖。”林木心道：“果然如此，难道是挖不出来？”林木猜测。李占良点头：“道友有所不知，那块灵田这段时间出了问题，不是筑基修士很难进入灵田，不然会有生命危险。我那两位兄弟外出，就是为了寻找解决灵田问题的办法。”闻言，林木眼皮一跳，这李家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李占良摇头苦笑：“我只是刚踏入炼气中期，进不去那块田。前辈，如果你能进去挖出紫阳花精，那送给你也无妨。”林木刚想点头，却突然注意到刚才放到桌子上的灵石出现异常，一缕缕灵气竟然从灵石中溢散，消散在空中，这让林木心中警惕起来。刚才在酒楼都没出现这种情况，怎么来到李家出现了如此诡异的一幕？感知放开，林木发现灵石溢散出的灵气飘向了后院。灵田在何处？在后院，带我去看看。李占良心中一喜，难怪他看不穿林木的实力，原来是有筑基的修为，这下能把紫阳花精挖出来了。请跟我来。一行人穿过几重院落，来到李家后院。刚一靠近，林木就感受到了一股奇特的波动。这股波动很微弱，但确实存在，让林木感觉有些不适。更奇怪的是，随着他靠近灵田，不仅是那块灵石，就连他体内的灵气也躁动起来，甚至想要破体而出。若非林木对自身灵气有着超强的掌控，恐怕现在他体内的灵气就要开始流失了。你们两个别靠近，去外面等着。林木回头看着石云和石田，此刻石云紧蹙眉头，好像也发现了异常，他没有犹豫，离开了后院。李占良见状，悠悠一叹：“看来你已经感受到了，这就是这块灵田的问题。如果不是筑基修士，踏入灵田不需片刻就可能被吸干灵气。”林木瞥他一眼：“为什么不早点说？你没问啊？”李占良轻咳一声：“紫阳花精就在那棵果树右侧2米处的地下，你可以进去拿。”林木循着他指的方向望去，随后通过系统查看那棵树的信息：名称青灵果树，品阶下品灵植，成长状态成长期，自身词条退化无果，灵气损失。灵木这个灵植的词条是怎么回事？堂堂灵植没有正面词条就算了，好歹有个毒词条也行啊，怎么全是负面词条？林木又查看了灵田中的其他灵植，发现这些灵植的情况与青灵果树相差无几，甚至词条都出奇的一致。更令他警惕的是，明明这一大片全是灵植，但他并没有感受到太过浓郁的灵气，甚至觉得这里的灵气还不如外面。林木迟迟没有进入灵田，他在找到底是什么让这块地变成这般模样。你们李家这灵田有点怪啊，你确定没隐瞒什么？林木神色冷淡。李占良连忙开口：绝对没有，这些都是我那大侄子带回来的，起初也没问题，是最近才出现这种情况。已经告诉我那大侄子了，他说有空就回来看一下，你要是晚点来，说不定就遇不见这种情况。李占良可不敢在这个时候乱说话。
铃木很明显就是筑基修士，这样强大的修士在南溪镇堪称降维打击，他可不敢得罪。好不容易跑到这里过了些安生日子，眼看出了个修炼天才，准备重铸家族荣光，他可不能在这个时候栽了。铃木点头，收回目光，他取出灵石，感知着灵气流向，最终灵气指向了灵田中央。铃木靠近灵田，看到了灵田中央的情况。只见在那土地上有一片苍白的槐叶扮演在土里，这片槐叶呈羽状复叶，互生排列，除了颜色苍白，其他方面与普槐叶并无差别，就像一串白色的羽毛。但这槐叶正源源不断地吸收四周灵气。铃木凝神望去，眼前出现这槐叶的信息：名称噬灵魔槐叶，品阶极品灵植，成长状态死亡，自身词条噬灵不朽触魔。介绍：令人作呕的灵气终会被净化，极品灵植。铃木难以置信，这只是一片树叶啊，都能达到极品灵植的地步。那完整的树的是什么品阶？仙植吗？而且这个槐叶的介绍好糟糕，灵气令人作呕。铃木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其他能量，反正就目前而言，他吸收灵气后感觉身体倍儿棒，还变得异常持久。灵气怎么说也算不上令人作呕啊。他的词条有点少，只有3个。噬灵他倒是能理解，毕竟现在手里的灵石还在流逝灵气。就是不朽触魔是什么东西？铃木心念一动，查看这2个词条的介绍。不朽，你很耐造，全身防御力大幅度提升，当你死亡后，你的身体将会在无外力影响下永久保存。触魔，你擅长灵魔转换并储存，当你吸收足够多灵气后，灵气会缓慢转换成魔气并储存在体内。铃木沉吟片刻，不朽看起来还挺有用的，跑去后半句不谈，提升防御力还是很有必要的。至于触魔，竟然还涉及灵气转换，而且魔气又是什么新能量？不管了，先收集了再说。目前来看，那片叶子并没有太大危险，顶多就是吸收体内的灵气。他可以先靠近试探一手，如果真到了难以抵抗的地步，他会果断放弃。铃木不再犹豫，进入灵田中。这一幕让李占良瞪大眼睛，死死盯着铃木的背影，体内的灵气更加躁动，像是想要冲出牢笼的飞鸟。不过这点力度还威胁不到铃木。他按照李占良的提示来到青灵果树旁边，找到那块土地。铃木轻轻一跺脚，地脉术发动3秒之后，一块巴掌大的黄紫相间的晶体从土里翻上来。铃木拿起晶体，在阳光的照耀下，他还能看到晶体里残留的紫阳花残骸。铃木朝李占良举了举紫阳花晶，示意自己已经拿到。李占良在灵田边笑着拱手：既然你已经拿到，那便赠予你，只希望道友以后能记得南溪李家。铃木点头：自然，怎么能不记得？灵田里还有一片诡异的槐叶呢，这能忘掉？铃木朝着槐叶走去，随着他离槐叶越来越近，体内的灵气愈发狂躁。铃木险些就要压制不住，看来这东西不适合带回去啊。这种威胁灵气的植物带回去，怕不是要把他的院子霍霍完。拿完词条就走吧。铃木这样想着，来到噬灵魔槐叶旁边，看着苍白的叶片，铃木缓缓俯下身子，伸出手准备触碰。李占良疑惑地看着这一幕，不明白铃木在灵田里到处溜达什么。难道修为高的人都这么闲吗？还是因为这灵田对他一点影响都没有？他实力并不强，看不出铃木的状态，只知道铃木此刻仍旧游刃有余。铃木碰到叶片，准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收集那3个词条，但还是慢了一步。他体内灵气便如决堤的洪水般从毛孔中涌出，被那槐叶吸收。铃木赶忙收回手，后退2步。整个过程连1秒都不到，但他体内的灵气却少了相当于2颗下品灵石的量。若是再犹豫一会儿，他体内一半灵气说不定就被吸完了。不碰他倒是没事，碰之后吸力竟然这么强。铃木看着槐叶，神情严肃：此物断不可留。他不知道这东西是从哪来的，但绝对不能让这东西存在。铃木甚至在这一刻怀疑，这片区域灵气这么贫瘠，就是因为这种东西的存在。青芒出现在铃木手里，心念一动，镰刀变大，铃木直接砍在那片槐叶上。然而拥有不朽的槐叶根本不可能这么轻易被破坏。铃木砸了好几次，槐叶上才堪堪留下一道痕迹。磨下去能够破坏掉它，但哪怕用镰刀接触槐叶，体内的灵气仍旧会流失，这让他不得不暂停。李占良不理解铃木在做什么，但又不敢出声，就当他是给灵田松土吧。虽然他一直待在李家，但因为实力的缘故，灵田他没进过几次。等灵田出现问题时，他更无法靠近，因此并不知道灵田里有一片诡异的槐叶。铃木离开灵田，离开前还回头看了眼。多谢。
紫阳花精拿到手，铃木并不打算多停留。这李家的林田有点问题，在他没有手段对付这类怀业前，他并不打算过多接触这里。南溪李家随时欢迎仙人到来。李占良站在门口恭送铃木，铃木点头，有机会我还会来。虽然知道李占良说的是客套话，但铃木说的是真话。铃木的大本营就在石山，虽然南溪镇距离石山有点距离，但怀业这种东西就在自己隔壁，他很难睡安稳。铃木带着两人离开，刚转弯，他就看到酒楼里天血魔宗的5位修士迎面而来。为首的筑基修士瞥了铃木一眼，随后直接踏入李家，连招呼都没打一声。铃木将这一幕看在眼里，啧啧道：还真是魔宗，办事都这么没礼貌。没有过多停留，铃木就准备带着石云石田返回。路过玉仙楼时，铃木不由咂嘴，还别说，那什么灵膳挺好吃的，还对修炼有所裨益。若是食材再高级点，效果甚至比同阶的丹药还好，毕竟灵膳可没有单独这种东西。也不知道是哪位修士藏在这偏僻地方，而且还偏偏愿意下厨给凡人做灵膳。恰在这时，铃木看见一个带着药香的大夫匆匆地走入酒楼，随后又有个一瘸一拐的店小二抱着一堆断裂的椅子出来，扔到旁边。出事了，难道是那5个人？铃木心中猜测，能把一个酒楼打成这样，多半就是他们。不过竟然没杀人，倒是出乎铃木预料。铃木很快离开南溪镇，然而下一刻，他便感受到南溪镇中突然传来一阵声响，随后便是传荡到镇外的微弱灵气波动，有修士在镇里打架。幸好走得早，铃木没打算理会，自顾自离开。只是还没走一会儿，他便察觉到身后有人跟来，感知扫过去，竟然是那5个魔门之人。铃木心中疑惑，难不成这也顺路？前边那小子，站住！一名炼气修士阁大老远喊话。铃木看了四周，确定这人就是在喊自己。刹那间，青芒镰刀出现在铃木手中，警惕地看向5人。那5人追上来后，二话不说便将铃木3人围在中间。筑基期的黑衣男子神色阴狠，腰间长刀已经出鞘。小子，真有你的，竟然比我们先一步抢到紫阳花精，害得我进到那块鬼田里差点没命。李占良没告诉你紫阳花精只剩1枚吗？说了，但我不信，他娘的，那老东西竟然没骗我。黑衣男子怒骂一声，他本想将那块灵田挖个遍，谁知道里面还有个怪东西，差点把他吸死。我劝你最好识相点，把紫阳花精交出来，这样我能让你死得痛快点。黑衣男子长刀闪烁寒芒，冷冷说道。铃木闻言眯起眼睛，见铃木没动静，黑衣男子没了耐心，动手。下一刻，围在铃木身边的4位炼气修士纷纷爆发，朝铃木袭来。铃木轻轻摇头，为了一块花精丧命，真的不值得。黑衣男子狞笑，你还知道？可惜了，自你拿到紫阳花精起，就注定你要死了。铃木神色淡然，我说的是你们。话音落下，铃木镰刀一抬，无数如花瓣般的刀气骤然出现，朝着4面八方席卷而去。春韵飞花，清理杂兵的最佳法术。一刀不够，就再来1刀2刀下去。4名炼气修士哀嚎2声，便纷纷倒在地上。也正是这2刀暴露了铃木筑基后期的修为。黑衣男子仗着筑基修为，勉强挡下这2刀，但当他感知到4位修士已经没了生息时，顿时大惊失色。你是何人？我是天血魔宗的弟子，你可想过与天血魔宗为敌的后果？铃木不语，只是提着镰刀上前一步。黑衣男子强装镇定，你可知我背后是谁？是金丹大能李旭。然而铃木并没有听他叭叭，下一刻，一道狂风凝聚的刀刃携带数道风矢，朝着黑衣男子袭去，速度出乎意料的快，快到黑衣男子根本没反应过来。刀刃展开他的身体，风矢洞穿4肢。可笑，李旭就是我弄废的。看着黑衣男子惊恐的眼神，铃木缓缓开口。黑衣男子瞪大眼睛，等到气息断绝都没想明白怎么突然就死了。这就是高阶修士的压制力吗？实则不然，一般情况下，普通的筑基初期修士遇到筑基后期还是能跑掉的。但铃木不是一般的筑基后期，他有天道酬勤的5倍加成，法术威力根本不是众人想的那般。铃木轻轻摇头，回头看向石云和石田，怕不怕？2人强忍着颤抖的双头，齐齐摇头，不怕，不怕，去帮我把那4个人的储物袋找出来。铃木则来到黑衣男子旁边，对于摸尸体他很有经验，因此3两下便找到了他的储物袋，毫不客气地打开储物袋。6块下品灵石，80块碎灵石，真穷，3瓶断体液，好东西，还有1瓶聚灵丹，里面竟然有5颗。看到里面的修炼资源，铃木美滋滋地收下。有个种子。铃木突然在储物袋里发现了令他走不动道的东西。魔宗人竟然会拿种子。铃木的手探出来，
手里拿着一本崭新的书籍。书籍的名字挺唬人的，叫《枯荣催生秘法》。在书籍的中央有一个法阵模样的凹槽，种子则在凹槽里躺着。种子很小，比芝麻还要小一圈。铃木凝神望去，种子的信息出现在他眼前。名称：九节纯阳草。品阶：上品仙植。成长状态：种子。自身词条：纳元翠灵，由于植株尚未成熟，只展示最基础且不会变更的词条。介绍：无应节而生，涤荡世间污秽。铃木突然瞪大眼睛，以为自己看错了，狠狠揉了揉眼睛。真是仙植？不是，仙种怎么一点特殊气息都没有？还被一个筑基修士拿到，他配吗？铃木院子里最高阶的才是灵植，灵仙之间还有一个宝质他没见过，现在直接就拿到仙植了。不过看到书籍上的法阵，铃木估计是这个法阵压制了他的气息，不然怎么可能如此频繁，跟个杂草种子似的。铃木指头按上去，复制纳元翠灵。纳元翠灵，你是此间天地重要的一部分，你能吸纳天地间各种能量元气，并将其淬炼成灵气，释放到天地中。铃木虎躯一震，这词条有点说法啊，比他的终极聚气牌聚灵阵还要强。聚灵阵只能吸收生命力转换成灵气，但这个词条是什么能量都能吸收，不愧是仙植，词条就是不一样。铃木小心翼翼地收好，没想到这趟外出最大收获竟然在这里。摸完了吗？把尸体装进储物袋，带回去肥田。就在这时，一旁突然传出一道清冷的声音：尸体留下。什么时候来的？铃木猛然看向一旁，稍微放松的心又提起来。只见一名身穿碧纹绿裙、发缠绿藤的女子站在一旁，她眉峰孤翘，翡翠眼眸无暖意，唇线冷冽，周身灵压迫人，看不出修为。但隐隐间，铃木感觉四周的草木都在向她臣服，就连铃木自身都受到了影响。女子看向铃木，神色淡漠。好在铃木没有从她身上感受到敌意，只是令铃木意外的是，这看起来孤傲的女子身上竟然有一股香味，不是幽香，而是饭香，像是刚从厨房出来。这股香味铃木还有点熟悉，跟他上午吃的灵膳有点相似。这些人乃是魔门之人，不知前辈要尸体所为何事，看不透修为，喊前辈不丢人。女子打量铃木一番，眸中明显浮现一丝疑惑，这让他突然转变了态度。我现在是御仙楼的厨师，你上午吃的灵膳就是出自我手。铃木一怔，难怪这犄角旮旯会出现灵膳，原来有个看不透修为的大佬在这里啊。他看着女子白皙的手指，根本不像会做饭的样子。女子接着道：当然，本座还有另一个身份，神木谷圣女就是本座。池灵薇淡然地看向铃木，相信你已经知道本座的名字，既然如此，那便将尸体交给我吧。铃木汗颜，我知道个锤子啊，我连隔壁村翠花叫啥都不知道，更别提你了。池灵薇注意到铃木的面部表情，眼角微不可察地跳了一下。本座池灵薇。铃木，人家都报名字了，出于礼貌，铃木回应一下。只是听到神木谷这仨字，他有点发怵，自己刚才用的刀法还是神木谷的，这要是被发现不是神木谷弟子，可该咋办？而且修炼的功法也是以青阳功为基础修改的，不知道会不会被他察觉到。池灵薇看着一地尸体，又看了看铃木，不要尸体也行，你的身上也有魔怀气息，用你也行。魔怀？这女人怎么会知道？那魔怀到底是什么东西？铃木连忙问道。池灵薇默不作声地来到黑衣男子尸体旁边，你不需要知道那么详细。他抬手一挥，尸体便飘了起来。紧接着，池灵薇玉指在空中虚按，绘制一道灵气回路，尸体上立刻出现一道黑色引线，连接着南西镇李家。池灵薇蹙眉，你在此等候，莫要乱跑。说完，池灵薇身形一闪，消失在原地。铃木倒吸一口凉气，这般能力，凤玄机好像都还不会吧？这圣女难不成是金丹之上？谁家元婴修士在酒楼里当厨师啊？铃木摇摇头，觉得自己的想法很荒谬。3个呼吸后，池灵薇重新出现在原地。只是他一出现，铃木便感觉体内的灵气躁动起来，想要冲出身体涌过去。定睛一看，池灵薇手里竟然拿着那片槐叶。别碰它，很危险的。铃木下意识阻止。池灵薇意外地看他一眼，后退一步，免得铃木扑上来。看来你知道这东西。啧啧，小小筑基怎么会知道这东西？池灵薇打量一番道：想聊一会儿再聊，你倒是先把叶子扔掉。他会吸灵气。铃木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勇气，这样跟一个实力未知的人说话。你这香了。池灵薇平静道，但他眸子里却泛起一道光。一般人面对他时根本不会这般放肆，但生命力旺盛和长期与植物待在一起的人不同。
由于他功法的原因，池灵威天然对这类人有着亲和力，以至于那些人面对他时会觉得他是同类，是伙伴，更容易相信他。但他没注意的是，无形之中他对铃木也产生了类似的情况。从他破天荒的话多就开始了。铃木嘴角一抽，算了，你不扔，那我退总藏了吧。于是在池灵威的注视下，铃木带着两人眨眼间远离他100米。池灵威收回目光，看向手里的槐叶，下一刻他周身出现一股恐怖的灵气波动，青色灵气弥漫周身。池灵威张开拿着槐叶的手，紧接着手中青光乍现，刺眼夺目。随着青光淹没槐叶，强大的腐蚀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磨灭槐叶。1刻钟后，青光消失，槐叶也消失不见。池灵威的气息因此一泄，翠绿的眸子里闪过一丝疲惫，看来消耗不小。即便如此，这也让铃木大为震惊，那可是拥有不朽的槐叶啊，你就这么给磨灭了？你怎么做到的？功法？你知道那东西的来历吗？知道。能告诉我吗？池灵威盯着铃木，他身上的一股微弱气息让池灵威有些犹豫。试探一下吧。你可知南灵州的灵气为何越来越贫瘠？因为噬灵魔槐。铃木回答。池灵威瞳孔微微收缩，这筑基小子竟然知道噬灵魔槐。是，魔槐的残骸散布在南灵州各处，藏得极为隐秘，除非离他100米，不然很难发现，但他却一直吸收着天地间本就不多灵气。那你为什么要去清理这些残骸？跟你没关系吧？铃木疑惑。看你清理起来挺费劲的。池灵威眼角一跳，此乃神木谷的使命。他坦然承认，确实挺费劲的，但没办法，若是通天神树还在，那就不用这般费力。说到这里，池灵威摇摇头，眼中闪过一丝落寞徒劳罢了。想要彻底清除噬灵魔槐，必须找到通天神树，哪怕是通天神树的残骸也行。若是找不到，南灵州的灵气迟早被噬灵魔槐吞噬殆尽。还有这层关系。池灵威的一番话让铃木了解到噬灵魔槐的强大以及南灵州现状，这是他这个层次该接触的吗？看到他茫然的神色，池灵威突然想到什么，猛地靠近铃木。哦，看来我没感应错，你身上有通天神树的气息，很弱很弱啊。我身上有通天神树的气息，你诓我的吧？铃木自始至终都待在石山，唯一外出还是这一次，尚乃接触通天神树。前辈说笑了，我从未接触过什么通天神树。铃木摇头，你不用急着否认，通天神树的残骸哪里都可能出现，说不定是你偶然路过哪里沾染上。池灵威直勾勾地盯着铃木，可否告诉我，你这些时日去过哪里？就去过南溪镇啊。通天神树残骸总不可能在石山吧？想到这里时，铃木脑海里突然浮现一个大胆的猜想，他根本没去过其他地方，若是南溪镇没有，那残骸真有可能就在石山。铃木开口预言，但眼前的池灵威却突然转过身，拿出一枚玉符。鬼阴宗又来了。好的，我知道了，我会回去坐镇。铃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从池灵威的语气和神态上来看，并不是好事。池灵威来到铃木面前，手掌摊开，一个木质罗盘出现在他手中。拿着它，替我再走一遍你走过的路，罗盘会指引你哪里有通天神树残骸气息。铃木眼皮一跳，我能拒绝吗？虽然只是顺路回家，但拿一个陌生人给的东西，心里没有安全感啊。你要拒绝吗？可以吗？当然可以，我非魔门之人，尊重你的选择，只是我神木谷弟子身陨，遗物还在你身上。池灵威意味深长地看着铃木。我没杀啊。铃木瞪大眼睛，这是被威胁了，他根本就没杀过神木谷弟子，硬要说他还替那名弟子报仇了，这老使子圣女不感谢就算了，还恩将仇报，没说是你杀的，遗物你得给我，特别是种子和秘术。池灵威看到铃木的反应，有些想笑，他有自己的原则，自然不会干出扣帽子威胁人这等事。铃木眼神飘忽不定，书可以给你，但是你说的种子我可没见啊，好不容易遇见个仙种，怎么能就这么还回去？池灵威美眸一闪，你最好别耍小聪明，仙种可不是谁都能种出来的，你拿着也没用。我神木谷曾经也是个超级大宗，但迄今为止，谷中尚存的9节纯阳草只有9株，最高的才达到8节，没有一株是9节。这是神木谷数百万弟子近1000年才培养出的。池灵威眼中闪过一丝落寞，你觉得你一个小小筑基能够将其养活？他不认为铃木能够做到，哪怕他身上有通天神树的气息。除去寻找噬灵魔槐和通天神树，培养9节纯阳草也是神木谷弟子的一项使命。然数千年过去，不仅没有清除残骸，找到通天神树，就连9节纯阳草也没培养出几株，这也是神木谷逐渐没落的原因之一。铃木不为所动，
池灵威见状也无所谓，既然你想要，那你便拿着吧。九节纯阳草的草种并不珍贵，每一次草株历劫都会呈指数爆种，神木谷弟子几乎人手一枚草种，但即便如此，也没人种得出来。池灵威玉手再度伸开，一枚破了壳的草种浮现在掌心。你若想要，我这一枚你也可以拿去。铃木愣住了，这是仙种啊，你们就这么不放在心上？到底多么难种才让你们对仙种都失去信心了？能告诉我为什么吗？听到铃木的询问，池灵威秀眉一挑，颇为惊讶。没有通天神术，它无法自然生长。当然，其实也能使用你手里的秘术催生，不过代价很大，一名金丹巅峰修士的全部生命力才能让它生长1年，而9节纯阳草每长1节都需要99年。池灵威盯着铃木，似乎想从他脸上看到退缩，但令他没想到的是，铃木脸上竟然没有任何异常，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在听到生命力的时候，他感觉铃木的眼睛亮了一下。看来你是铁了心要试试。既然如此，秘术我就不收回了。你若嫌命长，可以试试催生9节纯阳草，不过最好一次性把生命力用完，不然你就会气血亏败，折损阳寿，根基断绝。不要害怕，死了也无妨，我会找到你的尸体，拿回草种，让下一个人传承下去。自己话都说这么明白了，这个男人应该不会傻着脸去修炼枯荣催生秘法了吧？我会牢记前辈的教诲。铃木恭敬道。但池灵威明显感觉铃木心口不一，罗盘拿着，遇到危险就捏碎，我能感知到你的位置。闻言，铃木眼睛一亮，你要这么说我可就真收下了，方便我拿回草种，顺便给你收尸。铃木，算了，拿着吧，只要自己真的把9节纯阳草种出来，真捏碎了它，应该也不会袖手旁观。况且这也能寻找通天神术，总归没什么坏处。见铃木又改变主意收下罗盘，池灵威露出一副孺子可教的神色。既然你收下了，那就认真替我寻找，本座不会亏待你。还有，你只需要寻找通天神术残骸即可，不要做多余的事情。若是遇到魔怀残骸，立刻捏碎罗盘通知我。看着池灵威严肃的神情，铃木郑重的点头。池灵威不太放心，总感觉这家伙会跟自己对着干，于是又解释一句：噬灵魔怀与通天神术涉及上古隐秘，你不要过多了解，不然最后你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说完这句话，池灵威身形一闪，消失在原地。该提醒的都提醒了，若非宗门有急事，他肯定要跟着铃木走一趟，看看那气息是从哪沾染上的。就这么走了。铃木咂嘴，一番遭遇下来，他好像又知道了些不得了的事情。神木谷原来是个大宗门，都怪凤玄机动不动就宰一个弟子，整得好像神木谷很弱似的。想到这里，铃木忽然疑惑起来，怎么之前没见凤玄机给自己草种和秘术？按照池灵威所言，几乎每个神木谷弟子都携带的有啊。有机会再问吧。铃木将东西收好，并把几具尸体装进储物袋，一行3人在闲聊中走回小石村。深夜，铃木回到石山，一天没干农活让他有点不习惯，但在外面转了一整天，心挺累的。但该处理的事情还得优先处理。铃木来到田里，地脉树挖出5个坑，将5具尸体埋进去。老是留在储物袋里挺晦气的，还是赶紧化作土地的养分比较好。当铃木准备去喂鱼时，储物袋里的罗盘突然发出震动，铃木一怔，连忙取出来。只见质朴无华的罗盘此刻竟然冒出莹莹绿光，而飘出来的绿光指向正前方。铃木倒吸一口凉气，眼中闪过激动之色。通天神术的残骸真在石山。铃木循着罗盘的指引来到地脉之气泉眼处，河里的闪灵被这道绿光吸引，也凑到泉眼处。好奇怪，绿光怎么指着这个小洞呢？铃木再三确认，确定罗盘就是指向这个泉眼。在泉眼里，铃木蹙眉，突然想到自己之前梦里看见的树，以及前段时间石山地震，通天神术残骸多半就在石山中，也不一定是残骸。毕竟小石村的村民曾说过，有仙人搬来仙石镇压一株树苗，但是要怎么寻找成了最大难题。他只有一个罗盘，但罗盘只指引到这里，总不能把泉眼挖开，把山炸开吧？那不仅地脉之气要没，自己种了这么久的植物也要毁于一旦。为了一个不确定成分的残骸，不太值得。铃木沉思片刻，脱下鞋子，光脚下河。他伸出手放在泉眼上，尝试朝里面输送灵气。鼓，泉眼冒出一道地脉之气，那精纯的灵气像是无声的嘲笑。我都能冒出来地脉之气了，你觉得我缺你那点灵气？闪灵灵智似乎变高了，看到这一幕竟然张嘴笑了起来，笑得差点翻肚皮。铃木嘴角一抽，朝他脑门上弹了一下。既然灵气不行，那我就输送生命力。生命力要是还不行，那就输送万物之气。不过万物之气有点珍贵，已经被他融入道基中，目前除了从万物身上汲取，
铃木还做不到用其他能量转换。铃木不再犹豫，催动功法，将自身日益磅礴的生命力输送进泉眼。片刻后，罗盘上的绿光竟然肉眼可见的亮了几分，有效果！铃木大喜，他继续输送，但半小时后却发现泉眼不吸收了，甚至还吐出来一点。罗盘的亮度不再变化，铃木蹙眉，伸手拍了拍泉眼，还伸指头往里面捅了2下。吃饱了倒是给点反应啊！实在不行吐点地脉之气，让我知道我的努力没白费。也不知道泉眼是听到了铃木的诉求，还是不想让他继续捅，竟然真的冒出来一道地脉之气。铃木直接吸收，满意的点头。一时半会儿没办法了，只能天天输送生命力试试。南灵州与东灵州交界处的某处战场，神木谷的巨型飞舟上，池灵威坐镇其上。他刚来没一会儿，正观察着战况。这时他突然感受到自己送出去的罗盘有了反应。池灵威脸上明显浮现惊讶之色，这连半天都没有吧？罗盘这就有反应了？这罗盘他带了20多年都没动静啊！这家伙真的跟通天神术有关系？池灵威目光闪烁，通天神术对神木谷而言意义非凡。圣女大人，你有在听吗？一旁的一位神木谷长老开口。听着呢，我看这里也没你们说的那么危机，有一位元婴长老足矣，我手里还有一件事需要处理。长老叹息开口。圣女大人，你别溜了，好歹给弟子们做顿饭啊！池灵威眼皮一跳，差点没绷住，刚想开口反驳，一个金丹弟子跑过来。不好了，鬼婴宗魔子带领的援军来了。池灵威蹙眉，看来一时半会儿走不开了。通天神术的残骸得过段时间去问了，希望那小子别中途死了。翌日清晨，铃木早早醒来，新的一天当然要从播种开始。拿了仙种，哪有不种的道理？考虑到9节纯阳草需要依附通天神术，铃木选择在泉眼附近把草种种下。先别管泉眼里到底什么情况，这样种总比自己随便挑个地方强。播种的时候，铃木顺手将一些基础词条加持上，但奇怪的是，当他再次查看的时候，却发现加持在草种上的基础词条又消失了，只剩下天道酬勤、生生不息还在。怎么回事？铃木蹙眉，又一次将茁壮成长等从繁殖或异质身上提取的基础词条加持上去，但结果仍旧没有改变，根本加持不上。繁殖的词条对仙植没用。铃木猜测，这还是他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以往的植物顶天了也就灵植，繁殖的词条仍旧能用，但仙植比灵植还要高2个品阶，繁殖与其相差太大。如果是这样，好像就能说通了。铃木眼中突然泛光，看向那个从草种上提取的纳元翠灵，这是个比改良版聚灵阵还要超标的词条，甚至比铃木的长青造化金功能还要广一点。如果繁殖词条无法加持到仙植上，那仙植词条能够加持到繁殖上吗？铃木找到一株麦子，将纳元翠灵加持上去。下一刻，眼前的麦子剧烈颤抖，随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化作齑粉消散。崩溃了！铃木瞪大眼睛，又找来一株赤日葵。不出意外，赤日葵也承受不住词条的能力，化作齑粉消散一直也不行。那灵植，铃木挑选了一个刚长出来的凤血灵道，将词条加持上去。嗡！凤血灵道剧烈颤抖了1分钟，期间吐出来一大堆异常精纯的灵气，但很快便不堪重负爆开。灵植也不行，仙植的词条也太霸道了吧！相差2个品阶，怎么感觉是天跟地的区别？本来还以为拿到了个超标词条，又能起飞一段时间，现在看来自己没有能够承载这种词条的载体，只能自己用了。也不知道筑基修为能不能承载仙植词条。铃木没有贸然尝试，摸清仙植词条的情况后，他便继续捣鼓草种。让我学学秘术，消耗生命力。我这漫山遍野的生生不息是跟你开玩笑的。铃木当初知晓秘术消耗生命力时就非常易懂，毕竟他不缺这东西，就算自身的生命力消耗完，他仍旧可以借助长青造化经吸收山顶植物的生命力。当然，前提是生命力的产出大于消耗。铃木可不会竭泽而渔，他翻开秘法，仔细阅读一遍，有天道酬勤的加持，一遍遍将内容记住，随后凭借5倍悟性开始学习。正午骄阳，铃木满头大汗，终于学会枯荣催生秘法。他来到草种旁边，伸出手掌，下一刻，绿得发光的光芒在他掌心浮现，随后光芒凝成实质，形成类似碎冰晶的深绿色物质，洒在土地上。这些冰晶在光芒的照耀下闪着光芒，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当然，这蓬勃生机是拿铃木的生命力换来的。冰晶落到地面后，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目标明确地钻入草种体内。铃木额头冒出细密的汗珠，
他能清晰地感受到体内生命力正以做火箭般的速度流逝。1刻钟后，铃木脸色开始发白，手掌有些发抖。不行，这比跟女魔头打架还伤身体。他迅速停止使用秘法，长舒一口气。一个金丹巅峰修士的全部生命力才能让草种生长1年。铃木刚才消耗的生命力勉强只够草种生长半年。由此，铃木也对自己的生命力有了认知。如果把自己榨干，生命力应该与金丹后期差不多。这还只是他自身的生命力。铃木扭头来到农田里，盘膝而坐，催动功法。下一刻，无数植物体内溢出的生命力开始源源不断输送到他体内。只是片刻，铃木的脸色便恢复红润，手也不抖了，精神倍儿棒。还是我的宝贝植物好。铃木抬手布置一道灵雨术，随后从河里捞出一缕地脉之气，打入乌云中。下一刻，更加精纯的灵雨倾泻而下，植物们摇曳起来，似乎非常开心。铃木只是眨眼的功夫，就看见林道四周多出来几个子体。麦田里的几株变异麦子饥渴地吸收着灵雨，叶片变得脆嫩欲滴。赤日葵田里已经全是品种一致的赤日葵，多子多福在它们身上起不到太大效果，只能让花盘大上一圈，以至于它们吸收了灵气，却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表示。麦子，老汉，我的变异你收到了吗？我可没食言。赤日葵，我好无力，我为什么不继续变异了？老汉，我需要你，请看向我。灵道，灵脉，这比高级水还高级，快喝，晚了就喝不上了。一场灵雨落下，植物们又充满生机，好像刚才铃木根本没有吸收生命力似的。铃木看着自己的手掌，突然想起那颗埋在地里的龙血果。时至今日，那果子还没发芽。灵芝果树想要从种子开始生长，还是太难了吗？既然如此，那就让我帮帮你吧。仙植需要的生命力太多，一时半会儿可能无法发芽。灵植应该不会这么难吧？铃木找了好一会儿，才在一片郁郁葱葱的植物中找到龙血果的位置。他按部就班，催动秘术，深绿色冰晶落下，钻入龙血果体内。1刻钟后，一株幼苗破土而出，而铃木脸色如常。1个时辰后，幼苗已经长到2米高，胳膊粗了，相当于至少成长了50多年。铃木额头开始冒汗，他再次停下，擦了擦额头的汗。这样就行了，先慢慢来。秘术消耗的生命力是永久消耗，虽然凭借生生不息可以补回来，但需要时间。1天可以消耗的生命力有限，没必要一步到位。不仅是为了铃木的健康，也是为了植物们的生长。等明天植物们喘过来气，再继续催生。虽然天道酬勤也能加快植物们的成长速度，但想短时间让种子发芽，还是枯荣催生秘法好用。铃木凝神看向龙血果树，接下来就是他最爱的环节。名称：龙血果树，品阶：中品灵植，成长状态：成长期，自身词条：气血如龙，龙血灵果，赤脉通玄，灵皮，银根。介绍：吃过古龙精血吗？反正我没吃过，但是我爹吃过。古龙精血，这个世界物种倒是挺多的。凤玄姬身上有凤凰一族的血脉，这树还跟龙族有关系。但可惜的是，铃木迄今为止都没见过这种威猛的生物。铃木将词条全部复制收集。气血如龙，你的气血将像龙一样磅礴。当你使用词条时，你全身气血将暴涨1个层次，气血不尽，你一不倒。银根，龙性本银，受龙血的微弱影响，催动词条时将会慢慢变得好色，且有极小概率无视生殖隔离。噗，这啥玩意儿？气血如龙还算正常，不论是战斗还是战斗，铃木都觉得能用上。但银根是什么鬼？这词条不正经啊！我铃木就算是饿死，从山上跳下去，也只会喜欢人，绝不会干这种生殖隔离的事。铃木脸色一板，决定将银根扔进词条仓库吃灰。噗！这时，河里的闪灵突然朝铃木滋水，吸引他的注意力。当铃木看过去时，就见闪灵调转方向，朝着草种的地方吐水。铃木一看，顿时大惊，原本荒凉的土地上竟然冒出一个细小的嫩芽，这就发芽了。铃木瞪大眼睛，他才催生了半年吧？池灵威手里的草种都没这芽长得快吧？他连忙过去查看情况，是因为山里面有通天神树的残骸，才让它这么快发芽。铃木神色一喜，突然感觉这仙植也没那么难种了，以后只要好好照料它，应该能安稳生长。只是不知道以后池灵威会不会把它抢回去。铃木神色一正，以防万一，先种地吧。1天10小时种地，千万不能忘。翌日，铃木按部就班，先干农活，再把生命力消耗一下。做完这一切，铃木拿出铁锅，掏出准备好的合欢丹材料，
快到月底了，得赶紧炼出来。炼制合欢丹需要很多材料，这对铃木而言是个不小的挑战。紫阳花精只有1份，铃木只有1次机会。好在凤玄机给的丹方足够详细，再加上铃木的天赋，虽然中途不小心炸了1次，但没到紫阳花精的步骤，还可以重新再来。随着铃木一通操作，还真让他炼成。我真是天才！铃木端着一口大黑锅站在木屋前，脸上满是得意之色。锅里有8枚淡粉色丹药躺在里面，药香四溢。闻一下，铃木就感觉身上发热。好东西啊，可惜一个人没办法用。铃木将8枚丹药小心翼翼分成2个玉瓶收起来，2枚给伤心，剩下的自己用。合欢丹炼制成功，当下最紧急的事情算是完成了，接下来就按部就班的等凤玄机来吧。眨眼间7天过去，月末最后一天，铃木正蹲在河边喂闪灵，顺便吸收几缕地脉之气。这时天际出现一道绰约身影，铃木眉毛一挑，这次不坐非洲了，不过这样也好，看起来不是很高调。凤玄机从天而降，看着院子，心中不由感慨，这里的灵气比上个月又浓郁了几分。他来到铃木面前，美眸直勾勾地盯着他。丹药炼好了吗？当然。铃木掏出来一个玉瓶晃了晃。你的要求我怎敢懈怠？话说，你要我炼制这种丹药干什么？铃木假装不懂，一脸天真的询问。凤玄机眼角一抽，银牙紧咬。你装什么纯真？还不是你不行，得借外力才看看能看，不然我会费尽心思整这歪门邪道。凤玄机不敢直说，怕伤到铃木的自尊心。当然，铃木出现如今的情况也跟他有关，他也不忍心对铃木恶语相向。若是他有机会化解体内血毒，肯定让铃木重新展露男人雄风。但时至今日，他还是没找到化解血毒的方法。不过有铃木的存在，血毒对他的影响已经很小了，今后可能也要一直麻烦他了。想到这里，凤玄机脑海生出一个念头，既然觉得血毒也不错，若是没有血毒，他还不一定能遇到铃木。你在说什么啊？我真的不懂。铃木眨了眨眼道，他就喜欢凤玄机在外面羞涩的模样，跟在屋子里完全不同，极度反差。凤玄机银牙紧咬，你给我等着。哟呵，铃木双手叉腰，还不等他开口，凤玄机便拎着他走进木屋。丹药拿出来。哦，谁吃？都吃。高塔雄起，天神垂眸，2枚灵珠四散而开，顿时赐予双方无穷的力量。高塔冲天而起，气势如虹，朝着天神发起冲刺。然而高塔本就不敌天神，哪怕有了灵珠的力量，仍旧有心无力。不过这次与前几次不同，灵珠的力量让他们在交战之际产生了融合，高塔与天神的力量相辅相成。虽然高塔最终落败，但却在战斗中受益匪浅，荒凉的平原上都因此冒出翠绿的嫩芽。这一次天神没有击碎高塔，而是挥云而去。你倒是再坚持一会儿啊，我刚感觉灵气被调动。别着急，我还有办法。气血如龙，加持。刹那间屋子里传出一声低沉的龙吟，冲天气血甚至想要把屋顶摧毁。凤玄机瞪大眼睛，面色潮红。不多时，铃木扶着门走了出来，虽然干得嘴里冒青烟，但他这次非常满足。这次凤玄机终于发自内心的喊出来了，不是像之前那样敷衍了事。气血如龙，真是好样的。铃木不由对自己竖起大拇指。虽然完事了，但丹药的效果还没有消失。铃木盘坐一旁消化这次双修的收获。这一次是他严格意义上第一次在这方面获得好处，不仅是修为有所精进，连身体都增强了几分。双修真是一件美事啊，想来凤玄机也是如此。铃木回头看向屋子里，发现凤玄机已经恢复如常，没了最开始的欲望，凤玄机也踏入贤者状态，脑子清醒了。李旭废了，是不是你干的？凤玄机看向铃木，铃木嘴角一抽，怎么上来就怀疑我头上了？不过你猜得真准，如果他没跟别人打过架，那肯定就是我给他搞废的。但铃木不打算告诉他真相，这种能力还是先隐瞒为好。不是，我就一个筑基，怎么可能搞废一个金丹啊？铃木摇头。凤玄机盯着他看了许久，铃木也不示弱，直勾勾地盯回去。最终凤玄机点了点头，先挪开目光。铃木也不知道他到底信没信，最好不是你，不然你就要注意了。怎么回事？铃木正色。凤玄机也不隐瞒，这件事本来就打算告诉铃木。李旭的情况不容乐观，李家非常愤怒，所以最近他们派遣与李家有关的弟子调查此事，甚至还有一位金丹弟子打算沿路寻找，我觉得很可能会找到这里。铃木闻言心中一沉，他必须早做打算，若是恰好凤玄机在，金丹倒是无所畏惧，可他不在了怎么办？只能靠自己。
就算李旭不是他搞废的，那人看到山顶的情况，肯定也要过来占据一下。毕竟连李旭都没忍住。不用怕，到时候不用你打。凤玄机安慰一声，伸手取出一道符箓，这是千里挪移符，可以随机传送到千里外。我若是不在，你便先逃跑再联系我。他看了眼院子里的东西，这里的东西不要也行，你的命最重要。铃木若有所思的点头，心里升起一阵危机。山头肯定不能丢下啊，这里不仅有仙植，山里还有通天神树残骸呢。捏碎罗盘，不行，石灵威与他并无什么关系，收尸可能都是说着玩的，其实根本不会来。铃木长舒一口气，看来得赶紧提升自己了。铃木运转功法，吸收四周的生命力，弥补身体亏空，随后扛起锄头开始劳作。凤玄机见状也加入其中，在血魔峰种地不免被人议论，还是这里好，随便种地，还有人在一旁鼓励种地。凤玄机劳作一会儿，来到河边准备洗一下手，但目光不由被旁边的一道嫩芽吸引。铃木，这是什么？嫩芽不过1指高，其内却蕴含着一股力量，若是离得远，凤玄机不一定能发现，但嫩芽就在他旁边，只要稍微感知一下便能发现它的特殊。一根草苗而已。铃木看了看，摆了摆手，他心里疑惑，9节纯阳草并未成长起来，其内的力量铃木感应过，但也就比灵植强了不少。为什么凤玄机反应这么大？他不应该以为这只是品阶更高的灵植吗？听到铃木如此糊弄自己，凤玄机俏脸顿时冷了下来。你骗傻子呢？谁家草苗会蕴含这种力量？凤玄机冷哼一声。你可曾见过宝植？铃木一愣，这还真没见过，甚至连听都是在炼丹详解里知道的。只知道宝植是比灵植更加稀有强大的植物，宝植也可称为宝药，多数宝植都具备匪夷所思的能力。生死人肉白骨只是宝植中最常见的效果，但宝植难寻，可谓世间少有，唯有大宗门才会拥有1、2株。你要送我1株宝植吗？铃木脸色一喜，眼里泛光。那我今天就委屈一下自己，你想怎么干随便你了。铃木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凤玄机捧起河水泼到铃木身上，怒道：没个正形，我的意思是这个草苗比我见过的宝植气息还要强大。你在哪里弄来的草苗？这草苗的潜力绝对不止宝植。凤玄机看着草苗，脸上充满震撼之色。铃木挑眉，女魔头果然见多识广，看个草苗都能断定其潜力，但他猜的还是不够大胆。铃木大笑一声，没想到你还挺有见识，这样你送我1株宝植，我告诉你这草种的信息怎么样？凤玄机柳眉一横，天血魔宗材只有1株宝植，我上哪送你1株？把我卖了也换不来。闻言，铃木神情严肃，伸手堵住他的嘴，不许你妄自菲薄，别说1株宝植，就是仙植也不及你。凤玄机美眸颤抖，被铃木灼灼的目光盯得有些害羞。蠢货，你知道1株宝植有多么重要吗？只要知道没你重要就够了。起开！凤玄机一阵肉麻，连忙把铃木推开，嗔怒地瞪他一眼。嘴上说的挺好，真摆来1株宝植，怕不是都想把自己捆起来交换1株宝植？铃木注意到他的神色，顿时不乐意，觉得我骗你是吧？凤玄机不语，算是默认了。铃木撸起袖子，扯着凤玄机来到9节纯阳草前，把它拿走吧，你比它重要多了。小样，看我不迷死你！凤玄机怔住，蹙眉道：什么意思？它真是宝植？铃木轻轻摇头，往大了猜。话音落下，凤玄机感觉自己心脏剧烈跳动，一个念头出现在脑海：仙植。说完，他便觉得自己疯了，哪可能有发芽的仙植啊？然而铃木点头了，猜对了，挖走吧。铃木大手一挥，说了仙植不及你，那就是不及你。自见到铃木至今，凤玄机是第一次这般忐忑震惊。铃木见他不动，当即拿起铁锹做事，就要把草苗挖出来。别！凤玄机连忙出声阻止，仙植哪敢这般折腾？我相信你还不行吗？凤玄机声音软下来，眸中充满柔情。你想要宝植，我也不是不能帮你找，只是目前我能力不够，得让你等一阵子了。那我等着便是。铃木回应。凤玄机犹豫片刻，目光从草苗上挪开。能告诉我这草苗你是怎么获得的吗？铃木直接把来龙去脉告知他，包括御剑池灵威、通天神树和噬灵魔怀。铃木本以为女魔头会被惊到，但出乎他预料的是，凤玄机对于噬灵魔怀和通天神树一点都不惊讶。简单对话后，铃木才知道凤玄机早已了解过噬灵魔怀和通天神树，甚至对神木谷也有些了解。这么说，这草种就是9节纯阳草了。你竟然能把这草种活！凤玄机听到神木谷，便猜到这仙植的信息了。毕竟在南灵州，
明面上的仙职就在神木谷，只是神木谷逐渐没落到连9节纯阳草都养不到完全体了。厉不厉害？铃木骄傲道。凤玄机轻轻摇头，要不你跑吧，你根本不知道这草种对神木谷有多重要，他们要是知道你能种出来，肯定要把你抓走。很快他又叹了一声，你跑不掉，那老女人肯定已经有追踪你的方法了，此事我可能无法解决，需要回去请我师父定夺。铃木没想到事情还会发展到这一地步，岂不是说不能让池灵威知晓草种的情况？但他拦不住啊，池灵威比他强太多了，连女魔头都罩不住他了。见到铃木这般模样，凤玄机忍不住笑了一下，不要害怕，我师父挺欣赏你的，况且你也有筑基后期的修为，一般的弟子肯定抓不住你。说到这里，凤玄机突然想起一件事，他严肃地看着铃木，你修为提升得太快，缺少威力强大的对敌手段。铃木不解，应该没吧，那几个法术挺好用来着，同阶没人打得过他。但凤玄机可不管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了，怎么可能再拿回去？于是在铃木不解的目光下，凤玄机掏出3本功法。天凤部，我筑基期学过的身法，凭借此身法，同时戏耍过3名金丹修士。天象刀，我从宗门宝库给你找来的，一会儿先学这个，学完我还得回去，这是筑基期内的顶尖刀法，凭借你的资质，7天内应该可以学会。莫林凯，神木谷的功法，借助植物在身体表面形成一层防护，很适合你。介绍完便一股脑塞到铃木怀里。天凤部我可以指点你，另外2个则需要你自己学习。凤玄机说完便扛起锄头继续干活。铃木翻开天象刀，发现这个刀法确实比4季刀典更加精妙，脑海中模拟一下，威力也比4季刀典强上数倍。这便是筑基质量的功法吗？刚对比完，铃木脑海灵光一闪，天象、4季、季节。铃木周身气场突然变换，盯着天象刀陷入思考。凤玄机喊了铃木好几声，一直没得到回应，便扭头看去。你看个功法还能顿悟？凤玄机难以置信。铃木那玄之又玄的气场，他在师父身上见过，自己也曾有幸顿悟过一次，因此一眼便看出来铃木的状态。他没有打扰铃木，而是放下锄头，守在铃木身边。在凤玄机的注视下，铃木过了一会儿便起身来到空地。他拿出青芒镰刀，施展着4季刀典。施展一遍后，镰刀气势猛然一变，开始施展天象刀。等铃木施展一遍天象刀，凤玄机瞪大眼睛，满脸难以置信。不是，你这就学会了？这可是筑基里的顶尖刀法啊！我坐在这里还没1个小时，你就能施展一遍了。虽然铃木只是施展动作，运转灵气，并没有将灵气外放，从而形成攻击，但这已经超乎想象了。令凤玄机没料到的是，更超乎想象还在后面。只见铃木将2个刀法施展一遍，便继续盘坐。又过了1个小时，铃木起身。这次他施展的刀法有所不同，里面既有天象刀的影子，又有4季刀典的特质。他是要把2个刀法融合，不能乱来啊！传下来的功法至少都是完整的，随意融合而成的功法，大多数情况下不仅不会提升功法威力，修炼后还容易走火入魔。凤玄机想要打断铃木，但就在这时，铃木手持镰刀，一刀斩出，刹那间，一道青色虚影咆哮而出，天空炸响，惊蛰一瞬。凤玄机懵了，他可以很确定，这一刀不是天象刀，也不是4季刀典，怎么可能？凤玄机喃喃道。通过刚才那一击，他清晰地感受到其威力，这一击绝对要比天象刀还要强上一层。凤玄机瞳孔收缩，看向铃木的美眸里满是神采。他真把2个功法融合了，还融合出一个金丹质量的筑基功法。从铃木顿悟到打出这一击，总时间不过4个小时，但他的4个小时却达到许多修士一生无法企及的高度，就连凤玄机都有些嫉妒了。在天血魔宗乃至南灵州，无数人称他为天才，但他还没做到过像铃木这样，术业有专攻。凤玄机这样安慰自己。铃木睁开眼睛，长舒一口气，4项天刀终于完成了。我就知道这俩功法有说法。这次顿悟只是融合功法，不比上次的长青造化经，因此并没有耗费太长时间。说完，铃木激动地看向凤玄机，真是太谢谢他了。若非女魔头送来功法，他还真不一定能学到这么强劲的功法。凤玄机皮笑肉不笑，真是恭喜你了啊！铃木对自己功法的强度很好奇，于是询问凤玄机。凤玄机如实告诉他，虽然你很天才，但不可自满，说到底这也不过是个金丹质量的筑基功法，面对普通金丹修士勉强够用，但遇到天才金丹修士仍旧不够看。其实凤玄机也不知道够不够看，反正不能让铃木太自满，不然容易阴沟翻船。
铃木闻言神情一肃，真是人外有人啊，一个功法不够，剩下2个也得赶紧学习了。铃木把天象刀还给他，已经学会的功法拿在手里也没用。凤玄机接过功法，感觉跟做梦似的。3个小时前他还说铃木的花费7天，结果连7个小时都没用完，就把功法融合升级了。凤玄机故作镇静，趁着天色还早，我来教你天凤步。铃木显然点头，有老师肯定要比自己琢磨强。果不其然，在凤玄机的指点下，铃木只是听了一遍又试了一遍，紧接着就能施展出来，只是不够熟练。凤玄机倒吸一口凉气，这不对吧？床上功夫不怎么样，这方面竟如此妖孽。学习天凤步满打满算连1个小时都没有，就这么学会了。凤玄机回想起自己当初学习这门身法时的情况，他可是花费了足足半天才达到铃木现在这种程度的。一想到这里，他头都大了。骗人的吧？我不是天才吗？为什么还不如他？铃木并没有注意凤玄机眼里的异样，而是花费数个小时熟练这2门新学的功法。等到半夜，铃木已经将这2门功法入门。凤玄机一直在旁边看着，神情复杂。我是不是快被追上了？要是被追上，他不会变心吧？凤玄机脑海里浮现许多思绪，最终他抬头看向月色正美的夜空。你这么努力，我也不能懈怠。铃木，合欢丹拿出来吧。铃木刚准备去赤日葵田里睡觉，听到这话立刻惊醒。早上不是才吃过吗？废什么话！凤玄机把他从赤日葵田里揪出来，临走时还从花盘上扣下来几颗瓜子。夜里木屋中传出2道逐渐攀升的气息，闪灵被吵得睡不着觉，在泉眼处直转悠，恨不得把头塞进泉眼里。好在这股动静并没有维持多久。翌日，铃木比凤玄机先醒，他从赤日葵田里出来，先吸收植物们的生命力，填补身体亏空，随后来到泉眼处往里面输送生命力，在有多余生命力的情况下，还不忘给草苗一些。凤玄机出来，铃木感觉他的气息比昨天又强了一些，他啧啧称奇，这就是天才吗？变强竟然如喝水一样简单，他什么时候能这样？简单吃过饭后，铃木便带着凤玄机干农活。在干活的过程中，铃木感受到植物们愈发强大的生命力，以及山顶逐渐浓郁的灵气。他突然想起来，上次的风铃大阵好像因为材料不够，只布置了一半。如今他有了些许积蓄，该把这个大阵布置出来了。除了这个大阵，运灵脉也逐渐成熟，聚灵阵也该升一下级了。今天先不种地了，你陪我把法阵布置一下吧，最好能帮我补上一些材料。令人意外的是，凤玄机竟然没拒绝。他之前不是不会阵法，事实证明，凤玄机背着铃木偷偷内卷，他竟然一声不吭学会了一些阵法，甚至猜中铃木的心思，特意学习聚灵阵和风铃大阵。铃木都惊呆了，上次来的时候他还不懂的吧？1个月过去，竟然能熟练布置这2种阵法，真是精力充沛，提升实力的同时还能学习阵法。天下怎么会有如此天才的人？我也是天才。那没事了，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有了凤玄机的帮助，聚灵阵很快更新迭代，并且又多出来2道，刚好让这个石山都在聚灵阵范围内。多亏有凤玄机带的材料兜底，不然凭铃木攒的那点，也就能把原来的聚灵阵更新一下。最后便是在石山附近布置风铃大阵，将石山内的能量波动掩盖，以免外泄引起外人觊觎。石山附近数里内经过铃木的改造，灵气含量已经有了提高，特别是山下的小石村更是种上了灵植。若非铃木手里的材料不够，他也要把小石村囊括进风铃大阵。在他们下山布置风铃大阵期间，铃木遇到了石河。这个小石村的村长并没有如铃木所想的那样很快踏入炼气期。铃木发现石河头顶的天道酬勤也积累的有60多，除了身体素质提升，并没有从他体内感受到灵气的气息。铃木疑惑不解，明明是按照培养石云的步骤培养石河，怎么老爹还不如女儿等到石河离开？铃木便询问凤玄机，为什么这里有灵气，但是好多村民无法修炼，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功法吗？凤玄机看他一眼，在铃木问出这话时，他便猜到铃木的想法，毕竟都带着这群凡人种意志灵植了，你是想让他们都踏上修仙之路，培养一批亲信？铃木不语，并没有否认。一开始他确实是这么想的，毕竟石山的面积有限，以后他需要更多的土地培养植物，而小石村的村民他也熟悉，且双方关系还不错，一直以来都挺照顾他。若非铃木有凤玄机，村民们现在可能都给铃木找好媳妇儿了。石云便是铃木计划中的一环，这丫头也争气，竟然真的成功了。因此铃木便想着慢慢将村民培养起来。但今天见到石河，让他茫然了。词条给了，长青造化经的炼气篇也给了，甚至还有石云这个小老师带着，
这么久了，竟然还没踏入炼气，就算是缺少天赋，天道酬勤也应该帮他弥补了啊！难道是还不够努力？我劝你还是省省吧。刚才那个村长我看了，除了身体素质远超常人，并无修仙资质。资质？凤玄机扶额，他好像从来没跟铃木讲过这些。这么说吧，石云那丫头能够修行，是因为她有灵根，但她父亲没有，因此不论你怎么帮她，她的上限就在那里，没有灵根，永远无法吸收灵气，踏上仙途。这也是为什么明明这个世界到处都有灵气，只要吸收一缕就能成为修士，但仍有大批凡人。凡人便是没有灵根之人。铃木了然，眼神里有些落寞。灵根乃天定，自出生便定下，不可更改。哪怕2名凡人傻子，也能生出拥有灵根的天才孩子。同样的，2名修士也能生出毫无灵根的凡人孩子。这不是人力能够改变的。铃木也没有这个打算，他能做的就是成为这些村民的助力，像帮助石云一样帮助其他有灵根的村民。当然，助力也要量力而行。现在说这些还为时尚早。凤玄机见铃木目光逐渐清明，微微点头，能想通便好。思索一会儿，凤玄机又道：我身上的一些变化是因为你，我不知道你的秘密都能怎么用，但我想告诉你，秘密要保护好，至少在你羽翼未丰之前。他受过好处，自然能敏锐地感知出来石云和石河与其他人的不同，因此断定那种手段也被铃木用在这2人身上。觉得浪费是肯定，但更多的是害怕铃木暴露秘密，毕竟其他人可不像他，必须依靠铃木才能正常生活。我知道了。铃木沉默了一路，似乎在思考凤玄机说的话，不过很快便被凤玄机拉着种地了。因为山顶上的土地有限，植物也有限，再加上是2个人干活，以至于现在山顶已经无活可干，除非把半山腰的地开垦出来。反正石山上没几棵树，光秃秃的土地，不种点东西就太亏了。于是接下来的2天里，2人就把农活重心放在这上面。当然期间他们也会下山帮助村民。比起山顶，小石村的耕地显然更多。在山顶无活可干的时候，去小石村是积累天道酬勤的好办法。凤玄机在第3天的时候回去了，宗门内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他去办，他还得为成为圣女做准备。临走前还不忘叮嘱铃木，让他遇到强大敌人时赶紧逃跑。铃木也是连声应下，他也很惜命的好吧，遇见打不过的肯定要跑的，说这都多余了。不过铃木也因此紧张起来，这几天闪灵一道地脉之气都没吃到，全被铃木吸收了。这把闪灵气的直接突破到炼气后期表态，想让铃木重新重视自己，但铃木只是夸他2句，继续吸收地脉之气，急得闪灵天天绕着泉眼打转。这天铃木像往常一样吸收生命力，催生草种，随后留了一点生命力输送到泉眼中。做完这一切，铃木便开始练习法术。凤玄机离开，接下来只能靠自己。闪灵发现铃木注意力不在这里，顿时欣喜地蹲在泉眼处。鼓，泉眼冒出一道地脉之气，闪灵二话不说便冲了上去，张嘴就要吞掉，但突然间他的嘴被什么东西塞住了，硬邦邦的。闪灵正是因为这一失误，让铃木注意到地脉之气又出来了。铃木快速来到河边，看着被气泡包裹的地脉之气，眉毛一挑，很是意外。闪灵，你最近越来越懂事了，还知道把地脉之气包裹住，方便我吸收。铃木低头发现闪灵委屈巴巴的朝岸边游来，在他嘴里还塞着一根和泉眼差不多大的树枝。好你个浓眉大眼的闪灵，嘴巴竟然能张这么大，那泉眼直径都有3厘米了，你个小嘴巴竟然能吞下与泉眼相差无几的粗树枝。咕噜噜，闪灵不断冒小泡，因为嘴被堵着，他只能用这种办法引起铃木注意。铃木当即发现闪灵的情况，原来不是含着玩，是被塞住了。他赶忙把闪灵捞起来，费了好大劲才把一节3厘米长、直径2厘米多一点的树枝拿出来。刚拿出来，铃木便感觉这树枝有点不凡，生命力刚才消耗完，此刻他竟然从这树枝身上感受到浓郁的生命力。铃木拿起来仔细打量，树枝外表很普通，颜色翠绿，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不过它的表皮有2个小小的苍白斑点，像是发霉了。甚至铃木仔细感受其中的生命力，发现苍白斑点的部位竟然没有生命力。没有生命力，我给你补不就行了？铃木当即催动功法，将剩下的一点生命力注入其中。只是令他没想到是，那点生命力竟然无法驱除斑点。也正是这时，他发现储物袋里的罗盘有了异动，拿出来一看，罗盘上的绿光都要把铃木染绿了。铃木顿时意识到不对劲，连忙凝神查看树枝的信息。名称：通天神树，品阶：先天神物，状态：残枝，自身词条，混沌炼灵。介绍：
我自混沌中诞生，连通一界天地，孕育万灵，真是通天神术。铃木大骇，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面板。抛开那几个问号不谈，这次的介绍一改以往的风格，竟然如此严肃，而且品阶还是先天神物。想到9节纯阳草需要在通天神术下才能自然生长，铃木就知道先天神物是先职之上的品阶。混沌炼灵，你是此界必不可少的部分，灵气乃是自你身上产出，你连通混沌，汲取混沌元气转化为灵气，孕育万灵。铃木倒吸一口凉气，灵气竟然出自通天神术，难怪池灵威说找不到通天神术，南灵州的灵气就会越来越少。估计他还说保守了，若是这个世界只有通天神术能做到孕育万灵，那找不到通天神术，整个世界的灵气都要慢慢消耗完吧。你从哪弄来的？铃木盯着闪灵问道。闪灵吧唧着嘴，似乎在回味树枝的味道。他有点后悔，要不是树枝太大咽不下去，他都想把树枝吞掉了。闪灵游到泉眼旁，于其指了指泉眼，同时他的眼睛滴溜地看着地脉之气。这次铃木没有阻拦，而是摆了摆手让他吞掉。闪灵大喜过望，直接吞下。铃木看着泉眼不禁咂嘴，现在算是事实验证了猜想，泉眼下真的有通天神术，再不济也和通天神术有关系。铃木把玩了一会儿，便来到9节纯阳草旁边。9节纯阳草被铃木种在泉眼附近，于是他便又在附近挖了个小坑，将这残枝种了下去。等残枝被土掩埋，罗盘的光芒便缓缓消散。先别管通天神术本体活没活着，既然残枝还有活性，那就先种上再说，说不定发芽了，他就能培养第2颗通天神术了。只是需要漫长的等待，毕竟连9节纯阳草长到完全体都需要1000年之久，就算用催生秘法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成熟的，更别说通天神术了。树都种下了，这下真离不开这地方了。铃木深吸一口气，一脸忧郁。若是被外界发现自己拥有通天神术的残枝，真不知道等待他的会有什么。幸好风灵大阵已经完成，只要没人踏入山顶，就不会发现异常。不过为了保险起见，铃木觉得有必要在泉眼处再套一个小型法阵。这个法阵屏蔽感知的能力要比风灵大阵强，不然他没安全感。又要抽空读书了。铃木眼中充满斗志，不过在此之前，他需要先布置一个小型的风灵阵，把草种和残枝藏起来，让踏入山顶的人也无法感知到这里的异常。幸好凤玄机临走时把多余的材料留给他老婆真好。与此同时，坐镇战场的池灵威正在厨房挥动锅铲为战士们加餐。他突然怔住，锅铲也不动了，以至于里面的大盘灵机糊了。罗盘为何出现如此剧烈的能量波动？池灵威蹙眉，满脸不解。难不成他找到通天神术了？不可能啊，通天神术早就被砍了，能找到一片叶子都算仙人垂怜。长老，你说通天罗盘要是发出剧烈波动代表着什么？池灵威回过神来，也顾不得锅里的灵扇，扭头询问一旁颠锅的长老。通天罗盘这东西现在真能有动静？如果是这样的话，说明通天神术或者通天神术残枝就在附近。怎么，你的罗盘有动静？长老扭头看向他，眼里带着期待，以至于锅里的菜都不炒了。没办法，灵扇也是神木谷的一项王牌手艺，南灵州乃至整个天阳大陆，神木谷的灵扇都是数一数二的存在。池灵威刚想说什么，突然感觉罗盘又没动静了。他不想将不确定的消息告诉长老们，免得长老们激动过后又失望，于是摇了摇头。我就问问。那行，赶紧做灵扇吧，差点宰了那个魔子，先委屈你在后厨躲一阵子了。长老点头道。池灵威倒是无所谓，他喜欢做灵扇，但现在脑子里一直有个冲动，想要找到铃木，看看到底什么情况。毕竟这已经是罗盘第2次发出动静了。可恶的鬼阴宗，偏偏这个时候来，真想赶紧打完回去。为了能够保护自己的心血，铃木现在出奇的努力，好在上天也没有辜负他，每一分努力都有回报。他的修为突破到筑基巅峰，4项天刀4式全部学会且达到大成。天凤步和木林铠因为时间的缘故只达到了小成，但凭借这些，金丹之下他应该没有敌手了。这天，小石村外来了一名不速之客。就是这里了吧？还让我等凤玄机走了再来，李真传真是越活越回去了，还会怕那娘们。丁阳是天血魔宗天魔峰的弟子，前不久踏入金丹初期，正愁上哪获取金丹修炼资源，就见到宗门里有一个和李旭有关的任务。任务内容是抓一名筑基修士。李旭是谁？那可是天魔峰最强的真传弟子，是宗门圣子竞争者之一。他背后可是李家，他们说句话，天魔峰都要抖3抖。丁阳早就想搭上李家的线了，这次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只要跟他打好关系，等他成为圣子，自己岂不是也能喝口汤？
再加上这个任务的奖励丰厚，难度看起来也不大。丁阳欣然地接取了这个任务。他来到小石村便不禁蹙眉，这里怎么一股穷酸味？四周的灵气不够浓郁，让他这个习惯大宗门灵气的金丹颇为不适应。就这破地方也能让李旭重视？丁阳轻轻摇头，非常不解。在他看来，这不就是个荒凉之地，凭这灵气程度，能有一个炼气修士都不得了，怎么可能有筑基修士待在这里？丁阳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感知顷刻间覆盖整个小石村。一瞬间，小石村的情况一览无余。哟，还真有个炼气修士。丁阳颇为意外，这个村子不过10几户人家，在这灵气贫瘠的地方竟然还有修士存在。不对，这地方竟然还有灵植。丁阳瞪大眼睛，嘴角勾起，迅速锁定了灵植所在的位置。万万没想到，出个任务还能遇到这种宝贝。虽然只是灵米，但带回宗门也能换取不少灵石。丁阳快步寻找村子里的灵植，但令他惊讶的是，走在街上，那些凡人见到他竟然没有丝毫惊讶，也没有敬畏之色，这让他非常不爽。一群凡人竟然敢对仙人不敬，拿你们当人才都嫌质量低。正当丁阳准备对这些村民动手时，突然感觉一道感知落在了他的身上。丁阳猛然抬头看向那座石山，距离石山还有一段距离，他并没有感觉石山有什么特别，但那感知竟然大摇大摆地探到自己身上。筑基是吧？正愁找不到你呢。丁阳嘴角一咧，也不管灵植了，朝石山掠去。铃木站在山顶，神色凝重，竟然真来了一位金丹，真是会挑时候。凤玄机走了，这人就来了。铃木取出青芒，让闪灵藏起来，来到空地上查看一下风灵术附阵，确保其还能正常使用，同时将千里挪移符塞进袖子里，做好最坏打算。10几个呼吸后，一道身影已经踏上山顶。你就是这里唯一的筑基修士了吧？丁阳凭借身法悬浮半空，睥睨地盯着下方的铃木。说完，他扫视一圈山顶，目光立刻被众多植物吸引。单是灵植便有4种，其中有3种都是中品灵植，有一种他还没见过。一植数量颇多，全部拿下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想到这里，丁阳眼里闪过一丝贪婪，不禁庆幸自己接取了这个任务。除了任务奖励，竟然还能赚点外快。不仅如此，他还发现这个山头的灵气非常浓郁，比他新搬的洞府还要强。要知道，他的新洞府可是金丹规格，这小小的山头竟然有如此丰富的灵气资源。幸好铃木给泉眼处布置了一道小型风灵阵，不靠过去很难发现里面的异常，不然这家伙的更加疯狂。我奉命前来活捉你，识相的话就老实跟我走吧，免受皮肉之苦。说完，他缓缓落在地上，深吸一口气，对这山头愈发满意，想要占为己有。铃木握紧手里的镰刀，没有回应。丁阳蹙眉，不悦地看着铃木，他最烦不识趣的散修了，当即释放金丹威压。铃木只觉浑身突然一沉，脑海嗡鸣。不过比起李旭的威压，这人差了不少。铃木脸色不改，通过这道威压对他的实力有了初步了解。不知道金丹修士埋进地里，能不能让我的赤日葵全部成为灵植？铃木自言自语，暗中已经开始积蓄灵气。听到这话，丁阳怔了一下，很快便感受到不少农田下边都有修士气息。这股气息他可太熟悉了，全是天魔峰弟子的气息，从炼气初期到筑基后期都有。刚才他的话什么意思？是想把自己也种进去？你找死！丁阳反应过来，怒目圆睁。与此同时，铃木不再掩饰，积蓄已久的灵气爆发出来。筑基巅峰。丁阳眼神沉了下来，这跟他想的有点不一样，他以为顶多是筑基后期，若是筑基巅峰就有点难办了，毕竟不久前他也是筑基巅峰。狂妄小儿，谁给你的勇气直面金丹？虽然两者表面上只差一个小境界，但实则有着天堑般的差距。金丹是将丹田内的道基凝聚成丹，各方面都要比筑基强上数倍。若是筑基期的道基牢固，踏入金丹后实力更是会强大10几倍，甚至几10倍。更重要的是，踏入金丹后，肉身变成了金丹的载体，金丹不灭，哪怕受到致命伤，金丹也可携带神魂逃走，找机会重塑肉身。筑基修士便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收到致命伤就真的死了。因此，哪怕是刚踏入金丹的修士，对普通的筑基修士都有着天然的压制力，想要逆伐金丹更是难上加难。铃木不说废话，先下手为强，镰刀一转，膨胀一圈，澎湃的灵气注入其中，青色气流从镰刀上飞出，隐隐间能听到咆哮。四象天刀，天青，青色刀气陡然暴涨3丈，半道化作模糊的苍龙头颅，龙形刀气撕裂空气，带起尖锐的呼啸，所过之处，地面竟被离出寸许深的沟壑，直扑对面的丁阳。丁阳瞳孔骤缩，
但不见丝毫慌张。他祭出一柄通体漆黑的长刀，手腕翻转，周身灵气如潮汐般涌起，在刀面凝结成血色纹路。拜你一刀足矣！血魔斩！随着喝声，长刀猛然向前递出，刀芒猩红，直击青色龙头，像是蛀虫一般狠狠咬住青色刀气，一点点蚕食。铃木蹙眉，金丹修士比他想象的还要强大。青色刀气并没有被血魔斩击溃，而是抵挡片刻后双方一起消散。这情况让丁阳意外。面对筑基巅峰，按理来说一刀就应该击败他，哪还有打平手的情况？这太丢份了！能挡我一击，你这辈子值了。说话间，丁阳身形瞬间消失。铃木心中危机大盛，警惕四周，木灵铠瞬间覆盖在身上。铮！铃木耳畔响起一阵刀鸣，锐利的刀气险些将其脸颊刺破。移花接木，铃木天凤步拉开2步距离，迅速将自己的位置与一株赤日葵调换。丁阳对此不屑一顾，这点距离不过一瞬间就能达到，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他可是金丹，论持久，一个筑基怎么和他比？铃木一边躲一边分析着丁阳的实力，找到机会还会反击。不过他的攻击效果并不佳，总是能被挡下。说来也怪，这丁阳好像就会那几招。按照凤玄机之前给他介绍的，他发现丁阳施展的招式好像都是天血魔宗筑基期修炼的法术。正是因此，铃木总能凭借4项天刀抵挡他来势汹汹的攻击。一开始铃木还有些怀疑，怎么每一次攻击都这样，都恼羞成怒了还不放大招。但渐渐的，铃木发现了端倪，这家伙好像没大招，或者说还没来急学大招。他目前施展的所有法术都是筑基期，若非他的修为达到金丹比较持久，铃木早就败他了。铃木断然不会跟他比持久，战场瞬息万变，越拖变量越大。下一刻，铃木借机贴近丁阳，朝他打出一掌。瞬间，铃木将一系列负面词条加持在他的身上，但代价是铃木挨了一击，木灵铠被打碎了。铃木心有余悸，若是这一击打在自己身上，怕不是直接重伤了。小子，你很勇敢，竟然敢跟我贴身，真可惜，那一掌竟然没拍死你。丁阳咬牙切齿。铃木冷哼，是挺可惜，早知道刚才我的镰刀就砍你脖子了。听到这话，丁阳大笑起来，愚蠢，他才不会告诉铃木，就是把他脑袋砍了也杀不死他。丁阳挠了挠脖子，感觉身上有点刺挠，不过他并没有在意，或许是这里的穷空气造成的。我突然不想活捉你了，任务就算失败，我也要杀了你。丁阳怒气冲冲，被一个筑基耍了这么久，若是传回宗门，他岂不是就成金丹弟子里的笑话了？丁阳不合时宜地深吸一口气。铃木看着距离丁阳不远的风铃束缚阵，当即挥动镰刀，斩出数十道充满肃杀之气的刀气。没用的。丁阳咧嘴，朝一旁挪了2步，轻而易举地躲过。他咧完嘴，现在轮到铃木咧嘴了。终于上当了。丁阳一怔，顿感不妙，但下一刻脚下已经冲出4道符文锁链，锁住他的4肢。按理来说，凭借他的反应躲过这些锁链轻而易举，但却不知为何他的脑子好像慢了半拍。你下毒？丁阳瞪大眼睛，终于意识到自己身体出现状况。你莫不是以为这种劣质阵法能困住我？砰！丁阳周身突然降临一道强大的气息，紧接着出现一股黑气融入他的身体。天魔变！他浑身肌肉隆起，强大的力量竟然将锁链崩碎，安然无恙地踏出法阵。铃木心中一沉，这个法术他见过，当时李旭就是用这个法术和凤玄机打的。不过此人的天魔变并没有李旭那么强大，肌肉都没李旭大。天魔变状态下的丁阳还是忍不住挠了一下脖子，又深吸一口气。不知为何，他的状态越来越差。就连铃木也有些惊讶，同样的词条落在李旭身上可没有这么好的效果。他还以为这些从凡直意直身上提取的词条只能达到李旭那种效果，但现在看来，词条对于金丹初期和中期仍旧有效果，就是不知道金丹后期还能不能有效果。丁阳力量大幅度增强，这让铃木不敢懈怠。天魔崩山拳！丁阳一改风格，丢弃长刀，身形一闪，挥拳直击铃木面门。强悍的拳势如山崩，像是被一头洪荒巨兽盯上，难以挪动身躯。铃木大骇，没想到一个不留神就出现这种情况。来不及多想，他直接祭出凤羽。立！一声凤鸣清脆嘹亮，紧随其后的便是滔天火焰冲天而起，在铃木面前形成一道火焰屏障。拳头打在屏障上，让火焰震动，差点消散。丁阳脸色阴沉，这不是那个骚娘们毛？很好，看来你俩关系匪浅啊，我倒要看看他能护你几次。丁阳攻势不减，明明还是那几道法术，
但天魔变状态下，这些攻击都变得更加强大。火雨只能挡一次，接下来若是再出现意外，他就只能逃跑了。本以为自己能搏杀金丹，但没想到才砍了他几刀，就出现这般变化。果然不能拖他，受死吧！丁阳再度袭来，铃木眼神一闪，噬灵加持。噬灵被铃木加持在自己身上，这是他从噬灵魔槐树叶上提取的磁条，能够吸收灵气。刹那间，铃木身上涌出一股邪异的气势，他的身体好似一道具有强大吸力的漩涡，开始疯狂吞噬四周的灵气。不仅是四周，连铃木自己丹田内的灵气也被引动，缓缓磨灭。磁条的代价很大，但收益同样很大。铃木邪魅一笑，天凤步突然凑近，一举抓住丁阳的手腕。刹那间，铃木体内停止磨灭灵气，取而代之的是疯狂吸收丁阳体内的灵气。丁阳感受到体内如潮水般退去的灵气，顿时大惊失色。你做了什么？在铃木的刻意控制下，只是2个呼吸，丁阳浑身的肌肉便萎缩了，灵气大量流失，他的实力锐减。而随着没有足够灵气填补，铃木体内的灵气又开始被吞噬。见状，铃木连忙关闭噬灵，同时以挥动镰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砍向丁阳的头颅。噗嗤，丁阳伸手一触，鲜血如泉。铃木大汗淋漓，看着没了生机的尸体，终于喘了口气。真凶险啊！再来上一拳，他可遭不住。就在铃木松懈之际，山腰处传来一道声音：前辈，快碎他金丹，金丹不灭，他就不会死。这道声音很大，且听着非常熟悉。铃木松懈的心瞬间紧绷起来，猛地看向那具尸体。下一刻，没了生机的尸体中竟然窜出一道金光，金光中隐约能看到一粒弹珠大小的金色球体，而这金丹上更是携带了一个面目狰狞的神魂。小子，你给我等着！那神魂怒吼一声，头也不回的就要飞走。铃木算是彻底明白金丹修饰的特殊了。他深吸一口气，压榨体内仅存的灵气，随后挥出一刀四象天刀玄甲。刹那间，4道锐利刀气从天而降，行四方之势将金丹包裹其中。铃木不敢犹豫，迅速靠近，镰刀猛地砸向金丹。你是在自寻死路！丁阳慌了，虽然金丹很坚韧，但架不住接连遭受攻击。金丹若碎，他可就真的陨落了。杀了我，你就会被天魔风盯上，这辈子都别想安稳了。丁阳还想吓退铃木，但铃木置若罔闻，眼神冰冷。你们压根就没想过放过我。砰！灵气注入镰刀，力量再度强大一分，2股澎湃的能量轰然碰撞，铃木体内的灵气迅速消耗。他立刻催动功法，吸收四周植物释放的能量，将其转化成灵气。不多时，金丹上出现裂痕，刀尖刺入其中。丁阳的神魂发出刺耳的悲鸣。铃木眉头一蹙，干脆利落地击碎金丹。随着破碎声响起，金光闪闪的金丹褪去光泽，从天空中跌落，神魂也随着金丹的破碎而消散。河里的闪灵见战斗结束，结果不出所料，是他的爸爸赢了。他目光灼灼地盯着还没落到地上的破碎金丹。突然间，闪灵从水面一跃而出，拼尽全力跃至金丹的位置，随后张嘴将破碎金丹吞入腹中。啪嗒啪嗒，碎金丹是吃了，但闪灵却落到了地上，不断扑腾挪移，像一条咸鱼。铃木愣了一下，没人说闪灵还吃金丹的。你个坏鱼，我还没研究碎金丹呢，你怎么先给吃了？铃木原地打坐，恢复了一些灵气，这才起身抓起闪灵，将它重新丢进河里。吃了就吃了吧，反正这家伙啥都吃，地脉之气就不说了，还差点把通天神树树枝给吃掉。刚好要是再有人来，铃木就能心安理得的把金丹的死亡推到闪灵身上。虽然不太可能有人相信。天血魔宗，天魔峰，在大殿一侧有一座悬挂无数弟子魂牌的万魂楼，楼顶有一座黑钟。这时黑钟突然响了一声，一道黑气从钟里飞出，飘到万魂楼第3层，钻入丁阳的魂牌。下一刻，魂牌裂开，失去光泽。这一幕让众多附近的弟子惊骇不已。第3层是金丹陨落了，10年了，竟然又有金丹陨落。快看看是谁！丁阳，我记得他接了一个活捉筑基修士的任务，这也能死？如此看来，他倒是死不足惜，太丢人了。只希望他死之前别说自己是天魔峰的。弟子们在万魂楼下讨论，天魔峰的一众长老也注意到异常，特别是金丹巅峰的李长老。李旭此刻就在他的身边，脸色阴沉，肯定就是那个人。李长老侧目，气定神闲，倒是小觑了这个散修，不愧是能被那个魔头看上的人。圣子选拔在即，你的时间更加珍贵，能帮你恢复的极品灵值还在路上。既然知道是谁，那就让老夫去会会，也好省下一株灵值。
李旭眼睛一亮，仿佛已经看到铃木惨死的模样。前不久那人才筑基后期，如今已经能够击杀金丹初期，此子若是再修炼下去，肯定也是个麻烦。既然已经扯上关系，那倒不如一劳永逸。金丹圆满出手，恐怕他连人都没见到就身首异处了。李长老一步踏出，腾空而起，随后身形一闪，从天魔峰消失。他按照路线朝着小石村的方向飞去，但才刚离开宗门数十里，突然就停了下来。老头，来坐下吃2口，看我乖徒儿种的灵米，香得很。不远处的半空中凭空出现一座紫红相间的亭子，一个不到1.6米的少女大大咧咧地坐在里面，手里还端着一碗红色大米饭。多谢血封主，不过弟子有任务在身，着实不太方便。李长老不卑不亢，说完他便想掉头换个方向，但念头刚起，亭子中的血颜缓缓抬头，血色眸子如同俯瞰众生的魔神，摄人心魄。现在的小辈真是没有礼貌。铃木看向半山腰，伤心和商瑶正站在那里，似是察觉到山顶的战斗结束，两人这才决定继续上来。多亏伤心吼那一嗓子，不然还真会让丁阳跑了，吃了不了解金丹的亏。不过有了这次经验，下次若是再出现这种情况，他断然不会这般鲁莽。来得挺巧。见到两人上来，铃木随意道。伤心知道铃木误会了，前辈，我这次是来给你送紫阳花晶的，你可别误会我。他真是有苦说不出，真的只是碰巧这天来的，谁知道刚好碰到一个金丹来杀前辈啊。不过也幸好是今天来的，不然就见不到前辈逆伐金丹了。想到这里，伤心心中一阵激动，天天前辈前辈的喊，今日一战，这前辈果然没喊错。万万没想到，自己当初只是想跟着妹妹讨药与卵，竟然遇见如此天才的散修。若是前辈不夭折，以后定然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刚才铃木没注意金丹，显然他并不知道金丹的特殊，看来前辈还是个没背景的散修，如此一来就更容易拉拢了。一瞬间，伤心对铃木更加热情。商瑶就没想那么多，跟铃木打了声招呼后，便带着麦人来到河边，四处寻找闪灵。终于在一处石头旁看到了翻肚皮的闪灵。商瑶疑惑地伸手戳了2下，见闪灵没动静，小脸上瞬间浮现慌张，连忙道：前辈，你的鱼好像有点死了。有点死？那说明还没死透，等死透了再给我说。铃木无所谓的摆摆手，在岸上扑腾了那么久，估计是生灵木气了，想装死吓吓他。但铃木可不吃这一套，吃了一粒金丹，不敢谢主人就算了，还敢装死吓主人，欠收拾了。再不动，往后3天别想吃一缕地脉之气了。铃木淡然道。话音落下，翻肚皮的闪灵瞬间活过来，讨好似的游来游去，看到商瑶伸手还凑上去跟他玩，好神奇。商瑶一脸崇拜地看着铃木，没想到兽还能这么愚，为什么感觉小龙鱼肚子大大的？他吃了什么不好消化的东西吗？商瑶捞起闪灵打量一番道。闪灵眼睛一横，轻而易举的挣脱，还顺便用尾巴往商瑶脸上甩了点水。哼，本鱼好歹也是炼气后期，你个实力还不如我的两脚兽，怎么敢如此粗鲁地对待我？若非你与本鱼的爸爸相识，刚才一尾巴就甩你脸上了。商瑶一怔，顿时瞪大眼睛，小龙鱼竟然炼气后期了，他眼里满是难以置信。不是，这才过去多久，他怎么突然间不如一条鱼了？铃木瞥了一眼道，他刚才趁我不注意把金丹修饰的碎金丹吃了，还没来得及收拾他。此言一出，两人同时摆出一副见了鬼的表情，看向闪灵。那可是金丹啊，就算是碎的也不是炼气期灵兽能吞的吧？竟然没把它撑爆，真是够神奇的。麦人一改往日态度，崇拜地看向河里的闪灵。你真是太牛逼了，我吃个灵植都得分7翅，你一下子吞个碎金丹，大佬求教。闪灵似乎注意到几人都被他的操作震惊到，鱼脸上顿时浮现人性的表情，有点飘飘然。包的阿老弟，你也不看看大哥我天天吃的都是什么？他真想把自己差点吞了神树树枝告诉这些人，可惜他还不会说话。商瑶了解到闪灵的胃如此强大，渐渐明白闪灵为什么提升这么快。不对，前辈你刚才说什么？3天不让小龙鱼吃什么来着？商瑶后知后觉，地脉之气。铃木也不隐瞒，反正只是回答一下，他又没说自己地脉之气很多。不是你说的，孵化灵兽要用地脉之气。商瑶傻眼了，我说是用地脉之气滋养，没说让灵兽吞食地脉之气啊。他眨了眨眼睛，脑海灵光一闪，前辈，要不你把我也当灵兽养吧，我也想吸收地脉之气，我可比灵兽通人性多了。伤心一巴掌拍在妹妹后脑勺，严声呵斥，成何体统，哪有给人当灵兽的，还通人性？你先学会怎么跟人交流吧。前辈，
佳妹让您看笑话了。铃木哑然失笑，上瑶思维实在太跳脱了。无妨，若是我能寻来更多的地脉之气，肯定会送你几缕。不过可惜的是，目前我手里也没多少了。说完，铃木取出一个玉瓶，将其交给伤心。伤心一怔，旋即反应过来，这是……铃木点头，就是你想的那个。伤心大喜，连忙收好，旋即从自己的储物袋里又取出一份合欢丹的材料。这次他收集到了紫阳花精，总算是把事情办完美了。铃木欣然收下，这下不缺合欢丹了。看来伤心如此尽心尽力的份上，下次炼丹若是数量足够多，那就多给他几粒交谈一会儿。铃木便让两人先坐着，他要干正事了。于是在两人的目光下，铃木来到金丹尸体旁边。这具尸体有点干瘪，因为是灵没操控好，快把他体内的灵气吸干了，因此这具尸体的营养价值不算太高。铃木在赤日葵田里挖一个坑，将尸体埋进去，一边埋一边叹气，真可惜，这具尸体的营养价值被破坏了，才堪堪达到筑基中期的程度。这下子赤日葵没法继续变异了。铃木本以为能够收获一具金丹尸体，再不济筑基巅峰也行啊，刚好凑齐金丹之下的全部境界。结果失误造就了现在这个局面。伤心在一旁听到这话，不禁后背发凉。前辈竟然把金丹尸体当肥料，难怪他总感觉这些田地很普通，但却蕴含灵气。难不成其他的土地下边也埋着什么？不过前辈好像挺喜欢种地的。伤心扫了一圈，发现铃木什么都种，还有几种灵植，甚至他还看到了一棵龙血果树。看来前辈在这里潜修许久了，连龙血果树都长这么大了。伤心心道，由此他也有了猜测，前辈可能是要长期待在这里，毕竟龙血果树不能移植，都长这么大了，若是离开岂不是亏麻了？既然如此，他便可以时不时来这里找前辈联络关系。当然，前辈既然如此喜欢种植植物，他倒是可以找点种子幼苗。既然决定拉拢，就要投其所好。前辈，你喜欢种花花草草还是种庄稼？伤心询问。铃木缓缓摇头，我喜欢种品阶高的，最好是能批量种植的，这样他的种植经验才能快速增加，解锁第3个词条。伤心着实没料到铃木会这样回答，一时间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只能尝试以后寻找品阶高点的植物。临走时，伤心很想提醒铃木一下，最近这片地方邪修猖獗，注意安全。但看到今天一名金丹邪修来找铃木，他感觉邪修猖獗好像就是因为铃木，因此他最后只告诉铃木让其注意外来人士。他还没狂妄到给铃木许下承诺，让他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找商家，那不是坑自己吗？先再看看，再决定要不要投入更多。两人在这里待的时间并不久，伤心来此的目的也不过是打着送材料的由头，看看铃木是否炼制好合欢丹。只是这次的收获有些出乎预料，两人前脚刚走，泉眼便吐出一缕地脉之气。铃木眉毛一挑，算算时间，从开打到现在已经过去2个小时了，这泉眼竟然还知道挑时间吐，不愧是能吐出通天神树树枝的泉眼。铃木啧啧称奇，将地脉之气吸收。金丹也死了，应该会安生一阵子吧。事实正如铃木所料，确实安生了一阵子，至少1晃半月过去，他再也没遇到什么麻烦。看来这次打了小的，没有来老的。铃木在地里挥动锄头，满意点头。没了表面上的威胁，他也能好好种地来提升系统等级了。9节纯阳草和通天神树仍旧没什么变化，哪怕铃木每天都用枯荣催生秘法催生它们，奈何生命力有限，本来供养一株9节纯阳草就很勉强了，如今那点生命力还要分开供养一下通天神树。好在山顶的植物越来越多，植物品阶也逐渐高了起来，再加上生生不息的积累，生命力日益增长。只要一直安稳下去，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好日子虽然让铃木心安，但突然变得没有波澜，也让他有些不适应。一转眼便来到月末的最后一天，铃木早早的起床，来到院子里等待凤玄机的到来。这次他迫切的想要在老婆面前表现一番，毕竟自己可是逆伐金丹了，有了这般实力，说不定还能给他一点教训。得进屋的那种教训。铃木看了看天空中逐渐悬至头顶的太阳，眉头蹙起，怎么回事？这都中午了，怎么还不来？以往这个时候他们2个都大战一次了，难道是因为长期滋养让凤玄机体内的血毒得到缓解了？一直等到晚上，凤玄机仍旧没有出现。铃木轻轻一叹，看来确实是得到缓解了。你的身体还能坚持多久？血颜来到凤玄机的洞府询问道。凤玄机长舒一口气，半个月。血颜神情逐渐凝重起来，难办啊。师父，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找他？千佛宗的秃驴这几天在宗门外很活跃，宗主怀疑这群人想对我们出手，因此下令不允许弟子外出。
已经外出的要尽快返回。听到这话，凤玄机已经明白要发生什么，这是怕打起来的时候人手不够，所以先把弟子留在宗门是吧？毕竟对于魔门而言，如果没有强硬手段关联住弟子，那宗门怎么样就跟弟子无关了，大不了宗门没了当散修呗，反正该学的功法也学了。不要妄议魔门，我让你留在这里是怕你出去后遭遇千佛宗，那群人虽被称为正道，但行事手段却与魔门无异。你现在正处于关键时期，我不会让你去冒险的。凤玄机知道血颜的良苦用心，只是这次他要失约了。一想到这里，凤玄机眼里便出现一丝落寞。相处这么久，比起缓解血毒，他似乎更想见见铃木，但出了这档子事，不知道的什么时候才能见面了。要是没有我，他遇到危险怎么办？血颜白了他一眼，那他还是死了吧。本座都帮他拦下一位金丹巅峰了，在千佛宗没有离开前，天魔峰的那几位也别想离开。你就放心吧，至少目前天魔峰绝对不会有人再出去找他麻烦了。闻言，凤玄机算是松了口气。他储物袋里的传音海螺有了动静，凤玄机一猜便知道是铃木，连忙拿出来，这次不来了吗？铃木的声音从海螺里面传出来。凤玄机很是抱歉，憋了1个月，肯定难受坏了吧？很可惜，他也没办法出来。凤玄机将天血魔宗的事情跟铃木说清楚，并让他安心种地。了解情况后，铃木长叹一声，收回传音海螺。原来如此，不出来也好，在宗门里肯定要比外边安全。可惜他实力仍旧不太够看，不然就能跑到天血魔宗把凤玄机接过来。既然天魔峰短时间内不会再来找他，那他就好好借助这段时间提升自身。想到这里，铃木便打开了自己的词条库，那元淬灵和混沌炼灵正躺在其中。目前铃木的院子里还没有能够承载这2个词条的植物，但他并没将其遗忘，而是想尝试将这2个词条加持在自己身上，用来修炼。考虑到之前加持噬灵还会对自身有影响，铃木决定先从那元淬灵开始。这个是仙职身上的词条，希望不会像噬灵那般霸道。铃木心念一动，词条加持在身上。下一刻，他感觉自身好像成了一种媒介，天地间各种各样的能量都开始往他体内涌去。生命力、万物之气，这些就算了，就连闪灵拉屎释放的热量都往他体内钻。他就像是被天下所有的能量霸凌一般，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杂乱无章的能量疯狂涌入，又借助他的身体变成灵气释放到天地中。只是4个呼吸的时间，铃木的脸色开始变得难看，青一阵紫一阵。他连忙将词条关闭，大口喘着粗气。仙职原来这么辛苦吗？铃木心有余悸地看着9节纯阳草，难怪培养条件这么苛刻，原来成熟后受了这么多苦。词条倒不是不能用，只是铃木对这个词条并不熟练，他还做不到只吸收一种能量，再加上身体不够强，杂乱的能量钻进来很容易在体内留下垃圾。仙职词条都是如此，那先天神物的词条岂不是更加辛苦？铃木觉得还是先用自己的长青造化经修炼吧，这种超标词条等到他遇见超标的情况时再使用。深思熟虑下，铃木没有尝试混沌炼灵，他连混沌元气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敢乱尝试？铃木看着一旁的鼓起来的一个小土堆，拿出来通天罗盘。说来也怪，这罗盘现在竟然不亮了，明明通天神术的残肢就在眼前，就这罗盘都不亮，不会是坏了吧？铃木捣鼓了一下罗盘，不可能啊，通天罗盘上千年都没问题，怎么可能到我这里坏掉？池灵威不满地看向一旁的长老，那不好说，宗门已经有一位长老去过你说的地方了，他手里的通天罗盘没有反应，我明明感知到有通天神术气息了，怎么可能找不到？池灵威不信，他想过去找铃木，或者说早就想了。你别想跑，作为圣女，你怎么没一点圣女该有的样子？想走也得等打退鬼阴宗。池灵威一脸无奈，这么大规模的交战，没个几年怎么可能会结束？想你的第2个月，老婆，你身体还好吗？铃木忙完农活，拿出传音海螺给凤玄机传信。凤玄机已经2个月没来，血毒已经开始发作，还好，就是太影响修炼了。凤玄机回答。铃木长叹一声，懊悔不已，早知道我先给你存点我的血了，这样你也能缓解一下。无妨，影响不大，10几年我都是这么熬过来的。凤玄机清冷的声音传出，但这时候铃木明显感觉他的语气不太对，像是在承受巨大的痛苦。10几年，铃木难以想象他是怎么度过的。他虽然没感受过血毒，但能让金丹修士出现这种情况，想想就让人后背发凉。不说了，我要修炼了。凤玄机连忙结束传音，随后便痛苦的低吟一声。铃木对此毫不知情，只是心里揪揪的。系统啊系统，你怎么只能加持词条，没办法摘除词条啊？铃木尝试过，系统只能摘除他加持过的词条，
并不能将植物自身与生俱来的词条摘除。不仅如此，这系统还只能查看植物的词条，无法查看其他生物的词条。如此一来，就算能够摘除词条，也只能作用在植物身上，没办法帮凤玄机彻底驱除血毒。不过铃木也理解，毕竟这系统是词条种田，其他生物跟种田又不沾边，难不成种人吗？那地里的几具尸体，铃木也没发现他们身上出现词条。铃木轻轻摇头，系统也并非万能，帮凤玄机解除血毒只能依靠自己了。春去秋来，转眼间半年过去。这半年里，铃木一如既往地照料田地，努力修炼，已经学会的法术全部达到圆满阶段。道基经过半年打磨，更加牢固。若是那金丹初期的再来一次，铃木绝对不会像上次那般狼狈。院子里的9节纯阳草破土而出，长成嫩芽，通天神树也生根了。不过距离破土而出还需要一些时间。院子里的植物收了一茬又一茬，那些各种各样的变异小麦也被铃木大片种植，收获了不少种植点。河里的闪灵也很争气，突破到筑基初期，不枉铃木天天喂它吃地脉之气。同时他还在小石村干了一件大事，他把小石村的100多人全部检查一遍，寻找灵根。令人失望的是，100多号人里总共只有4位身怀灵根，其中1位还是个年过80的老太太，剩下3人是石云、石田，还有1位5岁孩童石安。铃木倒是没料到石田会有灵根，若是早点探查，说不定现在石田也跟石云一样达到炼气中期了。虽然有灵根，但2人的资质显然并不顶尖，哪怕有天道酬勤加持，提升的速度也并不快。铃木有时候就会想，他这么做算不算帮别人逆天改命？明明没有天赋，却被自己用词条强行提升，这算因果吗？铃木暂时没有想明白。他并不觉得帮村民们有错，这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也想趁现在自己有闲暇时间，多培养几个人才帮自己管理山下的农田。毕竟半年的光景过去，小石村的农田里有好几亩种的都是灵麦灵米，甚至还有修士来过这里，不过被石云打跑了。村民们的生活质量也提高了不少，因此小石村还特意在村子中央立了一个铃木雕像。这天，铃木在小石村里帮村民们收庄稼，收获灵植灵麦80斤，种植经验加80。铃木眼前弹出系统面板，姓名铃木，境界筑基巅峰，种植等级育灵者0 1万，词条1，天道酬勤，你的努力必定有回报。当你全身心投入种田相关的劳作时，每劳作1小时，全方位永久提升0 1%，当前积累 795%，词条2，生生不息，你将越活越有生命力。当你持续身处一个地点时，每停留1天，生命力提升 1%，当前积累 288%，词条3，待抽取，词条4，待解锁，已收集词条：仙级混沌炼灵、纳元淬灵、噬灵、灵级、玄阴血毒、凤血之翼、气血如龙、多子多福、固本阳元、灵宝、银根繁几，营养均衡，茁壮成长，脉毒，抗大风，缺氧。注：检测到宿主收集到远超当前境界的词条，请宿主慎用仙级及以上等级的词条。铃木看到面板的变化，不禁挑眉。词条分类了，仔细查看之后，铃木发现系统基本上是把从繁殖身上提取的词条归为繁级，灵植身上的词条归为灵级，仙植及以上的词条归为仙级。至于异植，通常在繁级和灵级之间反复横跳。就像多子多福，这是从一只紫菌竹身上提取的，被归为灵级，但同样从它身上提取的其他词条却被归到繁级。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异植的词条也都是被归为繁级，只有少数才会成为灵级。如此一来，铃木便能更加直观地看出哪些词条更强大。但现在更重要的是，铃木终于可以解锁他的第3个词条了。抽取，铃木心念一动，下一刻面板上的信息变换。词条3，厚积薄发，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意义。当你处于非战斗状态下，每过1天便积累1底蕴，状态改变时，词条主动触发，获得全方位底蕴星号200分号的提升，直至重新处于非战斗状态，触发后底蕴归0。当前底蕴0，死。铃木倒吸一口凉气，这词条是专门为了战斗而生吗？虽然看起来底蕴星号200分号的提升不太多，但这个提升可是在天道酬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的。现在铃木的天道酬勤已经将近800%，若是积累个10年半载再爆发出来，提升的实力难以想象。这词条要是来早点就好了，这半年他都没战斗过，不然就能积累180底蕴，再遇到找茬的，哪怕是金丹中期他也不带怕。
目前这3个词条全是积累，这种类型的词条有点吃后期，但潜力同样很大。对于像铃木这样只想种地的人来说，再好不过了。我记得女魔头好像要选拔圣女，也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了。若是还没开始，这个新词条或许能够帮他一下。铃木拿出传音海螺，直接询问凤玄机。海螺里传出凤玄机清冷的声音：“还没开始，怎么了？”凤玄机声音断断续续，气息也不似前几个月那么稳。铃木蹙眉，看起来他的状态更差了。以往每个月凤玄机都会来，以至于铃木从未见过他血毒发作的模样，更没见过他这般虚弱的样子。隔着传音海螺都能感觉到他的虚弱。没什么，等你能来，我给你个好东西。铃木轻声道。凤玄机轻笑一声，似乎是想以此让铃木放心，但他高估了自己的演技，这听起来根本不像笑声，反而像是受了莫大痛苦的闷哼。我去找你。铃木不忍他继续承受痛苦。傻瓜，我坚持得住，别把我想得太弱。昨天我还宰了一个金丹初期的秃驴呢。放心，这件事很快就会解决。前段时间宗门的宝值成熟，如今老祖已经出关，借助宝值，他的实力能更上一层。你就乖乖养好身体，到时候我会去找你。凤玄机柔声道。铃木收起传音海螺，心中不断吐槽天血魔宗。凤玄机都成这样了，竟然还要出去迎敌，真是没有人情味。不过这也侧面展现出凤玄机的强悍，状态如此差都能击杀金丹初期的修士。铃木讨厌打打杀杀，但这个世界好像就是这样。千佛宗是正道仙门，仙门清剿魔门，为民除害，理由很充分，占据大义，没人能说什么。不过听凤玄机所言，天血魔宗的老祖好像很强，他出来便能解决这场战斗。铃木不禁对这样的顶尖战力好奇，这样的老祖会是元婴之上的化神修士吗？亦或者比化神还强？若是如此，铃木便对成熟的宝值有了更多认识。宝值就已经能够让这等修士得到明显提升，那成熟的仙值岂不是真的是给仙人用的？铃木咂舌，难怪仙级词条远超当前境界。知晓凤玄机的情况后，铃木松了口气。他不会骗自己，说很快解决，那事实肯定就是如此，说不定过2天就突然来了。铃木可得赶紧调养身体。他按部就班地干着农活，院子里的灵植已经不少了，只不过种类还是那几种，并没有增多，倒是一直种类多了些。铃木非常看好那一片赤日葵田，毕竟赤日葵是他田里第一个从繁殖变异成灵植的，因此有好东西铃木都紧着这块地照料，比如营养丰富的修士。铃木从赤日葵田里穿过，确定没有杂草后便打算离开，但走到半路，他突然感觉一阵燥热。怎么回事？这不像是暖意啊！铃木疑惑地回头。铃木找了一大圈，终于在赤日葵田的中部找到燥热源头。那是一株比赤日葵矮一截的向日葵类植物，它的花瓣红的晶莹，全株都布满熔岩色泽的脉络，忽明忽暗，就像在呼吸一般。它的花盘上长满红润的瓜子，散发着一股别样的能量和一股燥热的气息。此刻它正面向太阳，接收着来自天穹之上的日光。铃木眉毛一挑，昨天他来的时候怎么没发现这东西？是今天才出现的吗？铃木盯着这一株新的向日葵，眼前浮现其信息面板。名称：炎灵葵，品阶：上品灵植，成长状态：成长期，赋予词条：天道酬勤，生生不息，多子多福，坚韧不拔，茁壮成长。自身词条：日之呼吸，烈日馈赠，耀日花盘，伪炎玉，炎灵子。介绍：我看向哪里，哪里就有太阳。日之呼吸，你的呼吸将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当你在太阳下呼吸时，有小概率从日光中汲取太阳之息。烈日馈赠，你受大日影响变得非常慷慨。当你成功吸收太阳之息后，会将一部分太阳之息释放到方圆2丈内，可供其他生物吸收。耀日花盘，你的花盘将不再任人宰割，你可主动汇聚日光，且将日光能量储存在花盘中，在黑夜或面临危险时，可将日光释放出去。铃木认真地查看信息，伪炎玉便是铃木感觉到的那股燥热，待一会儿就能习惯，对人没太大影响。炎灵子就是花盘里的瓜子，吃了竟然能够提升对火焰的感悟，这不是给凤玄机量身定制的。铃木非常满意，这下给老婆的惊喜又多一个。话说日之呼吸他能不能用？铃木还不知道太阳之息是什么程度的能量，既然是从日光中汲取的，想来应该不差，至少也得跟地脉之气差不多吧。那他白天修炼的时候顺便吸收太阳之息，再将太阳之息转化或者不转化，尝试融入体内。毕竟自己还是纯阳圣体，这种至阳之气对自身也有好处。想到这里，铃木轻轻触摸炎灵葵，将词条全部复制。4个灵级词条到手。好葵葵，不枉我这么照顾你，真争气。
铃木轻抚岩灵葵叶片，格外高兴。但很快，铃木就高兴不起来了。夜晚，他正准备休息，却发现窗外一直有一处光源，已经亮到不能忽视的程度的。河里的闪灵都被这光源整得冒头，朝他滋水了。铃木推开窗一看，光源就在赤日葵田里，是那朱岩灵葵。原来耀日花盘是这么个情况。铃木看到河里的闪灵卯足，竟射出一道水箭，穿过层层赤日葵，打在岩灵葵的一片叶子上，叶子都打了个窟窿。啪！岩灵葵的灯泡灭了一下，不多时，它又亮了起来。又一道水箭射过来，来回4、5次，岩灵葵终于老实了，不亮灯泡了。铃木看到河里的闪灵得意地跃出水面，还朝铃木竖起大拇指。没错，他已经学会用鱼鳍摆出竖大拇指的形状了。往后的几天里，铃木每天睡觉前都得让闪灵敲打岩灵葵一番，不然他不关灯。渐渐的，岩灵葵变成声控的了。铃木只要喊一声关灯，他就立马散去光芒。半夜小姐的时候喊开灯，这家伙又会亮起来，别提多方便了。这就是上品灵植吗？都这么智能了，难不成还能诞生灵智？盼星星盼月亮，没把凤玄姬盼来，反而把小石村的灵植盼死了一些。铃木也有好几天没下过山了，这天突然感知到山下有点不对劲，紧接着石田便匆匆上山。林大哥，不好了，河边的灵植枯萎了。闻言，铃木立刻起身，迅速下山，边走边问具体什么情况。石田跟在铃木身边，语速飞快。其他灵植没问题，但是河边的灵植今天已经枯萎10株了，特别是小河尽头那片已经枯萎6株了。我看他们蔫了吧唧，还发白，不敢乱碰，这才赶紧来找你。铃木点了点头，他还从没想过灵植能枯萎，特别是这些灵植还都被他加持过天道酬勤和生生不息。毫不客气地说，就算是用农药当水浇都不一定能弄死他们，但今天竟然突然枯萎10株，太不正常了。铃木赶到河边时，才发现情况比他想象中还要严重。河岸两侧原本郁郁葱葱的灵植，此刻有4株都呈现出诡异的枯萎状态，叶片发白卷曲，茎干干瘪，整株植物散发着一种死气沉沉的味道。铃木蹲下身子，伸手摸了摸其中一株枯萎的灵植，触手冰凉，毫无生机。更让他心惊的是，这种感觉他曾经体验过，那便是当初在魔怀叶附近，那些被吞噬了灵气的植物就是这个样子。这不对劲，附近他最熟悉了，绝对不可能有魔怀的。铃木站起身，沿着河岸仔细观察，越往河流下游走，枯萎的灵植就越多，特别是河流的尽头处，一眼望去已经枯萎了6株，其他灵植的生命力也在流逝。就在他观察的这短短时间里，又有一株灵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枯萎，绿色的叶片迅速失去光泽，茎干开始干瘪。这么快？这也太突然了，药油也应该早都出现了。铃木绕着整条河流走了一遍，也没找到任何可疑的痕迹，无论是魔怀残骸还是其他什么邪恶生物，甚至害怕又有人投毒。铃木还查看了一番植物状态，除了灵植词条上多了一个灵气枯竭，其他什么都没发现。只有这条河附近的灵植出现这种情况，对吧？铃木再次确认一下。石田点头，只有灵植，繁殖都没出现这种情况。铃木了然，问题肯定出在这条河上，要是照这么下，影响到山顶可就不好了。铃木赶忙回到山顶，这时他注意到了一个细节，闪灵这条小龙鱼平时最喜欢在整条河流里游来游去，但今天它却只在山腰以上的河段活动，死活不肯游到下游去。闪灵怎么不往下游了？铃木蹲在河边问道。闪灵浮出水面，发出几声急促的叫声，用尾巴拍打着水面，显得很是焦躁不安。铃木皱起眉头，动物的直觉往往比人类更敏锐，闪灵的反应说明下游确实有什么危险的东西。铃木顺着河流往上游走，一直走到山顶的泉眼处，这里的水依然清澈见底，周围的灵植也生长得很好，看不出任何异常。只是为什么只有下游出现意外，上游却不受影响？还没蔓延过来。他用手捧起泉水仔细感受，水质清甜，灵气充沛，没有任何问题。一条河都没问题啊，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接下来的几天，铃木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调查这件事上。他沿着河流反复查看，甚至把沿岸的植物都查探了一遍，但依然没有找到。唯一能确定的是，灵植的枯萎速度在慢慢加快，每天都有新的灵植失去生机，而且枯萎的范围正在向上游蔓延。至于铃木怎么确定的，他只需要观察闪灵的活动范围就够了。不过也有好消息，那就是越向上，蔓延的速度越慢。河水表面没问题，难不成是泉眼？铃木看着那个时不时冒出一道地脉之气的泉眼，整条河都是因它而起，出现找不到原因的意外，
应该跟泉眼有关系吧？看来只能赶紧学习水遁之类的法术，直接潜入河底，钻入泉眼查看了。铃木坐在山顶的石头上，望着下方的河流，发愁以他现在的修为和悟性，想要学会水遁术并不难，但关键是他手里没水遁类的法术啊。早知道当初就让凤玄机把各类法术都带来一本了。就在他为此犯愁的第二天早上，久违的熟悉气息突然出现在感知范围内。铃木猛地抬起头，朝山下望去，一道红色的身影正快速朝山顶掠来，正是离别半年之久的凤玄机。还没等铃木反应过来，凤玄机已落在他面前，毫不犹豫地扑进了他的怀里。想你。他凑在铃木耳边，单唇轻启，声音带着压抑许久的颤抖。凤玄机紧紧抱着他，肩膀微微耸动，似有万千情绪在此刻奔涌。铃木收紧双臂，这熟悉的怀抱让他近来焦躁的心绪悄然平复，但掌心触及他的温度却异常灼人。他低头看向凤玄机的眉心，那枚火焰印记已黑得发亮，如同燃尽的余烬。他的呼吸急促不稳，周身萦绕着一股难以掩饰的虚弱，与传音海螺里那副坚强模样判若两人。铃木心中一紧，怜惜之意翻涌，可恶的血毒竟将他折磨至此。别怕，夫君这就帮你。凤玄机缓缓抬头，平日清澈的眼眸此刻蒙着层水雾，脸颊泛着不正常的潮红。他凝视着铃木，目光里似有星火跳跃，灼热而专注。铃木喉结微动，心跳漏了半拍，这副模样的他竟有种惊心动魄的美。身子好难受，他声音轻颤，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恳求：快帮帮我。铃木心头一震，寻找水遁法术的事瞬间被抛到九霄云外，脑海中只剩下怀中这抹脆弱的红影。别怕，有我在。话音未落，凤玄机忽然身子一软，险些从他怀里滑落。铃木连忙稳住他，微微低头时，见他仰着脸，目光灼灼地望着自己，缓缓凑近。高塔屹立，直插云天，天神啜泣，降下甘露。干涸半年的荒地终于被再度滋养，燃烧了半年之久的血焰逐渐从良田上消失。凤玄机神色平淡地从屋子里走出来，眉心的火焰印记已经恢复赤红。铃木后脚扶着门走出来，看着他的背影，心里逐渐怀疑自己。不应该啊，他都苦修半年了，怎么一点进步都没有？铃木本以为这次能大展身手，但一股不可抗的力量将他的幻想打碎。可恶，我还是不够强嘛！凤玄机听到他的嘀咕，嘴角微微勾起，美眸闪过一丝玩味，同时他心里升起一阵歉意。他能感觉到铃木的进步，若是换作平常，肯定不至于这样。怪就怪他体内血毒半年没有缓解了，索取的有点多。他也明白情况，因此这次并没有出言嘲笑铃木。你已经很努力，我很满意。凤玄机怕铃木伤心，开口安慰，但这话落铃木耳朵里，像是在阴阳他，更伤心了。凤玄机扫视院子里的植物，满意点头，不过很快便扭头看向铃木，神色严肃，打起精神。我在来的路上发现有灵芝枯萎了，看情况应该好几天了。铃木点头，我知道，你要是再不来，我就打算把河流截断试试能不能解决，免得让下游影响到山顶。说来也怪，越靠近泉眼，这股吞噬灵芝灵气的力量蔓延得越慢。凤玄机蹙眉，连你也解决不了，那我能帮你什么？他只是一介武夫，勉强会个除草耕地。来的时候他便查探了一遍，这种情况他也毫无头绪，以往从来没遇见过。天血魔宗的藏经阁里也没记录过这种情况，也可能是他看的书少，还没看到。有没有水遁类的法术？我想跑到泉眼里看看。铃木道。凤玄机蹙眉，看看泉眼，又看看铃木，显然不想让他冒险。能冒出地脉之气的泉眼显然不是凡物，里面是什么情况还不得而知，太危险了。铃木摆了摆手，石山就这么大，钻进去也是进到山的内部，能有什么危险？最坏的打算估计也就是遇到噬灵魔怀残骸了。现在他能够催动噬灵，遇到后真的没办法应对，也能跑掉。况且手里还有千里挪移符，退路他都想好了。凤玄机见铃木一脸坚定，便不再多说。龙与舞，我从千佛宗一个秃驴身上找到的，原本是万寿宗的一门水遁术，你可以试试。看着手里的功法，铃木大喜过望。果然，找功法问凤玄机就对了。多谢。铃木连忙来到河边，开始学习法术。水遁难度很大，天资不错的修士也得花费小半个月才能入门。我先去帮你把河流截断，免得时间久了影响到上边。凤玄机相信铃木的天赋，但即便如此，他也觉得铃木至少也得6-7天才能学会。因此他凭着自己的感知来到半山腰，玉指轻点，灵气为线，在半空中绘制出9道阵纹，布置在河道上，以此将上下游间的联系斩断。当他返回山顶时，却发现原本坐在河边的铃木消失了。
跑哪了？凤玄机蹙眉，感知探查了一圈，却没发现铃木的气息。这时，河里的闪灵突然钻了出来，身体还失去了平衡，一脸生无可恋。他身下还有一道水流拖着他不断上升，水流落到岸上，化作铃木的模样。你学会了？凤玄机美眸瞪大，满眼不可思议。这才多久？连5分钟都不到吧？这还是最难的水遁吗？铃木拍了拍手，笑道：差不多吧，还不太熟练，得再熟悉一下。凤玄机嘴角一抽，这还不熟练？你要是待在里面一动不动，我都不一定能发现你了。闪灵从河里冒头，非常郁闷地朝铃木吐泡泡。练习就练习，闲得没事整他干啥？本来最近地盘变小，都有点郁闷。铃木又在河里熟悉一下，感觉差不多了，便来到岸上告知凤玄机一声此刻凤玄机也正抱着龙与舞学习。得知铃木现在就要下去，他心里还是有些担心。不要深入太多，等几天我学会后跟着你一起进入，遇到危险一定要先跑。凤玄机不断叮嘱。铃木哑然失笑，我又不是小孩子，你说这些都多余了。说完，铃木便带好东西进入河里。化作水流的铃木拟态成龙鱼，移动的时候就跟一条河流形成龙鱼在奋力游动。这便是为何法术叫做龙与舞。用了这个法术，铃木能和河里的闪灵近距离接触，也能用这个法术了解闪灵平时在河里都干些什么。不过现在不是观察闪灵生活的时候。铃木在河里游走，朝着灵气最浓郁的方向游去，那里便是泉眼，是地脉之气不断喷涌的地方。难怪闪灵最喜欢待在这里，铃木来到泉眼附近也喜欢得不得了。以往站在岸上看泉眼觉得它就是个小洞口，但现在化作水流再看，这个泉眼就好像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一般。铃木没有犹豫，直接钻了进去。凤玄机在岸上目睹铃木进入其中，看着手里的功法，深吸一口气，必须快点了。进入泉眼的铃木感觉一阵漆黑，四周除了水流什么都感知不到，倒是灵气颇为浓郁，不用担心灵气耗尽。而随着铃木逐渐深入其中，发现灵气竟然越来越多，这让他非常疑惑，明明石山下这么多灵气，怎么之前石山附近的灵气如此贫瘠？就在他思索这个问题之际，一道细微到难以察觉的能量顺着水流朝着上方泉眼涌去。这股能量擦着铃木而过，若非如此，他都难以察觉。而被那股能量触碰了一下，铃木立刻感觉到体内的灵气流逝了一截，像是被吞噬了一般。真有噬灵魔怀残骸。铃木蹙眉，这股感觉他很熟悉，与当时在李家遇见的魔怀液一模一样。这下河流的问题便有了眉目，难怪他一直找不到问题所在。这股能量如此细微，若不是通道狭窄，又恰好被自己碰上，他都难以察觉。铃木脑海已经有了一个解决方案，那便是将泉眼堵住，彻底断流，这样便能阻止魔怀的能量流入河流，从而影响四周灵值。但这样做他便会失去一条便利的河流以及许多地脉之气，损失很大。铃木还在往下深入，一道地脉之气从他旁边经过，他二话不说便将地脉之气吸收，直到通道逐渐变大，铃木感觉已经达到了尽头。在这期间，他并没有再察觉到魔怀能量，不知道是释放的少，还是因为通道变大，他触碰不到。铃木钻出通道，来到一片水域，这里的灵气比通道中还要浓郁，让他很是意外。第一次进入，铃木在水里像个无头苍蝇乱转，不一会儿，他突然停下来，只因前方的水域一片死寂，感知不到一丝灵气，跟自己所在的水域泾渭分明。铃木瞪大眼睛，缓缓后退。不对劲，若是灵气稀薄就算了，怎么能一半浓郁一半没有呢？他不敢再向前，直觉告诉他前面有问题。正当铃木准备退走之际，前方不远处的无灵水域传来一阵波动，下一刻，一条巨大粗壮的木根突袭而来，巨大的木根在水中翻滚，瞬间化作一条长满利牙的巨鱼，血盆大口直奔铃木而来。铃木心头狂跳，水遁术催动到极致，身形如鱼儿般灵活闪避。然而这巨鱼的速度快得惊人，每一次攻击都带着破水之声，仿佛要将整片水域撕裂。金丹巅峰，铃木脸色难看，他不过筑基巅峰修为，面对高出一个大境界的敌人，根本没有正面抗衡的可能。更要命的是，巨鱼身上散发着一股诡异的气息，所过之处灵气竟然被缓缓吞噬。铃木清楚地感受到周围原本浓郁的灵气正在快速流失，这到底是什么怪物？铃木咬牙后退，但巨鱼紧追不舍，一次闪避不及，巨鱼的鱼鳍重重地抽在他身上，直接将他从水遁状态中打了出来。失去水遁庇护，铃木在水中的行动变得迟缓，处境更加危险。巨鱼似乎察觉到机会，张开满口利牙再次扑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铃木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强烈的气息波动，轰隆！
一条木质巨龙呼啸而至，激起滔天水浪，差点将铃木掀翻。木龙身长数十丈，通体呈现古木之色，木质龙鳞片片如刀，威势惊人。它与那条巨鱼一样，都是一条木根形成，尾部还连着一条看不到尽头的根系。又来一个，铃木紧张起来，一个他都应付不了，来2个可怎么办？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木龙并没有攻击他，而是直接扑向了巨鱼。2个庞然大物在水中激烈交战，木龙利爪撕扯，巨鱼獠牙反击，每一次碰撞都掀起巨大的水流，整片水域都在震颤。铃木趁机后退，仔细观察战况。巨鱼虽然凶猛，但似乎因为是外来者的缘故，在这片水域中渐渐落入下风。木龙越战越勇，最终一个龙摆尾将巨鱼击退到远处的无鳞水域。虽然被击退，但巨鱼似乎并没有不甘，反而非常得意，朝木龙龇牙。他吞噬了不少灵气。铃木松了口气，但很快意识到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木龙救了他不假，但谁知道这家伙是什么来头？趁着木龙还在整理身上的伤势，铃木悄悄按照原路返回，打算离开这片危险的水域。然而刚游出没多远，前方又出现一条木龙，挡住了他的去路。我去，又来一条！铃木心中暗骂，这条木龙比刚才那条还要大一些，身上的气息也更加深沉。不等他反应过来，身后传来游动的声音。回头一看，刚才那条木龙也游了过来，2条木龙一前一后，将铃木夹在中间。这下麻烦了。不过令他意外的是，这2条木龙并没有像巨鱼一般上来就攻击。目前为止，铃木并没有从他们身上感受到杀意。2条木龙就这么静静地围在铃木四周，时不时凑近一下，哪怕看到铃木手里拿的千里挪衣符也没反应。铃木蹙眉看着他们，心中很是犹豫，因为他从这些木龙身上感受到了通天神树的气息，跟院子里种的树枝气息一样。他们不立刻攻击，估计也是因为从铃木身上感受到了同样的气息。正当准备试着与木龙沟通时，远处又传来2阵强烈的气息。第3条、第4条木龙相继到来，4双巨大的龙眼虎视眈眈地盯着他。同时，铃木感受到远处的水域还有波动传来，显然还有更多的木龙正在赶来。死！铃木倒吸一口凉气，新来的这2条木龙实力已经超过金丹，估计已经是元婴之境。很难想象，这里面竟然还有许多相差无几的木龙。铃木从储物袋里拿出通天罗盘，如果这些木龙真的来自通天神树，那这个罗盘应该能起到点作用吧。果不其然，在铃木掏出罗盘的时候，4条木龙的敌意明显减少许多。铃木心中谢过池灵威，但一个通天罗盘似乎不够他们放自己走。铃木心中一狠，准备试一下混沌炼灵，这可是通天神树的词条。只是还不等铃木开词条，4条木龙突然齐齐回头看向无鳞水域的方向。紧接着，4条木龙不再管铃木，竟然一起朝着2水域交界处涌去。刹那间，4条木龙身上涌出滔天杀意，震得这片水域颤抖起来。铃木立在原地，不一会儿的功夫，已经有10条木龙从他前方掠过，朝着无鳞水域袭去。一阵阵强大的能量波动从远处传来，让铃木心惊胆战。不多时，他还看到有许多堪比地脉之气的灵气夹杂着木屑飘来，最后融入泥土。铃木真没料到，这小小的石山下边竟然有如此恐怖的地方。这要是能出去，他绝对不会再进来了。趁着木龙和巨鱼打起来，铃木不再犹豫，直接催动千里挪衣符。下一刻，铃木在原地凭空消失，等他再出现的时候，已经在地面上了。这让他松了口气，还是脚踏实地比较好。但当他抬头的时候，却不淡定了。我不是挪移千里吗？怎么看见的不是太阳？只见铃木的正前方，一截巨大的枯木屹立在前方，寥寥2根树枝垂入身后的水面，一条条木龙在河里翻涌。在枯木对面10米处，还有一截漆黑的槐木躯干。轰隆！铃木背后传来一声巨响，回头望去，只见背后的一眼望不到头的水域中突然爆起一阵冲天水花，水花中还能看到巨鱼和木龙残骸。铃木站在岸边，怔怔地看着眼前的水域，只因在他眼前，一条清晰的近乎凌厉的分界线就在眼前铺展开来。铃木的影子恰好被他从中间剖开，一半浸在浑黄如浆的水流里，一半浮在青碧似玉的波面上。那条分界线就在他前方半米处，不宽，却像一道无形的屏障，让2种颜色、2种质地的水泾渭分明地并行着。低头时，铃木能看见自己正对着那条线，仿佛一脚踩在2个世界的边缘。而那2节枯木便是水域形成原因。2节枯木宛如不死不休的劲敌，哪怕躯干干枯，尚存的根系却蔓延到水里，试图彻底摧毁对方。也不知是不是铃木站在这里的时间太长，他逐渐感觉体内的灵气在流逝，顺着右半边身子消散。果然是魔怀。铃木迅速退到左侧，
体内的异样迅速消失。霎时间，铃木崇敬地看向那节枯木，哪怕这样了，竟然还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吗？眼前可不是怀液了，而是一节魔怀的躯干。魔怀躯干的力量绝非怀液能比，但在神树的庇佑下，魔怀竟然拿他没办法。不是，我这石山下边为什么会有魔怀躯干啊？不是说石山是仙人搬来的仙石，压着一棵树苗吗？树苗没看见，枯木倒是有2节，1节都惹不起。果然是传言，不能信啊！铃木长叹一声，若是能出去，他肯定要把小石村的这个传言给改一下。虽然岸上的2节枯木看起来安安静静，但铃木知道这只是他们的躯干燃尽了。他们的新战场是在水里，是双方根系的较量。千里挪一伏没把铃木送出石山，他已经想不到出去的办法了，除非等他们打完。但这俩东西随便一打，至少都是100年起步吧。100年过去，外面都物是人非了。他现在非常不解，为什么挪一伏会把他送到这里，而不是送出石山？明明石山就那么大，连100里都没有。他有理由怀疑那幅是坏的。从水里传到岸上，铃木估计也就几里，但这只是他的猜测。当他望向水面，看到一眼望不到头的水域，突然怔住了。这水域是不是太大了点？这特么给我干哪来了？铃木仰头望向天空，墨色的天幕像被泼翻的浓焰，不见半分星辰，更没有想象中那些嶙峋的岩石。这里分明是个怪诞的新世界。一小片陆地悬浮在水面，四周是望不到尽头的水域，像被天地遗忘的孤岛。而将这片土地劈成2半的，竟是2节枯木。魔怀躯干那边是彻骨的死寂，连风都吝啬停留。土地早已褪成焦黑的沙砾，脚踩上去便会无声下陷，没有虫鸣，没有草影，只有一种凝固的荒芜，像时间在这里戛然断裂。但在通天神树旁却涌动着蓬勃的灵气，翠嫩的植被从沃土中探出头，不远处甚至滋生出一小片茂盛的森林，枝繁叶茂间藏着雀跃的生命力。脚下的土地松软肥沃，比精心打理的林田还要养人。这鲜活的生机与通天神树枯槁的枝干形成刺目的反差。他像一位垂暮的老者，却在衣襟褶皱里藏着整个春天林，目望着这割裂的景象，喉间溢出一声轻叹：病树前头万木春啊！指尖无意识地划过身前的空气，仿佛能触到那道无形的界限。若你正值全盛时期，又该在这天地间泼洒出一幅怎样的画卷？真想看看啊！通天神树真是他的梦中情树啊！有他在，到处都是肥沃林田。说到地，一时半会他也出不去，要不重一点。铃木悄悄地看向2节枯木，在这里站了这么久，他们一点反应都没有，似乎并不介意他，也或许是神树没空搭理他。不论哪一个，对铃木而言都是好事。这里有林田，有源源不断的灵气，只要神树不死，这里简直就是一个世外桃源。就是魔怀枯木看着有点碍眼，白瞎了一大半好地。铃木一步步试探，逐渐远离水边，靠近干枯的神树，最终在森林旁边找了个不错的地方，准备整理出来一片田地。刚好他储物袋里还有不少灵道灵脉，倒是可以继续积累天道酬勤。而且在神树的恩泽下，四周的植被也有不少灵植。铃木这一路已经看到3株了，以后稳定下来，能慢慢探索其他地方，寻找灵植，收集词条。铃木打开储物袋，掏出来种子，顺便还拿出通天罗盘。这罗盘没用了吧？都来到通天神树身边了。铃木将罗盘放在一边，向神树表示身份，免得被误伤。此刻，通天罗盘爆发出迄今为止最亮的光芒，甚至他还时不时颤抖一下，想要飞向那节枯木。铃木拍他一下，让他老实下来。这东西都这么亮了，也不知道池灵威能不能感知到。啪嗒，池灵威手里的筷子应声而落，刹那间，他的眸子里竟闪过翠绿的光芒。这道光芒与通天罗盘上的一模一样。又咋了？一名长老将筷子捡起来，塞到池灵威手里。当他看向池灵威时，突然愣住了，只因他眼里的光芒太过璀璨，太过引人入胜，特别是对于神木谷弟子。通天神树，那长老只是愣了一下，便惊叹开口。池灵威脸上充满激动之色，缓缓点头。长老激动地捂住胸口：俺嘞娘啊，俺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亮的罗盘，咱祖师都不一定见过，还愣着干啥？你那罗盘扔哪了？快带俺过去！长老迫不及待。池灵威也是如此，但他很快压下心中的激动，正色道：此事不宜张扬，你我2人同时离开必会引人注意。长老后知后觉，连忙点头：对，俺太着急了，在确定神树情况之前，绝对不能让太多人知道。你且去巡逻盘，这里有俺。长老拍着胸脯保证道。池灵威点头，在战场上巡视一圈，把鬼婴宗的天骄挨个打了一遍，才悄悄离开战场。虽然这里看不出白天黑夜，但铃木可以根据厚积薄发的积累，
来判断过去了几天，目前为止已经过去了10天。这10天里，铃木都在按照自己的节奏种地修炼。当他催动长青造化经修炼时，在铃木没注意到的地方，通天神树仅存的2条树枝微不可察地抖了一下。铃木安心地待在旁边，既来之则安之。2节枯木僵持了至少1000年吧，肯定不会出意外的。现在只要等水里打完，他就能下水寻找出口了。不过在此之前，他得给凤玄机报个平安。也不知道现在外面过去了几天。说着，铃木拿出传音海螺，嘟，海螺响了2下就没动静了。这地方用不了传音海螺。铃木愣了一下，他离天血魔宗那么远都能用，怎么在这里只不过上下100米的距离就用不成啊？这可坏了，女魔头可千万别进来啊！为何不让我进去？已经7天了，铃木一点消息都没有，传音海螺也断了。亏他日日以地脉之气养你，你就这么报答他？凤玄机一脸冷漠地看着河里的闪灵，好似下一刻就要出手宰了他。此刻的闪灵半个身子塞进了泉眼，只留鱼头垂直朝上看着天空。面对凤玄机的询问，他只能坚定地摇头。泉眼里面什么情况他不知道，但河流的情况他可是一清二楚。这几天里，河水的质量越来越差，甚至还有股奇异的力量想要吸收他的灵气。他堵住泉眼也是想尝试一下能不能改善水质。事实告诉他可以，不然河水坚持不到现在。铃木已经失去联系，他断不能再让女主人进去啊！死一个总比死2个强。闪灵只能用自己的脑袋和眼神尽量给凤玄机解释，希望他能懂自己的良苦用心。水里仍旧在激战，铃木看到水面漂浮着许多残骸，有魔怀的，也有神树的，但不知道是不是错觉，铃木感觉分界线好像朝神树这边缩减了一点。一开始还不明显，铃木便找了一些醒目的植物种在分界线上，但过了一段时间再看，便发现那些植物没了。死！神树干不过魔怀，铃木大惊失色，只是这蔓延速度也太快了吧？他才来了多久？第一茬灵道还没成熟呢，分界线就缩了将近半米。铃木意识到情况似乎比他想象的还要严峻，我得去神树那边看看我能做些什么。若是势均力敌，等打完再走也行，但若神树不敌，铃木再不做些什么，遭殃的可就是他了。等水域全部变成无灵水域，魔怀根系遍布，就算他能找到出去的泉眼，路上也要被魔怀吸干了。想到这里，铃木心中顿时紧张起来，他赶忙朝神树枯木的地方跑，但还没跑2步，地面突然颤抖起来。铃木心头警铃大作，天凤步运转到极致，一瞬间远离原来的位置。下一刻，那片肥沃的土地中钻出一张血盆大口，将那片肥沃的土地吞噬，顺带还吞噬了4周的灵气。做完这一切，那没有眼睛的巨大木鱼调转方向，朝向铃木。只是片刻，木鱼竟变换成狼形，浑身充斥着妖异气息。木狼在通天神树的领域内肆无忌惮地吞噬灵气，顺手就化作魔气吐了出来，侵染这片区域。铃木眼睁睁地看着一大片区域变成黑色沙粒，却没看到神树过来解决木狼。没有余力了吗？铃木神情严肃，已经猜到神树的处境了。或许从那条河流出现意外开始，神树就已经快要无法抗衡魔怀了。或许泉眼吐出地脉之气，就是想吸引外界的人进来帮他，但神树可能失算了。他想找的那类人没有来，来的只是一个筑基巅峰的蝼蚁，连一条根系都打不过。木狼不给铃木迟疑的时间，仰天张开嘴巴，澎湃的魔气在口中压缩成一个黑球。对于蝼蚁，他甚至懒得玩弄。木狼瞄准铃木，直接发射黑球。嗡！攻击位置，摄人心魄的气息先如毒蛇般缠绕在铃木心头。铃木瞳孔骤然收缩，安逸了1年，他第一次遇到生死危机。面对金丹初期的修士时都没这么危机过。通天神树，你到底在干什么啊？铃木大喊一声，试图引起通天神树的注意，让他过来救一下。同时他眼中闪过决绝，再不用就要死了。好不容易收集了3个仙级词条，就算是死也得死在词条的副作用上，而不是被这木狼杀死。混沌炼灵开！神树既然能够对抗魔怀，那他的词条对这些东西肯定有用吧。铃木先加持神树的词条，实在不行就只能开噬灵赌一把，赌魔怀把他当成自己人。随着铃木开启混沌炼灵，他的双目顿时被一股翠绿的气息蒙上，散发着晶莹光芒。紧接着他的身体好似被改造一般，竟然凭空生出一股深邃浩渺的力量。砰！铃木身上爆发出冲天光幕，那光幕就好像一棵参天古树，将铃木笼罩在其中。四散的魔气触碰到光幕，就像遇到了黑洞，被瞬间吸入光幕，钻入铃木体内。下一刻便直接化作灵气重新释放出来。突然冒出来的强大力量让干枯的2节树木同时一震，
水里正在交锋的根系在这一刻竟然齐静了下来，木鱼疯了般朝岸上涌去，它们破水而出，身后连接它们根系在水面上张牙舞爪。木龙紧随其后，拼死阻止这些木鱼。通天神树终于将目光投向铃木，干枯的躯干上竟然强挤出一截充满生命力的枝条，甚至为此又丢失了大片土地。枝条呼啸着朝铃木的方向飞去，甚至刺破空间钻入其中，生怕赶不上。混沌炼灵很强，2秒的爆发不仅吸收了魔球，还帮通天神树夺回了一小片土地，但铃木也仅能支撑2秒。2秒过后，他喉咙一甜，喷出一口鲜血，气息迅速衰弱，身上的光芒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魔球是消失了，但魔球后面的木狼紧随其后，利爪已经拍到他脸上了。咔嚓，铃木眼前突然出现一道破碎裂痕，裂痕张开，一根翠绿枝条破空而出，一击贯穿木狼。枝条升腾莹莹绿光，将木狼身上的魔气全部吸收。不过片刻，木狼被吸干，摔在地上4分5裂。枝条将魔气转化，释放出灵气点在铃木眉心。随着枝条触碰到铃木，一股澎湃的力量通过枝条输送进铃木体内。铃木的身体状况本来正在迅速崩溃，但随着神树的力量涌入，他竟如枯木逢春，身体重新焕发出无限生机。他眼里逐渐淡去的绿光再度展现出光芒，笼罩在他身上的古树光影愈加清晰。枝条和铃木一起笼罩在光影中，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其中的力量。铃木注意到枝条在颤抖，随后他盘踞在铃木一侧，像是在守护他。铃木神情激动，这种感觉他从未有过。枝条注入的力量让他能够以筑基之躯承载仙级词条，甚至还能再让他开启几个。铃木看着身旁的枝条，感激地朝他点头，随后眼神一凛，那元淬灵开，又一个仙级词条开启。虽然这个词条不及混沌炼灵，但两者的功能叠加却能发挥出超乎想象的力量。刹那间，古树光影下竟然纷纷生长出无数长有9片叶子的草影，草影像是一群吃不饱的孩童，贪婪地吸收着四周除灵气外的各种能量。片刻光景，两域分界线挪动，更多土地重新回到通天神树的领域。铃木身边的枝条僵硬地悬在半空。也正是这时，噬灵魔怀的根系终于从水域来到铃木所在地。他们来到岸上，瞬间变成各种难以言喻的魔物，或是多长了1条腿的巨型蟾蜍，或是3张嘴巴的木鸟。他们不再局限于无灵之地，而是直接踏入神树领域，不要命地朝铃木这边袭来。神树的木龙飞在半空，抢先一步来到铃木前方，大战一触即发。眨眼间，木屑纷飞，地表颤抖，无数植被遭到破坏。噬灵魔怀好似有用不完的根系，源源不断地化作动物从对面咆哮而至。哪怕一条木龙拼死数10只魔物，魔怀那边的数量仍旧看不到明显减少。反观神树这边，交战许久，铃木见到的木龙不足100条，若非有几条木龙实力太过强大，神树这边早就沦陷了。有魔物抓住空隙突进到铃木面前，铃木迅速锁定，刹那间光影笼罩魔物，吸收其内的魔气，将其躯干化作齑粉，连带着魔物背后连接的根系都粉碎了近100米。若非魔怀及时切断联系，还能吸收更多。木龙们惊呆了，这可比他们撕咬摧毁的快。然而这换来的却是魔怀更加猛烈的进攻，眼看吞噬通天神树有望，绝不能让这个不知道哪冒出来的人搅局。早知道这人有这般能力，当时在水下就该将其解决。噬灵魔怀懊悔无比，若非他不是全盛状态，又怎会这般轻易的让一个蝼蚁逃走？不过现在解决他也不晚。顷刻间，一股浓郁的魔气顺着根系传输到魔物身上，魔物顿时爆发出冲天魔气，几乎都要在头顶形成魔云了。即便如此，木龙们仍旧没有后退，他们不顾一切抵御着冲向铃木的魔物。然而令木龙惊讶的是，他们沐浴在古树光影之下，一股近乎同源的力量通过光照输送进体内。这股久违的力量让木龙久旱逢甘霖，干巴的身躯上竟然冒出嫩叶，强大的生命力将自身的缺口修补。铃木瞪大眼睛，原来这2个仙级词条还有这种效果，这不专业对口了。就连他身边的那根小枝条都在这一刻化龙，活灵活现。不过这条小木龙一直守在铃木身边，有神树的力量加身，铃木有了无与伦比的勇气。他看着距离自己最近的几只魔物，迈步朝他们走去。铃木一动，那古树光影随着一起移动，光影所过之处便将四周所有魔气吸收殆尽，仿佛就是全盛时期的通天神树投影再现，所过之处宵小尽散。铃木展现出的力量越强大，噬灵魔怀就更想杀了他。数万年的对峙怎能毁在这个节骨眼？顷刻间，神树枯木对面的魔怀躯干咔咔作响，半个小世界的魔气全部朝魔怀汇聚。
天空中魔气浓郁，凝聚成云，带着摧毁一切的气势，朝着神树压来。来我跟前！突然间，铃木脑海响起一道声音，声音不似人声，更像自然万物的共鸣，被压缩成了语言。每一次回响都让人想起土壤的芬芳、雷电的轰鸣，以及无数个春秋更迭里他沉默伫立的模样。通天神树。铃木怔了一下，猛地回头看向枯木。刚才悬浮的古树光影骤然隐没，在显现时已稳稳落于神树之侧。那巍峨磅礴的光影轮廓与神树枯槁的躯干完美重合，斑驳的枯皮仿佛被流光抚平，虬结的枯枝似要抽新芽。恍惚间，数万年前那株遮天蔽日、生机鼎盛的神树，竟在眼前重归屹立之姿。这一幕的出现，让木龙们纷纷回首，似乎在追忆他们的曾经，也像是再看一眼那回不去的鼎盛。就连大片植被都在这一刻静止，纷纷朝向枯木的方向。距离枯木不过10米的魔怀被这一幕激怒，躯干发出尖锐刺耳的声响。当时把他打碎的就是这个模样的通天神树。可惜啊，你再强不还是沦落至此，连我躯干都要镇压不住了。轰！魔怀躯干上传出一阵轰鸣，紧接着魔气宛如实质，凝成一双大手，当着通天神树的面拍向铃木。吸收魔气，输送给我。通天神树再度传音。铃木嘴角一抽，不用你说我也要这样做啊。铃木抬手，无数9节纯阳草光影环绕在他周身，化作一只大手与魔怀碰撞。碰撞的刹那，滔天魔气如同阴狠的毒蛇，风一般的顺着大手钻入铃木体内。好再有词条，这些魔气进入他的体内便被转化成灵气，随后释放给神树。一开始铃木觉得有戏，但很快便意识到不对劲，魔气实在太多了。毫不客气地说，半个小世界的魔气几乎都在往铃木体内涌去，转换的速度赶不上吸收了。词条没问题，有问题的是铃木和神树。铃木本身修为只有筑基巅峰，能够做到现在这个地步已经出乎预料。这还是因为铃木天赋卓绝，再加上天道酬勤的积累。换做其他修士，别说筑基巅峰，就是金丹来了也不可能承载神树力量这么久。神树自身危在旦夕，能够挤出来一点力量赋予铃木拯救他于水火已经很难得，但这点力量其实并不足以让铃木肆无忌惮。当魔气的强度超过神树赋予的那点力量时，弊端就显现了。大量魔气积攒在铃木体内，其中有一部分被转换成灵气释放，但更多的是滞留在他的体内，逐渐侵蚀他的身体。这特么不行啊！铃木倒吸一口凉气，再这么下去，他要先死了。铃木正想开口询问通天神树能不能再给他点力量，接着就听到耳边传来一声无奈的叹息。一句话没说，一声叹息却道尽了一切。神树他也穷途末路了。铃木的经脉中已经渗入魔气，半边脸爬满漆黑的纹路，就连眼白都受此影响，漆黑一片，恐怖无比。即便如此，他另外半边身子仍旧不断向通天神树释放灵气。通天神树似乎不忍看到这一幕，心中权衡，一直犹豫。但铃木不可能等他思考啊，自己上西天只是瞬间的事，说不准下一刻就赶了。他等不了。无奈之下，铃木紧咬牙关，还是得用这个吗？铃木迅速打开系统面板，从一堆灵级词条中找到了楚魔，这是他从魔怀叶身上收集的词条。本以为这辈子都不会用到，没想到在这一刻竟然需要依仗它了。楚魔，开！铃木低喝一声，半边被魔气侵蚀的脸更加狰狞。在词条开启的那一刻，铃木体内的魔气没有收敛，反而更加活跃，就像是在外许久的游子突然找到了心心念念的家，激动无比。他们的活跃不仅没对铃木造成伤害，反而让他体内残余的魔气流动起来，让铃木的身体渐渐有了恢复的征兆。楚魔只是灵级词条，对于现在的铃木而言可以放开手使用，因此随着楚魔的持续，铃木体内储存的魔气越来越多。为此，铃木甚至在丹田处单独开出一片区域用来储存魔气。得益于铃木此前积累了不少天道酬勤，他在吸收中竟然灵光一现，尝试让丹田中的灵气与魔气和平相处。这突然出现的一幕太过吸引注意力，通天神树懵了，噬灵魔怀也懵了。不是老弟，你到底是哪边的？怎么又能转换灵气，又能储存魔气？通天神树突然很愧疚，是我的犹豫让一个天纵之才堕入魔道了吗？但铃木虽然半魔半灵，却一直给他输送着灵气，我真不是个东西啊！通天神树懊悔不已，再给他一次再来的机会，他肯定不会再犹豫了。好赖不过损失几条木龙，给他又何妨？这一刻，通天神树不再犹豫，刹那间，6条元婴巅峰实力的木龙枯萎，力量重回神树体内。神树将力量送入小木龙体内，小木龙容光焕发，盘在铃木头顶。下一刻，一股更加强大的力量注入铃木体内。
积攒在体内的魔气迅速转换成灵气，让铃木的身体不再那么负荷。不过即便如此，处魔状态下的铃木还是会下意识截取一点魔气储存起来。噬灵魔怀见通天神树竟然下此血本帮助这个人类，他竟然犹豫了。说真的，这人的气息他有点熟悉，有一点点他自己的味道。思索再三，噬灵魔怀有了打算。此子有成魔潜质，将其策反，与吾共伐通天神树。想到这里，噬灵魔怀竟然加大魔气输出功率，甚至还探出一根藤蔓，想要接触铃木，给他送点温暖，但被铃木头顶的小木龙打了回去。一时间，铃木的身体竟然处于一个平衡状态。庞大的魔气一小部分被储存丹田，剩余的转换成灵气，少部分进入丹田，大部分释放。在丹田内，铃木一直努力尝试如何利用魔气和灵气，并让其和平相处。几番尝试下，铃木把魔气也凝成道基，将灵气道基重新打乱摆放，最后以太极阴阳鱼的形式将两种道基汇聚在丹田内。神奇的是，这俩东西竟然还真不打架了。而随着噬灵魔怀滔滔不绝地输送魔气，铃木丹田内逐渐被道基填满，再不做出行动，丹田恐怕要被两种能量撑爆了。你且结丹，有无在？通天神树的声音传入铃木脑海。下一刻，一道温暖的力量包裹铃木全身，温养他的丹田。只是在这股力量感受到他丹田里的魔气时，明显紊乱了一下。他不敢有丝毫怠慢，神魂如离弦之箭般扎入丹田深处。白色灵气与黑色魔气正沿着太极道基的轨迹缓缓流转，黑色阴鱼与白色阳鱼的轮廓在光晕中若隐若现。两种能量早已在太极两仪的韵律中达成微妙平衡，如同共生的双生花，彼此依存却互不侵犯。暖流处碰到道基，太极图骤转。阳鱼眼底墨光引魔气汇聚，阴鱼瞳中银辉吸附灵气，共振间两色能量层层压缩。铃木神魂静观其变，无需费力压制冲突。灵气与魔气随太极旋转凝实，白与黑的界限在调和中愈发分明，交界处以淡晕相连，有相融的迹象。临界之际，道基符文迸发，将能量锁在轨迹内。不多时，丹田中的道基消失，融合成一枚圆球，飘在丹田正中央。在这一刻，铃木感觉金丹已经成为了神魂的第二载体，只要金丹不毁，他便能让金丹携带神魂逃离出去，等待东山再起。铃木看着那枚闪着灵光的金丹，欣喜无比，迫不及待地让神魂进入其中。只是靠近金丹后，他突然发现金丹的背面没有闪灵光，而是冒着丝丝黑烟。神魂绕到金丹的背面，铃木瞪大眼睛，不对吧？这金丹怎么冒黑烟？铃木尴尬地睁开眼看向神树，他以为凝聚金丹后两种能量会合二为一，至少魔气不会这么重。万万没想到金丹竟然一半魔一半灵，这可怎么跟神树交代？很有想法。神树的声音在铃木脑海响起，听不出情绪，不过神树似乎并不介意。都是意外。铃木轻咳一声，哦，那你天资倒是差点了。神树再度开口，铃木迅速变脸，其实我是故意的。神树不说话了。噬灵魔怀感受到铃木体内存有的魔气，惊骇不已。此子是个可造之才，若能为我所用，重见天日指日可待。当即魔怀学着神树给铃木传音，人类为吾所用，吾赐你无上噬灵之力。魔怀大摇大摆的传音，根本没有背着神树，这让神树恼怒不已，将其驱赶出去。在我的领域里还这么猖狂。铃木盘坐在地上，扭头看向魔怀。神树心下一沉，这小子不会要当二五仔吧？噬灵之力不用你赐，我会。铃木淡然开口。下一刻他便开启噬灵，吞噬了一点灵气后迅速关闭。噬灵魔怀躯干一颤，怎么可能？这不是我的看家功夫吗？他一个人类怎么会？通天神树心中巨震，震撼不已。此子到底是何人？这种手段神树平生只见过2人会，现在铃木是第3个了。铃木可没空陪他们在这里发呆，如今已经踏入金丹初期，结的丹还是阴阳金丹，实力呈指数增长。他放开心神，任由魔气钻入体内，强悍的体魄加上匪夷所思的实力，让他能够高效转换魔气。渐渐的，神树感觉自己的压力都小了些，不由感慨自己这份力量算是没给错人。铃木一开始坐在分界线上，不知过了多久，分界线朝魔怀方向挪动了1米，这让魔怀震怒无比。本座好心招揽你，不接受就罢了，还想得寸进尺，真以为吾拿你没办法？魔怀沙哑的声音响起。铃木抬眸，眸中的绿光还在闪烁，通天神树的力量仍旧没有消失。刚才那波你没给我冲死，现在我金丹了，你更没机会了。哪怕魔怀现在继续增加魔气输出效率，铃木照收不误。魔怀与神树交战上万年，神树状态都不容乐观，
铃木不觉得魔怀能有多好。事实也正如他所料，在铃木吸收了许久之后，他明显感觉魔气的输出速度慢了，魔怀坚持不住了。铃木眼中闪过金光，看向神树。在此消彼长之下，神树又生长出来几条木龙，此刻这些木龙在神树的操控下扑向魔怀。被铃木消耗了许多魔气的魔怀竟然没了往日雄风，连连败退，分界线不断朝魔怀那边挪移。也不知是不是错觉，铃木似乎从不远处的魔怀躯干上感觉到一股怨恨的气息。不过随着神树将魔物打退，这股气息很快消失，连带着魔怀的气息都萎靡起来，连倾泻的魔气都少了起来。又过了一段时间，无灵之地已经见不到魔物，不知是被魔怀收走，还是被神树击溃。铃木眼看优势在我，且魔怀已经不再倾泻魔气，立刻起身准备杀过去解决魔怀。但铃木才刚准备踏过交界线，就被小木龙拦下。神树前辈，铃木疑惑扭头，如今正是反打的好时机，为何阻拦他？神树悠悠回想，我的力量有限，已经支撑不住你了。噬灵魔怀非常规手段可以磨灭，且阴险狡诈，此次主动退让虽与受创有关，但我知道他还在谋划着其他东西。退回来吧，剩下的交由我来即可。铃木回头望向魔怀躯干，发现他确实沉寂下来。如果不是见过他的恐怖，铃木恐怕会以为这就是一截死的不能再死的枯木。与此同时，铃木眸中的绿光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散，全身状态也迅速衰减，笼罩在他身上的古树光影逐渐变淡。铃木意识到神树的力量正在消失，迅速关闭词条，以免对自己身体造成伤害。神树望着那光影，心中升起无限感慨。他看着那些9片叶子的小草，不由追忆，这是他的曾经啊，辉煌耀眼，跟如今缩在犄角旮旯里的枯木简直是判若两树，甚至连魔怀躯干都要镇压不住了。若非铃木及时到来且身怀绝世才能，这一劫他怕是都躲不过去。铃木身上那属于神树的力量消失了，是真正意义上的消失，没有回到天地间，也没有回到神树体内。铃木察觉到这一点时一阵恍惚，难怪当初神树会犹豫那么久，原来他现在的力量真的是用一点少一点。难怪神树拥有那么强大的混沌炼灵，明明都跟魔怀贴脸了，却没见发动能力。这诸为世界输送灵气，帮众生踏上仙途的神树怎会沦落至此？铃木忽然觉得这个世界并没有按照他想象的发展，孩子老婆热炕头还没实现，反而接触了一些不是他这个阶段该接触的东西。铃木在恍惚，神树也在恍惚，直至古树光影消失，神树才慢慢回过神。他用仅剩的力量打理着战场，再度开辟出一片安全的区域。铃木坐在神树的不远处，看着那些木龙忙碌。小木龙仍旧盘旋在铃木身边，它是枯木上延伸出来的一根枝条。铃木心念一动，轻轻触碰小木龙，下一刻通天神树的信息出现在眼前。名称：通天神树，品阶：先天神物，状态：枯萎期，自身可用词条混沌炼灵，生命源流，根化万千，灵则普降，枝生法则花，花结到运果，不朽。介绍：我自混沌中诞生，连通一界天地，孕育万灵。铃木看清神树的词条后瞳孔一震，神树的状态已经差到丧失词条了吗？可即便如此，神树尚存的词条仍旧非凡，特别是最后那2个5字词条，又是法则又是道果，这是他能接触的。况且这么强的词条，神树为什么还有？神树秃的枝条都没剩几根了，尚乃枝生法则花。不管如何，既然看到了，铃木便顺手将其复制。正当铃木准备查看那些词条的作用时，神树的声音在他脑海回响：你身具的2种力量从何而来？神树思索许久，迟迟想不明白，心里也生出一个大胆的猜测：你可是青莲后人？青莲后人？铃木满心疑惑。那2种力量倒是能够理解，不就是混沌炼灵、纳元淬灵吗？就算神树问，他也不会老实回答的，总不能把系统说出去吧？但这青莲后人是什么鬼？我特么是个半夜国道下大货车的穿越者啊！我爹妈都是普通人，哪是什么青莲的后人？这神树怎么乱给我找爹妈？2种力量乃是我偶然所得，至于前辈说的青莲后人，晚辈并不知晓，晚辈甚至不知道青莲是谁。铃木主要回答了青莲后人这个问题，特意弱化另一个问题。见铃木不想说，神树也没逼问，毕竟天纵之才哪个没点秘密。只是铃木并非青莲后人，让他非常遗憾。你竟不知青莲是谁？神树有些意外，他已经数万年没接触过外界了，难道外面发生了巨变？铃木满头问号，我为什么要知道青莲？你说的是青莲居士李白吗？体系都不一样，是不是太串了？神树发现铃木是真的不知道，霎时
铃木听到脑海传来一道叹息：我青莲仙宗已经没落至此了吗？神树考虑到铃木天资不凡，且帮助过他，于是不打算隐瞒。虽然神树知道仙宗的没落在所难免，但万万没想到，区万年过去，世间竟然连青莲仙宗之名都没了。铃木听到这话，只觉大脑一阵嗡鸣。青莲仙宗，这又是什么？神树为什么突然这么忧伤？神树前辈，你先别说，我就是个异界来客，来这里满打满算才1年半，还没读过这里的书。你等我多读点书，说不定就知道青莲仙宗了。铃木大脑迅速运转，询问道：这么说，前辈你归属于青莲仙宗？是即，青莲仙宗乃是青莲，我与九劫一同创建，曾经亦是此界最强。可惜，神树又是一声叹息。铃木抓住了关键词：神树前辈，您说的九劫可是九劫纯阳草？不错，你知道它在哪里？九劫生命力顽强，擅长开枝散叶，此界应该很容易见到它。话刚说出口，神树便直呼老了，脑子不好用了。铃木都能召唤出九劫纯阳草光影，又怎会没见过它呢？但话又说回来，他并没有见过铃木，铃木是怎么召唤出他的光影的呢？铃木倒吸一口凉气，这次获得的信息好像有点多了。九劫纯阳草他肯定见过，还栽种了一株，都发芽了。是不是拥有九劫纯阳草的宗门就是您口中的青莲仙宗？铃木不确定问道。神树意识到铃木可能知道些什么。九劫种子繁多，出现在哪里都有可能，不过若是能培养出成熟的九劫纯阳草，那多半就是青莲仙宗。即便不是，那也与我仙宗有渊源。九劫草种虽然烂大街，但它可不是随便之草，没有先天神物级别的植物滋养，它很难成长。为此，仙宗甚至创造出一门催生九劫的秘法，只为以后没有神树和青莲，它也能照旧生长，继续庇护仙宗。铃木恍然大悟，这就说得通了。难怪池灵威要寻找通天神树残骸，难怪神木谷弟子几乎每人都有草种，合着神木谷跟青莲仙宗有关啊！铃木越想越气，不是你神木谷有这么强的背景，怎么混成这逼样了？堂堂圣女都催不熟一株草，随便来个魔门都能上去踩一脚。铃木都有些迟疑，要不要告诉神树这件事？他怕神树气死。你知道些什么？晚辈确实知道，晚辈曾遇见一个名为神木谷的宗门，其圣女半年前还赠予我一粒草种和一门催生秘法，我的通天罗盘便是他给的，让我带他寻找前辈。神树许久没有吭声，各个方面都对上了。神树可以确定神木谷便是曾经的青莲仙宗。神木谷如今可还好？尚存几株九劫纯阳草？神树忍不住问道。铃木迟疑片刻，轻轻摇头。小门小派，谷中化神修士罕见，不知最强者力量几何。这是铃木曾经在遇见过池灵威后询问凤玄机得到的信息。神木谷并不强，至少对于天血魔宗是这样，不然当初凤玄机也不会动不动宰一个神木谷弟子。至于九劫纯阳草，晚辈并不知。神树轻叹，罢了，想来是一株都没有。但凡是有一株完全踢的九劫纯阳草，神木谷也不至于沦落至此。神树想不明白，哪怕经历2次大劫，也不应该没落这么快啊！他们已经尽最大可能保下仙宗传承和底蕴了，甚至连纯阳草的草种都留下上千枚，秘术也传播了下去，怎么就没落成这样了？想当初他们青莲仙宗何其荣光，纯阳草开在哪里，哪里便是仙宗疆域。如今这神木谷竟然连一株九劫纯阳草都培养不出来了。铃木沉默不语，似乎在思考曾经的神木谷有多么荣光。圣女大人，这是宗主让我给你送来的纯阳草，等您化神便用它来突破。路途上，一名元婴期长老追上池灵威，取出一个玉盒池灵威打开玉盒，看到7片叶子的纯阳草，顿时蹙眉。谷中纯阳草只有9株，7节与8节一样，只有1株，给我太过浪费了。在他看来，这应该让谷中另外一位化神使用，争取突破到更高境界，重铸神木谷荣光。长老蹙眉，正色道：不可妄自菲薄，圣女大人天资卓绝，宗主特意将这株7节留给你，为的就是让您重铸神木谷荣光。若非8节的被宗主使用，我都觉得只有8节才配得上圣女大人。池灵威眼神里闪过一丝落寞，但很快被名为希望的光芒重新填满。灵威定竭尽全力。石山上，凤玄机头戴草帽，手拿镰刀，正在收割院子里成熟的灵道。铃木已经失联20天，他已经寻过师尊，请求帮忙，奈何血岩还在处理千佛宗留下的烂摊子，不知道何时才能过来。在铃木失联的这段时间里，小石村的村民上来看过情况，不过被凤玄机瞒下，他们不过练气，什么都做不到，不过却能帮凤玄机照料一下院子里的庄稼。今天庄稼又熟了，再不收割就要影响品质。凤玄机记得铃木不喜欢让别人替他收割，
但时至今日还没他的消息，凤玄机只好暂替他照料。闪灵仍旧堵在泉眼处，似乎害怕凤玄机进去。13天了，他一下都没动过，就连吃饭都是凤玄机喂到他嘴里的。若是凤玄机不在，林木这院子怕是要杂草丛生了。凤玄机将收割好的凤雪灵道放在一旁，抬起草帽，轻轻拂去额头的汗珠。他把期盼的目光投向泉眼，泉眼却始终没有出现他想看到的景象，就连一直挂在腰间的传音海螺也没动静。是我疏忽了，应该留下他的魂牌，这样好歹还能知晓他是否活着。凤玄机悠悠一叹，他最后悔的就是当时没有和铃木一起进去了。如今龙与武学会了，却找不到铃木。凤玄机默默收着庄稼，不多时，他美眸一冷，望向小石村的方向。同一时间，一股如泰山般厚重的威压降临，肆无忌惮地覆盖方圆10里，无数普通人被这股气势震晕。筑基小儿何在？速速出来受死！一道浑厚的男声从小石村外传出，落入凤玄机耳中。他脸色难看，眉头紧蹙。下一刻，一位身穿黑袍的中年男子已经来到山顶。他踏空而立，俯视下方，感知瞬间扫过，却没发现他想要找的筑基修士，反而找到了凤玄机。李长老，宗门如今正是用人之际，您贵为长老，怎么擅离职守？凤玄机踏空而行，来到李长老前方。我还没问玄机师职，怎会在此？莫不是与此地主人相识？李长老眼神阴鸷，看向凤玄机时也毫不掩饰敌意。当初若非血眼阻拦，怎会拖到现在才来收拾这个小子？此地主人不在，你且回去吧。凤玄机神情紧绷，却一步未曾后退。李长老大笑：不可，本座今日一定要找到那筑基小儿。那要是找不到呢？凤玄机美眸深处泛过火焰，周身灵气调动，那便毁了这里。李长老注意到凤玄机的动作，嗤笑一声，威压宛如猛虎般朝他扑来。凤玄机娇躯一颤，紧咬红唇。金丹初期与金丹巅峰的差距还是太大。滚开！李长老怒喝。凤玄机缓缓闭上眼睛，下一刻，全身毛孔开始朝外渗血，随着灵气调动，这些血液竟然烧起来，升腾着紫黑明焰。当他睁开眼睛时，乌黑发亮的眸子已经被妖冶的紫眸替代，隐隐间还有明焰掠过。他全身气息突然暴涨，实力竟直接跨越2个小境界，来到金丹后期。他不在，这里便由我来守护。哦，你不仅种出纯阳草，还把我的一小节枝条培养出芽了。通天神树在与铃木的交谈中得知这一消息，惊讶万分。没错，若是给我足够的时间，我有信心再培育出一株和前辈一样伟大的神树。铃木信誓旦旦道。听闻这话，神树低笑2声，有这样的雄心和想法很好，但你做不到。为何？你可知何为先天神物？铃木一怔，他还真不知道先天神物具体指什么，只知道这是一个品阶名称。关键是系统也没跟他说过其他信息了。先天神物乃是混沌初开时由天地孕育而出的神物，每一种神物天地间只此一株，绝无可能再出现第2株。铃木看了眼神树干枯的躯干，那你，哼，我若陨落，天地间将永远失去一株先天神物，且再无通天神树。铃木心中一震，照这么下去，神树岂不是注定要陨落？他连魔怀都打不过了，那我还费那心思种残枝干啥？神树察觉到铃木情绪的变化，连忙开口：不过你也无需担心，先天神物并没有那么容易陨落。既然你可以将我的残枝培育发芽，那便继续培育下去，我会助你。铃木眼睛眯起，这2句话可跟他前面说的意思相反了哈。你的意思是？没错，若你能在我陨落前将残枝培养成株，我便能借此再活一世。冒昧问一下，你还能活多久？不出意外的话，50年绰绰有余。那培养成株需要多久？1000年成芽，10000年成株。那你不是死定了？铃木嘴角一抽，合着竟给我找乐子呢。白激动了，此言差矣，我说过会助你。就在铃木疑惑他要怎么相助时，身边的小木龙突然返回枯木上。下一刻，铃木就看到枯木上无穷无尽的生命力，夹杂着一种铃木暂时无法理解的力量，凝聚成一滴液体。液体不过拇指大，却蕴含着无与伦比的力量。小木龙顶着液滴送到铃木面前，此乃生命原液，适用的生命力以及法则所化，等你回去后便可将其用在残枝上。不过我的状态不好，这是我能凝聚的最后一滴。他本来已经做好死的准备，奈何铃木突然出现，不仅有天纵之姿，竟然还以一节残枝培育出芽。他突然又有希望了，因此愿意搏一搏。铃木再度查看神树的信息，生命源流这个词条竟然消失了。神树没骗他，这真是最后一滴，他已经燃尽了。既然如此，我也不能吝啬了。铃木按照神树所说，将生命原液保存，
同时快步来到神树跟前，抬手触碰枯木。小辈，你此举甚是无礼。铃木不语，只是心念不断的动。天道酬勤，加持；生生不息，加持；生命源流，加持。神树身躯一震，惊讶的说不出话。刚才生命原液明明已经一滴不剩了，现在竟然又多出来一滴，而且无甚是喜欢。既然你都这般相信老朽了，那老朽也不能辜负了你。通天神树不再犹豫，从身体里又挤出一点力量，储存在小木龙体内。同时他将小木龙从身上取下，让其盘在铃木头顶。离开神树，小木龙明显宕机了一下，但恢复后却更加灵动，有了独立意识。不过掌控权还在神树身上。通天木龙便赠予你，我将一小部分力量储存其内，若是遇到生命危机，你可从中借出我的力量，再次施展之前你用过的招式，想来足以解决大部分麻烦。不过力量有限，若是不加节制，就只能使用一次。它的作用不止于此，你可将其放在幼苗旁边，它会帮你守护幼苗成长，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幼苗成长速度。当它什么时候依附到幼苗身上，便是幼苗成株之日。铃木心中一动，这神树竟然还有东西藏着掖着。我若是不给你词条，这一茬你是不是就不打算给我了？不过他也理解，毕竟铃木一开始也在确定神树是否能给他带来好处。但即便神树没有给生命原液，铃木也给他加持2个词条，毕竟他从神树身上得到了不少强力词条。不过是生命原液的出现坚定了铃木帮助神树的决心，所以多加持了几个词条。没成想自己的决心也成了神树倾力帮他的决心。铃木摸了摸头顶的小木龙，小木龙顿时探出头看着铃木的眼睛。别看他小，这家伙可是能轻松击溃金丹后期的魔物，少说也得金丹巅峰吧？我能让他主动出击吗？铃木询问。不能，他只会在幼苗受到威胁的时候出手，以及你主动从他体内获取力量，但力量消耗后，他的实力也会有所下降。铃木咂嘴，看来神树是怕自己有了强力打手后出去作死，故此给小木龙设下了一个限制。不过这样也不错，至少在院子里有个靠山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前辈请讲。铃木将小木龙重新放在头顶。你若是没有信心50年内让幼苗成株，那便去寻找修炼混沌青莲诀的修士，他们可以帮助我磨灭魔怀，彻底杀死他，这样我能坚持更长时间。铃木听完沉思起来，磨灭魔怀，这听起来咋这么耳熟，好像在哪见过。等等，池灵威之前不是把魔怀叶子磨灭了吗？他修炼的难道是混沌青莲诀？哦，你有头绪了。是，晚辈曾遇见神木谷圣女，她当着晚辈的面灭了魔怀的一片叶子。闻言，神树有些欣喜，那便是混沌青莲诀。幸好这个功法传下来了，你可将其带来。神树没有说必须将其带来，这让铃木有些意外。难道觉得神木谷不算青莲仙宗就疏远了，还是有别的顾虑？不过神树的想法倒是与他相合，他还不知道池灵威的意图，必然不能轻易的带他进来。况且铃木不认为50年他种不出植株，天道酬勤，每天积累2%，41年后就能达到一天堪比一年，再加上生命原液以及木龙的成长加持，50年成株那不是绰绰有余。既然你心中有数，那我便不多说了。为了保存力量，以后泉眼将不再产生地脉之气。铃木点头，这他能理解，不过是回到一开始的状态而已。地脉之气没了，那就用更多的灵气来凑。既然如此，你便速回去吧。山顶有个女娃的情况不容乐观。神树悠悠道。听到这话，铃木神情一肃。凤玄机还在山上，而且有人来山顶闹事了。按理来说，凤玄机都解决不了的事情，铃木过去也没办法。但现在不一样了，他不仅踏入金丹，还凝聚了阴阳金丹，实力今非昔比。同时他还有了底牌。铃木摸了摸脑袋上盘着的木龙，心中有了底气。铃木恭敬行礼，晚辈告辞。若前辈撑不住，请及时告知晚辈，晚辈就算绑，也要把混沌青莲诀的修士给你带过来。说完，铃木带着小木龙跃入水中，化作水流寻找泉眼。神树看着铃木消失，整个世界又陷入寂静。这一次魔怀沉寂，倒是安生了一点。他卷起铃木遗落的通天罗盘，将其重新收入体内。也正是这时，神树察觉到自己体内多出了一股神秘力量。这股力量其他修士很难察觉到，但神树却能很敏锐感知到。有趣的小家伙。神树用半滴生命原液的力量在枝梢凝聚出一片枯黄的树叶，树叶上神秘力量流转，神树意念投入其中，看到刹那光景，随后树叶化作齑粉消散。呵呵，命不该绝。凤玄机浑身燃烧着紫黑明焰，但与一开始相比，明焰的势头明显弱了不少。他脸色苍白，
白皙的皮肤上到处都是血渍，一半是受伤流的血，一半是燃烧明焰的代价。靠秘法强行提升，根基虚浮，怎么与我这实打实修炼出来的力量相比？李长老嘲弄道。他的状态与凤玄机相反，全身并无明显伤口，只有一处衣服有破口，隐约能看见一道伤痕。两人不过打了半个时辰，凤玄机眉心的火焰印记便蒙上一层漆黑。不过因为血液流失的太多，血毒并没有对他造成太大影响，但继续这么打下去，他会因为失血过多而肉身死亡，到时候就任人宰割了。凤玄机踉跄地站在院子里，看着已经被毁了一半的院子，贝齿紧咬。明艳也不行吗？凤玄机喃喃开口，眼中一直浮现犹豫之色。李长老手指一划，一柄漆黑长剑争鸣而出。失职不识趣，那就别怪刀剑无眼了。话音落下，长剑以难以捕捉的速度刺向凤玄机，势如破竹，不可抵挡。凤玄机紫眸不受控制的变换，竟一点点朝着非人瞳孔的方向转变，但还不等转变到一半，泉眼处突然传来激烈的水流声。下一刻，水流冲天而起，形成龙卷，眨眼间扑到凤玄机身前。枪！巨大的镰刀裹挟灵魔双力，挡下飞剑。一袭灰衣的铃木站在凤玄机面前，望着天空中的李长老。灵气与魔气从他体内一起释放，在其周身竟隐隐形成太极之势。铃木侧头，充满灵气的半边脸上浮现柔和又怜惜的笑容。别怕，有我在，谁也动不了你。凤玄机呆呆地望着铃木的身影，亦正亦邪的气息让他感觉到一阵陌生。若非自己在见到他时心跳如之前般快了一拍，他都不敢相信这是铃木，特别是那充满灵气的半边脸，竟然让他慌乱的心镇定下来。不过很快他便反应过来，连他都难以应对的敌人，即便铃木踏入金丹又能做什么？他很气，怎么早不出晚不出，偏偏在他落败露出狼狈之态的时候出现。他是金丹巅峰，你不是他的对手。凤玄机强撑着身体站起来，血淋淋的手拉住铃木的衣角，用千里挪一符，我们先跑，以后再来算账。铃木轻咳一声，无奈道：挪衣符已经没了，看来只能你自己跑了。凤玄机一怔，没了？那怎么不是从外面回来？这山下到底有什么？下一刻，凤玄机气息再度升腾，妖化到一半的眼眸迅速变换。既然如此，那我便带你逃出去。话音刚落，温暖的大手轻轻抚在他的头顶。你这是干什么？我喜欢你以前的眼睛，说了没人能动你，就不会让人动你。铃木嘴角一勾，脸上充满自信。他从未打过如此有底气的仗。小木龙就盘在他的脖子上，神术的力量随时可以取用，只需要催动磁条10秒，铃木就有把握拿下他。这10秒对木龙的影响应该没多少吧？就算不取用力量，他也能引导这人去攻击神术幼苗，到时木龙自会重创他。当然，铃木对自身现在的实力也有自信，阴阳金丹给了他太大的提升了。狂妄的蝼蚁，区区金丹初期，莫不是以为你是仙人转世，挡了我一记飞剑，就以为有了对抗我的力量？李长老满脸不屑，失笑道：他已经意识到眼前的男人便是这里的主人，也是差点搞废李旭的罪魁祸首。不过令他意外的是，此人竟然已经突破金丹，这修为提升这么快，定然境界虚浮，根基不稳。此等蝼蚁，何惧之有？铃木缩小青芒到合适大小，随后脚步一踏，刹那间四周充满肃杀之气，隐隐间似要形成领域。铃木镰刀随意一挥，便能看到地上有霜痕凝结。在阴阳金丹的影响下，肃杀领域出现明显变化，时不时便会窜出一道带有侵蚀性的魔气。丧犬龇牙也是丧犬，不过你放心，我不会杀你。李长老眼神一冷，说话间口中喷出一股紫黑气流，我要榨干你身上的秘密，再折磨你100年。气流如无形的毒蛇冲入铃木的领域之内，灵气奈何不得他，但气流却被突然冒出来的魔气吓了一跳。铃木张嘴一吸，竟主动将这气流吞下。下一刻，紫黑气流就像诡计得逞，在铃木体内横冲直撞，但很快一股强大的吸力将他逼进腹部。同时铃木运转长青造化功，试图将其转化。气流一开始还不老实，丹田内的金丹不悦，一丝魔气钻出，立刻将其震慑。长青造化功随着铃木对法术的理解和词条的参悟，也在不断进步。自从铃木收集到纳元翠灵，长青造化功的转换能力便得到大幅度增强，更别提在山下开启了那么久的混沌炼灵。铃木脸色一阵变幻，随后轻轻吐了口浊气，很一般。老东西，敢不敢让我碰你一下？铃木周身灵气涌动，话音刚落，天凤步运转到极致，冲了过去。他没想过以现在的自己能够用强硬手段斩杀对方，他的目的自始至终只有一个，给对方加上词条，磨死他。
实在不行再动用底牌。一开始他把握并不大，但一轮攻击下来，铃木发现金丹巅峰修士也没他想的那么神，至少眼前这个没那么神。就跟现在一样，铃木天凤不加移花接木，牺牲了6株赤日葵后，竟然真的接近李长老。两人相距只有1步之遥。李长老脸色铁青，但强者的骄傲让他没有闪躲，这股骄傲甚至让他不屑于使用防护手段，毕竟对方不过是个初入金丹的蝼蚁，使用防护手段用到他那不痛不痒的攻击上太过丢人。李长老手掌轻抬，灵气汇聚掌心，顷刻间将手掌染成黑色，随后一掌拍出。老东西，你托大了。铃木瞥了一眼，并不致命。那好办了。铃木没有使用镰刀，而是伸手朝着李长老脸上来了一巴掌。啪！清脆的巴掌声响起，同时铃木心念风动，玄阴血毒加持，灵宝加持，脉毒加持，凤血之意催化一手加持。刹那间，铃木把词条库里所有的负面词条全部加了上去，连银根都给他了。这波他要是能活着回去，估计还能焕发第2春。凤玄机猛了，李长老也猛了。万万没想到，等着他的不是强悍无匹的攻击，而是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的大嘴巴子。李长老恼羞成怒，掌上突然增加力量。砰！铃木结结实实的挨了一掌，喉咙一甜，吐出一口鲜血，倒飞出去。你今日必死！李长老怒了，他不准备折磨铃木了。铃木啐了一口血沫，他收回之前的话，金丹巅峰确实很有实力，这要是再来一掌，他真不一定能接下来。慕容看到铃木这般模样，抬头询问是否需要借用力量。铃木摇头，词条已经加持上去，哪怕凡级词条对金丹巅峰的效果很小，但数量叠加上去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现在只需要等词条发作。凤玄机美眸中满是意外，铃木才刚入金丹初期，竟然能硬接金丹巅峰一击不死，这好像与他也相差不多了吧。而且他能感受到铃木刚才那一巴掌绝对不是为了羞辱李长老，肯定还有别的用意。凤玄机眼神一亮，一扫颓色，既然铃木已经有能力照顾好自己，且此战还有获胜的机会，那他便放肆一次。凤玄机缓缓起身，刹那间眸子骤变，玄黑如渊，瞳仁狭长，眼睛泛起紫光，似有明焰升腾。他颈侧肩头猝然冒出紫黑焰雨，泛着冷光，似淬了幽冥之火。眉心的火焰印记活了过来，化作一团明焰悬在他的眉心。莫要硬撑，别忘了还有我在。凤玄机冲天而起，体内传出一阵高亢嘹亮的凤鸣，天空刹那间被紫黑明焰侵染，云层都燃烧着火焰。他像是鸣凤降临，站在半空，睥睨地看着李长老。铃木嘴角动了动，倒吸一口凉气。不是，你咋还有底牌？老夫老妻了，他真没想到凤玄机还藏了一手。你这样让我怎么超过你？滔天威压绵延百里，南溪镇的众多凡人都见到这边的紫云，纷纷跪地膜拜，惊叹仙人降世。小石村的村民好不容易从昏迷中醒来，一抬头便被这股更强的力量震晕。正在往石山赶来的池灵威注意到这边的情况，眉头紧蹙，暗道不好，于是加快速度朝这里赶来。李长老意识到情况不对，脸色青一阵紫一阵。他出来的时候可没想过会被2个金丹小辈逼到这种地步。那凤玄机他也算是了解，没人告诉他还有这种力量。李长老不敢托大，飞剑收回，换成一柄已经初步诞生气灵的灵气。右手拿出一个龟壳，龟壳上布满阵纹。他抬手一挥，一个法阵将其笼罩在内，抵御着天上坠下的明焰。灵剑一出，不用李长老操控便能主动御敌。他立马锁定天上的凤玄机，朝其杀去。凤玄机眸中泛着冷光，凤羽长剑一震，明焰在剑上燃烧起来。随后一道由明焰幻化而成的禽鸟裹挟着长剑从凤玄机手中飞出，一直被凤玄机握在手里的长剑竟然也是一把灵气，而且气灵还比李长老的更强。这家伙到底藏了多少啊？铃木咂嘴，不过此战过后，凤玄机的底牌应该全部都用了吧。凤玄机怒斥一声，宛如一个紫色小火人撞在那防护阵法上，不多时阵法便在他的进攻下破碎。铃木缓了一会儿后便加入战场，凤玄机硬刚，铃木见缝插针。本来李长老手段尽出还能应对2人，但不知为何越拖他越觉得身体出现了异样。灵气紊乱就算了，可能是太过紧张，但小腹充斥邪火是怎么回事？他还不至于压抑到战斗的时候生出这想法。也正是这时不时冒出来难以预料的异变，让李长老多次露出破绽，被2人进攻。久而久之，李长老的气息越发低迷，他撑不住了，不能让他跑掉。铃木运转功法吸收生命力，补充灵气，激动道：这可是金丹巅峰，若是能把他留下，
院子里的灵田岂不是又能提升一个品阶？李长老意识到不对，不再拖大，开始想方设法的逃跑。但头顶的明焰火雨就像是凤玄机的眼睛，不论他做什么，凤玄机总能先一步拦住。随后便是铃木借机捅他一刀，毁了大半个院子，你便留下成为土壤的养料吧。铃木挥动镰刀，青色气息化作龙头附在镰刀上，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镰刀将千疮百孔的李长老拦腰斩断。不过并没就此结束，肉身陨落，他的金丹化作流光飞出，速度快到两人都没来得及反应，他便飞出山顶。你们还得练。李长老回头看了一眼，但下一刻，一个不大不小正好的嘴巴咬住他的金丹。这什么东西？扑通，闪灵叼住李长老的金丹掉入水里，随后二话不说直接吞入腹中。一开始还能听到李长老的神魂在闪灵肚子里叫喊，但没一会儿，随着闪灵翻肚皮睡着，这声音便一同消失。两人怔怔地看着那条人畜无害的天下龙鱼。若上一次吞残缺金丹是意外，那这次是怎么回事？那可是还有神魂的金丹啊！闪灵就这么吞了？凤玄机藏着掖着就算了，你这条鱼竟然也藏着掖着。不过总归是把这李长老解决了，连神魂都没跑掉。凤玄机还有些好奇闪灵，但随着危机解除，他的状态也逐渐恢复。噗！凤玄机刚恢复原样，口中便吐出一大滩黑血，脸色发白，眉心的火焰印记漆黑如墨。即便他体内的血液已经因为战斗流了许多，但血毒仍旧让他疼痛难忍。换作之前，在缺少了这么多血液后，血毒是绝对不会达到这种程度的。啊！凤玄机倒在铃木怀里，痛苦地喊了一声。铃木不知道他刚才的状态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但他看得到眉心漆黑的印记，当即咬开自己的手指，塞入凤玄机嘴里。先喝点缓缓，等我一会儿把这里处理好再帮你。凤玄机温软的嘴唇紧紧包裹住手指，贪婪地吮吸着，滑润的舌头还时不时会碰到。等好了一点后，他才缓缓点头，将凤玄机抱进屋里。铃木出来准备收拾一下院子。经此一战，大量植物被毁，聚灵阵也坏了。好在被毁的那些都留有种子，能够再种。铃木把小木龙放在神树幼苗上，他便欣喜地用身体围成一个圈，中间包裹住幼苗。就在这时，远处飞来一道青色身影。此地发生了什么？池灵威一到便扩散感知，查看此地情况，连屋子里凤玄机的情况都逃不过他的感知。铃木眼皮一跳，这家伙还真来了，倒是挺会踩点，刚把事情解决他便来了。但凡早点来，也不至于这么艰难。无事发生，铃木拱手淡淡开口。那这金丹修士的尸体是怎么回事？池灵威不悦，显然不喜欢被骗。铃木挠挠头，你看这闹的，这是我刚整来的肥料。说着，铃木拿起铁锹，在岩灵葵旁边挖了个坑，将金丹巅峰的尸体埋了进去。池灵威眼角抽动，又不好多说什么。他此行是带着目的来的，铃木没麻烦再好不过了。他随意的在院子里扫了一眼，一开始并没有发现特殊的东西，但当他看到泉眼处时，突然被一道熟悉的影子吸引。他二话不说凑到纯阳草面前。此刻纯阳草已经长到10厘米高，长出一片叶子。一节纯阳草，你怎么做到的？池灵威瞪大眼睛，满脸不可思议。但随着他踏入风灵阵中，通天神树的气息也被他感知到。神木谷日日夜夜所求的东西，此刻竟然就在他的身旁，触手可及。池灵威眼中爆发金光，激动的心脏砰砰直跳。你干得不错，这株幼苗我要带走，从今往后你便是我神木谷的座上宾，若有所需，神木谷定全力以赴。池灵威神情淡然，说完便看向铃木。虽然铃木比半年前强了不少，但在他眼里并无差别。更何况通天神树本就是他神木谷的东西，就算铃木拿着也保不住。他已经给出了足够诱人的报酬。目前南灵州还没人能成为神木谷的座上宾，因此他不觉得铃木会拒绝。但令他没想到是，铃木竟然一动不动，还一脸无语地看着他。这女人脑子是不是有坑？你是看我修为比你低就觉得我知道的少吗？要是青莲仙宗之后出的弟子都这个逼样，难怪会没落成神木谷。池灵威至少有原因的修为，这点铃木早就猜到。换做半年前，他说不定就真交了。但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小木龙体内的力量，他可是一点都没用了。别以为他刚经历一场大战就好拿捏。仙级词条一开，这些都是过去式。池灵威蹙眉，你这是何意？铃木轻轻摇头，叹息一声，来到神树幼苗这里，把小木龙放到自己头上，随后自顾自地挥起锄头整理院子。老婆还在屋子里等着他拯救呢，哪有那么多时间跟他唠这么多无用嗑？小木龙非常不情愿地爬在铃木头顶，眼睛却时刻盯着神树幼苗，一刻都不愿意离开。池灵威愣了一下，
他本以为那个木龙只是陵墓用来装饰幼苗的，没想到竟然是个活物。而且他拿出来后，池灵威竟然在木龙身上感受到与通天神树相似的气息，这木龙也与通天神树有联系。陵墓到底经历了什么？既然你不说话，那我便当你默认了。说着，池灵威看向神树幼苗，伸手便要触碰。陵墓挥动锄头的手顿住，蹙眉回头，还不等他开口，头顶的木龙宛如一道闪电，眨眼间便来到幼苗旁边。啪！木龙尾巴一甩，结结实实的抽在池灵威手上，把他手背都抽出淤血。小木龙护在幼苗前方，冲着池灵威张牙舞爪。池灵威瞪大眼睛，满脸不可思议，随后脸色铁青。他以为这是陵墓指示的。你不打算将幼苗交给我？我从未答应过要给你啊。陵墓无奈开口，他必须表明态度了，不然这家伙保不齐又要整什么幺蛾子。池灵威眯起眼睛，周身气势汇聚。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这幼苗根本不是你能拿的。陵墓神色不善，能不能拿我都已经拿过了。你现在离开，我当之前的事情没发生过。以你的身份，自然知道通天神树对于神木谷的重要性。我自会拼尽全力照顾幼苗，无需你操心。池灵威气得浑身颤抖，没想到区区金丹小辈也敢在他面前大放厥词了。你既然知道它的重要性，就知道我神木谷绝对不会忍让。话音落下，池灵威身上的气息不再掩饰，滔天威压轰然降临，天际云彩在这一刻被威压震散。元婴中期，这是目前在一般情况下陵墓与凤玄机加起来都不可对抗的存在。陵墓眉头紧蹙，来！陵墓低喝一声，下一刻，本应守在幼苗旁边的小木龙飞到陵墓头顶，威严的龙头垂下，置于陵墓眉心的位置。他张开龙嘴，一丝丝恐怖的气息从他口腔中蔓延出来。与此同时，天空中再度燃起明焰，身后的屋子里传出一道嘹亮的凤鸣。脸色苍白的凤玄机推开屋门，毅然地站在陵墓身前。他眉心的火焰就像残烛一般，随时都会熄灭，但却倔强地燃烧着。陵墓神色愈发冷淡。青莲仙宗若每一代都像你这样，那梅洛城神木谷也情有可原。此话一出，对面的池灵威娇躯一震，瞳孔收缩。你怎么知道的？青莲仙宗的事情在南灵州都很少有人知道，陵墓这个散修又没达到那个地步，又怎么会知道这等秘辛？但很快他便回过神来，他必须拿回神树幼苗，这是神木谷重铸荣光最关键的一步。只要神树归来，他们神木谷便能重新更名为青莲仙宗。小木龙口中吐出的力量很强大，池灵威能够感觉到压力，但他知道陵墓也在忌惮着什么，不然不至于一直展示力量吓唬他，到现在都没有把那股力量吸收。池灵威不想动手，最后劝说道：我只带走神树幼苗，以后纯阳草的种子，你想要多少我就给你多少，甚至用6节成珠与你交换也可以。你可知你留下神树幼苗乃是与神木谷为敌？今日是我池灵威到来，明日或许便是其他元婴长老，甚至连我谷主也会为此亲自出手。你能挡住我，难道还能挡下神木谷？剑拔弩张之际，天际传来一声轻笑。原来是神木谷啊，我当是青莲仙宗出世呢，这么显摆。你能欺负2个小辈，你还能欺负我天血魔宗？话音落下，一道遮天蔽日的巨大阴影骤然压下，仿佛整片苍穹都被生生撕裂。方才被狂暴威压震得支离破碎的云层，此刻竟被一片悬空而立的琼楼玉宇所取代。层台垒榭，层层叠叠，飞檐斗拱，在灰暗天光下泛着冷硬的光泽，宛如一座从幽冥升起的浮空魔宫。陵墓猛地抬头，只见那最高一层的玉台之上，一道娇小身影负手而立，身姿挺拔，如孤峰劲松。那双猩红如血的眸子正隔着遥遥虚空，漠然俯瞰着下方，仿佛在打量几只微不足道的蝼蚁，眼底翻涌的戾气几乎要将天地间的空气都冻结成冰。又来一个，完了，这是非要逼他把这股力量用出来吗？不对，天血魔宗。陵墓敏锐地抓住关键词，他还没反应过来，就注意到天空中的明焰消失了。一旁的凤玄机浑身一软，倒在陵墓怀里。他抬手轻抚陵墓脸颊，强挤出一丝笑容。我的师尊来了，不用害怕了。啊，这就是凤玄机之前老在他身边提起的师尊吗？确实很有安全感啊。一瞬间，陵墓就感觉不是那么害怕了。而事实也是如此，那亭台楼阁锁定的目标根本不是陵墓。池灵威大惊失色，万万没想到那个藏在屋子里奄奄一息的女人竟然有这等恐怖的背景，这下难办了。她是圣女不错，也有绝世的天赋，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天赋也弥补不了这么大的差距啊。这人实力明显要比他强太多了。当然，这不是他最担心的，他担心的是通天神树幼苗从此落入天血魔宗手里啊，那神木谷可就真的没机会了。
铃木让小木龙把力量重新吞回去。什么都不缺了的小木龙打了个饱嗝，抬头看了眼天上的那位，神情并无波澜。见状，铃木放心了，虽然这人是凤玄机的师尊，但铃木该防还是要防的，毕竟他撬了人家的乖徒，就算不好杀他，也能让他付出其他代价。铃木最担心的就是神树幼苗被拿走，但刚才小木龙没啥反应，那铃木就不用担心神树幼苗了。铃木看到池灵威收敛气势，目光不断落在铃木身上，对此铃木全当没看见。无奈之下，池灵威银牙一咬，迅速离开。池灵威取出一枚玉符，准备捏碎。这时身后传来声音：神木谷的，我对你们的东西不感兴趣，你最好也识趣点，别自找麻烦。听到这话，池灵威逃离的脚步一顿，玉手一闪，将玉符重新收回去。一直等到池灵威离去，天上的血岩才缓缓落下，空中楼阁缓缓缩小，最终化作巴掌大小被血岩收走。血岩光着脚丫踏空而行，一步一个血色阶梯，慢慢来到铃木身边。他第一眼看的不是铃木，而是铃木怀里的凤玄机。看到自己徒儿的状况，血岩秀眉一蹙，满是不悦：你就这么照顾我徒儿的？血岩质问，一边说一边踏出最后一步，落在地上。这时铃木才发现，这个威武无比的前辈只有1.5米，还没地里的岩灵魁高。这股反差让铃木一时间愣住了。血岩以为铃木被他威严的模样震慑，心中颇为满意，骄傲地昂起脑袋走过去，准备把凤玄机从铃木怀里扒拉出来。只是冗长的衣裙不给他面子，刚走2步，脚下便被衣裙缠住，摔了一个踉跄。铃木嘴角一抽，目光迅速挪开，假装没看见。血岩银牙紧咬，俏脸迅速红温，凶狠地看向铃木，发现铃木没看这里，这才稍微缓和些。哎呀，我的乖徒儿脸色怎么这么差？血岩赶忙转移话题，从铃木怀里捞走凤玄机，心疼地抚摸着他的脸。铃木连忙起身恭敬行礼。目前为止，铃木没从血岩身上察觉到敌意，反倒是这特立独行的造型让铃木差点忍不住笑出来。铃木将凤玄机的情况全部告诉血岩。血岩听后脸色有点难看，我这乖徒儿真是够笨的，为了一个没用的男人，连妖化都用上了。这下完了，血毒加重，生命大损。血岩一声长叹，本来凤玄机的血毒就很严重了，现在竟然又不听话使用妖化。前辈，那你有办法帮他吗？血岩没好气地白了铃木一眼。装什么啊？废话，血毒除了那样还能怎么缓解？你能解决血毒吗？能找到我拜你为师。说着，血岩娇小的身子一手抱起凤玄机，一手扯着铃木的衣角。他看到一旁的木屋，冷哼一声，随后强硬地将2人拽进屋里。血岩走出木屋，关好门窗后，还不忘警告一声：你小子最好给我认真点，他可是为了保护你。我知道，前辈放心吧。铃木的声音从屋里传来。血岩大大咧咧地坐在木台阶上，脑海里不断思索着刚才凤玄机身上的情况，血毒是加剧了，但生命力怎么感觉没损失多少啊？与之前相比，这次损失的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明明这次更惨来着。想不通后，血岩的思绪便飞了回来，下一刻耳朵忍不住竖了起来。元婴修士的听力超绝，感知更是可以称之为情景再现，再加上这木屋什么禁制都没布置，血岩一下就听到里面的动静。他俏脸微红，忍不住往上挪一个台阶，似是不过瘾，竟然又挪了一下，从台阶到门口，最后血岩耳朵贴在窗户上，精致如瓷娃娃般的脸上布满红霞，隔着幕墙他都能感受到一股澎湃的纯阳精气，这对女修而言简直是大补。这就是纯阳圣体啊！啊，徒儿真是好运气，为什么我就这么倒霉呢？是我不够好看吗？血岩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尖，气得血岩狠狠踢了一下裙摆，好巧不巧碰到了幕墙。屋里的动静一下停了。师尊，您贵为元婴，不缺男修，应该不至于偷听吧？凤玄机的声音传出，得到一些恢复后，声音也有了力气，只是这时听着有些害羞。血岩身躯一僵，眼中闪过一丝慌乱，随后轻咳一声：那是自然，为师这是打算观察一下，好帮你们改进修行方式，让效果更好。这样吧，乖徒，不若让为师近距离观察一番，手把手指点如何？信为师的，为师贵为元婴，对修行的理解肯定比你们2个毛头小子强多了。屋子里陷入一阵寂静，那师尊干脆加入进来算了。凤玄机没好气的声音传出。血岩只是片刻犹豫，随后眼睛一亮：真的吗？假的，乖徒，为师求你了，就这一次。不行。扑通，屋子里传来跌落在地的声音，铃木一副吃了苍蝇似的走了出来，他被凤玄机踹下床了，这次甚至都没进行到缴械投降的地步。出来的时候，铃木幽怨地看了眼血岩，
血颜轻捋秀发，贱兮兮地看了铃木一眼。可恶，这个坏人好似的臭萝莉。铃木咬紧后槽牙，奈何打不过血颜，只能受下这气。铃木悠悠望去，发现河里的闪灵终于翻身醒来，金丹还未消化完毕，闪灵还需一些时间。只是令闪灵不解的是，这空气里怎么还残留着元婴的威压？他在河里四处游荡，试图多接近一下元婴气息，好提前熟悉。但在这时，河里一道黑影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从他身侧擦过，划过他的鳞片，瞬间夺走他鳞片中储存的灵气。等闪灵回过神来，那道黑影已经消失不见。一抬头，铃木已经来到跟前，神色凝重。呵呵，你好像被脏东西盯上了，不妙呢。血颜蜷缩着身子飘在空中，老是踩到裙子。既然如此，他干脆不走路了。黑影跑得很快，铃木也仅仅在他出现的那一刻捕捉到气息。他已经以最快速度赶来，却仍旧没有抓住。被盯上很久了，不碍事。铃木随意摆摆手，这道气息估计是他离开时不小心被魔怀缠上，跟着自己一起出来的。想来是为了在外面寻找复苏魔怀的办法，或者收集魔怀残骸，助他恢复全盛时期。不过可惜，铃木知道魔怀躯干在哪里。就算那道气息想方设法找到了残骸，他也得来到这里把残骸送进去。只要铃木在此地镇守，那气息的威胁并不大。血颜秀眉一挑，拍了拍铃木的肩膀。很有信心吗？希望以后你别麻烦我啊。铃木轻咳一声，其实我刚才是装的，还请前辈以后不要嫌麻烦。净说胡话了，有个超级打手在，该用还是要用的，这样也能省下神术的力量。不帮你我又没好处。血颜扭头飘到一旁的赤日葵田里，他了解过一些植物，自然知道赤日葵是异植。这种植物放平常他看都不看一眼，但这院子里的不同，赤日葵竟然会散发暖意，这让他很是意外。毕竟能有这种功能的植物至少都是灵植。很快，血颜的目光便被赤日葵里的一株炎灵葵吸引。你这里竟然还种有炎灵葵？血颜惊讶出声。这可是好东西啊，我替我的乖徒儿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呢。铃木一怔，这话什么意思？凤玄机竟然需要炎灵葵？血颜看到铃木一脸茫然的神色，脸上不由浮现一丝谢意。我还以为某人是为了道侣特意寻来的呢，原来是我想多了。血颜轻啧一声，这模样让铃木异常熟悉，这不就是以前凤玄机闹腾时候的常规操作吗？合着都是跟你学的呗。也正是这时，凤玄机整理好衣服从屋子里出来，看到两人在赤日葵田，凤玄机快步走了过去。他迎上血颜的目光，俏脸不禁一红。以前以为师尊只是在他面前那么不着调，今日之事再度刷新了他对血颜的认知。只是以往怎么不见师尊对陌生人露出这般模样？乖徒儿来得好，快把这株炎灵葵挪到你的洞府，这样就能稍微压制一下你的血毒了。说着，血颜瞥向铃木，这可是为了你的道侣，我还出手救了你，要你一株灵植没意见吧？铃木赶忙摇头，当然没意见，你都说是为了压制血毒了，那我还能说啥？你拿走呗，又不值什么。想着，铃木靠近炎灵葵，伸手从花盘上抠下来10几粒瓜子，可惜还没完全成熟，颗粒饱满的只有1粒，不过种下去再培养一株出来完全够了。炎灵葵又被抠了，委屈巴巴地垂下花盘。我记得我有曜日花盘来着，怎么还是任人宰割啊？凤玄机见状也凑了过来，伸手准备扣下来几颗尝尝。以前抠赤日葵只是嘴馋，但现在的炎灵葵子是真的对他身体有好处。然而还不等凤玄机手指靠近，那赤红的花盘上竟然充斥起炽烈的能量，瓜子还逐渐亮了起来，像是积蓄着恐怖的能量。铃木嘴角一抽，分不清大小王了是吧？吃你俩籽儿，你还不乐意了？学学你身边的赤日葵，看他们什么时候有过怨言。此话一出，四周的赤日葵花盘齐齐调转方向，连太阳都不要了，背向铃木。血颜在一旁笑得合不拢嘴，我倒是没想到纯阳圣体还这么会种灵植，连一直都诞生灵智了。炎灵葵缓缓散去花盘上积蓄的能量，任由凤玄机采摘。可恶，为什么变强了还是这个结局？凤玄机满意的摸了摸炎灵葵花瓣，随后往他根系处丢了一枚灵石。霎时间，炎灵葵耷拉的花盘又挺立起来。移植就不用了，在这里它才能更好的成长，等铃木再培育出更多赤日葵，把籽留给我就行。凤玄机轻声道。铃木担忧的看着凤玄机，你身体还能行吗？刚才战斗没完成，最有效果的一步没有进行到底。凤玄机美眸白了他一眼，不太行，但动一动还是没问题的，晚上继续。铃木淡然点头，你过来一下。凤玄机疑惑，但还是凑了过去。血颜飘在半空，眼睁睁地看着两人腻歪。
而且还要当他面说悄悄话。说真的，他感觉他给的好脸有点给多了。喂，我可是元婴修士，魔门的修士，你们就这么无视我吗？血颜不经意地从凤玄机身后飘过，耳朵特意动了动。你确定炎灵葵能压制你的血毒吗？凤玄机点头。炎灵葵籽里蕴含太阳之息，玄阴血毒属阴，它确实能压制一些，但无法根治。铃木了解之后，抬手抓住凤玄机软乎乎的小手。凤玄机娇躯一颤，换做平时他倒无所谓，但现在师尊就在旁边啊！你要干嘛？有人在，别说话。铃木看了他一眼，随后心中默念：日之呼吸，加持；厚积薄发，加持。做完这一切，铃木深深地看着他，以后没事多晒晒太阳，然后多歇歇，别经常打架。你要不说明白点。凤玄机满头黑线，铃木嘴角一抽，看了眼鬼鬼祟祟的血颜，凑到凤玄机耳边：晒太阳能让你获得太阳之息，歇多了再打架，你会更猛。热气吹进他的耳中，简单的话却让他心神俱震。这，你又给我什么了？凤玄机心脏砰砰直跳，娇嗔地看向铃木，怎么也不知道藏一下。师尊还在呢。血颜眯起眼睛，他听到了，但他无法理解。他晒了上百年太阳，也没见获得一道太阳之息，歇了数十年，也没见打架更猛啊。凭铃木两嘴皮子一碰，再拉拉手，就能让他徒儿做到这种事情。他是看起来小，又不是傻。哼，这纯阳圣体不老实啊，骗小姑娘的手段倒是有一套。徒儿也是真傻，竟然能被这种低劣的话术骗到。血颜袖袍一甩，推开凤玄机，抓住铃木的手。你们两个叽里咕噜说什么呢？你刚才说的，再对我说一遍。血颜不高兴地飘在半空。什么嘛，明明什么变化都没有。他凑到凤玄机耳边悄悄道：他骗人的，你以后少信他说的话。男人的嘴，骗人的鬼。铃木嘴角一抽，这不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凤玄机连连点头，但他心里依然相信铃木所言，毕竟种地就能变强，已经在他身上验证了。好了，师尊，您先在这里休息会儿，我要和铃木一起整理院子了。说着，凤玄机便拿着锄头，跟着铃木一起开始干农活。铃木还有些担心他的身体，但他执意要干，铃木只好妥协。反正对于金丹修士而言，种点地也费不了多大劲。看着两人携手种地，血颜银牙紧咬，难怪他的乖徒儿这段时间老是爱种地，原来是被你影响了。因为种地，他不知道浪费了多少修炼时间。若非凤玄机修为并没有落下，他怕是早就阻止了。不过说来也奇怪，为什么徒儿一直种地还能不落下修炼？身为元婴修士，血颜自然不会加入种地活动中，就算加入也没用。他没天道酬勤，他开始在院子里东摸摸西瞅瞅，倒不是他没见识，而是太无聊了。当他来到河流旁时，看到闪灵正翻着肚皮睡觉，血颜冷哼一声：蠢鱼，吞了2枚金丹还不反哺，放我天魔峰，早给你宰了。闪灵被血颜捞起来，一脸茫然：不是，啥是反哺啊？没人告诉我怎么反哺啊？我一出生就没妈，没人叫啊。闪灵那叫一个委屈，他只知道自己能吞能消化，并不知道啥是反哺。血颜打量一番后，轻啧一声：小子心真大，血气都不迁，也是把鱼养到筑基了，难怪不会反哺，没主人反哺个锤子。念及至此，血颜招来铃木，将此事告知于他。铃木听后愣住了，他在这个世界读书少，缴获的御兽类书籍还没看过。伤心伤瑶当时也没告诉他御兽还得血气。当时闪灵孵化出来时，看他挺乖的，随叫随到，有时还主动滋水浇地。后来铃木也试过滴血什么的，但没变化，于是他就以为这个世界的灵兽认主就这样，甚至连闪灵都这么以为，以为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父亲，不需要更多的羁绊。血颜一拍脑袋，非常无语。过来。血颜割破铃木的手指，让其在闪灵背上画出一道圆形气纹，然后在气纹中央刺破闪灵皮肤，让两者的血融合在一起。等气纹消失后，铃木感觉他与闪灵之间多了一道联系。爸爸。铃木浑身一激灵，谁他妈喊我爸爸了？血颜谢谢地看着他，你都教给他了些什么奇怪知识啊？现在好了，等他把金丹消化完便会反哺你灵气，这也是灵兽一大特征。那之前的呢？能补吗？铃木道：补个蛋，都被你的鱼吐出来又吃了。血颜懒得跟铃木多说，把他推进地里。小小的山头倒是有趣，这些东西肯定不至于让神木谷圣女出手。血颜眼睛滴溜一转，继续搜寻。下一刻便在泉眼附近看到2株非常特殊的植物。当他穿过风灵阵后，2株植物的气息扑面而来。死！血颜倒吸一口气，眼睛瞪大，这比宗门里的保值气息还要强大。
还有这模样，看着咋这么像9节纯阳草？不是说这东西连神木谷都种不出来了吗？血颜惊异万分。当他又往一侧投去目光时，一只小木龙缓缓抬头与他对视。血颜被盯得心里发怵，蠢蠢欲动的手悬在半空，没有探向被木龙守护着的幼苗。难怪一开始没注意到这里，原来还有个这么强的守护手。血颜退出风灵阵，扭头看向田里的铃木。令他意外的是，此时的铃木和凤玄机都在盯着他，他俩动作整齐一致，竖着锄头，脸上带着捉摸不透的笑容。血颜感觉天塌了，徒弟胳膊肘开始往外拐了。再一回头，发现那条木龙也在以相同的目光盯着他。此地过于诡异了。最终在血颜吵着闹着的情况下，凤玄机在度过美好的一晚后便被血颜带走了。血颜是真不想在这里待了，一点安全感都没有，还是魔门好，坏的彻底，坏的明显。两人走了之后，山顶又是只剩下铃木一人。不过这次闪灵有了血气，倒是能跟闪灵聊聊天。铃木的生活重新步入正轨，照旧来到纯阳草和幼苗身边，使用秘法将两者催生。轮到幼苗时，小木龙很识趣的让开，盘在铃木脑袋上。随着铃木施法，小木龙瞪大眼睛，满脸欣喜。幼苗顺利成长，便是小木龙的使命。铃木查看了一下幼苗的状态，除了2个词条积累的更多了，其他地方并无变化。当铃木看到幼苗的自身词条这一块，脑海里灵光一闪，幼苗好歹是神树身上的东西，足以承载仙级词条了吧。铃木大手一挥，打开仙级词条库。仙级词条：混沌炼灵，生命源流，纳元淬灵，根化万千，灵则普降，知生法则花，花结到运果，是灵不朽。铃木二话不说，轻轻触摸幼苗。生命源流加持。嗡！幼苗上突然出现一股熟悉的力量，它气息以明显的速度长了一截。小木龙懵了，你又干啥了？我咋还从一株幼苗身上感受到本体的气息了？等了一会儿，发现幼苗并没有崩溃，反而更加结实。铃木大喜，眼中爆发出金光。我如果把神树的词条全部加持在幼苗上，岂不是相当于手搓了一株通天神树？虽然神树本体的一些词条已经丢失，但仅剩的这几个也足以让其展现超强的实力了。铃木再度触摸幼苗，开口喃喃：根化万千，灵则普降，知生法则花，花接到运果，加持。随着一个个仙级词条加持到幼苗上，幼苗开始剧烈晃动，仅有的2片嫩叶上布满金光，似乎想要破体而出。但想象中的景象并没有出现，金光逐渐融入幼苗，幼苗还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大了一圈。铃木见状大笑起来，果然如他所料，垂木时期的神树词条放到幼苗上仍旧能用。铃木看着得到进一步成长的幼苗，非常满意。如此一来，50年内一定能将幼苗培育成株。不过虽说幼苗与神树的词条相差无几，但铃木并没有从幼苗身上感受到神树那般的气息。铃木轻轻摇头，原来这就是先天神物，手搓一株通天神树根本不可能，只能凭借词条让幼苗提前掌握本该掌握的力量，缩短成熟周期。铃木将小木龙放到幼苗旁边，目光投向泉眼，也不知道神树现在怎么样了。天道酬勤，生生不息，都给他了，是否能恢复一些？再多出现一个词条，他也能多提取一个加在幼苗身上。与此同时，通天神树从沉睡中惊醒，怎么回事？我的力量怎么多出来一份？还在我头顶。神树想不通，通天神树不是只有他这一株吗？哪怕是自己身上剥离出去的幼苗，也只会拥有基础力量，怎么会拥有这么多力量？但很快他想到铃木给予他生命源流，难道说神树振奋无比，以至于对面的魔怀都茫然了。老东西睡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就醒了？于是魔怀开始假装沉睡。铃木看了看旁边的纯阳草，因为幼苗的成长，纯阳草也受到些许影响，唯一的一片叶子更大，脉络更清晰了。整挺好，纯阳草也成长了。难以想象，若是铃木把神树本体搬出来，再撒一些草种，是不是能种出一大堆纯阳草？做完这一切，铃木来到河边喂鱼。当时伤心带来的鱼粮快吃完了，若是下次再见，可以买点。鱼粮撒下，闪灵迫不及待地将其吞下。对于闪灵而言，这鱼粮是他不可多得美食，毕竟他的活动范围只有这条河流，而河流里并没有太多值得他张嘴吞噬的生物。吃完鱼粮后，闪灵打了个饱嗝。下一刻，闪灵周身突然腾起一层流光溢彩的光晕，光芒如同融化的琉璃般流转着七彩华晕，竟缓缓从他鳞甲间剥离而出，化作一道轻盈的光带，翩然飘至铃木面前。铃木起初尚不明所以，可一股源自体内的渴望已汹涌而上，身体在无声地呼唤着那团光芒。爸爸，快吃下去！
闪灵的声音带着几分急切，又藏着不容置疑的笃定。铃木下意识地张开嘴，那道绚丽光带便如拥有生命般嗖地钻入他口中，顺着喉间暖流直坠丹田。他连忙凝神内视，只见丹田之中那团流光正悬浮在阴阳金丹之上，宛如一颗跳动的彩色星辰。更令人惊异的是，往日里总在金丹内外互相冲撞，势同水火的魔气与灵气，此刻竟都收敛了戾气，如同被无形之力安抚，温顺地朝着光团探去。转瞬之间，光团轻轻一颤，化作无数细碎的光点，尽数融入金丹之中。一股难以言喻的舒畅感瞬间席卷铃木四肢百骸，仿佛紧绷了许久的弦终于松弛下来。丹田内翻涌的能量潮汐骤然平息，脑海中也一片澄澈空明，再无半分烦躁。他清晰地看到，那光团所化的能量正稳稳地悬在魔气与灵气之间，像一道温润的桥梁，将两者连接。而光华中蕴含的无数细微能量粒子，其中恰好有能够对应魔灵二气的能量，正以一种柔和的韵律缓缓过渡交融。铃木大喜，没想到闪灵的反哺竟然对阴阳金丹有这般好处。若是有足够多的反哺，他甚至觉得都不需要让魔灵保持平衡了。还有没有？铃木询问。闪灵眨了眨眼，再等几天，我应该还能挤出来一点。都怪那个金丹，杂质太多了。闻言，铃木不禁咂嘴：你是只有吃金丹才能反哺这种能量吗？闪灵摇头，一般情况下，只有短时间内获得大量能量，实力提升才会有。这么说，就是还有不一般的情况是吧？铃木若有思索地看着闪灵，这家伙还真不好养啊。想要点反哺，还得喂好东西。可惜以前闪灵实力提升的时候，他没签血气。现在想来，他似乎错过了很多东西。要是能补就好了。一想到这里，铃木脑子瞬间清醒。他已经在闪灵身上吃亏了，不能在别的地方继续吃亏。血岩教的血气他看了一遍，已经记住。现在他院子里还有许多灵植，这些灵植是不是也能签上类似的契约，让他们与铃木建立更深的联系？想到这里，铃木立刻取出传音海螺，询问凤玄机有关植物契约的事情。有倒是有，不过没有诞生灵智的植物是无法契约。我开始说了，你听好。铃木认真地将凤玄机说的全部记下来，随后找了半天，发现只有炎灵葵似乎诞生了灵智，于是按照步骤跟炎灵葵建立联系。一瞬间，铃木感觉有一道微弱的意识与他连接。炎灵葵是有灵智，但还不够强，只是3岁小孩那般。不过这也够了。随着联系建立，炎灵葵竟直接反哺一团万物之气。铃木眼睛一亮，赶忙吸收并融入金丹。他已经多久没吸收这东西了？本以为踏入金丹便不需要这种东西，没成想万物之气在稳固金丹上也是一把好手。不错，今天就不扣你瓜子了。铃木拍了拍炎灵葵，满意的走了。他找到其他纯阳草，准备试试仙植有没有灵智。但随着铃木靠近，他突然发现了异常。只见纯阳草仅有的一片叶子上竟然出现了火焰灼烧的痕迹，凑近点还能感受到一股滚烫的气息，叶边焦黑，其中竟还能看到跳动的火星。铃木瞪大眼睛，怎么回事？刚才不是还好好的？谁给我纯阳草点了？铃木话音刚落，纯阳草上的火星突然暴涨，火焰顷刻间将整株草包裹，熊熊烈火不断燃烧。然而奇怪的是，这火焰只烧纯阳草，对其他东西没有任何影响。好不容易养出来一片叶子，可不能就这么烧没啊！铃木赶忙打开纯阳草的信息，名称：纯阳草，品阶：上品仙植，成长状态：成长期，自身词条：纳元翠灵，一劫阳炎。介绍：无应劫而生，涤荡世间污秽。一劫阳炎，你的劫难来了，你将被至纯阳炎焚烧，非至阴之力不可敌，非至阳之体不可载。度过此劫，将成为一劫纯阳草。铃木瞪大眼睛，不是，这9劫纯阳草的9劫是字面意思，还真要经历劫难啊！铃木一开始以为成功活99年就算一劫了，合着99年只是面见劫难的第一步，而且劫难只影响纯阳草自身，是要依靠他自己渡过去吗？就在铃木思考对应之策时，突然察觉有一道熟悉的气息来到山顶。铃木眉头一蹙，回过头，你怎么又来了？铃木抬手，小慕容立刻掠来，盘在铃木脑袋上。来者正是池灵薇。几天过去，铃木本以为这女人已经返回，没想到又回来了。这次是带着神木谷来的。铃木感知扩大，意图寻找其他人的踪迹。池灵薇见铃木如此谨慎，脸色有些尴尬。不必如此谨慎，我不是来带走幼苗，前几天是我冲动了，还好没酿成太大的祸，这次是来给你赔礼道歉的。池灵薇抬头，翠绿的眸子中带着诚恳，他看向铃木，试图看出铃木的想法，但铃木面色如常，
什么都看不出来。不过那株自然的纯阳草太过夺目，立刻吸引了他的注意。当看清楚那是纯阳草后，池灵威嘴巴微张，眼里带着不可思议的神色。那株纯阳草渡劫了，这还没1年吧？铃木看看他，又看看池灵威，比起自己，神木谷的人显然更懂纯阳草。是的，刚才燃起来了。池灵威神色慌张，手忙脚乱地打开储物袋翻找。对于神木谷而言，哪怕是一株一节纯阳草也异常重要。数万年，神木谷仅存9株纯阳草，不对，现在8株了。最强的8节纯阳草已经被谷主用了，现在最强的只有7节。神木谷并非没有底蕴，但纯阳草渡劫的条件太过苛刻，哪怕他们耗尽人力培养99年，但若纯阳草渡劫失败，这99年便会白费。同样的，若是达到更高的劫数，却在一次渡劫中失败，这株纯阳草便直接被毁，数千年心血一朝成空。总有人说神木谷废物，数万年来才培育出9株，费事肯定有点费，找不到帮助纯阳草渡劫的东西，确实是他们能力问题。但纯阳草它就没问题了吗？自己给自己带来那么强的劫难，以至于自身都无法度过，让神木谷损耗一大堆人力物力，最终一场空。不过他们无怨无悔，每一株纯阳草的出现都会给神木谷带来提升。也正是因为他们宗门还存在8株纯阳草，哪怕宗门积弱成疾，凭借着纯阳草也没有人敢与他们拼命。可恶，怎么找不到了？池灵威急的都把储物袋里的东西全倒出来，却仍旧没有找到至阴之物。你有至阴之物，还是有至阳之物？铃木询问。通过系统介绍，他也初步了解纯阳草渡劫的情况。不过铃木并不着急，若是仔细观察会发现，阳炎只燃烧了叶片边缘，并没有向内靠拢，是生生不息发挥作用了。庞大的生命力不断帮助叶片恢复，同时神树幼苗也在发力。哪怕不用那2样东西，铃木觉得纯阳草也能度过这一劫。找到了！池灵威惊喜大喊，掌心飘着一个布满冰霜的小玉瓶。快把这极寒玉液滴上去！铃木没有接，不用滴他也能度过。池灵威这才注意到纯阳草的情况，这与他见过的渡劫情景完全不一样。即便如此，池灵威仍旧摇头，那也得用，这才能提高他度过第2劫的概率。对于前3劫，神木谷早就研究透了，如果有条件，至阴与至阳一起加入才是最好的，可惜我神木谷从未尝试过。说着，池灵威眼中闪着光芒，目光瞥向炎灵葵。你若有至阳之物，倒可以试试。虽然炎灵葵算不上至阳，但也勉强能够替代。铃木思索片刻，侧身让出一个身位。池灵威心领神会，将极寒玉液滴了上去。下一刻，叶片上的阳炎迅速衰弱，甚至燃烧的速度比不上恢复速度。接下来再滴至阳之物是吧？池灵威下意识点头，这样能强化纯阳草的至阳之力。不过，池灵威话还没说完，就见铃木咬破手指，催出一滴精血。你干什么？普通人的血没用，还会打乱纯阳草的节奏。你以为你是纯阳圣体？来不及阻拦，铃木的精血已经落到纯阳草上。轰！熄灭的阳炎剧烈燃烧，然而这次的阳炎却在帮助他恢复叶片。池灵威懵了，你真是纯阳圣体？纵观古今，也唯有纯阳圣体的血能有这种效果了。铃木目睹纯阳草恢复，度过劫难，叶片脉络上平添一股阳炎气息。池灵威见纯阳草就这么度过劫难了，心中震撼不已。培养时间短就罢了，连劫难度过的都如此轻松。一时间，他非常庆幸自己这次的选择，果然应该来道歉的。不对，当初就不应该动手。想到这里，池灵威连忙跑到那堆宝物里，找到一个精致灵木盒子。池灵威打开木盒，里面躺着3粒紫色菩提子。作为歉意，这3颗紫心菩提便作为补偿。它在你突破境界时会有很大帮助，平时带在身边也能温养神魂。说着，他扫视了一圈院子。当然，你若愿意，菩提子也能种下，它们还有活性。能种？你说这我可就不困了。比起丹药宝物，铃木对能够种植的植物更感兴趣，特别是品级高的。铃木看着木盒，开口道：其实幼苗你带回去也没用，通天神树乃先天神物，世间仅此一株，幼苗不过是神树身上的一部分，最终不会长成通天神树。池灵威瞳孔一缩，他知道神树品阶不凡，但数万年下来，神木谷对神树的了解越来越少，这还是他第一次知道这等秘辛。不过这家伙怎么会知道这些信息？那你养它岂不是浪费力气？池灵威看着那株翠嫩幼苗，询问道：这你别管，我自有我的打算。铃木看着他，接过木盒，说这些只是不想让你继续打幼苗的主意。池灵威眼角一跳，你早这么说不就好了？
乃至于差点动手啊。但听了铃木这番话，他感觉铃木好像还知道些什么。只见池灵威沉思片刻，缓缓抬头看向铃木。神木谷传承自青莲仙宗，其中有一条祖训说，仙宗弟子无论何时皆以命守护通天神树。虽然眼下只是幼苗，但它与通天神树有关，而我又是神木谷圣女，自当履行祖训。他还活一天，我就守护他一天。似是察觉到铃木神色变化，池灵威连忙开口打消铃木疑虑：你放心，我不会干扰到你。铃木闻言嘴角一抽，干扰倒是其次，主要是你守得住吗？池灵威，他额头青筋突起，有被侮辱到。万万没想到，有朝一日他元婴修士竟被一个小金丹嘲笑了。自然，之前不过是意外罢了。池灵威强忍下来，尽力挽回形象。随你铃木摆了摆手，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强。就算他是敌人，那好歹也是明面上的，比藏在阴暗处的敌人好对付多了。池灵威点头，心中已经有了规划。他看了眼一节纯阳草，从自己的储物袋里又拿出3粒草种，其中1粒还破壳了，这是他回收死亡弟子的草种。若你还有余力，这3粒草种便一起送你。铃木眉毛一挑，余力肯定是没有的，一天的生命力全堆到一株上了。若是平分生命力，反倒会让纯阳草的成长速度降低。不过神树幼苗应该还有余力。铃木道谢一声，将3粒草种收下。池灵威最后又看了眼幼苗，不舍得下山了。见他走了，铃木这才打开木盒，查看菩提子。名称：紫心菩提，品阶：极品灵植，成长状态：成熟期，自身词条：紫韵养魂，菩提慧光，星河凝露，魂息共鸣，文助悟道。介绍：紫心藏慧根，菩提运道真，一勺灵露养神魂，半片叶文助破尘。铃木先将5个词条收集，5个灵级词条到手，随后开始查看信息。紫韵养魂，紫色总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当你携带果实时，它将有小概率为你温和滋养神魂，修复神魂损伤，增强神魂强度。菩提慧光，你受菩提影响，将会保持心神清明。见到这2个词条，铃木大喜过望，这不就是他最喜欢的通用类词条吗？还是灵级的，可是随便加持在自己身上。铃木二话不说，直接开启这2个词条。至于携带果实，我都把词条装自己身上了，不就相当于自身就是果实了？这不比把果实带身边强？词条开启的一瞬间，铃木感觉神魂一阵舒畅，堪比和凤玄机交手时最后哆嗦那一下。后面3个词条，星河凝露能凝聚帮助突破神魂的灵露，不过得在菩提树的状态下才可以做到。魂息共鸣则是在境界突破时为修士助力。文助悟道是菩提树上的纹路，能够辅助理解修行瓶颈，降低突破难度，甚至还能感悟道运。不过有的菩提子上也会有纹路，就像铃木手里这颗便能达到词条的效果。总的来说，这个极品灵植的词条效果非常好用，是个不可多得的极品灵植。看来池灵威对此也是下了一番功夫。铃木取出那颗带有纹路的紫心菩提，把它种在门口一侧，随后使用催生秘法让其破土而出，最后再将词条加持上去，这便大功告成。等紫心菩提树长成以后，大清早出门便能看到，顺便浅浅悟一下道。随后铃木来到纯阳草前，将3颗草种均匀种在神树附近。第一株纯阳草已经度过劫难，铃木查看了它的信息。名称：一节纯阳草，品阶：上品仙植，成长状态：成长期，自身词条：纳元翠灵，纯元阳炎，2级通玄。介绍：无阴劫而生，涤荡世间污秽。多出来2个新词条，铃木顺手将其收集。纯元阳炎，你是至阳之火，具有灼热、破邪、净化等特性，对阴邪、鬼魅、魔气等阴性存在具有克制力，同时能焚烧物理与能量形态的事物。2级通玄，你体内存在至阴与至阳，当2者交融时，你有大概率触及天地玄奥。看到词条信息，铃木顿时倒吸一口凉气，不愧是仙职，词条就是强啊。纯元阳炎又是个不可多得的攻击手段，不过这2个词条都是仙级，目前一般情况下不好随意使用。不过一节纯阳草就在眼前，实在不行把草薅出来丢给敌人算了，反正都能燃烧。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啊！坐在山顶啥事不干，多了7个强力词条，底蕴更加深厚了。铃木又在山顶待10天，这天他见山上的农活干得差不多，便下山来到小石村。他有段时间没见村民们了，特别是石云他们几个，铃木作为受盗者，有必要检验一下他们最近的情况。铃木一来到村口，便吸引了众多村民的注意。铃木看到村民们脸上神色各异，有担忧，
有欣喜，有感谢，有敬重，却没有一点负面情绪。你们几个愁眉苦脸干啥？一个中年村民叹息一声：铃木啊，都是书没出息，学不会仙法，让你冒险了。是啊，以后别再突然消失了。小木啊，你要不再等等？嫂子是笨，但嫂子肚子里的孩子不一定笨啊。以后你再来看看我的孩子聪不聪明。铃木赶忙让有身孕的嫂子坐下，别人来就算了，你这关键时候怎么还凑热闹？铃木看了一眼，发现孩子挺健康，等孩子长到6、7岁，倒是可以检验一下灵根。当时我们听到石云说你没踪影了，就想上去找你，结果那条鱼一直阻拦我们。一位村民开口，顺手指了指旁边河里的闪灵。闪灵嘴里冒泡，这也能中枪？你们这群人连我这条鱼都打不过，上去又能干啥？闪灵翻白眼，重新潜进水里。随着相处的时间越来越久，村民们也发现这条奇异的鱼都知道这是铃木养的，平时也没少投喂，可惜都是粗茶淡饭，顶多换换口味，对闪灵的修为并无影响。铃木没料到村民们竟然是因为这事而担忧，他这不是安全的回来了吗？都是意外，以后我会小心点，尽量不出现这种情况。村民们见状不再多言，毕竟铃木是仙人，自然有仙人的考量。这时石田从远处跑来，铃木一看，这家伙竟然已经炼气中期了，看来平时没少努力。若是这样，石云那丫头应该炼气后期了吧？在这小石村也算个强者了。你跑那么急干啥？铃木看着匆匆到来的石田，不由问道。石田眼神激动，林大哥，村子里开了个酒楼，我还用我攒的钱进去吃了一顿，跟我们上次去南溪镇吃的888灵币味道一模一样。说着，石田便拉着铃木往村子里走。石云说要请你吃，他现在可有钱了，咱快去吧。铃木跟村民们告辞，跟着石田去到那个酒楼，味道一模一样。难不成是池灵威在这里开了个酒楼？那你不是包药黄的吗？都是普通人，谁消费得起啊？那酒楼掌柜脑子没问题吧？开这里不得倒闭啊？铃木啧啧道。石田摇了摇头，应该不会吧？那酒楼前2天刚开起来，还是有客人进去的。铃木一怔，乡亲们都这么有钱了，这就振兴乡村了。不是，是外边的人都是生面孔，乡亲们还没富到能进里面消费的程度。铃木闻言眉头一蹙，外边来人？他在山上待久了，倒是忽视了这点。现在他已经金丹，倒是可以找机会升级一下法阵，这样更方便他观察石山附近的情况。铃木和石田来到酒楼，他抬头看了眼酒楼的名字，通天楼。我勒个乖乖，你是真敢取名啊！一个吃饭的地方取这名字，不知道还以为又是哪里冒出来的新势力。这一看，铃木便断定是池灵威开的。铃木站在外面，感知探入酒楼里，这一下竟然真的发现了不少陌生气息。一共7道，皆是炼气期修士。铃木沉思起来，平常这里10几年都不见得有修士来，这次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人？事出反常必有妖啊！铃木和石田踏入酒楼，两人的身影立刻吸引了那些正在吃饭的修士。不过看到两人的穿着并不怎样，而且石田修为只有炼气中期，便没多想。毕竟他们之中可是有炼气后期的修士，在这片小地方炼气后期足够了。铃木修为要比他们高太多了，因此想要在他们面前隐藏修为很简单。他就像一个普通人，在酒楼里扫视一圈，看到了不远处挥手的石云。等石田和铃木落座，四周的修士再度投来目光，他们眼中带着一丝疑惑，怎么一个普通人跟着2位修士一起吃饭？他配吗？但仔细观察下来，他们又感觉这个毫无修为的普通人气度颇为不凡。深思熟虑下，他们收回了目光。这片地方灵气浓郁的不像话，又是突然冒出来的，绝对不能乱来。铃木看着眼前的石云，满意的点了点头。不错，炼气后期了，看来我不在的时候你没有懈怠。铃木夸了一声。石云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脸上是止不住的骄傲。铃木的声音并不大，但仍旧落到四周修士耳中。这一句话顿时让他们瞳孔猛缩，浮想联翩，随后低头猛地炫饭，打算快点离开这里。铃木一看，这可不行啊！你们走了，我上哪了解情况去？应该换个雅间来着。草率了。石云敏锐地察觉到附近情况，眼睛滴溜一转，林大哥，你应该突破炼气巅峰了吧？你要快点了，不然我会超过你的。石云俏皮道。此话一出，四周修士进食的速度慢了下来。炼气巅峰啊，那倒不必太过在意，想来跟他们的目的一样。见状，铃木不禁在心里为石云竖起大拇指，这丫头越来越机灵了。随后在吃饭的途中，铃木跟石云、石田又聊了一会儿。在此期间，铃木的注意力也分散到那些修士身上，同时还真让他了解到一些情况。
这些修士都是南灵州的一些小门派修士，来此是为了查看宗门附近凡间的情况。如此听来似乎没什么异常，反倒很正常。毕竟许多门派确实每年都会往宗门四周的凡间派出修士，一边是为了稳定秩序，另一边是为了寻找好苗子。但不正常的地方在于他们出现的太密集了。小石村竟然在同一天迎来了2个小门派弟子，太反常了。铃木抬头看向后厨的方向，这时他的脑海传来一道声音，正是池灵威的传音。你应该发现了吧，越来越多的修士注意到这里了。实话告诉你吧，酒楼开业3天，我已经遇见了4拨人了。虽然有我在万无一失，但你也多注意一点。说完这话，池灵威便不再传音。铃木沉思片刻，随后起身带着2人离开通天楼。问题既然已经出现，他也得着手预防一手。铃木走出酒楼，目光瞬间被一个锃光瓦亮的脑袋吸引。铃木扭头看去，一个长相格外俊美的和尚身背着一个小包裹，正朝铃木这边走来。他注意到铃木的目光也朝铃木看来，星眸般的眼睛眯起，投来一个和善的微笑。他与铃木擦肩而过，进入通天楼。奇怪了，这里竟然连和尚都来了。铃木心中满是疑惑。石云和石田2人也注意到长相俊美的秃头，走远之后便开始讨论。铃木在山下转了一圈，查看一番庄稼的情况，便回到山顶。随着越来越多的修士注意到小石村以及石山，这里不会再像曾经那样安宁，铃木必须提前做出应对手段。刚好踏入金丹以来，他还没试过更加高深的法阵。铃木花费2天深入钻研阵法，等他再看曾经的聚灵阵时，才发现这阵法布置的有多简陋。不过当时因为条件有限，连适合做阵眼的灵值都没有，能完成聚灵阵已经非常不错了。但现在不同，他不仅有了更多的运灵脉，还有一株一节纯阳草，先直做聚灵阵的阵眼，效果肯定更好吧。想到这里，铃木便开始行动。趁着另外3粒草种没发芽，铃木又给它们挖出来种在了别处，以免影响他绘制阵纹。不过在布置阵法前，铃木得规划此次布阵的规模。他需要把阵法扩大到能够囊括整个石山，甚至连小石村乃至石山附近的区域也包括进来。这是个不小的工程，不过好在那个金丹巅峰修士的储物袋非常饱满，这下不仅阵眼数量不用担心，连绘制阵法的材料也不缺了。天助我也！铃木眸中闪过坚定之色，法阵必须升级，不仅要升级，还要添加一些其他功能，不然他怎么更好地掌控这片区域？他要布置的阵法名为3级会空阵，此阵法主要有3个功能，即聚灵的灵级、感知的知级和短距离传送的空级。这是铃木翻找许久最满意的一个阵法，也刚好适用于现在的状况。于是铃木暂时以一节纯阳草为阵眼，绘制了一个覆盖整个山头的核心聚灵阵，以此来给后续的其他阵法提供足够多的灵气用来运转。随后他又花费了3天时间，将运灵脉移植到石山4周，顺便还把小石村囊括进去。紧接着便以运灵脉为核心绘制聚灵阵，再将其他连接核心聚灵阵。此举花费5天才完成，阵法的效果也没有辜负铃木的付出。灵级完成，阵法成功运转后，1天之内石山4周的灵气浓郁程度再次上升1节。铃木没见过真正的修行福地，但想来跟自己这片地方也差不了多少。如此还仅仅只是将阵法的能量供给完成。接下来铃木便开始往里面添加其他功能，方便他随时观察法阵内的所有人。不过在此之前，铃木发现了个问题，那就是阵法的范围太大，这里来的修士又有点多，以至于有修士打运灵脉的主意。好歹运灵脉也是下品灵值，对炼气筑基修士非常有吸引力，再加上这运灵脉随意散布，一处阵法中央只会有2-3株，这就导致那些修士以为运灵脉是大自然的馈赠。哪怕有的修士发现了阵法，但仍旧把手伸向了运灵脉。这么多人都拿了，我拿个就跑，你还能就追我吗？于是铃木好几个散布在石山4周的聚灵阵都遭到了破坏。这群修士就这还是门派弟子，行事作风还不如村民守规矩。铃木气得牙痒痒，甚至还让石云他们去宰了几个炼气修士，以此威慑。效果是有的，但不够彻底。不行，把我暴露出去。铃木迟疑，若是暴露出去，来这里的修士说不定就要从炼气期变成筑基期了。就在这时，铃木发现赤日葵田里有不少赤日葵在炎灵葵的慷慨下异变。几天不注意，田里竟然已经多出来8株炎灵葵。见到他们，铃木脑海顿时浮现一个想法：养殖1000日，用殖1时。你们既然具备攻击手段，那就帮我守护一下阵眼吧。铃木当即把刚异变的8株炎灵葵移植到最主要的8个法阵中，他怕一株炎灵葵威力不够，于是还帮他们加持了多子多福，再消耗一些生命力催化一下。很快铃木便看到炎灵葵4周多出来8株小上1号的炎灵葵，虽然比母株小，
但功能可不少。曜日花盘已经开始积蓄阳光了，有了它们，铃木便稍微放心，继续完成阵法的其他部分。又过去2天，铃木把阵法的支级部分完成。只要铃木在3级会空阵内，便能清晰地感知到阵法内的任何动静。若是以此阵为媒介，更能扩大感知，探查阵外。铃木迫不及待地使用感知功能。还有人敢偷运灵脉？铃木感知一开，便察觉到一波不怕死的炼气修士正在打他灵植的主意。不过他们倒是挺会挑，刚好挑了一个有炎灵魁的。师兄，你看，野生的运灵脉，发财了。那边还有一堆气息不凡的向日葵，咱过去看看。3位炼气修士对视一眼，眼中压抑不住喜色。真是上天恩赐，出来做个任务还能遇到灵植，拿完赶紧走。有人催促道。正当这时，他们的目光被一道炽烈的光芒吸引，回过神来，9道汇聚在一起的阳光烈焰爆发而出。阳光烈焰具有穿透效果，洞穿一名修士后气势不减，竟然还把他身后一位修士的胳膊焚烧殆尽。这一异变让2名修士瞳孔收缩，惊恐地大喊起来，随后2人头也不回地跑了。铃木缓缓摇头，看来这2株灵植与你们无缘啊，无缘就不要强求了。说着，铃木通过感知向炎灵魁传递一道信息，你的战利品你自己处理吧。闻言，炎灵魁大喜，藏在土壤下方的发达根系纷纷破土而出，卷住那名炼气修士的尸体藏进土壤里，随后将土地整理一下，就跟从来没发生过刚才那般情况一样。炎灵魁的根系轻轻拍了拍脚下的尸体，老弟啊，在山上你怎么扣我瓜子我都忍了，你就是把我当成灯泡用，我也不会说一句话，但在山下给我小心点，你魁哥我可是极品灵植，压不住你魁哥，那就等着魁哥压你吧。铃木对于阵法的感知部分非常满意，而且炎灵魁的表现也出乎了他的预料。铃木望着山顶仅存的一株炎灵魁，他花盘上被扣的瓜子还没有恢复。你们在山上太老实了，我都差点忘记你们是极品灵植了。有些强大的极品灵植甚至堪比小门派的掌门人，此次把他们派出去，算是让铃木又多了解了他们。接下来3级会空阵只差最后的空级，空级也是最困难的，毕竟涉及空间传送。不过相较于千里挪移，在大阵范围内的短距离传送要简单不少。铃木虽然以前从未接触过传送挪移之类，但凭借天赋还是有很多感悟。这一部分他花费了足足5天才完成。3级会空阵一共耗时10天，囊括了石山及附近方圆10里。大阵成了，铃木总算松了口气。在这些天里，铃木凭借超强感知，清楚地知道各方修士的动向。当然还是有不少不怕死的修士去打炎灵魁主意，不过都化作了土地的肥料。渐渐的，这些来此的修士也意识到炎灵魁的品阶很高，逐渐放弃，而4周悄无声息间升起的大阵让一部分人意识到不妙。这天晚上，铃木打算试验一下大阵的传送功能。恰在这时，感知中出现了5位筑基修士，其中最强的修为更是达到了筑基巅峰。怎么还摸到山脚了？铃木蹙眉，以往那些修士顶多在小石村转转，或者去想办法摘走炎灵魁，从来没人想过靠近石山。今天这5个人竟然来到这里了，是发现石山的特殊了。石山毕竟还有铃木布置的风灵阵，外界一般情况下感受不到石山的异常。铃木心念一动，发动大阵的传送功能。下一刻，铃木的身形原地消失，在出现时已经来到5名修士的不远处。铃木盯着他们，没有立刻出手。5名修士根本没意识到他们已经被盯上，依旧自顾自地绕着山脚。确定是让咱们来这里的吗？肯定啊，我在附近蹲了半个月，其他地方灵气缭绕，就这里感知不到具体情况，山上肯定有东西。既然如此，我们回去吧，不上去看看，万一有宝贝呢？一名壮汉眼睛闪烁，垂涎地看向山顶。为首的筑基巅峰修士怒斥一声：“别忘了我们此行的目的。”那壮汉缩了缩脖子，显然有些害怕，但内心的贪婪还是驱使他向上爬了2步，而这2步让他跨进了风灵阵内。霎时间，浓郁的灵气扑面而来，甚至呼吸都能吸一缕灵气进入体内。同时，他还感受到山顶充斥着许多灵植的气息。喂，你们过来看，这山上简直就是个福地啊！难怪要用阵法封住。他才刚激动回头，一股恐怖的威压骤然降临。霎时间，壮汉脸色煞白，剩下4名修士还没听清他的话，便被威压镇住，脸色憋得通红，膝盖弯曲，骨骼作响。下一刻，青色刀光自天际而来，将那壮汉斩杀于此，鲜血飞溅，喷在4人的脚下。他们懵了，发生什么了？怎么一眨眼人就死了？他可是筑基中期啊！这4人反应也是快，铃木才刚斩出一刀，
他们便拼尽力气将逃跑手段全部用出。挪衣服这种东西，筑基修士几乎都会背上一张。他们4人的身影瞬间消失，铃木立刻调转法阵，扩大感知，同时将自己传送到法阵边界处。下一刻，铃木感知到其中2人在30里外，另外2人感知不到，估计是他们挪衣服的品质不同，那2人挪移的距离更远。铃木的天凤步运转到极致，以最快速度朝着感知到的方向掠去。既然找到你了，自然不能让你走。这2人同样只有筑基中期，面对金丹初期的铃木，他们毫无还手之力。杀第2个的时候，因为感知的范围不太够，还差点让他跑了。幸好铃木运气不错，随便挑了个方向，竟然恰好跟那人撞在一起。顺手收走2具尸体，铃木又在附近巡查了好几遍，却迟迟找不到剩下2人的踪迹。对此，他只好作罢。等意识到此行死了3个，恐怕再也不敢靠近石山了吧。可惜的是，关于石山的情报应该会传出去一点了。铃木看着漆黑的夜空，转身回到石山100里外的一处不久前荒废掉的村子中。2名修士先后来到这里，他们1人筑基巅峰，1人筑基后期，正是凭借百里挪衣服从铃木手里逃走的2人。此刻2人心有余悸地对视一眼，随后走入村子中。他们推开一扇破旧的木门，里面漆黑一片，隐约间能看到一个人形轮廓。2人单膝行礼，低头道：“大师，我们去过您说的那座山了。”“哦，情况如何？”里面传出一道清冽寒邪的声音。为首之人将他的所见所闻全部说出来。到现在他们2人还没回来，多半已经遭遇不测。筑基巅峰修士身材微胖，此刻全身颤抖，试图以此让里面的法师心生怜悯。你们2人再去一趟，这次踏上山顶，把情况汇报给我。此话一出，2人身躯不由一颤，眼里满是恐慌。大师，那山上有高手啊，我们再去岂不是送死？他们还想多说2句，但一抬头便见漆黑的屋子里不知何时睁开一双明亮的眼睛。他的眼睛漆黑发亮，还闪着一丝诡异的黑气。2人对上他的眼睛，皆是一怔，身上似乎丢失了什么，眼中失去高光，宛如一具傀儡。遵命。说完，2人便转身离开村子。屋子里的人影缓缓起身，伸手沐浴在月光下。在月光下，他指尖的2道黑气是那么明显。人影邪魅一笑，另一只手掏出一小截灰色带叶枝条，2道黑气触碰枝条，瞬间便被枝条吸收。见状，他低笑一声：“魔怀所指，必有蹊跷。”看来此事并不简单。人影从屋子里走出来，在月光下显露出一张俊美的脸。他收起枝条，双手合十，看向这座废弃的村子，眼中满是悲悯。阿弥陀佛。铃木本以为那一拨人会就此作罢，但在第2天晚上，铃木又发现有人靠近石山，感知探过去，竟然是昨天逃走的那2人。不是，你们是有多想不开啊？铃木身形一闪，便来到山脚下。2人已经看到铃木就在他们一侧，但奇怪的是，他们竟然连看都不看一眼，便朝山上走去。铃木蹙眉：“什么情况？四周有埋伏吗？”铃木再三确认，四周暂时只有他们3个。铃木不再迟疑，金丹气息外放，威压铺天盖地降临在2人身上。刹那间，他们2人站在原地，全身颤抖，身躯迅速低了下来，似乎身负山岳。铃木眼睛微眯，来到这2人面前。真是奇怪了，都这样了，这2人竟然一声不吭。当他看到2人后，瞬间了然。只见2人眼神空洞，妥妥一具傀儡。昨天还不是这样的啊！铃木愣了一下，迅速后退。这2人实在太过蹊跷，他们被威压在地上，但仍旧面朝山顶，不知道什么驱使着他们往山顶爬。刀光闪过，铃木洞穿2人心脏，给他们一个痛快。等了一会儿，确认2人不会诈尸后，他才把尸体搬到山顶。不过这次并没有急着把2具尸体埋进地里，这一拨人太过古怪，得想办法看看能从尸体上得到什么。这也是为什么这次铃木没有斩首，而是洞穿心脏。铃木思索片刻，拿出传音海螺联系凤玄机。出什么事了？怎么这个时候找我？凤玄机的声音从海螺中传出，带着担忧。以往铃木就算晚上找他，也不会在深更半夜，更不会在月末找他。明明过2天就是这月最后1天了。你会搜魂吗？就是那种能从尸体上了解他生前经历的法术。铃木询问。凤玄机沉默许久。我虽为魔门，但我记得并未在面前做过邪恶残忍的事情。这跟搜魂有什么关系？铃木不解，这俩是一回事吗？有很大关系。搜魂一般都是魔门修士的常用手段，它不仅能从尸体中提取神魂，还能将一个活人的神魂剥离出来供你查看。这是一种很邪恶的法术。平时挺正直的一个人，怎么突然要这法术了？是不是心理扭曲了？
铃木嘴角一抽，虽然知道你是在关心我，但你这结论未免太草率了。于是铃木将最近的一些事情告诉凤玄机。原来如此，凤玄机语气明显轻松了不少。明天吧，这次我提前一天找你，叫你搜魂。得到回答，铃木便收起传音海螺，他来到2具尸体旁边，将它们保存好，以便于明天搜魂。铃木看着尸体狰狞的表情，神色凝重。到底是何人把他们变成这样，还来探查石山？月光下，俊美的和尚徒手为村子垒起几十座坟堆，双手还因此布满伤痕。此刻他正面向坟堆念诵经文。不一会儿，和尚心有所感地睁开眼睛，扭头看向石山的方向。2缕魔气飞来，被他伸手握在掌心。金丹，果然不出我所料。和尚眸中闪过一道冰冷毫光。筑基修士试不出深浅，不过无妨，在我找到足够多的残骸前，拿下此地就够了。这时，和尚身旁飘出一截带叶枝条，一缕具有灵性的魔气缠绕其上，正在为他指引方向。和尚微微一笑，朝坟堆鞠了一躬，转身离开村子。翌日一早，凤玄机便驾着飞舟来了。他早已从昨天的通话中得知铃木布置了一个大阵，但当他真的亲眼看到后，还是不禁感叹：3级会空阵，他一个金丹初期也能布置出来了。这阵法术难也不太难，最主要的就是复杂，太过耗费时间。而其中短距离传送才是这个阵法最难的部分。据他了解，铃木此前并没学过有关空间的法术，以他的实力不仅能够布置出来，竟然能够掌控这么大的阵。铃木又有些出乎凤玄机的预料了。他从上空掠过，感知顺便扫过下方，发现了许多陌生修士气息，这让他秀眉紧蹙。来到山顶，铃木已经喂完鱼。见他到来，铃木笑着来到他面前。笑什么？赶紧把那2具尸体拿来，晚了神魂就散了。死人不比活人，在他死的那一刻，身体就不属于他了，神魂便会开始消散。才死了6个小时，应该挺新鲜的吧？铃木取出2具尸体，该说不说，不愧是筑基修士的尸体，死了这么久仍旧灵气充沛。凤玄机来到一具尸体旁边，我先告诉你怎么搜魂，一会儿你仔细观察我的动作，直接动手练习一下。说到这里，凤玄机突然想到什么。哦对了，搜魂有可能会对自身神魂造成损伤，你注意点。神魂的损伤可是很难修复的，别因小失大。铃木疑惑道，死人的神魂也会这样吗？若生前神魂很强，还是有可能反扑的，总归还是小心点为好。凤玄机回道。过了会儿，铃木记住了凤玄机讲述的要点。凤玄机来到尸体旁边，伸手按在他的脑袋上。下一刻，凤玄机眼神一瞬间变得空洞，但很快又恢复过来。他收回手掌，一脸疑惑，这具尸体神魂怎么只有一半？缺失的神魂没办法搜魂，一碰就散。快看看那一具怎么样？虽然刚才凤玄机速度很快，但铃木还是将一开始的步骤记了下来。当他将手放上去时，铃木立刻感觉到眼前有一道灵体飘过。他按照凤玄机教的，迅速抓住灵体，开始搜魂。然而铃木才刚看到打开木门，画面便溃散。他迅速退出状态，一脸茫然。当他再次去触碰时，却发现无论如何都找不到灵体了。凤玄机见铃木也这么快出来了，长叹一声，看来那具神魂也是残缺的，这手段肯定是魔门了。凤玄机很快下结论，你是不是被别的魔门盯上了？有可能，最近来这里的修士太多了。铃木道。凤玄机不语，只是来到一旁拿起铁锹开始挖坑。铃木见状有些意外，女魔头怎么知道自己打算在这里挖一个？于是他也加入其中。等把2具尸体埋好，凤玄机拍了拍手，此人手段很高明，不仅操控傀儡试探你，还让你无法搜魂，以至于你杀了5个都不知道到底是谁盯上你了。会不会还是李家？铃木不由发问，毕竟一位长老也死在了这里，换一个更聪明的来也不是不可能。凤玄机闻言嘴角一抽，不是，李家现在没有元婴修士，金丹巅峰便是最强的战力，想让他们再来，除非等李家有人突破元婴。金丹巅峰的李长老都死在这里了，就算再蠢也知道该沉淀一下，李家可经不起这么送人头，这可不好办了。铃木喃喃道，比起藏在暗处的敌人，还是明面上的李家让人安心。铃木想来想去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得罪人了，难不成是魔怀？但这也太快了吧，才过去多久啊？不过这也是一个思路，确实应该防一手，多半是陌生修士太多了。凤玄机双手抱胸，凤眸里闪过一丝冰冷，把他们全杀了，自然就没人靠近这里，没人来这里，这里就不会被盯上。铃木点头，逻辑上说得通，但事实有点行不通。最近没少有修士死在附近，但来这里的修士仍旧不减，甚至还更多了。
那是因为你杀的不够多。不是，咱俩到底谁心理扭曲啊？你昨天你晚上不是还说没在我面前做过残忍的事吗？怎么今天动不动就是杀光杀尽啊？杀了也不是不行，不过你别出手，我会让石云石田他们去做。到现在为止，那些修士还不知道这里有金丹修士，若是金丹出手，我怕后续来的都会变成金丹修士。铃木道，这也是他一直以来的顾虑。一堆筑基和1、2位普通金丹都没威胁，铃木能够应付，但他怕突然来一堆金丹。不过金丹修士应该不至于烂大街吧？听说小门派的掌门才金丹修为。凤玄机赞同的点头，听起来比他的全部杀光靠谱点，但也仅仅只有一点，他始终坚信只有死人才是最令人放心的。行不通的话记得告诉我，我帮你解决。凤玄机无所谓道。铃木应下。说完这件事，凤玄机便朝木屋走去。铃木识趣地跟了上去，只是走到一半，凤玄机突然回头道：平时没事别老搜魂，特别是活人。铃木应道：放心，不会的。对了，你神魂强不强？怎么了？凤玄机询问。铃木拿出一枚紫心菩提递了过去。拿着吧，这是温养神魂的宝贝。虽然凤玄机看起来没问题，但作为魔门，他平时肯定也没少使用搜魂，即便神魂没有损伤，带着紫心菩提总归是好的。凤玄机接过菩提，美眸瞪大。你在哪弄得？能够温养神魂的灵植可是很珍贵的。你拿着吧，你比我弱。凤玄机以为铃木只有一颗，不愿意收下。铃木嘴角一抽，有被侮辱道。他强硬地将菩提色回凤玄机手里，并指了指门口一株长到大腿的树苗。看到了吗？紫心菩提树苗。另外我手里还有一颗呢。凤玄机愣了一下，旋即收下菩提。昨天晚上为什么不和我说你找到了这东西？凤玄机美眸眯起，露出危险的神色。铃木正色，昨天晚上竟然忘记给凤玄机说池灵威的事了。可恶，要不要说阿南一起齿嘛？我懂了。凤玄机脸色冷了下来，轻轻挽起秀发，用红绳扎起，随后长剑狰鸣，气势汹汹。情况不对啊，接下来不应该是进屋吗？拔剑是做什么？铃木连忙求饶，并将紫心菩提从何而来告诉凤玄机。凤玄机听闻后，脸色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更加阴沉。这老女人竟然还回来了。铃木小声道：实在是她给的太多了，这紫心菩提太有用了，我才收下的。听到这话，凤玄机尽管心里不舒服，但不得不承认给的确实多，而且一给就是3颗。他知道铃木对于种植的喜爱，因此并未在这方面多说什么。他的男人喜欢种植，他就应该去支持。想到这里，凤玄机突然有些惭愧，自己的男人为什么会收下别人的极品灵植种子？还不是因为他没能力给铃木更好的吗？若是他能给铃木极品灵植乃至宝植甚至仙植，铃木又怎会收下那些人的东西？这么一想，最后好像怪自己。凤玄机有点懵了，不是应该向铃木问罪来着，怎么想着想着成自己的错了，而且逻辑上还没一点问题。你觉得我阻止你奔向更好的人了吗？凤玄机回过神，盯着铃木问道。铃木不解，但还是下意识道：你不就是最好的人吗？我还能奔向谁？闻言，凤玄机心中一暖，同时也让他更加惭愧。可恶，我一定要给铃木找来更好的种子，一定要超过极品灵植。凤玄机眼神突然变得坚定，他的脑海里已经有了目标。等我成为圣女，我试试能不能给你搞来宝植。凤玄机觉得自己画下一个大饼。铃木眼睛一亮，他不这么觉得。认识这么久，凤玄机答应他的每一件事都做到了。铃木欣喜无比，忍不住在凤玄机红润的脸蛋上亲了一口，顺便将紫心菩提的几个词条加持给他，助力女魔头成为圣女。凤玄机俏脸一红，狠狠刮了他一眼。他拉着铃木打算进屋，铃木却正气凛然地挣扎出来。你要努力成为圣女，从今天起不能沉溺于享乐，我要带你种更多的地。凤玄机美眸瞪大，差点红温。信不信我把你的地给烧了？烧了。铃木浑身一震，女魔头好像是用火来着。铃木侧身看着枕边的丽人，眼中满是柔情。凤玄机却是给他一个白眼，这不是挺精神的？再来一次。铃木迅速从床上坐起来，连连摆手。先不说这个，你知道纯元阳炎？铃木开口询问。通过刚才的一番试探，铃木真切地感受到凤玄机的身体强度，哪怕是同境界，凤玄机的肉身强度仍旧与铃木相差无几。要知道，铃木的肉身强度可是加上天道酬勤的，难怪平常总是打不过他，原来差距不仅在修为上。金丹初期的铃木已经能够开启不少仙级词条，就
就算是通天神术的混沌炼灵，也能开启10几秒。那先植纯阳草的纯元阳炎就更不用多说了，开个1-2分钟肯定没问题。换到凤玄机身上肯定也差不多，说不定还能成为一张底牌。知道神木谷的纯阳草身上都具有这种火焰，是一种不可多得天地奇验，而且它蕴含的纯元之力与你的纯阳圣体有些相似，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的血毒。说到这里，凤玄机秀眉一挑，靠在床头玩味道：“怎么？你是要送我纯元阳炎，还是要送我纯阳草？”铃木笑道：“你想要哪个？”凤玄机神情一滞，似乎觉得自己听错了。我说着玩呢，你的纯阳草我才不要呢。等我到元婴，自会去神木谷要一株回来。凤玄机随意摆手，随后便穿起衣服。噗！在他身后，铃木掌心突然窜出一团火苗，豆大火苗骤长半尺，橘红焰心裹着金芒，3道螺旋焰纹腾起，周遭灵气震颤，暖意灼人，万邪不侵。凤玄机细衣的手猛地顿住，侧脸绷紧，未回头便已感受到那股灼烧腰血的至阳之力。铃木，屋子里不准点火。他沉声道，指尖扣紧玉坠，灵力翻涌。转身时，凤眸凝霜，看清火焰的刹那，瞳孔骤缩。纯元阳炎，他曾经见过纯阳草上的阳炎，那种仅次于纯阳圣体的感觉让他难以忘怀。如今他竟然在纯阳圣体身上见到了纯元阳炎，上天眷顾啊！你，凤玄机话还没说完，铃木便来到他的面前，握住他的一只手。既然这火对你有好处，那你拿去便是。说着，铃木心中一动，将纯元阳炎加持在凤玄机身上。下一刻，凤玄机掌心竟然升起一朵一模一样的火苗。凤玄机瞳孔收缩，眼睛瞪大，火苗的光芒倒映在他呆滞的瞳孔中。铃木嘴角带着浅笑，收起阳炎，顺便把凤玄机的手掌合上。没事别乱用，一次使用不能超过1分钟，懂了吗？铃木叮嘱。凤玄机此刻就像被大人赐予了最喜爱的玩具，对于铃木的话连连点头。见状，铃木满意的点头，还是这个样子的女魔头可爱啊。随后10几天里，铃木和凤玄机一起种地积累，天道酬勤，努力修炼，熟悉纯元阳炎。同时，铃木还不忘教导石云、石田等人。有2位金丹修士传授经验，几人少走许多弯路。随着他们实力提升以及击杀了不少修士，2人的名字也在四周游荡的修士中传播开来。更重要的是，那些修士知道这2人背后还有一位更强的存在，因此哪怕是筑基期修士也不敢在石山附近对他们动手，更不敢肆意妄为。久而久之，石山倒是清静了不少。凤玄机站在铃木身边，心念一动，纯元阳炎便爆发出来。经过10几天的熟悉，他对纯元阳炎的操控更加得心应手，不过碍于自身实力，并不能肆意使用。但即便如此，也让他的战力提升一个档次。既然这里没什么问题，那我便回去了。这次停留的时间太长了，回去师尊又要骂我了。凤玄机长舒一口气，似乎有些不舍。铃木有些意外，那个小萝莉，嘘，可不能这么叫，被师尊听见，他会把你吊起来打的。凤玄机连忙捂住铃木的嘴巴，警告道。铃木赶忙点头，这次我走可能会好几个月不回来，圣女选拔马上开始了，我得突破金丹中期才能争一争。我相信你，实在选不上也不用勉强，这不是还有我在的吗？铃木将凤玄机抱在怀里。凤玄机抬头轻哼一声，你倒是大方，纯元阳炎都给我了，就不怕我这次回去就不回来了？毕竟这火可是仅次于纯阳圣体，有了它，足够凤玄机每隔一段时间焚烧一下血液中的毒素来缓解血毒了。铃木倒吸一口气，你这么说我还真有点怕。走，跟我进屋。凤玄机美眸中满是笑意，乖巧地跟在铃木身后往木屋方向走去。傻男人，纯元阳炎哪有你好？你都快把我拿捏住了，竟然还不自知，骂我干嘛？铃木回头，不是骂，夸你呢。凤玄机走进木屋，顺手关上了门。这一次铃木出奇的强大，坚持了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18分钟。半小时后，铃木目送凤玄机离开，希望你的圣女选拔顺利一点。铃木喃喃道。凤玄机朝着天血魔宗的方向飞去，和往常一样，时不时回头看石山一眼。等到看不到石山后，距离天血魔宗便没多远了。但这次出了点意外，凤玄机才刚离开没多远，便在路上感知到3道金丹气息以及数位筑基修士，他们的目标是石山。凤玄机蹙眉，飞行速度降了下来。与此同时，那3位金丹同样感知到凤玄机的存在。当他们把目光投来时，纷纷露出意外之色。这不是天血魔宗的凤玄机吗？运气真好，竟然让我们在这里遇见他。他只有一个人，静晨，
你我三人一同拿下这个魔女，再去你说的福地如何？一名金丹中期的俊朗男子狞笑一声，看向身后的一位俊美和尚。敬臣双手合十，诵一声佛号。除魔卫道本就修行者分内之事，小僧自是要鼎力相助。那位金丹中期的修士大笑起来，有你这句话就够了，不过对付一个金丹初期的魔女，还不至于我们三人一起出手。敬臣你最弱，便先在此等候。敬臣面色如常，双手合十，算是默认。凤玄机望去，下一刻便看到2名金丹修士飞来，一位金丹中期，一位金丹初期。凤玄机嗤笑一声，来送死的吗？刚好纯元扬言拿了这么久，还没试过威力到底如何。话音落下，凤玄机右眼眸中闪过一抹金色火光，如此还不够，他左眼中再度闪过一抹紫黑火焰。下一刻，2种火焰从凤玄机体内呼啸而出，宛如一尊太阳，耀眼灼热。2位袭来的金丹修士感受到这股恐怖的能量波动，脸上同时露出惊恐之色。怎么可能？情报上没说凤玄机还会这个啊！回应他们的只有2股截然不同的火焰。石山上，铃木猛地回头看向远处，纯元扬言，女魔头遇到危险了。铃木顿时意识到不对劲，立刻传送到阵法边缘，随后快速朝凤玄机身边赶去。通天楼里，池灵威也察觉到远处的一阵强烈波动，但他只是看了一眼便收回目光。不过3个金丹蝼蚁，铃木和那个魔宗女人已经去了，足以应对，他只要保护好幼苗就够了。当铃木赶到现场，方圆数里都是火焰灼烧的痕迹，而凤玄机则站在战场的中央，他身上燃烧着2种火焰，一紫一金，此刻正看着远处的一位和尚，在他脚下还有2具烧得外焦里嫩的尸体。铃木随意探查一番，发现那2具尸体竟然都是金丹修士。凤玄机这就解决了2位金丹，这提升是不是太大了点？铃木望去，此刻凤玄机正与敬臣对峙。铃木看到纯元阳沿落在敬臣的肩膀上，然而他却很淡然地伸手拍了拍僧袍，抖掉火花，火花也随之消散。凤玄机脸色凝重，没想到3人中最神秘莫测的竟然是这个金丹初期的和尚，他最讨厌和尚了。铃木注意到敬臣，眉头微蹙，这和尚怎么有点眼熟？没时间多想在哪见过他，铃木突然注意到凤玄机的状态不太好。他从石山赶来，花费了将近2分钟，但现在凤玄机身上仍旧有纯元阳炎。你是不是傻啊？说了不能超过1分钟，你怎么不听话？铃木迅速跑过去，将其护在身后。见铃木来了，凤玄机心里稍微放松了一下。小心点，他有些诡异，我的火焰对他不起作用。说完，凤玄机便收回纯元阳炎，强撑着透支的身体站在铃木身后，准备使用明焰辅助铃木。除魔卫道乃是无辈修行者之责，施主莫不是要庇护魔修？敬臣双手合十，脸上带着一成不变的笑容，那张俊美的脸让他看起来颇为妖邪。是魔是仙，可不是你说了算。铃木盯着敬臣，明明是第一次见面，但他却由心底厌恶此人，是因为他伤了凤玄机吗？敬臣送了声佛号，轻声道：没想到这偏僻的地方竟然能有2位金丹修士，念你修行不易，离开这里，我佛会慈悲的宽恕你。铃木嗤笑：宽恕我？我又没做错什么，用你在这里大言不惭。铃木眼神一凛，青芒出现在手中，镰刀挥出，纯元阳炎附着在其中，刀气纵横，阳炎荡邪。敬臣神情一滞，惊讶无比。有趣，竟然同时见到2位身具纯元阳炎之人，天才真多啊！敬臣手中佛珠转动，一层薄薄的金光覆盖在他身体表面，当刀气触碰到他时，这层金光竟然将刀气吸收，让阳炎化作乌有。铃木眼睛瞪大，别人或许很难注意，但他发现了，那金光是佛门法术不假，但里面竟然含有一股他熟悉的魔气，难怪这抵消法术的手法如此熟悉。魔怀。铃木神情一肃，敬臣听到这话后，脸上的笑容缓缓褪去，一道邪魅的阴影爬上他的脸颊。哦，施主知道的不少啊，既然如此，贫僧也就不装了，待我解决你，便去你那石山上看一看。下一刻，敬臣不再掩饰，身上那层金光瞬息间变成黑气，一瞬间，方圆数里本就稀薄的灵气此刻开始朝他汇聚，并被他吞噬，就连凤玄机体内的灵气都出现躁动，欲要破体而出。但令敬臣奇怪的是，他竟然没察觉到铃木的变化。闻言，铃木也不再掩饰，合着那几个傀儡是你放过来的？既然灵气对你无用，那便换一种方式吧。刹那间，铃木的阴阳金丹在丹田中转动，爆发出黑芒。铃木漆黑的瞳孔中闪过黑芒。凤玄机看到铃木的变化，怔住了，这跟上次见的时候不一样。铃木回头看向他，退后，接下来
我自己收拾他。凤玄机很识趣的远离。轰！他才刚远离2里，铃木身上便爆发出一股恐怖的气息，这股气息甚至与靖晨身上的有些相似。靖晨在吞噬灵气，铃木同样在吞噬灵气，这一幕让靖晨懵了。咱俩是一伙的吗？魔怀不是说他才是被选中的那个吗？你是从哪冒出来的？难不成你身上也有魔怀残骸？想到这里，靖晨突然变得兴奋起来。他诵一声佛号，由魔气凝聚而成的佛文朝铃木倾泻而出。铃木眼前满是佛文，耳畔还有呢喃的佛音。好在他神魂有词条加持，佛音并未对他造成太大影响。4项天刀被魔气加持，竟然都产生异变，有了意料之外的效果。刀气化作黑龙，撕咬并吞噬佛文，同时还强大了自身。铃木心念一动，黑龙咆哮着扑向靖晨。借助空隙，铃木闪身贴近靖晨，在他破防的一瞬间，铃木触碰到靖晨。混沌炼灵加持。话音落下，铃木瞬间收敛体内魔气，重新让灵气出现。与此同时，靖晨体内能量突然紊乱，一股强大的力量使他的身体不断吸收各种气体并转换成灵气。不过2秒的功夫，他修炼了10几年的魔气化成空。第3秒时，强大的能量冲突让他身体不堪重负，轰然爆开，干瘪的碎块遍地都是。在一块尸块上，铃木还看到一片析出的灰白槐叶。等了好一会儿，确认尸块没有合体复活的迹象后，铃木才松了口气。很快，池灵威也因为察觉到魔怀气息赶了过来。一处香火旺盛的寺庙中，正在诵经的俊美和尚靖晨突然顿了一下，随后离开寺庙，确定四下无人后，拿出一截槐枝。此时槐枝上缺少了一片槐叶，靖晨低笑一声，又从槐枝上摘下一片槐叶，让其化作流光飞走。而后他又变成一个普通的僧人，进入寺庙吃斋诵经。尸块上的魔槐叶失去束缚，肆无忌惮地吞噬四周灵气。好在池灵威到来，他有手段磨灭槐叶。池灵威来到槐叶面前，一脸歉意地看向铃木：“是我疏忽了，没料到这里竟然还有魔槐残叶，接下来交给我吧。”铃木点头，来到凤玄机身边查看他的情况，幸好只是身体透支，没有别的问题。凤玄机望着池灵威的身影和那片残叶，满脸好奇。下一刻，池灵威抬手一挥，残叶飘在他的掌心。狂暴的吞噬之力还想汲取他的灵气，但随着池灵威运转功法，一抹青光在掌心浮现，将残叶包裹其中。铃木这次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那青光中隐能看到莲花轮廓，还真是混沌青莲诀。这片残叶并不强，更像是从完整叶片上剥离了一小片，因此池灵威很快便将槐叶磨灭。而他又恰好听见铃木说的话，娇躯一顿，不可思议地回头看向铃木：“你从哪听说的这个功法？”看到池灵威的模样，铃木便知道自己猜对了。我都知道青莲仙宗了，知道这个功法不是很正常。池灵威摇了摇头，青莲仙宗不算秘密，但这个功法不一样，唯有历代谷主和圣子圣女才有资格知晓并接受传承，且不允许外传。见状，铃木知道自己说多了，他也没料到神树随意说的功法在神木谷竟然还如此保密。实不相瞒，这是神树告诉我的。铃木轻咳一声道。池灵威闻言愣了一下，随后神情迅速恢复。哦，那神树还告诉你什么了？铃木怔住，这反应不对劲啊。他沉吟片刻，还说混沌青莲诀能够帮他消灭魔怀，让我寻找混沌青莲诀。听到这话，池灵威嗤笑一声。虽然我不知道你到底怎么知道混沌青莲诀的，但你编也编得靠谱点啊。通天神树可是先天神物，面对是灵魔怀还需要外援，神树就算只剩一根树枝也是吊着打他好吧。池灵威轻轻摇头，不想告诉我就算了，我也不是很想知道。噬灵魔怀不过一株极品仙植，任何时候都不配给神树提携，更别说神树受困于他了。这是他近些年听到最好笑的一个笑话了。铃木嘴角抽了一下，不是，我说的是真的啊，不然你以为我的神树幼苗从哪来的？还有，你为什么如此崇拜神树啊？铃木都无语了。神木谷的记载中都记录了什么？竟然让弟子如此信任神树，要不是铃木亲眼见过神树的惨状，他还真就被池灵威的说辞唬住了。不信算了，反正把这件事糊弄过去了。混沌青莲诀能外传吗？铃木询问。不能。池灵威果断拒绝，此乃神木谷自上古传承下来的功法，非命定之人不可传。万一我是呢？池灵威扫视铃木一眼，轻笑一声。不可能，混沌青莲诀不传纯阳圣体，传承上是这么说的。闻言，铃木眼角抽动，我纯阳圣体也有错了，不传就不传，我也不稀罕。凤玄机见铃木的纯阳圣体竟然还成了限制，嘴角忍不住勾起来。说起来，
他到现在还不知道铃木具体修炼的什么功法。如此看来，唯有混沌青莲诀这重上古功法能入他眼。凤玄机陷入沉思，突然觉得铃木还是弱点好，至少那时候铃木想要的东西他都能得到。如今他也不要灵植了，至少得保值才拿得出手，现在连功法都要上古的了。他心中悠悠一叹，好累啊。怎么了？铃木注意到凤玄机的异常，询问道。没事。凤玄机脸色已经恢复过来，他看着那堆碎尸块，从刚才这和尚口中已经可以断定他就是最近觊觎石山的人。不过现在他已经死了，想来此事算是告一段落，剩下那些炼气筑基也不成气候，你可以安心修炼了。铃木点头，他倒是没想到和尚竟然会干出这等事，而且还跟魔怀有关。幸好已经死了，不然也是个祸害。可惜了，这个和尚实力倒是不错，不过修炼的是魔气，不适合种在地里。凤玄机闻言，美眸落在那2具烧焦的尸体上。那这2具金丹尸体你拿回去吧。铃木眼睛一亮，甚是满意。好啊，最近凤雪灵道疏于照料，这2具金丹尸体就埋在他们脚下吧。铃木抓起2具尸体，探查一番尸体的实力。这等实力，说不定还能让凤血灵道的品阶提升一下。凤玄机心中一暖，这毕竟是他给铃木的第1株灵植，他也想看到凤血灵道变得更好，至少能让铃木用上。由于凤血灵道用了他的血，导致灵道也有血毒，铃木并不能使用它，这一直都让凤玄机心里有些过意不去。若是灵道争气点，学着向日葵变异一下，最好不过了。既然如此，我便回去了。临走前，凤玄机看了眼池灵薇，随后凑在铃木耳边，记得好好修炼，下次见面争取坚持20分钟。说完，凤玄机将那些干瘪的尸块收集起来，驾驭飞舟离开了。铃木心情愉悦，不仅解决了一直悬在心头的危机，还收获2具金丹尸体。不仅如此，他的一番关于神术的话还让池灵薇慢慢脱敏，以后就更好糊弄了。铃木喜滋滋地返回石山。河里，闪灵正眼巴巴地看着铃木扔在一边的2具尸体，别看，这次金丹先不给你吃，老老实实吃别的吧。说完，铃木抓出一把灵米撒进河里。闪灵悠悠一叹，一粒粒地吞下灵米。铃木来到凤血灵道田，找到最开始的那一株灵道。由于多子多福的存在，让这株灵道一直成长了2年，比起去年，它现在又长高了不少，产量也多了。感受到铃木靠近，凤血灵道喜悦地摇曳起来，连带着他麾下的小灵道也摇摆起来，碰撞间发出沙沙的声响。嘿嘿，看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铃木大笑一声，扛着1具金丹中期的尸体来到凤血灵道面前。铃木拍了拍沾满泥土的手，抬脚踩了踩凤血灵道身边的新土，让它更瓷实。2具金丹尸体连带着金丹一起埋进土里，灵植强大的根系在土壤埋好的那一刻便深深扎根进去，汲取营养。凤血灵道的状态比刚才要好上太多了，感觉颜色都更鲜艳了一点。当然，2具金丹尸体可不会只滋养1株灵道，他自己也吃不消。眼下一大片凤血灵道田都因为这2具尸体使土壤中的灵气更加浓郁，众多灵道纷纷朝着铃木的方向微微摇晃，像是朝拜一般。隔壁5颜6色的一只小麦羡慕地看着这一幕，可恶，我也是一开始就跟着主人的，怎么我脚下只有1具吸干了的炼气修士？我知道了，肯定是我不够努力。小麦们微微摇曳，隔了2块地的赤日葵是他们学习的榜样。从繁殖向日葵到现在蜕变成岩灵葵，他们也只用了1年半，不能再输下去了。5颜6色的小麦们斗志昂扬，疯狂扎根，从土壤中汲取营养。有胆大的小麦还把根系伸到凤血灵道区域里，试图吃点他们吃剩下的营养。凤血灵道长期生长在铃木的慈悲之下，对于这种事情他们并没有生气，反而体谅小麦的不易，故意漏一些营养留给他们。铃木察觉到土壤里的变化，目光看向小麦田，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这才是他想要的好植物啊！铃木拿出一大把灵石撒在麦田，可惜灵石单纯就是灵气多，不如修士尸体那般具有营养，但他手里也没那么多尸体了，总不能为了种地去故意屠杀吧。铃木又布置一道灵雨树，滋养一下石山。这时铃木突然蹙眉，旋即喜笑颜开，又有人打岩灵葵主意了，真是不怕死啊！铃木身形一闪，便来到西北角的岩灵葵身边。此刻2具炼气后期的修士尸体正躺在一边，身上皆有一个烧焦的大洞。铃木回头看向远处，那里有3位修士刚逃出大阵范围。他对此非常不解，明明已经有那么多修士陨落在岩灵葵的阳光烈焰下，甚至铃木还让石云石田在修士中提及了这一点，可为什么仍旧有修士前仆后继地赶来送死？极品灵植就这么有吸引力？铃木看着岩灵葵不禁陷入沉思，极品灵植确实很有吸引力，
这么多修士前仆后继，铃木也理解。若是哪天真让那群修士给摘下了咋办？我培养的灵植成其他修士的机缘了。铃木嘴角一抽，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不过现在想这些有点多余了。山上还有一批赤日葵变成炎灵葵了，等山下的炎灵葵撑不住，铃木就再拨下来一批。想要机缘是吧？我的炎灵葵可是身负天道酬勤，生生不息的。要是这样你都能拿到，那你确实与我的炎灵葵有缘。好歹是个天骄，给你一株也无妨。我的炎灵葵不跟闲人。铃木拿出10几枚灵石放到炎灵葵身边。这2具尸体我先收下了，委屈你一下。炎灵葵对此并未异议，他的脚下还有3具尸体没有消化完，正愁这2具要怎么办呢。铃木带着尸体回到山顶，将他们埋在小麦地里，如此便大功告成。铃木来到神树幼苗前，使用秘法催生。小木龙很识趣地让开，他盘在铃木头顶，似乎察觉到铃木今天心情不错。看着生机勃勃的神树，铃木不禁笑道：神树前辈啊，你的后辈们可是很相信你的。我说实话他都不信。小木龙像是承载了神树意识，竟然朝铃木来了个白眼。池灵威盘坐在通天楼最顶层，最顶层被他布置了许多屏蔽阵法，此刻他正修炼着混沌青莲诀，但很显然他的状态不太对，心绪不宁。每次想要认真修炼时，脑海总是浮现铃木之前的一番话。可恶，为什么他能信誓旦旦地编出那种不合实际的故事？特别是看到他认真的脸庞，总感觉不像是说谎。可通天神树如此强大，哪怕落魄了也不应该被一株极品仙植逼到绝境啊！不行，我要再去问问，就算是假的，他也得再确认一遍才能死心。毕竟关乎着神木谷崛起，而他又是距离这一步最近的人，自然要肩负起这个责任。池灵威身形一闪，离开通天楼，来到石山。铃木正在修炼，感受到大阵波动，突然睁开眼。下一刻，池灵威已经来到山顶。怎么了？铃木询问。你说的都是真的。池灵威直截了当。铃木心里漏了一拍，这是又突然想到什么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实话。铃木老实巴交道。池灵威银牙紧咬，有些不敢相信自己崇拜的神树竟然落魄到如此地步。但铃木的神情无不告诉他，这就是真的。你不是见过神树？神树在哪？铃木长叹一声，就知道你要这么问。那，在那里面。铃木指了指泉眼。池灵威眼皮一跳，求你别糊弄我了，通天神树关通天，跟连地，怎么可能藏在泉眼里？你看，我说实话你又不信，你还问我干啥？说完这话，铃木便看见池灵威准备进去，你别费力气了，现在就连我都进不去。池灵威试了一遍，果真如铃木所言。为什么？神树不想被人打扰。那你还说神树需要混沌青莲诀帮忙？我不是来了。池灵威不解。铃木也不隐瞒，你慢慢等就行了，等神树撑不住，自会打开那一片洞天，让你进去帮他。这也是他让我找混沌青莲诀的原因。本来我是想自己学的，谁知道你们还不传阳圣体。池灵威神情严肃，铃木简短的一句话却蕴含大量信息。既然神树还活着，你还养这株幼苗干什么？到时候等他帮神树解决问题，迎回神树不就行了？因为神树大限将至，就算解决了魔怀，他也活不久。但等幼苗成株，神树就能重活一世。铃木神情认真，同时仔细地观察池灵威神情。今日一番话或能改变池灵威立场。从他之前主动道歉来看，池灵威人其实还不错，是真的为神木谷为神树着想。今日铃木彻底说出真相，池灵威的选择将会影响神树的复苏计划。其实也影响不了多少。若他有一心，铃木已经准备好提取神树力量，替青莲仙宗清理门户。铃木的话让池灵威大脑宕机。重活一世。池灵威喃喃自语，他看向那株不过一个巴掌大小的幼苗，瞳孔颤抖。只要等它成长起来。铃木淡然点头。他等了许久，池灵威才缓过来。他信了。如果不信，他也不会特意回来找铃木再问一遍。只是他没想到铃木竟然又抛出一个更骇人听闻的消息，这可让他如何是好？他看向铃木，神情激动。既然如此，你为何不早点说？我神木谷一定会拼尽全力保护这里的。闻言，铃木嘴角一抽，眼里明显浮现不屑之色。这话你自己听听，搞不搞笑？你们神木谷自身都难保了，还来保护幼苗？不暴露幼苗就不赖了。池灵威沉默了，显然他也知道神木谷现状。你的想法呢？池灵威这次学聪明了，开始询问铃木。铃木站在他的面前，当然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若非你一而再的询问，修炼的还是混沌青莲诀，我其实连你也不想告诉。毕竟池灵威是意外发生时的保障。
说什么也得让他留下，留不下他就把混沌青莲诀留下。池灵威了然，眼神里还有些许挣扎之色。他总觉得不把这件事告诉宗门心里不安，或者说他还没做好肩负重大责任的心理准备。铃木也看出他的疑虑，轻轻笑道：看来你已经做出了选择，不要有心理负担，正常情况下你不出手，我也能将幼苗培养成株，只要你别将神树的消息传出去就够了。池灵威眼神坚定：我知道了，我会在这里守护幼苗成长。我池灵威向天道起誓，在通天神树现世前必定以命守护幼苗，绝对不会向其他人透露任何一句话。他看向天空，话音落下，一道冥冥中的力量落到他的身上。铃木看的眼睛微微瞪大，这里可不是他曾经相信科学的世界啊，在这里违背天道誓约可是真的会遭天谴的。见池灵威有如此决心，铃木心里松了口气，那就多谢圣女大人了。铃木拱手道谢，从这一刻起，两人算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了。池灵威为了赢回通天神树，重铸神木谷荣光，铃木为了目睹通天神树全盛姿态，再从其身上薅磁条。若是有机会，铃木也想留下神树，只希望通天神树不会长腿乱跑，这样还有些许希望。池灵威目光落到幼苗身上，随后看到了隐藏在泥土下的阵纹。你这个风灵阵不行，屏蔽不了元婴修士，我给你换个。说着，池灵威便从储物袋里掏出一大堆铃木剑都没见过的材料，随后便开始绘制阵法。铃木认真观看，一言不发。他绘制的阵法在阵法详解中并未记载，或者说元婴以上的阵法里面都没有。直到池灵威将阵法绘制完成并启动，铃木也成功将这个阵法的绘制步骤记在了脑海中，甚至凭借他的阵法基础再加一些思考，还能解析这个阵法的原理。妙啊！铃木不禁感叹。池灵威惊讶地看向铃木：你看得懂？铃木浅笑道：略懂。池灵威笑了笑：此乃玄窍锁神阵，足以用来对付元婴修士，封锁其感知。不过我稍微修改了一下，让效果对外，元婴修士只要不踏入阵中，便感知不到此地异常，踏入之后便会被阵法封锁感知。铃木一怔，这么危险？幸好他已经解析了阵法，等池灵威走了，就花点时间捣鼓一下。不用担心，我会教你使用这个阵法。不过以你金丹初期的修为，应该催动不了几次。随后，铃木在池灵威的介绍下，对这个阵法更加了解。等池灵威离去后，铃木便开始动手，让这个阵法变成他的形状。不枉铃木天赋异禀，忙碌一晚上，终于把阵法捣鼓好了。一个直径5米的元婴阵法而已，又不是元婴敌人，我怎么可能催动不了几次？铃木随意的拨动阵法，催动玄窍锁神阵，就像使用他的3级会空阵一样简单，倒是个不错的阵法。等我寻到足够的材料，便将其融入3级会空阵中，到时候直接屏蔽掉整片石山区域，敌人踏进来直接屏蔽他的感知。新的一天，铃木按部就班的照料作物，有了金丹尸体作为营养，凤血灵道长得更加喜人。在催生神树幼苗时，铃木不禁想起池灵威对神树的崇拜，一株先天神物就足以支撑起一个传承上万年的宗门，甚至只是一截残枝，就让元婴期的他心甘情愿的守护先天神物，还真是有魅力啊。铃木心中感慨，他要是也能有一株属于自己的神物，该多好。通天神树已经存在了无数岁月，见证了太多物换星移，沧海桑田。在铃木身边，他只会将通天神树当成无所不知的前辈。不过铃木的这个想法终究难以实现。先天神物自混沌初开便存在于世，尚且存活的哪个不是存活无数岁月的前辈？想到这里，铃木叹了口气。先天神物不行，那就极品仙植呗。毕竟极品仙植里也是有噬灵魔槐这种超强植物，即便它不敌巅峰时期的神树，但在这个世界里，一株这个级别的仙植也是不容小觑的力量。都多余了，我现在连个宝植都没，仙植也才一截。铃木老老实实的照料田地，在此期间，他还不忘通过新收集的磁条来改良自身功法，让其更加适配如今的阴阳金丹。同时，从一节纯阳草身上提取的2级通玄也让铃木灵感大发。虽然灵气与魔气不是至阴与至阳，但也有可以借鉴之处。而且铃木自身的体质是至阳啊，他只要再寻到至阴之力互补一下，岂不是能触发2级通玄？但能够互补的至阴之力并不好找。铃木甚至向池灵威借了一滴极寒玉液，然而并没有起到作用。一滴玉液根本无法与纯阳圣体的至阳之力达到平衡，想要平衡，至少也得弄一盆泡进去。但极寒玉液哪有这么容易得到？更别说如此奢侈的去搏一个结果未知的天地玄奥。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一个拥有至阴之力的人双修，这样对两人都有好处。当然，这是正经的双修，是双人修炼。
不过触发2级通玄也不着急，不过是铃木修炼时顺手注意了一下，若是以后有机会，自然会着重注意一下。目前而言，他还是先把功法修为练好吧。解决了那个和尚，石山这里也没再出什么幺蛾子，甚至因为炎灵魁太过强势，连打他们主意的修士也越来越少。不过由于这片地方的灵气很浓郁，所以这里倒是成为了许多修士的落脚点。期间不少修士都想往石山上探索一下，但都被通天楼楼主制止。修士们不懂，但修士们听劝，特别是听闻每过一段时间就有修士死在石山山脚，连尸体都找不到，这让他们开始有些害怕石山。好在只要不靠近石山就不会有事，这些修士倒是挺安全的。有了不少修士来往，小石村的村民在心惊胆战中也获得了不少好处。铃木甚至亲自下去告诉石河，允许他们把多余的灵米灵脉卖给那些修士，当然最重要的是帮铃木换取一些材料。为此铃木还列举了一系列材料清单给石河，让他看着安排。若是遇到更加珍贵的材料，铃木甚至还会拿出品阶更高的植物来交换。因此铃木虽然没怎么走出过石山，但手里的各种低阶材料却有不少。这些材料虽然无法布置玄窍所神阵，但用来炼制一些丹药倒是绰绰有余。而铃木作为暗中的供货商，也经常被过往的修士谈及，说这里有个隐士高人什么的。铃木一开始想遏制这个舆论，但发现自从这个隐士高人传出去，过往修士更加老实了，能够换取的材料也更多了些，铃木便暂时没有理会，任由他们胡思乱想。一直等到铃木有天脑抽把合欢丹交易出去，他的隐士高人人设崩了。有人直呼神医，对着小石村的铃木雕像叩拜。有道侣感激涕零，四处传播合欢仙人在世。有路过女修听到传闻，怒斥淫魔。铃木懵了，我就是个种地的农民啊，你们怎么能如此诋毁我？为了不让事态进一步发展，铃木赶忙让小石村把雕像拆了。铃木本来还想以后不用合欢丹交易，但没想到后来有不少修士慕名而来，直言只要合欢丹，别的不要。铃木没办法，只能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在此期间，铃木还发现了伤心。作为为数不多知道石山情况的人，伤心见到铃木名声越来越好，竟然也加入其中，不遗余力地宣传合欢丹。好家伙，我弟种的那么好，你们就看到合欢丹了，真是一群只会下半身思考的动物。铃木气愤不已，他人还没出去，名声已经不忍直视了。对此，铃木只能时不时找凤玄机诉苦。短短2月过去，铃木也从凤玄机口中得知，他已经突破金丹中期。再过2个月，天血魔宗的圣女选拔便要开始了，那你可要好好努力，以后我就能喊你圣女大人了。铃木凑近传音海螺，嘿嘿一笑。另一边的凤玄机俏脸一红，似乎想象到那种刺激的画面，红唇勾起，眼里充满斗志。放心吧，一定让你喊上。凤玄机非常自信，铃木也相信他。不过凤玄机都金丹中期，铃木还在金丹初期，若非铃木现在需要平衡魔气与灵气，单靠天道酬勤也不至于到现在还是金丹初期。对此，铃木后面2个月将重心放在了修炼上，不再过多交易合欢丹。而铃木这一举动让修士们急了，他们以为铃木生气了，不卖了。这怎么能行？多少有志之士等着你的丹药救命呢，怎么能说不卖就不卖？一夜之间，铃木名声好转，每个买过合欢丹的修士都明里暗里说铃木好话，期望能再多买点，但他们注定要失望了。铃木此刻根本没闲工夫管这些事情，地里的庄稼熟了又长，长了又熟，不知不觉间，距离凤玄机离开已经过去半年之久。铃木在这一天成功突破金丹中期，又一次赶上凤玄机的脚步。姓名：铃木，境界：金丹中期，种植等级：御灵者8888 10000。词条1：天道酬勤，你的努力必定有回报。当你全身心投入种田相关的劳作时，每劳作1小时，全方位永久提升灵1%。当前积累1080%。词条2：生生不息，你将越活越有生命力。当你持续身处一个地点时，每停留1天，生命力提升1%。当前积累573%。词条3：厚积薄发，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意义。当你处于非战斗状态下，每过1天便积累1底蕴，状态改变时，词条主动触发，获得全方位底蕴星号200分号的提升，直至重新处于非战斗状态，触发后底蕴归零。当前底蕴220。词条4：待解锁，已收集词条。先集：混沌炼灵，生命源流，纳元淬灵，根化万千，纯元阳炎，灵则普降，知生法则花，花结到运果，是灵不朽。灵级：2级通玄，玄阴血毒，紫韵养魂，菩提慧光，星河凝露，魂息共鸣凡级。
营养均衡，茁壮成长，脉毒，抗大风，缺氧。注：检测到宿主收集到远超当前境界的词条，请宿主慎用仙级及以上等级的词条。看了看面板，铃木缓缓点头。已经有2个月没下过山了，也不知道山下现在怎么传他的。铃木看了一遍山顶的庄稼，确定没问题后，便来到小石村。他没有在村子里停留，而是直奔通天楼。在这个酒楼里，他能通过那些修士之口模糊地了解外面的情况。通天楼里，铃木坐在角落里，感知展开，听着四周客人讲话。不同于半年前，现在通天楼里的客人一大半都是修士，时不时也能看到毫无修为的村民进来吃一顿饭。再也不会像曾经那样，客人寥寥无几，村民不敢过问。见此情形，铃木不禁满意的点头，大家都在变好，对他会有更多的好处。就像现在，铃木只是坐在这里，便可从修士口中得知千里外的消息。铃木背后那一桌有一位筑基中期的修士，此刻他正小声地对旁边的修士交谈：“你们别去西边了，我刚从那边回来。”此话怎讲？神木谷跟鬼阴宗交战，局势不妙了，那边现在魔门猖獗。听到这话，一些修士纷纷安静下来，仔细倾听。怎么会这样？神木谷好歹也是个有名的大门派，虽然比其他大宗门要弱，但对付实力差不多的鬼阴宗应该不至于落败啊。在座的大部分都是正道修士，但基本都是小门小派，自然是比不上神木谷。铃木有些意外，神木谷已经弱到如此地步了吗？总不能是因为池灵威没有参战，所以落败了吧？我听说那鬼阴宗不讲武德，暗中跟妖族联手了。那筑基修士往四周看了一眼，发现不少人都在等他开口，于是也不压低声音了。他们归根结底不过筑基，这种事情他们无法左右，若真发生什么意外，只能尽量活下去。此话一出，有几个修士猛地拍在桌子上，义愤填膺。正魔两道打打杀杀，终归是我人族的争斗，这狗娘的鬼阴宗竟然敢跟外族联手对付人族，真他娘的该死。南阳宗呢？为何不出手灭了这鬼阴宗，给我人族清理门户？闻言，那名筑基修士轻轻摇头，这话他也不知道怎么接。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往西去了，在这里换到合欢丹便原路返回。听到合欢丹，铃木迅速收回目光。说起来，他已经2个月没供应合欢丹了，石和他们手里的那些应该快用完了。那道友真是太不凑巧了，我们伟大的合欢仙人最近特别忙，疏于炼丹，现在合欢丹已经非常稀少了。不过若是道友急用，我这里倒是还有一枚。你看西边妖族都出现了，你我这种小人物最好还是能享受就先享受，吃了这个保你一夜7次。铃木听得一脸懵，什么时候我的丹药能一夜7次了？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别买他的，这是兑了水的合欢丹，根本没有那效果。上次我就被他骗了，被我师妹笑死了。说这话的那名修士一脸羞愤。闻言，那名卖丹药的修士讪讪一笑，有点不好意思。虽然你自己也有问题，但我骗你确实有点不对，毁了道友的美好夜生活，实在是抱歉了。另一名准备买丹药的修士脸色一黑，转身就走了。那卖丹药的修士看四周的修士都散了，不由叹息一声，随后目光落到铃木身上。道友，我观你精神萎靡，水火失忌，想来最近晚上都很苦恼。我这里刚好有一味灵丹妙药，可解道友忧愁。铃木扭头，那修士拿着一枚对水丹药在他面前晃。这就不必了，我有正品合欢丹。铃木摆手拒绝。那修士看到铃木的脸一怔，道友怎么看着如此眼熟？你认识我？铃木蹙眉，他都没出去过，认识的人也只有小石村的村民和几个修士，有点像半年前小石村里的那个雕像。修士摸着下巴思索道。铃木正色，道友肯定是记错了，我是第一次来这里。这样啊？修士有些沮丧，还以为遇到了传说中的合欢仙人呢。想来也不是，你比那个色鬼帅多了。铃木嘴角一抽，道友话太密了，你买我的合欢丹，我给你说个最新消息。那人还是不死心，关于天血魔宗圣女的消息。那修士一脸你懂得的神情。恰在这时，铃木听到不远处一桌客人交谈，天血魔宗选出来圣女了，听说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这下不少正道又要头疼了。铃木瞥他一眼，那人讪讪一笑，扭头离开了，随后狠狠瞪了那群人一眼。铃木将这个卖假药的记下，等出去了得处理一下，不能让这家伙毁了他和欢丹的名声。听说那女魔头以金丹中期修为逆伐金丹巅峰，一手纯元阳炎差点把那人烧成灰，真是太可怕了。这个女魔头恐怖如斯，若是让她成长起来，必定是下一个天血老魔。我正道又迎来一个强大的对手啊！纯元阳炎不是神木谷的，怎么会出现在魔门手里？这神木谷也太逊了吧！铃木轻咳一声，看向他们的眼神中带着怜悯。你们是真不怕死啊？通天楼可是神木谷圣女开的，
你们就庆幸他不是魔门吧，不然现在你们就死了。铃木本来还不确定圣女是谁，但听到金丹中期还有纯元扬言，便可以断定这是凤玄姬了。只是令铃木没想到的是，凤玄姬现在已经能够逆伐金丹巅峰了，这也太逆天了吧！要是李长老晚点来就好了，死的就不会那么艰难了。铃木又在通天楼里听了一会儿，后边倒是没什么重要消息，大多数都是像什么万寿宗前长老更化行灵兽私通，被道侣捉奸在兽棚之类的。灵兽还能化形，也不知道闪灵能不能化形。铃木离开通天楼，在村子里看了一圈，便传送回山顶。他拿出传音海螺联系凤玄姬，突破金丹中期还没跟他报喜呢，顺便问问圣女的情况。怎么样？现在我可以喊你圣女大人了吗？凤玄姬握着传音海螺，美眸含情，嘴角勾起，似乎对这个称呼很满意。可以，以后记得提我名字，本圣女罩着你。铃木大笑起来，我也金丹中期了，我自己能罩我自己。哦，看来你很有底气，且等几天，我找你过2招。不能现在就过来吗？不能，因为我要进宝库挑选宝物了。现在？对，师尊催我了，先不说了。说完，海螺里便没有了声音。铃木看着手里的海螺，陷入沉思。为什么女魔头成为圣女后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他？是因为不想打扰她修炼吗？有了纯元扬言后就是不一样，半年过去了，精神状态还是那么好，根本不像上次那般。铃木长舒一口气，坐在台阶上看着远处正在缓缓落下的太阳。天血魔宗，作为圣女，你能在宝库挑选5件宝物，但你此前向宗门申请了一颗雷泽宝莲种子，此算1件宝物。接下来进入其中，你只可带出4件东西。凤玄姬点了点头，看了身边的血岩一眼，随后走向前方的空间门。血岩在后边还不忘提醒，记得我跟你说的那4件宝贝必须要选啊，不要再整幺蛾子了。看到凤玄姬身形没入空间门，血岩这才非常不满的叹口气，死丫头，现在越来越不听话了。本来那5件宝贝全拿上，就算面对普通元婴也有一战之力，竟然去要了一颗破种子。这把血岩气的脸颊鼓起来，他怎会不知道凤玄姬的意图？这雷泽宝莲的种子肯定不是自己用的，从宝库出来必定要去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把种子给那个纯阳圣体。真想知道纯阳圣体给他灌什么了。守卫宝库的老者呵呵笑道，竟然还有能让雪丫头气愤的事，倒是罕见。圣女能有自己的想法，不是挺好的吗？你总不能什么都给她安排好吧？老者眼睛浑浊，看着血岩。血岩撇嘴，好什么好？像我一样吗？一直窝在天血魔宗，不好吗？老夫比你窝在这里的时间更长，那你觉得我徒儿怎么样？血岩问道。老者看向天空，仙人之姿。血岩眉毛一挑，那您老不投资一下，比如放个水，让我徒儿多拿1件出来。老者轻哼一声，不妥，此乃规矩，他的路要自己走，命中有的不给他也能得到。血岩摆摆手，在一旁找了个凉快的地方等着凤玄姬出来。天血魔宗的宝库相当于一个小型洞天，与通天神树所处的空间类似，不过要比那个空间小很多，且没有生态，里面很单调，只有一眼望不到头的亮闪闪气泡，每个气泡里都包裹着一个宝物。凤玄姬在这琳琅满目的宝物中寻找血岩提及到的那几个，但种类太过繁多，哪怕他用感知去找，也得花费不少时间。因此凤玄姬花费了2天的时间才找到3件宝物。1件是保命的天凤玄甲，能够硬抗元婴修士全力一击；1件是领域类法宝烈焰宝珠，能够制造一片火焰领域，同时提升主人的火焰攻击。对凤玄姬而言，这个法宝很重要。另1件则是一枚名叫九玄寒髓丹的丹药。虽然凤玄姬的功法一直都与火焰有关，但实则她体内流淌的血液乃至血毒都是属于至阴之物。为了能够压制玄阴鸣凤的血毒，凤玄姬才逆着属性修炼火焰法术。若是顺着血毒修炼极寒至阴类的功法，凤玄姬能够更强，但死的也会更快。因此虽然修炼火焰拖慢提升速度，但只要活得久，这就有意义。拿这枚丹药则是因为纯元阳炎的出现有点打破体内的平衡了。血毒活性不减，但鸣凤血脉却沉寂下来，这会影响到凤玄姬后续的修炼。因此他要在纯元阳炎更强之际服下丹药，将自己的体质推向更强的境界。至于血岩说的最后一个宝物，凤玄姬其实并不想要，因为那个宝物的作用是加快修炼速度。凤玄姬已经明白铃木在他身上下的心思，他的修炼速度也在逐日提升，因此这种宝物于他而言并不是刚需。凤玄姬漫步在宝库内，感知扫过一件又一件宝物，里面倒是有不少灵植种子，但他已经有了雷泽宝莲种子，不需要这些灵植。凤玄姬认真地寻找最后一件宝物，虽不是刚需，但谁会嫌修炼速度太快啊？只是走着走着，凤玄姬突然觉得不太对劲，
眼前的宝贝竟然越来越少了。不多时，他看到了一个特殊的泡泡，别的泡泡都飘在空中，只有这个被放在桌子上。凤玄机凑近看了看，原来里面只是雷泽宝莲的莲蓬，这让凤玄机有些失望。这莲蓬是炼气炼丹的极品材料，可惜他用不上。随着凤玄机目光下移，他注意到这桌脚下垫着一截干枯的藤蔓，宝库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凤玄机将藤蔓取了过来，仔细打量一番，发现这就是一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藤蔓，看不出一点特殊，难怪会被拿来垫桌子。凤玄机轻轻一探，又将藤蔓塞进桌脚下，桌子这才平稳下来。他刚走没2步，突然顿住，好奇怪，这么大个宝库，为什么会有一截如此普通的藤蔓？凤玄机在宝库待了2天，查看过的宝物有上万件，最次的都是法器，怎么就突然出了个这玩意儿？谁会把这藤蔓丢进宝库啊？凤玄机脑海里浮现铃木的模样，又回头看向那截藤蔓，二话不说将藤蔓拿起。反正那个宝物也不是刚需，拿个藤蔓出去算了，出去让铃木看看，亏了就亏了，无伤大雅，打不了多打几仗，再进一次宝库。凤玄机抱着4件宝物便朝出口走去。在回去的路上，凤玄机找到了那件提升修炼速度的宝贝，但他只是犹豫了一下，便将其忽略。走出宝库，血颜立马笑着走了过来，他看着凤玄机怀里的宝物，一个个念叨：天凤玄甲、烈焰宝珠、九玄寒水丹、通脉转灵玉。不错不？血颜看着几样宝物，一边数一边满意点头。但当他念到通脉转灵玉时，愣住了。不是，玉呢？这节枯藤是什么鬼？啪！血颜气的把枯藤摔在地上。你个破藤，怎么跟那个纯阳圣体一样蛊惑我徒儿？刚才他已经从头到尾仔细感知过了，这就是一节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枯藤。一次珍贵的机会，竟然选了这么一个平平无奇的藤蔓，用这藤蔓拿来当柴火烧都嫌弃它小，太让他生气了。师尊，你这是作甚？凤玄机俯身将枯藤拿起来，小心翼翼地将其与宝物放在一起。血丫头啊，之前怎么跟你说的？老者注意到这里的情况，开口道。血颜迟疑片刻，最终长叹一声：算了，3个就3个，反正你修炼速度也不慢。血颜妥协了。老者看向凤玄机手里的枯藤，脸上带着一丝疑惑：宝库里怎么会有如此普通之物？凤玄机将枯藤的位置说出来，老者恍然大悟：是垫桌子那个。你说这个我想起来，这枯藤岁数估计比我大，宝库里不可能收集凡物，这你就放心吧，此物定然不普通。说到这里，老者都有些心虚了，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知道有这个枯藤。血颜嘴角抽了抽，编不下去就别编了呗，我都坦然接受了。说完，血颜带着凤玄机离开宝库。老者望着2人离去的背影，脑海里满是疑惑。奇了怪了，我得去找找那枯藤是怎么回事。等老者进入宝库，找到那张桌子时，桌子旁边正站着一位白发青年。老祖，您怎么来了？白发青年没有回头，而是看着空荡荡的桌角陷入沉思。垫桌子的枯藤谁拿走了？圣女。老祖，此乃何物？白发青年沉思片刻，随意道：一个不知岁月的破藤而已，拿走便拿走了。圣女若出了意外死在外面，记得把枯藤捡回来。我天血魔宗的东西绝不能流落在外。老者瞳孔巨震。石山上，铃木忙完今天的农活，坐在石阶上翘首以盼。3天了，女魔头还没回话。正当铃木胡思乱想之际，远处天空中出现一道冒黑烟的飞舟。铃木瞬间起身，脸色大喜，远远的就感知到飞舟上的气息，正是凤玄机。此刻，一些滞留在小石村的修士抬头间也看到那飞舟，顿时如临大敌。可恶，有魔门之人来了，道友们，快御敌！凤玄机从上空掠过，冷漠的目光扫视下方，气息稍微泄露了一点。霎时间，小石村里的修士们沉寂下来。道友们先生，我肚子有点疼，我咋感觉这女魔头有点眼熟？我是天血魔宗的，这是我宗新任圣女。你们这群该死的正道，最近没少编排我们吧？圣女已至，你们给我死来！来往的修士眼看形势不对，立刻跑路。乌合之众说的就是他们。见状，还没跑的修士纷纷高呼圣女万岁。凤玄机冷声道：这里不是你们为非作歹的地方，不想死就老实点。说完，凤玄机便长驱直入，飞入石山。修士们瞪大眼睛，眼中满是崇拜之色。不愧是圣女大人，第一次来就直接进入石山禁地。我倒是觉得圣女太过自傲，以后必定要吃大亏。你们说圣女能不能活着出来？不好说。圣女这么漂亮，不会在石山里遇见合欢老魔吧？有修士突然想到什么，心中悲痛万分。圣女大人，你可一定要打过合欢老魔啊！我的圣女大人啊！
你可算来了。铃木看到又美了几分的凤玄机，脸上露出笑容。哪怕此刻凤玄机眼神冰冷，看谁都跟看垃圾一样，但铃木心中的喜欢非但不减，反而更加激动。又一个风格，女魔头真是个宝藏女孩啊！见到铃木后，凤玄机的神色逐渐缓和。近来如何？可有需要我出手的地方？铃木忍不住抓住凤玄机的手。没有你的日子太无聊了，除了闪灵和庄稼，就只有地里的化肥了，太瘆人了。凤玄机忍俊不禁，伸手轻轻拍着铃木的肩膀安慰。我姑且信了，山下村民没找你玩吗？我看修士挺多的。闻言，铃木长叹一声，拉着凤玄机找个地方坐下，开始跟他说这半年来的情况。当听到铃木被修士们冠以合欢老魔时，凤玄机彻底绷不住了。他们知道你这个合欢老魔连20分钟都坚持不了吗？铃木脸色一板，还能不能聊了？我现在很强的，你就等今晚上我揍你吧。凤玄机美眸一亮，脸颊微微泛红。你这是什么表情？铃木懵了，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凤玄机不语，只是一味地打量铃木，时不时点点头。随后凤玄机也将他这半年来的经历告诉铃木，特别是选拔圣女时凭借纯鸳鸯燃烧了御魔峰的那个骚货，让他心情舒畅。铃木也从凤玄机的话中大概推断出他如今的实力，这让他感觉到凤玄机天赋的恐怖，短短半年竟能提升这么多。凤玄机美眸盯着铃木，我能走到这一步还得多谢你，若是没有你的出现，我现在还困在血毒里，更别提突破金丹了。你猜我这次要怎么感谢你？凤玄机玉手托着下巴轻声道。铃木眼睛一亮，难道说？没错。凤玄机起身，玉手一挥，一粒缠绕着雷霆的莲子出现在手里。当当，雷泽宝莲的种子，这可是宝值，答应你的我可做到了。铃木一怔，原来这是这个，我还以为是宝值。铃木瞬间起身，神情激动地盯着凤玄机手里的莲子。这一刻，铃木眼里已经没了凤玄机那令人向往的身姿，只有更加诱人的莲子。铃木大喜过望，太谢谢圣女大人了。圣女大人，我爱死你了。铃木忍不住扑过去亲了凤玄机一口，随后就要接过莲子，但凤玄机却轻哼一声躲了过去。半年前我怎么说来着？现在能坚持20分钟了吗？圣女大人，快把莲子交出来，不然我可就继续了。铃木气喘吁吁的声音从木屋中传出，听得不远处的闪灵都捂住眼睛不忍直视了。那本圣女可太期待了，你且大胆来说一个不自算我输。铃木虎躯一震，一枚合欢丹入腹，气血如龙等词条加持，一瞬间即将分崩离析的高塔重铸辉煌，金龙缠绕，直冲云霄。霎时间天空雷霆翻涌，雨点凝聚，眼看即将力竭，铃木运转阴阳金丹，催动2秒混沌炼灵。刹那间铃木状态再度恢复一半，这可把凤玄机吓坏了。不对，这什么情况？别！20分钟后，铃木喘着粗气从木屋中跌跌撞撞的出来，凤玄机紧随其后，脸上还带着意犹未尽的潮红。铃木伸出手掌，一粒莲子正躺在掌心，名称雷泽宝莲，品阶上品宝值，成长状态萌芽期，自身词条泽路运道，雷水归元，停焰断魂，雷泽赐福，水脉御雷，雷纹震剑。介绍：根锁水泽，花运神雷，一滴灵露藏道运，半片雷纹定乾坤。看到宝莲词条，铃木心中感叹万分，不愧是宝值，比极品灵值强太多了，又有道运，又有领域，还能炼魂赐福，还能御雷。难怪当初天血魔宗的老祖父下宝莲后突破境界，打退千佛宗，多半是以煌煌雷霆击碎了漫天敌人。怎么样，满意吗？凤玄机看着发呆的铃木，不由问道。铃木点了点头，太满意了。说着，铃木便迫不及待地踏入河流，将莲子种了进去。他看向闪灵，嘱托道：守好它，这可是山顶品阶排行第3的植物，等它成熟，我奖励你吃一颗莲子。闪灵闻言眼睛一亮，他隔大老远就感受到莲子身上的雷霆气息，这可太单于了。闪灵立刻挥动鱼鳍，做出一个敬礼的动作。主人放心，保证完成任务。你可别偷吃啊，我就那一个莲子。放心，我要是吃了莲子，你把我吃了。见状，铃木点头，随后拿出一些材料，连通玄窍锁神阵，将宝莲也纳入法阵范围内。铃木忙完这些，夜已经深了，他便打算回到木屋睡觉。凤玄机看着铃木做完这一切，等他过来，凤玄机犹豫片刻开口：等一下，我在宝库里还拿了一截藤蔓。听到这话，铃木眼睛又是一亮。
藤蔓，这可是能种的，而且是天血魔宗宝库里的东西，再不济也是个灵植吧。虽然不及宝莲，但多一株其他类型的灵植也不错。见铃木如此期待，凤玄机一时间有些犹豫。怎么办？他不会以为又是个好东西吧？可是这藤蔓太普通了，要是铃木看到后也觉得是个普通藤蔓怎么办？怎么了？没事，只是那节藤蔓有些特殊。怎么特殊？他看着就跟普通的藤蔓一样。凤玄机支支吾吾道。铃木闻言顿时了然，笑了笑。无妨，只要是你送的，哪怕是繁殖，在我眼里也是宝贝。凤玄机轻轻点头，将枯藤拿了出来。枯藤只有巴掌大小，但看起来并不是一节，而是有头有尾。它通体是干枯的黄色，丢进柴火堆里都认不出来，外观平平无奇，没有任何特殊。铃木看了一眼，随后感知也探了上去。难怪你这么紧张，这不就是一节普通的藤蔓吗？铃木笑了笑。此话一出，凤玄机肉眼可见的沮丧了。原来真的是普通藤蔓吗？看来宝库里也有凡物，好倒霉啊，被我碰上了。铃木一愣，不然呢？明眼人不都能看出来是普通藤蔓？不过我不会嫌弃的。铃木从凤玄机手里接过藤蔓，掂量了一下。铃木突然顿了一下，这是你从宝库里拿的？凤玄机点头。铃木倒吸一口凉气，再一次看向藤蔓。他犯了个巨大的错误，那就是以貌取直了，竟然没有鉴定就下了结论。等我仔细看一下。铃木凝神在藤蔓上，眼前出现藤蔓的信息。刹那间，铃木心跳落了一拍。名称：太初七玄藤，品阶：混沌神物，成长状态：沉睡，自身词条：化繁不朽。介绍：藤为繁，果为玄，混沌未开太初现。这，你从哪来的？铃木瞪大眼睛，拿着藤蔓的手都开始发抖。混沌神物啊！通天神树作为先天神物，是混沌初开时诞生的神物，但这藤蔓是混沌未开的时候就有了，比神树品阶还要高。这是这个世界该有的东西吗？铃木感觉自己被做局了。他不是不能得到混沌神物，只是这来得太早了。他连通天神树的问题还没解决呢，怎么突然就来了个混沌神物？而且还处于沉睡中，能不能种出来都不一定。不是说了，从我们宝库里拿的，这东西当时被人放在桌腿下垫桌子呢。凤玄机叹息，拿混沌神物垫桌子，什么品质的桌子啊？他这辈子都值了知道吗？先不谈这东西怎么会在天血魔宗，那为什么天血魔宗没一人发现这藤的奇怪啊？铃木看着展现出来的2个词条，不朽算是老相识了，部分仙植和先天神物都用，只是这化繁，你平平无奇。当你不想被注意到时，你就是世间最普通的一位，在此期间，你的一切成长都会停止。化繁解除后，将会根据经历逐渐反哺。看到词条后，信息后，铃木好像想通了一些东西。这家伙是从诞生起就一直化繁，一直沉睡就没成长过，不然为什么比他年轻的通天神树都要嘎了？他还是最初的状态，这总不能也是个残肢吧？铃木仔细打量一番，有根系啊！亲爱的圣女大人，你真是我的幸运星。铃木收起太初七玄藤，感激地看向他。凤玄机见铃木突然变脸，笑道：既然如此，那我们快把它种下吧。铃木来到木屋后面，这里相较于泉眼处更加隐蔽点，混沌神物应该也不需要先天神物帮助。铃木让凤玄机折了一些龙血果树的树枝，搭了个支架，为以后太初七玄藤的成长做准备。他将藤蔓的根部埋入土地里，只留3指长的躯干在外面。他真的能活吗？凤玄机看着铃木如此粗糙的种植手法，不禁发问。铃木轻咳一声，活是肯定能活，不过这藤现在还在沉睡，铃木还不知道如何把它整醒。凤玄机拍了拍手，你真厉害，这都能整活。铃木嘴角一抽，怎么感觉这话不对劲？虽然现在的太初七玄藤还没有气息，但铃木还是在附近布置一个玄窍锁神阵，以防万一。不过随着山顶上的好东西越来越多，每一次都要再布置小刑法阵太麻烦了。如今他已经金丹中期，攒了半年的材料，也足够他将玄窍锁神阵融入3级会空大阵中了。铃木看了眼小藤蔓，他并不知道如何激活混沌神物，说不定这个世界都没人知道，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铃木将磁条加持在太初七玄藤上，随后催动功法往其身上注入生命力。似是觉得还不够，铃木又试着从其他植物身上提取一小点万物之气给他。能做的都做了，铃木甚至把仙级磁条都加持上去了几个，剩下的就慢慢来吧。以后生命力又要分出一部分给太初七玄藤了，希望纯阳草能够喜欢这半年来属于他的戏份。闹着玩的，
生生不息也不是吃素的。半年过去，植物身上的生命力翻了1倍多，哪怕分出来一部分，纯阳草得到的生命力仍旧与半年前相同。这就好了。凤玄机见铃木拍手起身，一脸惊讶。不然呢？都一视同仁地给予他帮助了，这要是还睡，他就真的暂时没办法了。凤玄机缓缓点头，我还以为你会更重视一点，毕竟铃木见到这结藤蔓的反应与其他植物不同，就连通天神树树枝都没让铃木露出这般神态。难道是为了不让我失望，故意照顾我吗？凤玄机脑海不断思索，最终的出结论：铃木真好，还会照顾他情绪，爱了。翌日，铃木一大早拉着凤玄机出来，来，我教你玄窍锁神阵，咱俩赶紧把这个阵法融入3级会空大阵中。凤玄机都来了，铃木要是再苦哈哈的自己一个人干，那就太傻了。顺便还能教他一个新阵法。听到阵法名，凤玄机愣了一下，这不是元婴级的屏蔽类阵法，你怎么学会的？铃木邪魅一笑，小声点，我偷学的，我偷偷教给你，别乱传啊。随后便将池灵威布置阵法的事情告诉凤玄机。凤玄机美眸一亮，原来如此，那这得认真学，不然太亏了。于是铃木花费了大半天的时间教会凤玄机布置这个阵法，并将一些阵法感悟一同教育他。随后两人带着材料在3级会空大阵中游走，将玄窍锁神阵融入大阵中。为了保密，凤玄机还遣走滞留在小石村的魔门修士。这2天小石村除了村民没有其他修士了，不对，还有池灵威坐镇通天楼。他注意到凤玄机和铃木游走的身影，一开始还有些疑惑，但当他感知覆盖过去后，发现不对劲了。这不是我给铃木布置过的玄窍锁神阵？他不是财金丹中期吗？怎么也会这道阵法？不对，铃木什么时候学会的？池灵威懵了，他已经半年没有去过山顶了，没成想自己的阵法竟然被铃木研究透了。不仅如此，这家伙还瞒着他，太气人了。池灵威银牙紧咬，感知再度扩大，想要看看铃木准备用这个阵法整什么幺蛾子。紧接着池灵威懵了，他的感知延伸出通天楼后便不能再进一步扩大，通天楼外的情况他一点都感知不到。好，拿我的阵法屏蔽我了是吧？池灵威又好气又好笑，他是真没想到铃木会有这般能力，真以为我拿这阵法没办法吗？池灵威神情严肃，踏出通天楼，站在半空俯瞰，随后按照自己的经验伸手点在一处。理论上来说，他只要改变了这一处的阵纹走向，那这个阵法便无法限制通天楼内的修士。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走向是变了，但效果却没有变，反而还把铃木引来了。铃木身形一闪，来到池灵威面前，你动我阵法干啥？池灵威轻咳一声，总不能说自己拿他的阵法没办法吧？这太丢人了，此地阵法太过明显，有被发现的风险，我帮你隐藏一下。池灵威正色，顺手帮铃木把这一段阵纹藏起来，普通修士掘地3尺都找不到。铃木眉毛一挑，你人还怪好嘞。那是自然。池灵威一副仙人风范，你我站在同一战线上，偷学阵法就算了，毕竟是你有这能力，但阵法就没必要屏蔽我了，不然出了什么事，我没办法第一时间知晓。铃木恍然大悟，把池灵威这位元婴修士给忘了，于是连忙把他的限制解除，不过也仅限于石山之下。见状，池灵威微微点头，同时也松了口气。既然你的阵法已经达到如此造诣，我便放心了。铃木疑惑地看着他，怎么突然说这个？池灵威神情突然落寞。这几天你在通天楼里肯定听到了神木谷落败的消息。铃木一怔，这消息是真的啊？还以为那些炼气筑基修士的消息只能一半一半的听呢。神木谷喊你回去了？池灵威缓缓点头，2个月前便多次召我回去，不过因为这里的情况，我已经推脱多次。我身为圣女，此举已经有违宗门规定。不过今日看到你阵法大成，我想时机也到了。铃木倒是无所谓，这半年多来倒是没遇见什么他应付不了的问题。注意安全。池灵威伸手取出一枚玉符，我会尽快回来，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通天楼就交由你打理。我在楼里布置了一道自爆阵法，威力堪比元婴中期全力一击，你可以看着使用。铃木看着手里的玉符，嘴角一抽，元婴中期全力一击，这要是爆了，岂不是连小石村都没了？只能说太不凑巧了。一般情况下，元婴修士通常遇不到需要出手的事情，他们通常可以在一处地方待至少10几年。血岩在天血魔宗都待了快100年，离开天魔峰的次数屈指可数。池灵威才待了半年多就碰上这档子事，不过也没事，铃木现在有底蕴了，单单这个大阵就能让他在同阶中立于不败之地。就算元婴来了，铃木也能拉扯一番。回到石山，铃木将此事告诉凤玄机。
他听完之后只是平淡的点头，波澜不惊。你怎么这么平淡？你就不担心有元婴老怪杀来？铃木忍不住道。凤玄机嗤笑一声，你当元婴修士是大白菜吗？还是都跟你这么闲吗？老的元婴要么忙着突破续命，要么沉睡等待一份机缘，不敢随意出手。中年元婴都是各个势力的中流砥柱，肩负众多责任，可没空来这小地方。也就年轻如池灵威的元婴修士会乱转，但这种天才要么被宗门保护，要么身怀傲骨，可不会对你这个名声不显的小金丹出手。闻言，铃木嘴角一抽，看来自己还是挺低调的。凤玄机拍了拍铃木的肩膀，放心吧，你这里很安全，也就那些炼气筑基会稍微讨论一下这里，而且讨论的还是合欢丹，不会讨论别的。铃木脸色一垮，岂有此理，我兢兢业业种了这么多灵植，竟然不如合欢丹出名吗？我可不是靠合欢丹起家的。凤玄机看着铃木玩味一笑，合欢老魔，不提升一下合欢丹的效果吗？铃木冷笑一声，可以，刚好龙血果树结果了，且等我炼一批新丹，好好教训你个女魔头。凤玄机嘴角勾起一抹冷冽的弧度，上次还叫我圣女大人呢，现在又喊女魔头了，你且等着。第二天晚上，饶了我吧，圣女大人。真的燃尽了。木屋里传来一声冷哼，怎么不喊女魔头了？不喊了，还有2枚丹药，吃了继续。不要啊，可恶的女魔头，我跟你拼了。木屋中的一阵阵声响让炎灵葵的曜日花盘不断闪烁，断断续续的持续到后半夜才消停。翌日中午，铃木颤颤巍巍地走出木屋，赶忙吸收植物们的生命力补充。哟，真不愧是合欢老魔，竟然还能站起来。炎灵葵田里，凤玄机戴着草帽，挥舞锄头照料田地，看到铃木出来，不由阴阳说道。铃木欲哭无泪，你真是个大魔头啊。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圣女大人。铃木光速变脸，铃木身体状态得到恢复，随后便立刻开始催生树苗和纯阳草。那3粒草种经过半年时间已经长出第1片叶子，不过还没达到渡劫的程度。一节纯阳草的第2片叶子只有第1片叶子1半大，估计还需要小半年才能长到2节程度。幼苗倒是长得不错，毕竟这是铃木的种植重心，而且还有小木龙守着滋养。那滴生命原液早已被铃木滴在幼苗身上，如今的幼苗已经长到铃木腰部那么高，也不知道得长多高才算成株。凤玄机看到凤血灵道仍旧没什么变化，于是划破自己的手指，凝聚出一滴精血，在滴落前还用纯元阳燃烧了一遍。随着精血滴落，凤玄机的气息随之一沉，但很快又恢复过来。铃木立刻注意到，连忙过来抓住他的手，担忧道：你怎么乱来？凤玄机无所谓道：我这不是看凤血灵道迟迟没什么变化，想帮一下吗？况且一滴精血而已，过段时间就补回来了。眼看精血已经顺着没入灵道体内，铃木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晚了。那你先别走了，我给你整点好吃点补一补。凤玄机美眸一亮，你不说我也暂时不会走，现在宗门并无要事，我只要修为不落下，在这里待多久都行。此话一出，铃木心中一沉，双腿竟然开始发软。幻觉吗？一转眼半月过去，凤玄机在铃木的双重治疗下，终于把消耗的精血补回来。同时铃木在这期间注意到他的2级通玄有时候会动一下，特别是与凤玄机一起在小木屋的时候。你体内是不是有至阴之力？才看出来。凤玄机撇嘴，那你修炼火焰干啥？这不是矛盾了？铃木惊呼。凤玄机耐着性子把自己身体告知铃木。听完之后，铃木突然收起了心中的想法，原来激发至阴之力会让女魔头如此痛苦，那算了，找别的办法吧。怎么？你想体验一下至阴之力？凤玄机美眸含情挑拨道。铃木连忙摇头，想体验也不给你体验，血毒没好钱，我是不会动用至阴之力的。凤玄机很是果断，我有点好奇，你这血毒真的能好吗？一直以来，血毒给铃木的感觉就像是个绝症一般，这个词条用处也很大，是个长期折磨人的手段。但听他这话，血毒有办法治好应该能吧？凤玄机神情突然低落，看向远方。你知道玄阴鸣凤吗？我的血毒就是来源于它。凤玄机犹豫片刻，看向铃木。其实我体内流淌了一部分妖血，若是没有这妖血，我也不会有血毒。铃木轻轻点头，这点他早有预料，毕竟一开始词条中便有介绍，凤玄机肯定跟玄阴鸣凤有关系。有就有呗，你就算是妖，在这里还不是我的圣女大人。话说，你有妖血为什么没有妖的特征？凤玄机轻哼一声，当然是因为我体内的妖血强啊，越强的妖血越会隐藏特征，一般人很难发现。而且谁规定妖一定要有特征了？铃木了然，
那妖跟灵兽有啥区别？凤玄击白了他一眼，我真得多给你带点书了。灵兽是先天具备灵性的生物，是特定物种，而妖则是后天开启灵智，且可以是各种东西，一块石头、一朵花等等。它们开启灵智后，会以最快的速度化形。很多妖如果不仔细探查，根本看不出与人的区别。不过也有一些例外，一些灵兽更亲近妖族，就会自称为妖。他坐在凤玄机身边，跟他聊了许久。不过这家伙不老实，似乎还有不少事瞒着他。